弟弟，你想要吗？宁国蛮山镇陈家一间幽房之中，陈林雪摆动着婀娜的玲珑娇躯，款步走来。她脸颊精致，正值芳华之龄，花容月貌，宛如翩翩谪仙。随着她帘步的接近，一件件素白衣裙尽数褪去。她身材火爆，如一条美人蛇一般，丰臀浑圆，性感的腰肢犹如柳条般纤细，一袭黑发凌乱地披在香肩之上，眼波流转，似水朦胧。幽房之中寂静空荡，一盏烛火摇曳，光线暗淡，一道道朦胧的光线映照在陈林雪的完美酮体上，反射着象牙般的亮丽光泽，充斥着令所有男人都无法抗拒的绝色诱惑。想要。陈峰咽了咽喉咙，此刻的他只感觉躯体炽热的有些可怕，一种莫名的燥火从内心深处不停地蔓延出来，让他浑身都发烫。你想要什么？陈林雪痴痴地笑着，在那对秋水眸底深处掠过一抹狡黠的味道。柔软无骨的酮体摇曳生姿，一只羊脂玉般的洁白手掌勾成兰花指，轻轻搭在了陈峰的肩膀上。想要。陈峰咽了咽喉咙，难以形容的燥热感席卷全身。陈林雪的酮体犹如一条美人蛇般，琴手娇艳欲滴，趴在他的肩膀上，红唇微起，气若幽兰，在他耳边轻吐。既然想要，那为何还不过来？我。陈峰支支吾吾，不过还没等他开口，他身上的衣衫就已经尽数被撕裂了。少年名为陈峰，是蛮山镇出了名的傻子。陈家在蛮山镇乃是大族，家财万贯，族内更有5道强者坐镇，强势至极。然而或许是遭天嫉妒，作为陈家的这位少家主从小身强体壮，但却脑子不太好使，这在蛮山镇已经是人尽皆知了，典型的一对虎父犬子。门外天空澄净，冷冽的寒风卷刮着，空气之中弥漫着一种肃杀的气氛。一群武道高手在等候着，眼神杀机暗藏，只待一声命令，他们将会在顷刻间冲进去。这是一个局，一个专门为这位陈家少家主所设下的美人局。这小子这次死定了，只要等姐发出信号，老子就立马冲进去，把那傻子大卸8块，剁成肉泥。陈修握了握拳头，眼底杀机凛冽，露出了一抹嗜血的笑容。在家族之内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纵然陈峰是陈家的少家主，他也肯定死罪难逃了。少爷。这时候一名18、19岁的俏丽丫头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在见到门口摆下这场龙门阵之后，她俏脸一变，想要冲进房间之内，但突然间陈修以闪电般的速度一巴掌扇了过去。滚！你个死丫鬟，也敢来坏本公子的好事！丫鬟被一巴掌扇飞了出去，摔了个嘴啃泥，但还是急忙踉踉跄跄地爬了起来，眼眶通红，满脸的不甘与愤怒。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家少爷又没有加害你们，你们为什么执意要置他于死地？他想不明白，陈峰只是一个傻子，又没有在家族之中争权夺势，这些人为什么还是紧抓着他不放？哼，他活着就是罪，他只有死了，我大哥才能名正言顺地成为少家主。他的罪就是不该霸占着少家主的身份。陈修轻蔑地笑着，眼底露出猖狂之意。纵然陈峰是一个傻子，但只要他还活着的一天，就是陈家的少家主，这是谁也改不了的现实。他只有死了，别人才能名正言顺地代替他，成为陈家新一任的少家主。太欺负人了，我要上报给家主，家主定然饶不了你们。上报家主？好啊，看到时候家主是信你还是信我？陈修有恃无恐，接着他的目光冷冽地望向房门，杀机磅礴。他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等房间内陈林雪的一个信号，到时候他就冲进去，陈峰裤裆里不是屎也得变成屎了。毕竟天底下的人都不会想到，会有哪个女孩子愿意拿自己的清白来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轰隆！忽然这时，蔚蓝的天空之上，一道雷霆陡然贯穿天地，劈落下来。房间之内，陈峰身躯猛地一抖，金光灿灿，一大股记忆犹如洪流般从陈峰的脑海之中席卷了上来。我是谁？我是陈峰。不，我不是陈峰，我是北玄剑帝。这里是呢。陈峰猛然睁开了双眼，眼睛变得赤红起来。潜意识的他站在了武道巅峰，在剑道与丹道之上，拥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他不仅炼制出了地品丹药，还开创了9阴灵火与9阳灵火融合的阴阳炼丹大法，在炼丹界被封为丹帝，引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他更是一名以剑道独步天下的剑帝，以一剑断星空的恐怖实力建造了星空第一圣地剑龙圣地。然而取得了这些成就，他并不满足，他还想更进一步，达到传说之中的神王境，破碎虚空，化凡为神，与天地同辉，日月同寿。为此，他进入了虚神界十死无生的虚空境地，经过重重凶险，最终找到了当年虚空大帝留下的虚空法典。可是他做梦都没想到，
当他受了惨烈伤势，带着虚空法典重回剑龙圣地时，却遭到了持瑶仙子与八大武帝的埋伏。在那重伤之下，他自然是不敌，就此陨落。持瑶仙子，你好狠的心啊！为了这本虚空法典，不惜联手八大武帝对付我。可是你做梦都没想到吧，在虚空禁地内，我还得到一枚圣道果，并将它吞服了。我没死，我还活着。叶北玄嘶哑着喉咙，鼻息间喘着沉重的呼吸，似乎有些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滔天愤怒。800年，对于持瑶，他是掏心掏肺的付出。当年他天赋异禀，无人能及，哪怕是那些号称天之骄子、上天宠儿的绝世天才，都被他镇压在剑下，而持瑶仙子自然也赶不上他的修为速度。为此，他甚至不惜冒险进入各大死亡禁地内，夺取各种机缘与天才地宝来给他。这些死亡禁地都是十死无生的生命禁区，好几次他都差点丧命在那些死亡禁地内。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能让持瑶赶上他修为的步伐。可是到了最后，持瑶居然为了一本虚空法典背叛自己。800年的夫妻感情如同过往云烟，他做梦都没想到，持瑶的心中正道成神的梦想永远比他还要重要。想到这里，他就恨不得冲上虚神界宰了那个受尽万人敬仰的仙子。持瑶，你想不到吧，圣道果有一个作用，可以借尸还魂，我还活着，我没死。有了这本虚空法典，100年的时间，不，30年，我只需要30年，我就能重回虚神界。持瑶，我一定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叶北玄眼底露出滔天的恨意。在读取了这具身体的记忆之后，陈峰眼中就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天武大陆蛮山镇，陈家，傻子，看来我是又回到天武大陆了。想他前世杀得天武大陆所有绝世天才胆寒，却没想到重活一世，他又回到天武大陆了。外面有杀机。陈峰眼神一瞥，立马就察觉到门外有人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这间幽房。弟弟，想要的话为何不直接点呢？陈林雪笑得花枝乱颤，妩媚动人。她吐气如兰，舔了舔红润的双唇，凑到近前道：今天姐姐只属于你而已呢。陈峰感应着门外的一举一动，再看了看眼前犹如妖精般的女人，结合着脑海之中这具身体的记忆，他明白了所有。他被人下套了，而且还是被自己的亲近之人下套。哼，没想到重活一世，想害自己的依旧是自己最亲近之人，真是讽刺。陈峰笑了，只是那等笑容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森然。他抓住了陈林雪柔软无骨的小手，笑道：姐姐，你好骚啊。陈林雪愣了一下，像是没反应过来。接着陈峰顺势将她抱起，来到了床上。见到这一幕，陈林雪欣喜若狂，这个傻子果然上当了。陈峰将这道柔软无骨、妩媚动人的小妖精抱到了床上，近在咫尺，看着怀里的这张五官精致、有着颠倒众生之姿的绝色美人，陈峰心有感慨。论起容貌，陈林雪确实不负这蛮山镇的第一美人的称号了。然而可惜的是，这是一个蛇蝎美人，心肠之歹毒，令人发指。若非陈峰转世重修，能够感应到房门之外的杀机，恐怕还真会被对方下套了。姐姐，别浪费时间了，直接开始吧。陈峰将陈林雪玲龙娇躯上最后一点衣衫都给褪去了，一副完美的酮体立即呈现在了眼前，含苞待放，任君采摘。然而就当陈峰刚有下一步动作之时，陈林雪却突然大声喊了起来：救！他的声音刚吐，陈峰眼疾手快，一指蕴含着些许暗劲打在了对方的咽喉间的穴位上。顷刻间，陈林雪的声音戛然而止，任他如何呼喊，其声音都是微小的，让人难以听见。你对我做了什么？陈林雪张了张嘴，那对秋水眸子布满了难以置信。做了点手脚，你现在是我的人了，我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们。陈峰冷笑。陈林雪俏脸一变，不再犹豫，灵力运转，掌风呼啸，直接迎向了陈峰。然而陈峰早有准备，侧身躲过，接着他抬手直接锁住了陈林雪的手掌，并将她扣在了床头上。尽管陈林雪有几分修为，但陈峰这具身体力大无穷。虽然是个傻子，但傻人有傻福，身体素质强得很，论起力量一点都不逊色陈林雪这个女人。这一刻，陈林雪明显有些慌了，喊不出来，打也打不过姐姐，你最好是不要乱动，不然的话我真会杀你哦。陈峰抬起头，眯着眼睛笑着，犹如九幽之地传出的冰冷杀机从其深邃眸子中迸射而出，空间仿佛凝固起来。那一眼竟是震慑的陈林雪娇躯骤然停下，一脸惊惧地看着陈峰。他竟然感觉自己被一头洪水猛兽给盯上了。陈峰开始动作，陈林雪修长与柔软的玉体在奋力挣扎，如水一般摆动。但陈峰身体力大无穷，几乎可以说是天生的神力，以陈林雪一个女人如何摆脱？
我可是你的姐姐啊！陈林雪慌张起来，道：“哼，少来这一套，咱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血缘关系。”陈峰冷笑，陈峰与陈林雪之间根本没有血缘关系。早些年，陈峰就听说过陈林雪只是大长老收养回来的一个义孙，只因为在陈家之中，为了他一些地位，就给他冠以陈姓。这些年来，陈家年轻一辈中，不知有多少人都惦记着陈林雪的身子。大长老甚至早有打算将陈林雪许配给他的长孙陈天狼，却没想到头来最先占便宜的却是陈峰。不要！陈林雪竭力地挣扎着，然而她的挣扎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从剧烈挣扎再到床的摇摆，陈林雪的娇躯在快速地晃动，机体每一寸都在无声地被窃取着。玲珑曼妙的玉体在上下摆动着，玉体柔软，芳香扑鼻，发丝凌乱，机体晶莹，粉红扑面，桃香四溢。她做梦都没想到，她以自己的清白之身下套想要弄死陈峰，到头来没能先弄死陈峰，却先被他摘取了自己的清白身子。连陈峰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确实很有姿色。一双玉腿光滑无瑕疵，晶莹如玉，在烛火的映照下，白净透亮，柔软无骨的小蛮腰如柳条般纤细，有着无限的魅力，白皙性感的天鹅玉颈，让人很想咬上一口。如此窈窕动人的酮体，当真是人间的绝色，能够被誉为蛮山镇的第一美人，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现在该轮到她来好好享受了。对于这种蛇蝎女人，陈峰没有半点心慈手软。此刻春光无限，娇容缠绵，朦胧间，一男一女仿若阴阳双鱼，一道天生尤物的酮体在曼妙地扭动着，机体生辉，摆动出了一道道优美的弧线。一道道婉转娇吟也轻轻传出，声音不大，但却足以让男人赤血亢奋。门外，陈修还在静静地守候着。少爷，好像有点不太对劲，怎么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小姐她还没有发出求救声呢？一名侍卫不解地问道。陈修也开始感觉到有些不太对劲，不过一想到陈林雪的修为，他也稍稍安定些，毕竟对方只是一个傻子，就算打不过，只要喊一声，他们就立马能够冲进去了。现在还没喊，就证明那个傻子还没有被下套。再等等吧，估计那个傻子不太好骗。陈修嘀咕道。哦，这些陈家的护卫们都点点头。时间又过去了半个时辰，终于幽房内没有动静了。一道女子的哭声响了起来。来人啊，快来人啊！陈修狂喜，机会来了，冲进去。当即他带着这群陈家护卫直接踹开了房门。然而眼前这一幕却让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瞳，不敢相信。陈峰慢条斯理的在穿衣服，而陈林雪则是哭腔阵阵，拿着被子捂住了自己的身体。在床边还有一抹如桃花般的绯红，惹人无限遐想。怎么回事？陈修傻愣在了原地。哟，大聪明，你可终于来了。陈峰咧嘴一笑。陈修看着床榻上狼藉的一幕，又看了看这两人，一瞬间就明白了所有。他们下套不成，而且陈林雪还反被侵犯了。陈峰，你敢动我姐，老子杀了你！陈修抬起头，狰狞地看着陈峰，没有丝毫的犹豫，剑身拔起，朝着陈峰就冲了过来，直接砍向了陈峰。陈峰身躯灵敏如猴，几招之间就躲了他的剑招。孩子，剑不是这么用的，让本座来教教你，剑该如何用。忽然陈修手中的剑脱手，不知何时被陈峰抢夺到手，一道剑光犹如星空极光般在空中闪烁而过。下一刻，一颗人头毫无征兆地落地。秒杀！你杀了我弟！陈林雪刚穿好衣服，从床上下来，就看到陈修的脑袋滚到了他的面前。当即他赤红着眼瞳，抬起头，眼中森然杀机弥漫。我宰了你，我要你碎尸！狠话还没说完，陈峰已经一脚狠狠地扫荡出去。砰！一颗脑袋犹如绣球般从陈林雪身上飞了出去，头与肉身分离，鲜血喷洒而出，浓厚的血腥味道弥漫了整个陈家大院。恶魔，这是一个恶魔！其他的陈家护卫全都被这一幕给镇住了。大长老最疼爱的孙子与孙女都被杀了。陈峰抬头看向了在场的其他护卫，没有一点拖泥带水，直接冲了出去。他的剑非常快，虽然没有什么修为，但他身体素质非常强，再加上前世作为称霸星空古路的第一剑帝，这些护卫岂是陈峰的对手？没一会，这里就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群蝼蚁杂碎，便宜你们了。陈峰吐了一口唾沫，扔下剑，转身就离开了这里。站在房门外的贴身丫鬟也完全愣住了。此刻的陈峰好像彻底换了一个人，战力无敌，出手心狠手辣，杀人毫不拖泥带水的。陈家大堂之中，这是长老们议事的地方，左右两排各坐着陈府之内的诸多长老。陈家家主也就是陈峰的父亲陈天海则是坐在主位上，
而在左边的首张座位上坐着一名身穿淡青长裙的清冷女子，约莫20来岁，肌肤胜雪，容貌美丽，只不过她的神情太过于冰冷，犹如一座千年冰山般，让人不敢靠近。此人是云海学府的女老师江英。云海学府坐落在皇城，是这宁国的第一学府，天才无数，强者如云，乃是宁国无数少年的梦想学府。就连宁国皇视见了云海学府的院长，都得给其3分薄面，强大至极。他们陈家在蛮山镇虽然是首屈一指的武道大家族，但与云海学府这种庞然大物相比，却是如同皓月与萤火之光，天差地别，难以比拟。而这江阴虽然看起来不过20来岁，但能在云海学府之内担任老师之位，必然是一方强者了。这种有背景实力又强的大人物，陈天海可不敢有任何的怠慢与得罪。江导师特意从皇城那边赶过来，招待不周之处，还请见谅。陈天海抱了抱拳，神色恭敬地笑道：“陈家主客气了。”江阴抱了抱拳，开门见山的道：“实不相瞒，陈家主，这次我来是为了我的学生秦如月的。听说秦如月曾与令郎有一纸婚书，这次我是代表着秦如月前来作废这张婚书的。当年陈峰的母亲柳如烟与秦如月的母亲周兰两人是情同姐妹的好闺蜜，所以在陈峰与秦如月生下来之时，两人就定下了一门亲事，只待两人成年之时便可举行婚礼仪式。但是现在陈峰是一个傻子的事情早已传遍了整个蛮山镇，自然也瞒不过江阴与秦如月。为了自己学生的前途，江阴是断然不会让秦如月嫁给陈峰这个傻子的，所以此番前来目的就是退婚。听到江阴的话，陈天海皱了皱眉：“江导师，这件事让我很难办啊。虽然陈峰是个傻子，但在外面他毕竟还是自己的儿子，是陈府的颜面，如今江阴上门前来退婚，岂不是要让他们陈府的颜面难堪吗？陈家主，我也知道我这个请求有点强人所难，也会令陈府蒙羞，成为他人的笑柄，不过我也准备了一些厚礼过来赔罪。”说完，江阴一挥手，光芒闪烁，眼前的桌子上便凭空出现了几十瓶丹药。顷刻间，一股浓浓的药香之气便是弥漫飘散了整个大堂。这股药香之气仅仅只是用鼻子一闻，都能让人忍不住精神大振，体内灵力不由自主地加快流通。这是……陈天海大惊失色，仅仅只是气味就已经能够带来这么强的效果，这些都是极品丹药啊，而眼前居然有着好几瓶，这是我给陈家的赔偿礼。江阴淡淡一笑：“这么多的丹药，已经是厚礼赔偿啊。”陈天海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眼神炽热，身躯甚至都止不住微微颤抖起来。这云海学府果然是财大气粗，这么大的一份好礼，说送就送了。江导师果然出手非凡，我儿子与秦如月之间的婚姻作废之事，是可以商议商议的。江阴淡淡一笑：“这些丹药虽然仅仅只是2品丹药，但丹药的数量极多，一个小小的陈家还是没有办法拒绝这么大的丹药诱惑的。而这些丹药对于陈家而言已经是一笔巨款了，但对于底蕴深厚的云海学府却只是9牛1毛而已。”忽然，就当两人相谈时，在那外面一个下人急匆匆地跑了进来：“不好了，族长，大事不好了！”陈天海站了起来，脸色阴沉，低声道：“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没看见我在招待客人吗？”下人咽了咽口水，颤抖的道：“大长老的2个孙子，还有陈家的一群护卫，全被陈峰一人给宰了。”什么？陈天海心头猛地一惊，如同晴天霹雳般。陈家祖祠光线幽暗，陈峰推开大门，步入其中。只见的灵堂之上有着一座座灵位整理摆列着，香火缭绕，弥漫着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息。这是陈家的列祖列宗。陈家在蛮山镇之内算是一个大族，据说当年曾出现过天地强者，称霸一方。只不过后来得罪的仇家多了，后辈又继承不上，渐渐走向下坡路，最终选择了在这偏僻小镇隐居。陈峰走到了灵堂最左侧的角落里，按照记忆之中的位置，将藏在暗格后面的一块灵牌拿了出来。灵牌落了不少灰尘，变得有些老旧。陈峰仔细擦拭了一番，上面渐渐展露出一个熟悉的名字：柳如烟。陈峰把灵牌摆放在了灵堂的最前端之处，点燃3炷香，行了跪拜之礼后，就插在了香炉之上。娘。陈峰望着这块灵牌，张了张嘴，最终还是吐出这个敏感的词汇。这是陈峰的亲生母亲，也是他记事以来对他最好的人。他对于陈家之内的任何人都没有过多的感情，但唯独对母亲有着刻骨铭心的印象。在这具身体的记忆里，无论是陈家族人，又或是外人胆敢欺负他，他母亲柳如烟永远都是第一个站出来维护他的。本来他母亲只是陈家之内的丫鬟，无名无分，是没有资格进入祖祠的，是这具身体原先的主人偷偷把他藏在灵堂角落的暗格之中的。叶北玄在占据了这具身体之后，这个灵牌是他身体唯一的一个执念。陈峰，我既然用了你的身体，自然会补偿你。从今日起，你的母亲便是我的母亲，
我会找一处风水宝地，把我们的母亲好好安葬的。之前欺负过母亲的，我一个都不会放过。陈峰杀机凛冽的道。当年陈峰的父亲陈天海大发酒兴，将身为丫鬟的柳青烟强行给睡了之后，无名无分生下了陈峰。为此，柳青烟在陈家之内遭受到了无数人的白眼与嘲笑，都说她是想要攀高枝做大少奶奶。而陈天海却从来没有出面维护过她，自顾自的去潇洒，甚至都不曾看过她一眼，导致柳如烟心生抑郁，以泪洗脸，夜夜不得好眠。之后，大长老更是为了陈家的颜面，屡次发难，多少苦活累活都让柳青烟来亲自做。久而久之，柳如烟劳累过当，抑郁而终。可以说，陈峰母亲的死就是大长老和陈天海害的。大长老是凶手，陈天海更是帮凶。母亲，您的大仇，儿子一定会报。您在九泉之下看着。陈峰行了一礼。噔噔噔，忽然，宗祠之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上百名身穿森冷铠甲的护卫迅速涌入。这些人眼神冷冽，盯着陈峰的同时，也用高大的体型将这宗祠的大门给层层堵住，似乎不让陈峰有逃脱的机会。旋即从那围拢的人群之中，一名中年男子便是阴沉着脸走了出来，此人正是陈家大长老。小杂碎，你是给自己准备好灵位了吗？不过，你这种残害同族兄弟的逆子，是不配进入我陈家宗祠的。大长老嘶哑着喉咙，满腔仇恨。听到动静，陈峰缓缓转过身，眼神淡漠地望着眼前这般阵仗，神色间却丝毫不见任何的慌乱之色。老狗，就许你残害我母亲，我就不能杀你孙子吗？陈峰冷声对峙道。哼，你母亲只是一个小贱人，她勾引陈家家主，企图用自己的身体来上位，这种婊子别说是杀了她，即便是把她碎尸万段了也不为过。大长老不屑冷哼。闻言，陈峰咬着牙关，一股疯狂的杀机在眼中升腾，一字一句的道：你这张嘴，我会给你彻底撕烂的。哼，就凭你这杂碎也想动老夫，只怕你没那个本事。大长老冷哼一声，脸上露出轻蔑不屑之色，旋即他眼神示意了一下周围的护卫，道去，把这小子给我抓起来，我要亲自一刀一刀的把他的肉给割下来，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唯有将陈峰折磨致死，才能慰藉他两个孙儿的在天之灵。闻言，众多护卫眼神带着寒芒，一步上前就欲开始动手。但这时，一道冷喝声却从门外传来：住手！围拢起来的人群渐渐的被分裂出来，两道身影渐渐的步入到了众人的视线之中。这两人正是陈天海与江印。家主见到陈天海的出现，众多护卫立即恭敬抱拳。只见的陈天海走到人群的前方，看了一眼陈峰，眯了眯眼睛。现在的陈峰完全没有了之前那股傻乎乎的痴呆模样，那挺拔起来的身躯就像是一柄钢枪，带着一种睥睨天下的锋锐之感，竟是让人在无形之中生出一种忌惮之意。江阴的美眸也同样落在陈峰身上，眼底有着一些困惑之色。这就是蛮山镇众口传言的傻子吗？看起来丝毫不像啊！这股无畏的气势，连他都忍不住多看一眼。陈天海，你难道要包庇他吗？大长老阴冷的道，眼神颇为不善。虽然陈天海是家主，但他作为大长老，在族中也很有话语权，再加上陈峰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人，谁也瞒不过去的。先容我先问几句话。陈天海道。说着，他便走上前来，目光直视向了陈峰。陈修与陈凌雪是你杀的吗？陈天海问道。是。为什么？他们好歹是你的堂兄堂姐，你就这么残害同族亲人的吗？陈天海冰冷的道。堂兄堂姐，他们配做我兄姐吗？陈峰讥讽冷笑道。说着，他掀起自己的衣衫，在那外界的光线照耀下，满目的狰狞伤疤展露在了众人的眼前。这是……江阴神色一怔，这些伤疤纵横交错，触目惊心，一眼望去竟是不下上百道。不难看出来，这些伤疤都是用鞭子狠狠地抽打出来的，而有一些伤疤已经渐渐结成旧疤了，但却又在前几天被抽打得皮开肉绽，形成了新的伤疤，血痕累累。除了这些伤疤之外，他的手臂上、脚上都有着被热水烫伤过的痕迹。看着这些满目的伤痕，连江阴都有些动容了。你告诉我，他们该不该死？陈峰质问道。陈天海有些哑口无言，对于陈峰平日里被族人欺负之事，他是知情的，只不过在他看来，这只是小辈们的打打闹闹。再加上陈峰作为一个傻子，他是不愿意承认这段烂情生下来的儿子，所以他也从未放在心上，但却没想到陈峰居然忍受着这么多的虐待。陈天海轻叹道：陈修、陈凌雪他们虽有过，但自有族规惩戒他们，你不应该动手杀了他们。族规惩戒？陈峰笑了，族规惩戒有用的话，他也不用遭受这么多虐地了，他的母亲也不用死了，所谓的族规都是大长老在管，
而对于自己的孙儿犯错，他岂会下惩戒？陈天海，我知道你有慈悲心，但你的慈悲心只会对准别人。我跟我母亲，你什么时候管过我们了？对，我母亲确实是一个丫鬟，她配不上你们陈家，但若不是你陈天海滥情，逼迫我母亲跟你做那种事，你以为我母亲乐意攀上你们陈家吗？而我只是一个傻子，你以我为耻，可曾正看过我？现在也不用装成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来看望我，你不过是想在这个女人面前做做样子而已。陈风讥讽冷笑道，他虽然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身份，但也看得出来后者实力并不简单，已达到画像境8重天了。武道一途分为5大境：冲脉、凝海、画像、通天、神藏，每一个大境界又分为9重天。而这个女人已经是画像8重天，放眼蛮山镇，这估计是最高的战力了。要知道陈天海的实力也不过画像5重天罢了。被陈峰拆穿了心思，陈天海脸上也不光彩起来，嘴角的肌肉微微抽动着，像是压抑着怒火。他确实是想在这个女人面前展现自己一家之主的气度，却没想到现在被陈峰这般指着鼻子骂。陈峰，你残害同族亲人，我也无法保你，你好自为之吧。陈天海淡淡的道，说完他就双手负于身后，已经表明了态度。见状，大长老眼底展露出森然的笑容，小子，看来今日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了。陈峰没理会他，而是看向了江阴而来，道，你有病，我能治好你。闻言，众人微微一愣，这个傻子又犯什么神经了？江阴脸颊也微微一怔，但旋即冷笑道，怎么到了穷途末路了，想找我帮忙？江阴眼中露出一抹厌恶，他理所当然地想着陈峰现在已经是走到末路了，仅凭借着他那点冲脉境的实力，断然是走不出这宗祠的，现在所能帮他的也恐怕只有自己了。不，你真的有病，你天生寒骨，每到月圆之夜，全身就会像千年冰窖一样冰冷难耐，痛不欲生。我说的对吗？陈峰道。听到这里时，江阴脸色大变，他这个毛病在江家之内只有屈指几个人知道而已，就连他的学生他都隐瞒着，没人知道，这小子怎么会知道？哼，这小子又在发神经了，把他抓起来，老子要折磨死他。大长老冷喝道。是。当即那些护卫眼中迸射着寒芒，上前一步就欲动手，但这时江阴却猛地站了出来，低喝道，慢着，谁也不准动他。众人皆是疑惑地看着江阴，就连陈天海也有些匪夷所思，而江阴却不理会其他任何人，而是看向了陈峰来，问道，你知道原因？自然。陈峰淡淡的道，他第一眼就看得出来，江阴身上若有若无散发出一种诡异的寒气，寻常人只当他是修炼了什么寒冰类的功法，但陈峰却知道，这并非是修炼了什么寒冰功法，而是天生寒骨。你这是天生寒骨，这是由你的特殊灵根造成的，你的灵根名为寒月灵根，不易见到。你修炼寒系功法，如同天柱一般，无师自通，境界升得特别快，但可惜随着境界的提高，你身上的寒气会越来越重。你是不是觉得最近月圆之夜寒骨发作，寒气更加彻骨，让你无法忍受下去了？每次都像是死里逃生，我告诉你，再这样下去，你断然活不过2年的。陈峰道。闻言，江阴脸色大为震动，他不敢相信这一切全都被陈峰给说中了。最近几个月，他感觉自己身上的寒气好像更强了，每次月圆之夜都让他感觉自己快死了，甚至有好几次他是借助火系方面的灵药才让自己捡回一条命的。江家请了一位医师，那位医师就曾断言，这病若是再找不出病因，他断然活不过2年了。这所有的一切都让陈峰给说中了。你知道怎么治吗？江阴着急地问道。当然，你这不是病，这是由你的灵根造成的。放眼整个天武大陆，只有我能治你，当然，信不信由你。陈峰道。他这话可不是狂言，因为他就曾经遇上过一位拥有寒月灵根的女子，那个女子找到了治疗的方法。当年求他炼药时，陈峰没要其他报酬，只要走了他的寒月灵根治疗方法，所以放眼整个天武大陆，只有他与那名女子能治。当然，那女子已经踏入虚神界了，早已不在天武大陆了。江阴沉思了片刻，便道，好，你想要什么条件？你先把这老家伙的嘴给我撕烂了。陈峰手指指向了大长老而来，狰狞的道。对于大长老，他已经忍了很久，害死了自己的母亲不说，现在还敢当着自己的面侮辱自己的母亲，像这种老贱人，若是不撕裂他的嘴，陈峰如何气顺？大长老冷哼一声，眼中满是一种不屑与讥讽。哼，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迷惑着江小姐的，但是在陈家之内，还没人敢动老夫。啪！然而，就当他刚面带自信地说出这句话时，一股冷冽的寒风却忽然间席卷而来，狠狠地抽打在了他的脸庞之上。啊！
惨叫声发出，大长老整个身躯直接被扇飞了出去，重重的撞击在了后方的祖祠墙壁上，2颗牙都带着血丝从他嘴里吐了出来，半边脸印上了一个肉眼可见的血痕掌印。大长老，陈家之内的诸多子弟与干事全都懵了，吓得双腿发软，赶紧跑过去搀扶。就连陈天海都怔在了原地好久，方才不可思议地看向了江阴。江导师，你这是在做什么？他明明记得江阴与大长老无冤无仇的，怎么会真的听命陈峰这个傻子的命令了？陈组长，这是我与大长老之间的仇恨，与陈家无关。江阴淡淡的道。你跟大长老啥时候有仇啊？江阴这是第一次来他们蛮山镇啊，也是第一次来他们陈家，在这之前大长老与江阴可还从未见过面呢。有，他刚刚瞪我了。江阴淡淡的道。他什么时候瞪你了？陈天海神色激动，旋即他似乎是想到了些什么，道：他刚刚只是看了你一眼，没有瞪你啊。有，他瞪了。江阴认真的道。陈天海有些气急败坏，这他妈的就是在没事找茬，你想找个借口欺负大长老，也得找个像样点的。看一眼也算是瞪的话，那刚刚那么多人就看他了，怎么不见他打其他人，偏偏就只针对大长老？陈天海气得不轻，但料想到江阴那可怕的实力与背景，他还真不敢随意发怒。蛮山镇只是宁国的一个偏僻小镇，而他们陈家虽然在蛮山镇能够呼风唤雨，但那也只仅限于在蛮山镇啊，与皇城那云海学府那座庞然大物相比，简直就像是皓月与星辰，无法比拟。江阴没有说话，而是眼神淡淡的俯视着大长老，脸颊没有什么情绪波动，一个小小的陈家大长老而已，他还没放在眼里，打了就打了，又有何事？还没完，一巴掌可不够，我要的是你撕烂这老狗的嘴。陈峰阴狠的道。江阴挑了挑黛眉，眼神颇为不悦的看了一眼陈峰，对于他这种发号施令的口气，他有些不太舒服。陈峰直视他而来，只有我能救你的命，爱听不听。好，江阴道，旋即他便是莲步轻移走了上去，撸起袖子开始准备干架。这般阵仗可吓坏了那些陈家的干事与子弟，见到江阴那杀气腾腾的模样，他们全跑了。江小姐，这小子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蛊了？你何必听命于他？大长老站了起来，脸色铁青，嘴角的肌肉都忍不住在隐隐抽搐着，像是气得不轻。你管不着。江阴淡淡的道。欺人太甚。这话不由得让大长老气得差点吐血，这小子究竟是给这女人下了什么迷魂药了，竟然让她如此言听计从。江阴美眸淡漠，袖子微微轻拂，轻飘飘的一掌却携带着凌厉的劲风继续扇了过来。你太欺负人了。大长老也不是吃素的，好歹他也是武道强者，哪可能站着不动让江阴任由欺凌。当即他身躯展动，直接施展出陈家的黄阶低频武学翻天掌，可怕的劲风同样呼啸起来，犹如带着劈山之势迎向了江阴而来。不过江阴已经是画像境8重天了，而大长老也就才宁海7重天而已，两者之间相差着一个大境界，这就像是大人与小孩之间的实力差距。只见的江阴轻而易举就扣住了大长老打过来的手，劲风全部被卸掉，旋即一巴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扇了过去。啪！清脆的声音响起，江阴足足扇了他好几巴掌，大长老那张本就有些嫣红的脸顿时肿起来了，犹如猪头般触目惊心。不对称。江阴皱了皱黛眉，他是一个完美强迫症，只肿一边怎么行？他扬起手，又在另一边脸抽打了起来，10几巴掌之后，大长老被打的脸完全肿大起来，嘴角溢出一口口血迹，极其吓人。很好，现在该我了。陈峰走了上来，眼神俯视着脸庞血淋淋的大长老，心中满腔的仇恨，扬起巴掌狠狠地在那张猪脸上再狠狠地抽打了好几十下。整个祖祠之内都在回荡着大长老那杀猪般的惨叫声。陈天海站在旁边攥紧了拳头，脸色阴沉的可怕。够了，当着他陈天海的面扇他们族内大长老的脸，这就是在打他们陈家的脸。陈峰停下了手，眼神阴厉。老狗，这几巴掌只是一个利息而已，等着，我也会让你体验一下失去至亲之人的滋味。我们走。陈峰看都不看一眼陈天海，从祖祠灵位之上拿走了自己母亲的灵牌，转身就走向了祖祠之外。轰！而就在他们两人刚要走出祖祠的门槛时，这方蔚蓝的天空忽然有着一股极端强横的灵气汇聚了起来。这股灵气就犹如大海潮水般波涛汹涌，短短瞬息之间就弥漫着整个天空。风云涌动，磅礴的灵气凝聚成一个漩涡之形，盘旋在了天空之上。数不尽的黑云聚拢而来，天空变得阴暗，仿佛黑云压境，一股无法言语的惊人威压笼罩而下。大风呼啸着，卷动的这陈家大院内的所有树木都在哗啦啦的作响。怎么回事？这一刻，陈家之内的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这一幕。站在这天空之下，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种极强的压迫感。
灵气汇聚成的漩涡在天空之上旋转，所弥漫而出的威压，竟是令得这陈家之内的大地都寸寸崩裂，蜘蛛网般的裂纹一直蔓延到了视线的尽头。这时，一道灵气光柱猛地从陈家大院的一处房间之中射了出去，冲上了云霄。这道灵气光柱射入到了这道漩涡之中，整个天空都掀起了一场灵气大潮。灵气勾勒缠绕，竟是化作一柄剑，亘古横立在了这天空之上，独具无二。这把剑就像是插在了云霄之中，方圆百里之内，所有的兵器都在颤动，其中尤其宝剑颤抖的最为厉害。一道道剑鸣之声，宛如雷鸣般响彻在了这天地之间。剑魂觉醒，这是剑魂觉醒啊！我孙儿的剑魂体质终于觉醒了！哈哈哈哈！原本被打得不忍直视的大长老忽然站了起来，状若癫狂。江阴看着这般天地异象，美眸忍不住遥望向了陈家大院的深处，在那里，灵气如柱，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这等天地异象，唯有剑魂灵根觉醒之人方才能够拥有。没想到区区一个蛮山镇，居然出现了一位剑魂之体，真是可怕啊！江阴脸颊泛起了凝重之色，一时之间，他竟是有些无法衡量，不知刚才得罪陈家是否真的值得。一位剑魂之体，注定着他将来成就不凡，兴许有可能成为这宁国第2位剑皇也不一定。陈天狼觉醒剑魂体质了，他可是我们蛮山镇的第1天才了啊！没想到现在居然还觉醒了剑魂体质，这下子陈峰估计得倒霉了啊！剑魂体质放眼整个宁国都只有区2位而已。陈天狼是大长老的孙子，而陈峰刚又把大长老打得这么惨，估计陈峰活不过3天时间了。3天？你也太高看陈峰了，我看是1天都过不去了。只要陈天狼出关，以他那剑魂体质的潜力，估计那江小姐也不敢保陈峰了。陈家之内所有的子弟与下人都忍不住出声议论起来。剑魂之体，就单单是这4个字，就足以让所有人都感到心惊胆战了。毕竟放眼整个宁国，不算上陈天狼，也就只有区2位而已。剑魂出世，注定要成为剑中皇者之人。蛮山镇内诸多势力都看向了这天空异象而来，脸上满是凝重之色。剑魂之体觉醒，看来少不了几天的时间，这陈家就得门庭若市了。在陈家之内，一直潜藏着一个绝世天才陈天狼，只不过之前的陈天狼的灵根一直都在封印状态，而如今这灵根终于觉醒了，而且还是万古不见的剑魂体质。剑魂之体觉醒，意味着陈天狼将会成为剑中皇者之人，此时不去巴结，更待何时？想不到区一个蛮山镇陈家，居然会觉醒一位剑魂之体，看来你有一个很强的敌人了。祖祠门口，江阴美眸望向了陈芬来。当今宁国第1剑皇便是剑魂灵根拥有者，所以他很清楚剑魂觉醒意味着什么。这是意味着一位举世无双的天才即将登上历史的舞台。剑魂之体又如何？我辈修士当横推一切敌。陈峰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天空，便朝着陈家之外走出去。前一世他镇压过的那些万古天才数不胜数，一个剑魂之体虽然强，但还不足以让他忌惮。想成为天地级别的人物，就要横推一切敌。当年就连拥有9阳灵根甚至是混沌灵根的万古天才都曾被他镇压在剑下，区一个剑魂灵根又算什么？我们走。陈峰依旧朝着陈家之外而去，没有因为陈天狼觉醒剑魂而有丝毫的改变这个家，他没有一丝的留恋。江阴依旧站在原地，没有跟上去。他望着天空之上的异象，神色颇为复杂。理智在告诉他，为了陈峰去得罪一个剑魂灵根的潜力天才不值得，只有我能救你的命，要不要跟着我？随你。陈峰没有回头，只是抛下这句话。江阴咬了咬银牙，忽然迈步跟了上去。不跟着陈峰，他就只剩下2年的寿命。他不知道陈峰是否真的能够治好他的病，不过若是陈峰敢骗他的话，他绝不手软。这一走就决定了他的立场。大长老，您没事吧？一些下人赶忙将大长老搀扶了起来。看到大长老如今这般模样，他们心中都有些悸动，尤其是在陈天狼觉醒剑魂之体后，现在的大长老怕是要位高权重力压族长之上了啊！这一刻，大长老脸色狰狞的犹如一头野兽般，他盯着陈峰离去的背影，咬牙切齿，滔天的杀机几乎要凝成实质般汹涌而出。陈峰，3日之内不把你给宰了，我誓不为人！低吼之声远远回荡在了这陈家祖祠之中，而陈天海则是目光遥望着天空之上的异象。陈天狼觉醒剑魂之体，有了这个孙子助力，怕是他这个族长之位要退下去了。陈峰离开了陈家，带走江阴之外，还带着一个下人宝。在陈峰的记忆之中，整个陈家之内，除了自己的母亲之外，也就只有宝对自己最好。在陈峰的心中，宝就是他嫡姐，是他的亲人。陈峰离开陈家，自然不会把宝给抛下。大街上，
如今因为陈天狼觉醒了剑魂灵根之时，整个蛮山镇都陷入了不小的轰动之中，众多目光都带着震撼之色的看着这天空异象，全都忍不住感叹着：这陈家当真是要崛起啊！有了陈天狼，这陈家怕是要踏入皇城之内，成为一股不小的势力了。听说宁国皇城的那位剑皇大人，就是因为觉醒了剑魂之体，方才进步神速，踏入剑皇之境的。想来估计要不了多长的时间，这宁国就得再诞生一位剑皇了。议论声传遍了蛮山镇的大街小巷。剑魂觉醒代表着的意义极其不凡，因为剑魂灵根在宁国之内实在太稀少了，算上如今的陈天狼，也就只有区区3位之数而已。少爷，我们现在去啊！宝儿抬头看向了陈峰而来，有些迷茫起来。陈峰在离开陈家之前能带他一起走，宝儿心中很感激，因为在他看来，陈峰是真的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了。先找个地方落脚吧。陈峰道，他现在需要做的是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唯有将实力提升起来，他才能自保活下去，与其一味的依靠别人，唯有自身强才是硬道理。你身上有银子吗？陈峰看向了江阴而来，我出门带的银子不多，只有几十两，丹药倒是有不少。江阴道，一开始他带来的这些丹药是准备与陈家解除联姻所做的补偿的，但是现在好像陈峰与陈家彻底决裂了，他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些丹药继续补偿给陈家。几十两够了。陈峰点了点头。随后3人找了一家客栈，3个人住了3间客房，1人各自1间。帮我护法，任何人不得闯入。另外，我闭关期间需要你的时候，我会叫你，你必须出现。在进入房间前，陈峰看向了江阴而来，认真道：可以，但是你什么时候帮我治病？江阴问道。等我把我自己的事解决了，我就帮你治病。陈峰道。你……江阴美眸一冷，有些动怒。陈峰回答的这么含糊，谁知道是什么时候？1个月、1年，还是10年？要是陈峰自己都顾不好自己，难不成他还要时刻待在他的身边？3个月之内就帮你治病，你若是等不起，可以随时走，没人拦你。陈峰说完就不再理会江阴，直接进入房间之内，并把门给关上。但愿你说的是真的，否则……江阴没有说下去，但那眼中凛冽寒意已经说明了一切。关上房间之后，陈峰就开始内视自己的身体，他发现如今这具身体简直可以用残废来形容了，不仅是灵根杂乱，还没有丝毫的武道基础。若非是自己前世的武道经验雄厚，懂得如何用身体的暗劲，否则的话，之前都还无法轻易的秒杀了陈修与陈凌雪。想要修炼成为一名武者，有一个必须的条件，那就是必须得拥有灵根，有了灵根，才能吸收天地之间的灵气来进行淬体以及修炼。灵根决定着武者的修炼天赋，有些人天生灵根纯净，修炼速度自然就快，有些人天生灵根杂乱，则修炼速度特别慢。就像之前的陈天狼觉醒的剑魂灵根，剑魂灵根一旦觉醒，对剑的领悟将会快若神速。所以每一位觉醒剑魂体质的，无一例外的在剑道方面都有着不错的成就。而像陈峰现在的身躯灵根杂乱，五行皆具，可以说是最差的了。五行杂灵根，想不到我转世居然转到一个五行杂灵根身上了。陈峰有些无语，想他前世灵根纯净，修炼天赋如妖一般的存在，无人能及，这一世却像是一个报应般来了个五行杂灵根。罢了罢了，虽然是五行杂灵根，但对我而言，废灵根我也有办法修炼成至强者。只要有这本虚空法典，再铺住我亲手炼制的丹药，我依旧可以30年内重回虚神界。陈峰握了握拳头，心中满是一股自信。忽然陈峰像是察觉到了些什么般，脸色愈发惊疑不定起来。良久之后，他愣了一下，两世为人的灵魂力重新内视自己丹田之处的灵根，渐渐的，他那惊疑不定的神情就变得骇然震惊起来，仿佛发现了什么新大陆般。这不是五行杂灵根，五行完全均衡，以连身为底，以五行为连心，形成混沌之中的一株道莲，天生清净灵气。这是先天道胎，这具身体的灵根居然是先天道胎。陈峰脸上满是一种不敢置信之色。先天道胎乃是最接近天道的一种超凡体质，极品中的极品，比传说之中的九阳神体以及混沌灵根还要稀有。那什么剑魂灵根跟这先天道胎比起来，简直就是渣。在数万年前，也就仅仅只是出过一位先天道胎的强者，后来他破入大地之位，正到星空，成为先天道地。难怪会变成一个傻子，这先天道胎乃是天道所不容的万古体质，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住这种气运，自然会变成傻子。没想到反倒是我捡了这个大便宜。陈峰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起来，饶是前世纵横虚神界的他，都按耐不住心中激动的心情。这先天道胎对他而言简直是神助力啊！有了这先天道胎，
再加上他手中的虚空法典以及炼丹术，他哪里还需要30年？他只需要10年，他就能重返虚神界。可惜了，这灵根还是受到了一些重创，在长年累月的被虐待之中，陈峰的这具身躯灵根也没能幸免于难。蜈蚣、尸虫、毒药，各种惨无人道的虐待，早已让这灵根受到了创伤。等老子把修为提升上来，第一件事就去宰了你们这些杂碎。陈峰眼中露出冰冷的杀机，现在还是得先想办法炼制一些丹药来修复这灵根才行。虽然灵根受创对于武者而言乃是一个致命伤，但对于陈峰而言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前世除了剑道方面拥有着惊人的成就，在丹道方面也同样拥有着登峰造极的造诣。只要炼制出副灵丹，他的灵根就能快速修复起来。江阴，过来！陈峰忽然大喊道。不到10秒钟，江阴就打开了陈峰的房门，脸颊寒若冰霜。他发现陈峰是真不客气啊，好歹自己也是云海学府的导师，现在居然对自己呼来喝去，他真把他当成了丫鬟了吗？虽然心中强烈的不爽，但江阴还是冰冷冷地问道：什么事？去给我买些药材过来，我需要木缘根、蓝茴草、珠玉果、百年灵树叶、回魂根、檀香丛云根、天寒草以及2颗火灵玉果。陈峰道：你说的这些药材都太贵了，我身上只有几十两，买不起。江阴道：木缘根与蓝茴草这些还好说，但2颗火灵玉果价值可不便宜。火灵玉果生长在岩浆之上，以吸食火晶之力为生，是可遇不可求的珍稀灵药，1颗就已经价值100两银子了，更别提要2颗。你去拿纸笔给我。陈峰回道：你……江阴气急败坏，还真把他当成丫鬟使唤了。你等着！江阴气得甩门而去，片刻之后就拿着纸笔进来了。这里是客栈，要想找一份纸笔并不算困难。拿到纸笔之后，陈峰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好几种药材，就连炼制手法都写在上面了，这才递给了江阴。这是什么？江阴疑惑不解。陈峰没有回答。江阴接过来一看之后，立马愣住了，这居然是一张丹方。无论是炼制药材的分量，又或是火候，以及各种炼制手法，都清清楚楚地写在上面了，极为详细，而且下面还注明了丹药的名字以及品阶。这张丹方至少够你换1万两银子了。陈峰道：你从哪里来的丹方？江阴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陈峰，随随便便就写下一张丹方，而且还是一张4品丹方，这家伙怎么会懂这些丹方的？况且即便是炼药师都把自己的丹方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岂会随随便便地把自己的丹方拿出来卖？而现在陈峰还真这么干了，如此大方的就把这张丹方拿出来卖了，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啊！我的事你少管，你按我说的去做就行了。陈峰冷声道。江阴银牙一咬，这家伙实在是太不尊重自己了，自己不仅是云海学府的导师，他还是万中无一的大美女呢，追求他的人能排成一座山了，但在陈峰眼中却直接把他的美貌给无视了，居然对他这么呼来喝去的。快去！陈峰呵斥道。江阴抓着这丹方，美眸冰冷地瞪了陈峰一眼，转身便走出了这房间。妈的，要不是老娘的命被你捏在手里，老娘非得把你按在地上揍。不过虽然心中生气，但江阴心中却有些惊疑不定起来，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随随便便就抛出一张4品丹方，就证明陈峰压根不在乎这一张丹方，甚至有可能把这张丹方当成可有可无的垃圾，才会如此大方，毫不吝啬。可在江阴看来，这可是4品丹药的丹方啊，一旦流传出去，是会引起无数腥风血雨的争夺的。要知道，整个宁国之中能够达到4品炼药师的也不超过10指之数，这些人都是赫赫有名的炼药大师了。若是看到陈峰如此暴殄天物，恐怕真会活活被气死。也不知道这张丹方是真是假，这家伙若是敢拿一张假的丹方来糊弄我，我非宰了他不可。江阴阴沉着脸，恶狠狠地想到。蛮山镇内也有着拍卖场的存在，名为醉宝楼拍卖场。醉宝楼乃是宁国之内的超级势力，旗下产业无数，富可敌国，连皇室都得给其3分颜面。醉宝楼在宁国的各个地方都有设立分部，就连这小小的偏僻蛮山镇都不例外。数分钟之后，江阴便踏入这醉宝楼拍卖场之内，一名身穿红衣的女子便是走了过来，一双白皙的玉腿展露在外，笔直细腻，最是吸引人的眼球。脸颊略施粉黛，五官精致绝美，妩媚妖娆，美眸暗含秋波，勾魂摄魄，望之一眼，仿佛魂都被吸进去般，称得上是一位极品的美女。这位姑娘想买点什么吗？此女名为唐姑，乃是百宝楼的掌柜。我想拍卖一张丹方。江阴道。哦。唐姑脸色有些诧异，拍卖丹方在拍卖场内可不多见，毕竟那些炼药师都把自己的丹方捂得死死的，恨不得他们独此一份，哪会拿出来拍卖？不知是什么品阶的呢？唐姑微笑道。4品丹方。江阴嘀咕道，丹方来得太容易，搞得他都有些不自信起来了。
闻言，唐姑挑了挑黛眉，听到这话时，她第一个念头就是不信，哪个杀千刀的炼药师会拿4品丹方出来拍卖啊？姑娘，您是来捣乱的吧？唐姑上下打量了一下江阴，尤其是在见到江阴那一身打扮之后，脸颊更是变得凝重起来，因为她能从江阴身上感受到一股极强的灵力波动，这股灵力波动已经达到了画像境巅峰了。知道对方不信，江阴无可奈何，从怀中掏出了一枚令牌，道：“我叫江阴，我是云海学府的导师，我要求见你们这里的最高的炼药师。”唐姑一开始还有些质疑，但在江阴报了自己的名号以及拿出来的那云海学府特制的导师令牌后，他立即脸色大变了。他娇躯有些哆嗦，变得恭敬起来，甚至是有些敬畏。请稍等，我马上联络盐城那边的炼药师，尽快给你答复。房间之内，在把江阴叫出去买药材之后，陈峰掌心摊开之间，一本萦绕着无数法则道光的古书就悬浮在了掌心之中，展露了出来。石瑶，你做梦都没想到吧？你心心念念的虚空法典还是在我手上。陈峰狰狞的道。想到池瑶，他心中依旧还有着滔天的恨意。800年的道侣情愫，一朝之间不如狗。当初他刚从生命禁区死里逃生出来，早已是灵力耗尽，没有多少余力了。而作为他的道侣，池瑶仙子不仅没有护他也就罢了，居然还联合8大武帝一起出手，把他坑杀在了生命禁区之前。有了这先天道胎，再加上这虚空法典，石瑶，只需要10年，我就能去找你了。我定要让你生不如死。陈峰狰狞的道，杀机凛冽。压下心中滔天的仇恨，陈峰注视向了手中的虚空法典来。这本虚空法典他还没有打开过，现在是第一次打开，陈峰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毕竟现在的他十分孱弱，连冲迈进的修为都没有。陈峰缓缓地掀开这虚空法典的第1页，轰！忽然，万丈金光猛地爆发了起来，将这房间之内照得亮如白昼。这股万丈光芒直接将陈峰给笼罩而尽。下一刻，陈峰的身躯则是在眼前消失而去。当陈峰再度睁开双眸时，入眼之处乃是一片苍茫的星空之地，深邃而神秘，亘古长存，枯寂无边笼罩。而在这无垠的星空尽头，仿佛透露着似有似无的淡淡金光，像是有着某种极端恐怖的东西从星空的尽头急掠而来。唰！这道金光将星空沿途撕裂，数不清的虚空裂缝贯穿到了视线的尽头。狂暴无匹的惊天能量犹如潮水般自那尽头汹涌席卷而来，竟是令得整座星空都在此刻剧烈的震动起来。这是哪里？陈峰心底震动，吼！然而还没待他反应，一道犹如要吼碎星空苍穹的龙吟之声便是惊天动地的响彻天地而起。星空震动，仿佛承受不住这股极致龙威，而疯狂在崩裂。9头五爪金龙自星空尽头穿梭而来，盘旋在了这星空之上。龙躯约莫万丈之大，犹如钢铁长城，龙角晶莹剔透，金光闪闪，龙鳞流溢着暗金光泽，犹如无坚不摧的最硬之物。龙眸犹如黄金所铸成，蕴含着不灭的神秘光华，俯瞰星空。雷电在星空之中交缠击撞着，劈落之间，星空光芒乍现，映照的这9头巨龙愈发磅礴与宏大。这是龙族。陈峰身躯悬浮在这星空之中，张大了嘴巴，一脸震撼地看着眼前这一幕。龙族，太古年间妖界的霸主，为世间最强生物，仅仅只是一缕龙威都足以碾爆亿万生灵。而这一刻，9头巨龙却盘旋在星空之中，以黄金色所铸成的龙眸散发着无上威严，陡然俯瞰向了陈峰而来。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起来，9头巨龙以一种闪电般速度俯冲而下，直袭陈峰而去。空间仿佛被层层碾爆，雷电在星空之中闪烁劈落，金光遮蔽星空。那一瞬间，陈峰只感觉周身的空间被定格住，无论他如何挣脱，都无法逃离。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9头巨龙以灭世之姿撞在了他的身躯之上。不过在撞击上去的瞬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反而是融入进去，成为了陈峰身躯的一部分。无穷无尽的浩瀚信息犹如洪水爆发般涌入到了陈峰的脑袋中去。以龙髓为力，以龙鳞为肤，以龙躯化体，以龙血断骨，一力破万法，剑落斩神明，9龙灭神诀。轰！忽然之间，陈峰猛得重新被惊醒了过来，全身被冷汗沾湿，眼瞳放大，眼底还弥漫着久久未能散去的震撼9龙灭神诀，太古时期的最强功法。没想到这虚空法典的第1页居然是功法的记载。陈峰眼中有着难以抹去的震惊之色。根据这浩瀚的信息之中，他得知这9龙灭神诀是当年虚空大帝所用的功法，正是凭借着这功法的优势，在太古年代，虚空大帝横推一切敌，一路高歌，踏上了大帝之位。至于这功法的真正来源，则是没有记载，兴许虚空大帝都不知道这9龙灭神诀是谁所创的。
有着这么强的功法，虚空大帝那样的至强人物，怎么还会陨落呢？当年太古时期究竟发生什么事了？陈峰心中有些困惑。太古年代发生了很多，上一世的叶北玄也曾逆流时间长河而上，寻找着太古年代所留下来的秘史，但却依旧难以寻到更多的信息。他只知道，在太古年代有一段时间处于黑暗治乱时代，亿万生灵消失，就连那些圣贤至尊都在那一场黑暗治乱时代陨落。究竟是什么样的黑暗治乱时代，才能让这些圣贤至尊全部陨落？陈峰摇了摇头，没再继续思考下去。他只知道，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先增强自己的实力。他开始盘膝而坐，按照功法之内的记载，开始运转功法的运行路线。虽然说现在他的先天道胎还没完全恢复，但用这功法来修炼还是不成问题的。轰！当陈峰开始运转功法时，这方天地之间的浩瀚灵气立即变得波涛汹涌起来。陈峰的身躯宛如形成了一个黑洞漩涡般，浩瀚的灵气犹如潮水般纷纷汇聚而来，钻入到了他的身躯之内，狠狠地冲击向了身躯的108条五道经脉之上。武道修行的第一关，为冲脉境。人体有很多的经脉，但可供武者修炼的只有108条，唯有把这108条经脉尽数打通了，方才算是真正的踏入武者的行列。一般而言，要想打通108条经脉，即便是在位天才之人，都需要耗费好几年，甚至是好几十年的时间。比如陈家之内的陈天海、大长老等人，活到这般岁数，方才跨入武道第2道境界宁海境而已。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冲脉境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而现在仅仅2个时辰的时间，陈峰运转起九龙灭神诀，浩瀚的灵气便将那108条五道经脉尽数贯通了，犹如溪流般的灵力流淌在了各条五道经脉之间，无法言喻的舒畅感迅速的传遍全身。爽！陈峰痛快的大喊了一声。之前的陈峰全身经脉堵塞，在动用暗劲之时都感觉如同负重前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之前这具身体太废了，完全没有修炼过。但是现在108条经脉全部被打通了，身体都感觉轻盈了许多。现在的他已经可以真正算得上是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蜕变了。陈峰睁开眼，握了握拳头，感受着浑身涌上来的磅礴力量，嘴角忍不住掀起一抹淡笑。这九龙灭神诀也不愧为太古年代第一最强功法，修炼效果果然不一样。打通这108条经脉，别人需要耗费几十年的时间，而就算是上一世天才无比的他，也同样需要花费2年的时间才把这108条经脉打通。但是现在却仅仅用了2个时辰罢了，这其中缩短下来的时间已经超过千百倍了。武道经脉打通了，现在就是轮到宁海了。陈峰心中暗想，武道的第1道境界为冲脉境，只要将108条经脉全部打通，就能够在丹田之处凝聚出一个灵海，所有贯通武道经脉的天地灵气都将在这里汇聚，转化成灵力。这便是武道的第2道境界宁海境。陈峰继续盘膝修炼着。另一边，在醉宝楼拍卖场内，江阴悠闲自在地喝着茶，吃着桌前堂姑准备好的精美点心。由于他刚刚出世的云海学府导师令牌，现在的他已经被醉宝楼奉为贵宾了，自然是好茶好水侍奉招待着。也不知道那个家伙现在在做什么。江阴挑了挑黛眉，想着陈峰之前对自己呼来喝去的态度，他就一肚子火气，一口将眼前的糕点给咬下去。那家伙他还是个男人吗？自己好歹也是一个美女，居然这么不尊重自己，真是可恶至极。等我治好了病，老娘非得锤死你不可。江阴嘴里嚼着糕点，心底却暗暗地想着，这笔仇他早晚得报回来。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这般呼来喝去的。在皇城江家之内，他作为江家小姐，只有他使唤别人的份，谁敢使唤他啊？而在云海学府，他更是作为导师的身份，更加没人敢使唤他了。可是现在来到这偏僻的蛮山镇，居然被连宁海境都没有踏入的傻子呼来喝去的，这让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侮辱。就在江阴暗自咬牙切齿地想着时，门外一身红衣的堂姑则是带着一名年过花甲的老者，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江小姐，让您久等了，真是不好意思。堂姑歉意地道。接着他便介绍起来，这位是我特意从盐城那边请过来的炼药大师魏墨先生。闻言，江阴的目光也转移过去，落在了这名白发苍苍的老者身上。老者面容枯瘦，黑色的眼眶微微凹陷进去，他身穿一件白色衣袍，在具有仙风道骨的气质的同时，也给人一种寿命不多的沧桑感。除此之外，在他胸口前还别着一个耀顶的徽章。江阴认得这个徽章，这是宁国丹楼的势力象征，也就是说，此人是丹楼的人。丹楼乃是宁国之内最为顶尖的几个势力之一，所创之人是被奉为丹王的林朝歌江小姐。您好，我叫魏墨，四品炼药师。魏墨笑道。四品炼药师。听到这里时，江阴忍不住娇躯微微一颤。要知道，
四品炼药师放在宁国之内已经是大人物了，能够被称为宗师级别了。因为在宁国之中，能够达到四品炼药师的只有区10位，像被奉为丹王的林朝歌，也就只是6品炼药师而已。对于魏墨这个人物，他也听说过，宁国10大炼药宗师之一，只是这样的人物怎么会来盐城这种偏僻的小城呢？魏大师，您怎么会来这里？江阴脸颊有些古怪地问道。哼，我只是出来外面游历一下，寻找一些珍稀药材，刚好来到盐城，没想到屁股还没坐稳，就被唐小姐紧急叫了过来，说是有人把4品丹药的丹方拿出来卖，我这才急匆匆地赶了过来。魏墨呵呵笑道，盐城是蛮山镇距离最近的大城市，虽说是大城市，但也只是偏远地区的城市罢了。原来是这样，江阴恍然了过来。魏墨接着道，江小姐，你的4品丹方能给我看一眼吗？好。江阴点了点头，将丹方递了过去。他也不怕魏墨看了丹方就能够把丹方的所有内容全部记住，毕竟丹方这种东西是需要反复研究的，不可能只是看一眼就立马可以记住并且开始炼制的，因为随便一个差错就有可能会发生炸炉的现象出现。魏墨接过丹方后仔细看了起来，江阴与唐姑等人也不打扰，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脸色竟是变得有些古怪起来，接着又渐渐变得凝重，再接着又开始流露出震撼之色。短短不到半炷香的时间，他的脸色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江阴时刻注意着他的神情，在察觉到他神情的巨大变化后，他心底不禁有些忐忑，难不成这张丹方是假的不成？这毕竟是宁国10大炼药宗师，若是把他给得罪了，就算是他是江家的小姐，恐怕都担不起对方的怒火。因为炼药师的人脉实在太恐怖了，无数人为了求他们炼一颗丹药，都前仆后继的送礼巴结，有些甚至欠着他们人情，倘若真的得罪了，这些炼药师随便发出一个号召就能够一呼百应，一大群强者都赴汤蹈火的肯为他们卖命。在武道的世界中流传着一句话，宁可得罪10个武道强者，不可得罪一名炼药大师，因为你根本无法估量一位炼药大师所拥有的恐怖人脉。在江阴的忐忑之中，魏墨看完了丹方，渐渐放了下来，苍老的脸庞上依旧有着久久未能消散的震撼之色。敢问江小姐，这张丹方是从何而来的？魏墨急声问道，眼中竟是有些迫切得知答案的急切感。见到对方这般神情，江阴颤颤巍巍的道，魏大师，这丹方是假的吗？哦不，这张丹方是真的。魏墨郑重的点了点头，脸庞严肃的道，只是这张丹方上记载的炼制手法太过于震撼了，这简直就是神乎其技一样的炼制手法，所以这才冒昧一问，这张丹方是从何得来的？魏墨问道。听到这里，江阴松了口气，不过心中依旧感到有些震惊，这张丹方竟然是真的，那家伙没有忽悠自己。这张丹方是一个朋友托我拿出来拍卖的。江阴回答道，脸色有些古怪。江小姐，可以为我引荐一下吗？我很想认识一下这个人，拜托了。魏墨再度急切地问道，言语之间竟是有着几分强烈恳求。江阴有些错愕，脸颊愈发古怪起来。不仅是他，就连旁边的唐姑也是有些脸颊微正，尽管他们看得出魏墨已经在竭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了，但那股恳求与急切的模样已经让他们有些感到震惊，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一位炼药宗师如此神情激动的一幕。我得去问问他。江阴道。想到陈峰那冰冷的性格，他也不敢擅自做主，一下子答应下来。好的，那就劳烦江小姐了。另外，这张丹方我希望江小姐能够卖给老夫，老夫愿意出10倍的价格，10万两银子来买这张丹方。魏墨道，10万两。听到这里，江阴小嘴都忍不住张大起来，这10万两已经足够他们江家5年的收入了。要知道，他们江家在皇城之中也是名门望族了，1年下来也不过2万两的收入。炼药师出手，果然阔绰啊。江小姐，可以吗？魏墨再度询问道，像是有些急切。江阴赶忙反应过来，声音都变得有些颤抖。好，没问题。10万两交付结束后，江阴又在拍卖场内购买了陈峰所需要的灵药，这才离开了这座宝楼。在临走前，魏墨还千叮万嘱的道，江小姐要记得帮我询问一下那个小友，我很想与他交个朋友，还望江小姐能把此事放在心上，莫要忘记了。好。江阴点了点头，有些懵逼的离开。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位炼药宗师如此低声下气诚恳的模样，这其中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吗？在江阴走后，魏墨也来到了醉宝楼的小院之中，这里环境优美，山水相傍，是一处清静的地方。魏墨拿出怀中的一枚玉简，掌心微微用力，直接将其捏碎，一道若隐若现的中年男子虚影便是缓缓浮现了出来。这是传音符，即便相隔数万里都能够将信息传递出去，而他现在所传递的方向正是远在万里之外的皇城势力丹楼。
而眼前这个若隐若现的中年男子虚影，正是当今宁国被封为丹王的林朝歌。老家伙，你是遇上了什么事吗？居然动用了这等天价的传音符！我不是说了吗？这传音符除非是遇上了万分危急的情况才可动用，看你现在这样，也不像遇上什么生命垂危情况。你知道我为了从天影宗那边拿到这传音符费了多大的劲吗？林朝歌看了一眼这醉宝楼内环境清雅的小院，有些无语的道：楼主，我发现到北玄剑帝当年留下来的丹方了。魏墨语气有些颤抖起来。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北玄剑帝的丹方。林朝歌脸色震惊，眼瞳疯狂瞪大。楼主，我真的发现到北玄剑帝留下来的丹方了。魏墨再度重重的道：你确定吗？你没看错。林朝歌急切询问。我没看错，这正是当年北玄剑帝所创的丹方，4品丹药天蚕续命丹。魏墨道：天蚕续命丹，这怎么可能？林朝歌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起来，激动的身躯都隐隐有些颤抖。所谓天蚕续命丹，那是对寿命将近之人提供续命的机会啊，续命的时间可长达3年。可别小看这3年，对于将死之人，别说是3年，就算是1年的时间，他们都甘愿付出所有的一切来换取这一枚丹药。不过这天蚕续命丹有一个限制，那便是一生只能用1回。但即便是如此，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极品丹药了啊！有些在冲击更高境界的老祖宗，兴许就能够依靠着一枚续命丹，让自己多活3年，以此冲击更高的境界，以达更久的寿命。而这种逆天改理的丹药，唯有当年被奉为丹药界奇才的北玄剑帝才拥有，这是他所创的丹方，无数人为求他手中的这一枚天蚕续命丹，不惜一切代价。丹方是真的吗？林朝歌眼瞳更大的道，难以形容他此刻内心的震惊。北玄剑帝一生所流传出来的丹方少之又少，而这种逆天改理的丹方，他自然是没有流传出来。而现在居然有炼制天蚕续命丹的丹方出现，由不得他不激动。这丹方是真的，我已经查探过了，确实是北玄剑帝的炼丹手法。魏墨道：这丹方是谁拿出来的？林朝歌急忙问道：我不知道，我还在等着见他。魏墨回答：好，你先打探一下消息，我立马赶过去。林朝歌说完，虚影就消失而去。那般模样，显然是打算亲身赶赴蛮山镇。魏墨拿着手中的这张丹方，都忍不住激动的身躯颤抖起来。多少年了？这已经过去多少年了？北玄剑帝的丹方又重现天日了。当江阴带着陈峰所交代要买的药材全部都购买齐全之后，又买了一只丹炉，这才返回了客栈。而此刻客栈之内，陈峰正盘膝而坐着，经过了2个时辰的修炼，如今的他已经真正的迈入到了宁海境，虽然只是一重天，但已是一种实力上的巨大飞跃了。他运转功法，内视自己的体内，在其丹田之处正有着一个小型的漩涡之状的灵海盘旋着，这处灵海正是武者所有灵力的汇聚之处，也是宁海境强者的象征。从现在开始，陈峰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修炼者了。只不过在灵海的底部，陈峰居然还察觉到了一些不太对劲的地方。之前被吸入虚空法典第1页时，在那片古老星空之中所见到的9头五爪金龙，如今居然正潜伏在他的灵海之底。只不过如今这9头五爪金龙像是陷入了沉睡状态，除了散发出来的薄弱生命气息之外，便再无任何动静。这9头缩小版的五爪金龙吐着龙息，一股若有若无的至强龙族威压散发出来，竟是令得这灵海变得有些不太平凡。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刻，饶是前世见多识广的陈峰都有些懵逼起来。他在虚空法典内所见到的9龙巨龙，居然不是幻想，而是真的，并且这9头巨龙现在还跟随在了他的身边，悄无声息地潜入到他的灵海之中了。这就简直像是把这9头五爪金龙给圈养起来了。这9龙灭神诀是以真实的龙力为基础，而爆发出最强的战力的吗？陈峰眼中露出思索之色。忽然这时，陈峰像是感应到了门外的脚步声传来，便迅速地停止了修炼，走到门口之处，直接打开了房门，正好见到江阴正鬼鬼祟祟地站在门外。你做什么？陈峰冷漠地问道。你吓死我了，我给你送药啊。江阴撇了撇嘴，便将准备好的一大堆药材递了过去，嘴里一边骂骂咧咧。妈的，下次要买什么东西，自己叫你的丫鬟去给你买，你不是自己有一个丫鬟吗？凭什么还要我给你跑腿？江阴很气，也感觉很委屈。她堂堂大小姐，什么时候沦落成给人跑腿了？在骂着的同时，她渐渐的像是察觉到了些什么般，眼瞳更大了起来，脸颊上满是一种不可思议之色。你踏入宁海境了？江阴言语之间都有些哆嗦。侥幸突破了。陈峰淡淡的道。侥幸？江阴张大了嘴巴。要知道，之前的陈峰还仅仅只是一个普通人，
连冲迈进的108条5道经脉都还没能打通。但就他出门的这一会功夫，一回来，陈峰就把108条经脉全部打通了。你是人还是怪物啊？江阴大喊道。他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在崩塌。想他当年打通108条5道经脉都用了5年的时间，这已经是天才之中的天才了，而陈峰却仅仅用了2个时辰，这是得有多侥幸？天选之子，绝世天骄。哦不，这些都无法用来形容陈峰了，这家伙就是一个怪胎。不关你的事，丹炉呢？陈峰冷漠地问道。江阴咬了咬银牙，他最受不了的就是他这份使唤人的口气，明明是找自己帮忙，还敢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不过他还是老老实实一挥手，一尊丹炉立即凭空出现在了房间之内。看到这种鬼魅般的手段，陈峰有些诧异。空间戒指，哼，羡慕吧。江阴抚摸着纤细玉指间所戴着的一枚古老戒指，脸颊出现了一抹骄傲之色。在这个怪胎面前，他总算是能找回一些心理平衡了。好歹他现在还是江家的大小姐，底蕴深厚。这是空间戒指，里面自成空间，能够容纳许许多多的东西，这可是无价的至宝。放眼整个蛮山镇，估计任何一人都没有。一个空间戒指就能让你得意成这样，那你的心也真是够小的啊。陈峰毫不客气地讥讽了一句。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这张嘴挺能拉仇的？江阴咬咬牙，愤恨地道。你的丹方我已经卖了10万两银子，这是剩余的钱，还给你。江阴从袖中拿出剩余的银票递给了陈峰，陈峰接了过去之后就揣进口袋里去了，也没问这丹方卖给谁了，这已经不是他所想要关心的问题了。对了，宁国的10大炼药宗师魏墨大师要见你，你的丹方是他买走的，出了10倍的价格。江阴道。不见。陈峰淡淡的道。江阴急了，你是傻子吗？那可是10大炼药宗师之一啊，你知道有多少人求着想要见他一面都见不到吗？也就是你这次运气好，丹方被他看中了，才想要见见你。他可是丹楼的人，你若是能够与他交好，得罪陈家什么的都不用愁了，有丹楼护着你，一个陈家还不敢动你。没空，不见。陈峰直接把门给关上了。你可真是不知好歹，送上门来的机缘你都不要。江阴气得想要跳脚。房间之内的陈峰却没有再给出任何的回应了。过了许久，门又再度打开了。哼，我还以为你真有什么骨气呢，现在看来你终于改变主意，打算与他见一面了吗？江阴冷笑道。不，我要你再帮我跑腿一趟，送封书信去陈家。陈峰得出了一封信。你这家伙真把我当成你丫鬟了。江阴嘴角狠狠扯动了几下，不过嘴里虽然在骂着，但江阴还是接过书信，一看发现这居然是一封战书。5天之后，亲上陈府取陈天狼首级，署名陈峰。看完书信的内容，江阴头快炸了。疯了，这家伙真的疯了。你是打算去送死吗？5天时间就打算独自一人上门单挑陈天狼？江阴急声喊道。有问题吗？陈峰冷冷回应。他说过，他会让大长老体验一下他当年失去至亲时的滋味。大长老不是很看重陈天狼这个孙子，并且还引以为傲。那好，那他便先拿陈天狼开刀，先宰了陈天狼再说送信去吧，壮士。说完，陈峰又再度关上了房门。这一次房门没有再打开了。你他妈的！江阴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情了，在门口大骂了起来。整栋客栈都能听见他的大骂声。江阴头一回感觉自己活得这么憋屈，刚买完药材，这屁股都没坐一下，就得又被这家伙使唤了。他发誓，他真的很想掐死这家伙。陈峰没理会江阴在门外的破口大骂，对他而言，现在最要紧的是想要修复他体内的先天道胎灵根。至于这位所谓的炼药大师，在他眼中没有任何的价值。靠山山会倒，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唯有自身强才是硬道理。关上门后，陈峰望着眼前的丹炉，开始分拣药材。他要炼制的丹药名为天心复灵丹，同样是4品丹药，对于上一世的叶北玄而言，完全就是吃饭喝水那般简单，但对于这一世的陈峰而言，则是要麻烦了点。所谓的麻烦，并非是陈峰不能炼制，而是他的境界太低。炼药师也是需要修为来支撑的，虽然说不需要多么强的修为，但也至少需要凝神境7重天以上，才能拥有足够强大的火力。罢了，虽然杀鸡用牛刀，但还是试试用9阴灵火来炼制一下吧。陈峰心中轻叹，9阳灵火与9阴灵火的融合炼丹大法，是他上一世所创的，用这种火焰来炼丹会事半功倍，而且还出丹的品质还能更高。9阳灵火属于武者自身修炼的火焰，这是属于阳火，而9阴灵火则是来自于灵魂方面的火焰，又俗称魂火。魂火一般人根本动用不了，也察觉不到。上一世的陈峰
正是发现到了这魂火的存在，才迎来了炼丹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革命。因为上一世的陈峰天生魂力无比，并且研究出了某种秘法，将这种魂力给牵引出来，并且转化成火焰。这种魂火不仅能够灼热人的灵魂，用来炼制丹药更是出奇的好。上一世的陈峰本就天生魂力强大，而如今2世为人，灵魂力更是大涨了数十倍。现在的他就单单是魂力方面，恐怕是举世无人能比了。陈峰心中秘法运转，一团幽黑色的火焰便是犹如浓烟般冒了出来，灼灼燃烧着。这种火焰的温度对于灵魂有着致命性的伤害般。很快，陈峰就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了炼丹的状态之中。另一边，陈家大堂之内，大箱小箱，各种修炼资源堆砌成山。这几日，由于陈天狼觉醒剑魂灵根，陈府变得门庭若市，无论是蛮山镇，又或是距离最近的盐城，都有着数不尽的大势力前来拜访。说是拜访，其实就是一次示好与拉拢。一位剑魂灵根的绝世天才出现在陈家之内，就意味着将来陈家将会走上一条无人可挡的崛起之路。现在不巴结，更待何时？在经过了一场宴会招待之后，许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这才渐渐散去。而此刻陈家大堂之上，陈天狼独坐高台，而所坐之位竟是那族长之位场下。陈天海攥紧了拳头，气得不轻。这陈天狼现在是越来越放肆了，自己的族长之位还没退下，对方就已经把他的位置给占了，真是一招失势，人不如狗啊！诸多长老都是捂着嘴偷笑，堂堂一族之长，陈天海如今是活得越来越窝囊了啊。高台之上，陈天狼眼神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陈天海，眼中满是一种讥讽。修炼了几十年，现在还只是在画像劲五重天而已，这等天赋简直连垃圾都不如，这样的人岂配当一族之长？天狼，你可得替我报仇啊！那个陈峰杀了陈修与陈雪，连我的脸都被他们打成这样，你绝不能放过他。场下大长老诉苦起来，现在他脸上的血肿还未完全消散，那狰狞的五指印痕看上去有些显眼与可笑。陈天狼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大长老，在他脸庞血淋淋的五指印痕上扫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眼底有着几分讥讽。堂堂大长老竟被一个傻子欺负，陈天狼忍不住摇了摇头，这个家族真是越来越腐弱了。老一辈的人心中已经对武道毫无斗志，只知道在族内如何争权夺势。虽说死去的陈雪与陈修是他的弟弟与妹妹，但他心中却没有丝毫的感伤，因为他修的剑乃是无情剑，心早已如铁石般冰冷。忽然，一名下人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脸色惶恐，对着高台上的陈天狼道：“大少爷，外面有人送信进来，他说他名为江阴，是替陈峰送信来了，拿来看看。”陈天狼道。不一会儿，书信就递了上去。陈天狼看完书信之后便笑了：“怎么了吗？”诸多长老神色不解。陈天狼弹指之间，那封书信就送了下去。诸多长老交替看过去，看完书信的内容后，众多长老脸上都出现了怒意。大长老更是当场气炸了，直接将这封书信给撕碎了。5日之后上门取陈天狼首级。这个废物，他还真以为什么人都有资格来挑战剑魂之体的陈天狼吗？很快，诸多长老便齐齐看向了陈天狼而来。觉醒剑魂之体本来就是一件轰动之事，现在不仅蛮山镇，就连整个盐城的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剑魂之体现在太具有冲击力了，谁都想着要踩踏剑魂之体，一战成名。恐怕今后类似于这种挑战的事情不会太少，打败一个就会再度冒出一个，怕是会接连不断的。陈天狼面无表情，淡淡的道：“一个跳梁小丑罢了。不过，如今我觉醒剑魂之后，接下来恐怕会有很多不开眼的家伙来挑战我了。既然如此，那我便给他们这个机会。给我散布出去，5日之后，我将在盐城设立生死挑战赛，谁想踩踏我的尸体上位的，欢迎到来。”生死挑战赛。闻言，所有长老脸色全都变了。对于这种生死挑战赛，他们似乎不陌生了，因为当年的北玄剑帝正是用着这种方式踩踏着无数天骄的尸体，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无敌路的。每一个剑修要想真正成为一名强大的剑帝，都必须得拿无数天才的血来铺路的，这个过程必不可少。很明显，现在的陈天狼就是打算效仿当年的北玄剑帝，踩踏所有的天才的尸骨，走上属于自己的无敌路。大长老听到这话后大声狂笑起来：“哈哈，我孙儿果然霸气，看来我陈家能在天狼的带领下走上一条举世无双的世家之路了。”很快，陈天狼的消息便快速地散布了出去。盐城震动。放眼盐城，地域极其辽阔，像蛮山镇也只是盐城之内的一个偏僻小镇罢了。而在盐城之内，天才也同样数不胜数。陈天狼豪言要设立一个生死挑战擂台，迎战盐城所有的天才，顿时将整个盐城都掀起了轩然大波。大街小巷、各大客栈与酒楼都在议论着这件事。
城府内之内，城主周易在得知此事之后，脸上同样露出了一抹凝重之色。生死挑战赛，这是打算效仿当年的北玄剑帝，踩踏着无数天才尸骨上路啊！爹，剑魂之体真的有那么强吗？竟然能让他这般狂妄？一名娇俏女孩问道。这是城主的女儿周潇潇，同样是这盐城之中极负盛名的天才人物。周易摇了摇头，叹道：女儿，你有所不知，剑魂之体已经不能用强来形容，而是恐怖如斯啊！你可知道，当年剑皇大人正是在觉醒剑魂之后，才一路高歌崛起的。听到这里，周潇潇眼中露出一抹沉重。夜已入深，黑暗笼罩大地。客栈房间之内，陈峰已经将丹药炼好，手里正握着一枚圆润富有光泽的青绿色丹药，这正是天心复灵丹，可以修复灵根所用的。没多想，陈峰立即吞服了下去，药力在体内扩散出来，旋即尽数向着丹田之处汇聚。那犹如混沌之中的一株五色道莲，正缓缓地绽放开来，犹如干涸了许久的枯井般，贪婪地汲取着这股磅礴如海般的药力。2个时辰之后，当所有的药力尽数被这五色道莲所吸收完时，一个形如胎盘一样的东西渐渐地在道莲的中心之处生长了出来，这正是先天道胎。轰！终于，先天道胎出炉，这天地之间的灵气则像是有所感应般，自天地四方疯狂汇聚而来，犹如洪水泛滥。那等声势与浩大的场面，比起当初陈天狼觉醒剑魂时还要壮观几十倍。无尽的灵气汇聚成了一道光柱，猛然冲开了这客栈的屋顶，直射入云霄。原本枯寂黑暗的苍穹，在一瞬间仿佛被撕裂开来，云开见天明。一缕缕璀璨的光辉普照大地，浩瀚的生机之力弥漫出几万里之地，就连远在万里之外的皇城都被这股浩瀚的生机之力影响到，无数的草木花丛都勃勃生长，被拔高了起来，花香四溢，万物复苏。空气之中弥漫着一股令人感到振奋的生机之气。一些沙漠荒芜之地，枯萎的树干在迎来第二春的生长，繁茂的枝叶犹如蜘蛛网般向天空延伸出去。怎么回事？宁国上下所有人都被这举世无双的天地异象所震惊到，这等生机之力已经影响到了整个宁国的万里疆域了。皇城剑雨阁之内，一名身穿白衣的中年男子站在窗台之前，他目光向下方的院子之中望去，只见得院中的几棵枯萎萧条的梅花树全都在肉眼可见的速度内结出了梅花了。在这夏日时节，本不是属于花季的季节，但却开了花。剑皇大人，这是什么天生异象？一名守在他身边的绝美少女都吃了眼，不知道，连我都看不出来这是什么灵根出世。中年男子凝重的道，他看向了遥远方向的天空，只见得一道光柱射入云霄之后，那浩瀚的生机之力便是凝为了一株道莲，缓缓绽开。这株道莲五颜六色，花瓣绽放间，天空飘下五彩祥云，极其美丽，令人心醉。轰！忽然间，只见得天空传来一声震动，无论是那之前弥漫几万里之远的生机之力，又或是那天空之上的那株五颜六色的道莲，全部突然间消失不见。看得出来，这是有人故意动用某种大法术掩盖天机。那个方向是之前觉醒剑魂的盐城吗？中年男子呢喃出声。客栈房间之内，陈峰将所有的天地异象都收入了体内，方才睁开了眼。大意了，没想到这先天道胎居然会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天地异象。陈峰苦笑着摇了摇头，不过想来也是，剑魂觉醒都能引动如此之大的天地异象，像先天道胎这种万古不见的灵根所引发的天地异象自然会更加巨大。不过也幸好的，他还是及时的动用秘法遮掩住了这天地异象的爆发。该去寻找一个趁手的好剑了。陈峰站起了身子，如今他体内的灵根已经修复了，境界也从踏入了宁海境，现在差的就是一柄绝世好剑。要知道，拥有一把绝世好剑，对于一名剑修而言，至少能够增强3成的实力。陈峰打开了房门，见到江阴正镇守在了门外，见到陈峰出来时，不禁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你……江阴美眸之中露出一抹惊异之色，不知为何，他能够感受得出来，一股若有若无的奇异能量正环绕着陈峰而转。这股能量既有蕴含着天地灵气，又有生机之力，更有五行之力等等各种天地之力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某种奇妙的万道之力。而陈峰体内根本就没有运转任何的功法，这种万道之力却在无形之中亲近着他。这便是先天道胎的恐怖之处，天生亲近万道，只是现在的江阴并不懂这其中的奥妙之处。走吧，陪我出门一趟。陈峰道。去哪？寻剑。陈峰出了客栈，带着江阴以及宝一起来到了武者方会。这是专门流通着武者的各种商品的贩卖之地，即便是在入夜时分也有开门。放眼望去，在这犹如巨大广场一样的方会内，依旧人量庞大。陈峰到来之时，竟是有不少的目光盯向了他而来。当然，
主要看的人不是陈峰，而是陈峰身边的江印。放眼整个宁国之中，江印的姿色都是绝对上等的，无论是那冷艳的脸颊，又或是那玲珑有致的娇躯，都给人一种强烈的征服欲。更何况他身上还散发着一种若有若无的醉人香气，这是由于他的特殊灵根所造成的，但这种体香反而能给男人带来更加致命性的诱惑。不少男人在看向他而来时，都眼底忍不住露出贪婪的炽热之色，舔了舔嘴唇，一股强烈的征服欲在心中蔓延。只不过看着这种绝色美人，虽然心动，但却没什么人敢上去惹事，因为他们能够察觉到这个女人身上正荡漾着一股极强的灵力波动，这等波动已经是画像境的层次了。画像境别说是蛮山镇了，就算是放入盐城之内，都是顶尖的高手与强者了。而20岁左右的画像境，不难看出此女不仅天赋异禀，背后的势力也深不可测。往日里，江阴对于这种男人投射而来的炽热目光是非常不舒服的，但今日他却反而有些享受起这种目光了。这2天一直被陈峰呼来喝去的，他都有些怀疑自己的魅力了。但现在看来，自己在男人之中的魅力是依旧存在的，反而是陈峰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男人该有的样子。对于周围之人的目光，陈峰熟视无睹，径直来到了方会里最大的宝器贩卖之地灵宝阁。这里是蛮山镇最大的一家宝器贩卖之处了。刚踏入其中，楼阁内便是传出了一道尖酸刻薄之声：“我倒是谁来了？原来是被我陈家赶出家门的一条狗啊！现在居然不躲躲藏藏了，竟然敢这么大摇大摆的来武者方会。”陈峰转过头去，却是见到一名身穿青袍的老者正一脸阴沉的盯向他而来。没想到是你，居然这妖巧。陈峰笑了笑，他倒是没想到，这才刚踏出客栈就遇上了他的老仇人了。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陈家大长老陈鸿生。老东西，我劝你最好把嘴放干净点，我想你应该不想再挨嘴巴子了吧。陈峰扬了扬手，淡笑道。一听这话，陈鸿生气的脸色都青了。你他妈的一口一个老东西，还让我把嘴放干净点，你这小畜生，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剁成肉酱。陈鸿生咬牙切齿的道。陈峰冷冷一笑，不再理会他，带着江阴就走了进来。而陈峰与陈鸿生的这般针锋相对，也立即引起了灵宝阁内其他人的注意。他就是陈家的那个傻子陈峰吗？听说前几天被雷给劈了，忽然性情大变，把陈家的陈修与陈学2人给一剑秒杀了。现在陈天狼已经觉醒剑魂了，这家伙居然还敢如此高调的出现，真是作死啊！也不知道那江家小姐究竟是受了他什么蛊惑，到现在还贴身保护着他。陈峰听着这些窃窃私语的议论声，并没有去理会。这位少侠，想买点什么？中年掌柜走了出来，尊敬地问道。他们灵宝阁从不插手任何势力之间的争斗，凡是来到灵宝阁便是他们的客人。名剑，而且是你们店最好的名剑。陈峰道。老板，给我来一把名剑，我要你们店最好的名剑，价格不是问题。大长老陈鸿生也走了上来，阔绰的道。他这次过来灵宝阁，便是打算挑选一把最好的名剑，送给他的孙子陈天狼。2位算是来对地方了，这几个月我刚好收揽了3把名剑。中年掌柜淡淡一笑，走进店内。不久之后，他就从店内拿出了3个樟木箱子。第一个箱子打开，一把长约5尺的青剑便是展露了出来。剑身约莫5尺，一抹凛冽的寒芒从剑尖之处一路滑下，剑身遍布着一种鱼鳞状的纹路，看起来削铁如泥。这把剑名为灵鱼，以青钢石所打造，炼制7天时间，坚硬无比，落发可断，已达灵阶低品。中年掌柜随手从脑袋上摘下一根头发，缓缓飘落，黑发落至剑锋上时，竟是从中间悄无声息地断裂开来。见此，江阴眼底都忍不住露出一抹诧异之色。他虽然不是剑修，可他也看得出来，这柄剑还真是位剑不多的名剑了。世间的宝器也有分等级，天、地、灵、凡4个品阶，每个品阶又分为上中下。这虽然是灵阶下品，但已经脱离了普通的凡器阶级，便已经是算得上是珍稀难得的名剑了。陈鸿生眼前一亮，这剑不错啊。陈峰摇了摇头，这把剑虽然看起来不错，但他依旧有些不太满意，便道：换一把。陈鸿生脸色阴沉起来，这个小畜生不要的剑，他自然也不会要，同样道：换一把。中年掌柜皱了皱眉，接着又打开了一个樟木柜子，一把纯黑色的墨剑便是展露在了众人眼前。剑身约4尺半，通体如墨，漆黑无比，就连那一抹锋芒都像是被潜藏起来。与之前那柄灵鱼剑相比，这柄剑更显得有些锋芒内敛。这把剑名为黑岩剑，以坚硬为著称的黑石所打造，这种黑石之内注入大量火精，以灵力驾驭时可释放出强大的火焰。说完，中年掌柜弹指之间，一道灵力射入到这剑身之上，顷刻间整柄黑剑都燃烧了起来，释放出了炽热的炎力。这柄剑同样是灵阶下品，
不一样的是，这柄剑内还蕴含着大量的火晶，对敌视无疑更强。中年掌柜道。陈峰的眼神在黑岩剑上扫视了几眼，却依旧是摇了摇头，道：再换，还有吗？见到陈峰如此挑剔，中年掌柜也不生气，直接打开了最后一个樟木箱子。刹那间，璀璨的金光闪烁了起来，接着光芒渐渐收敛，竟是化为一股流金的光泽在剑身上流溢而过。剑柄造型颇为独特，一眼看去竟是像是直展翅的大雁。看着这把剑，中年掌柜脸上露出一抹骄傲之色，这是他所珍藏的最好的一把名剑了。这把剑名为金焰，以暗金铜所打造，并且注入过天雷之力，剑出雷动，已为灵阶中品。中年掌柜笑道。话音落下，他屈指一弹，一道灵力射入这柄剑身之上，立即融入了进去。转眼之间，一股刺眼的金色雷光便是爆发了起来。与前面的黑岩剑相比，这柄剑无疑更强上一线。然而这些在陈峰眼中却依旧令他不太满意。还有吗？陈峰问道。中年掌柜皱了皱眉，有些不悦。这位客人，这3把剑都已经是我店内最好的剑，你还看不上眼？这些剑虽好，但还是差上了一些。真正的剑是非常纯粹的，没有那么多的花里胡哨，但却能爆发出最为原始的至强力量。装神弄鬼，就你这傻子也懂剑？陈鸿生不屑嗤笑，他把樟木箱子中的金焰拿了起来，握在手中挥舞了几招，便满意的点了点头。这剑已经是上等的宝剑了，我还有一把剑，但只怕你们不敢要。中年掌柜淡笑道。拿出来看看。陈峰道。中年掌柜也不废话，数步之间就走到了墙壁的一侧，旋即他一只手按在了一个黑色的按钮上，眼前的墙壁立即向左右两边平移出去，展露出了一个暗格。这里居然还暗藏机关，老板你可以啊！店内有人忍不住惊呼出声。中年老板却是苦笑了一下，不了解实情的人根本不知道他这是无奈之举了。只见的暗格之内是一个巨大的大厅，摆放着上千把剑，可以说这个暗格就是一个剑冢也不为过。而在这剑冢的最尾端之处，正悬浮着一把雕纹着无数黑暗符文的血剑。与其他的剑不同，这把剑是立着浮在空中的，没有任何东西吊着，剑身周围还萦绕着一股猩红的煞气，一眼看去就像是沾染了无数鲜血的魔剑一般。陈峰的目光直接忽略了剑冢之内其他的剑，而是眼神凝重地看着这把血剑。这把剑好似具有某种生命力般，方圆100米范围内所有的剑都靠近不得，恨不得离得远远的。剑灵，这居然是剑灵！陈峰诧异，在这蛮夷的天武大陆竟然会出现一把拥有剑灵的剑。只不过如今这把剑中的剑灵似乎正处于一种封印的状态。这是一把被诅咒过的剑，之前总共有5位客人购买过它，不过这5位客人在把剑买回去之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全部暴毙而亡了。而每次它的主人死后，这把剑就会自动飞回来，重新落至这剑冢之中。正是因为这把剑太诡异了，我才会在这里设置一个暗格，把它锁在里面。你要是有胆量，就把这剑买回去，不过我声明一句，买回去之后出现任何后果，概不负责。老板郑重的道。这把剑他巴不得想甩手送出去了，但没人敢要啊。我查探过了，这把剑5品阶，名为天丛云，是一把妖剑。别怪我没提醒你们，之前那5位客人全都是剑修，并且实力都达到画像境了，但诡异的是他们全部暴毙了。所以你们要想买回去就慎重考虑。中年老板道。尽管中年老板说得很郑重，但陈鸿生依旧按耐不住心中的躁动。这把剑周身萦绕着暗红色的煞气，立着浮在空中，就像是剑中王者般。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把剑可比那什么灵鱼经验什么的要强大太多了，两者之间甚至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这把剑我要了。陈鸿生狂喜的道。有了这把剑，陈天狼的实力至少提升3成啊。唉，见到陈鸿生如此激动的模样，中年老板叹了口气，不再阻拦。他只是一个商人，言已至此，他也没再劝下去。陈鸿生脸上洋溢着一抹自信，一步迈出去，走进这剑冢之内。然而还没等他走进这把天丛云剑的100米范围内时，一股强横无比的狂风忽然从这大厅的深处席卷了过来。轰！磅礴的猩红色煞气就像是洪水泛滥般从这把剑内爆发了出去，那等声势犹如一头洪荒猛兽般。陈鸿生眼瞳瞪大起来，然而还没待他来得及反应，只感觉一股恐怖的力量从前方冲击了上来，他的身躯就已经被狠狠地轰飞了出去，砸在了背后的墙壁上。噗！可怕的力道当场让陈鸿生一口血喷了出来，脸色惊骇无比。他可是宁海境9重天的强者啊！怎么回事？老板，你动用了什么机关吗？陈鸿生阴沉起来，大声吼道。这可不关我的事，是这把剑的缘故，没有踏入画像境之上的，别说是拿这把剑了，就是接近他都没有资格。
中年老板无奈的道。场中众多客人眼中都带着震惊之色。这把剑没有人驱使，居然都可以打败画像镜以下的武者了，这究竟是什么可怕的妖剑？这一刻，就连见多识广的江阴都怔在了原地，美眸凝重地望着这把妖剑。仅仅只是一击之间，就将一名宁海境9重天的高手给轰成重伤了。别说是在这盐城之中了，就算是放眼整个宁国，估计都没有这等诡异的妖剑。你们还是去选那3把剑吧，这把剑你们拿不走的。中年老板苦涩一笑，望向了陈芬儿来。他看得出来，这名少年的境界更低，只是宁海境1重天而已。这种实力上去了，也只是找虐罢了。店内的其他客人也都是眼露遗憾之色，对于这把剑，他们也同样动心，但连宁海境9重天的强者都被那剑压给轰飞了，他们上去了，也只是自讨苦吃头。就当中年老板打算重新将这暗格给关上时，陈峰却开口道：“等等，这把剑我要了。”接着他便一步跨出，走进这大厅之中，眼神望着那把天丛云，一步步接近。你！中年老板愣住了，这家伙真是疯了，找死吗？不少人眼中都露出震惊之色，连陈鸿生这等宁海境9重天的武道高手都落得如此惨状，这家伙才宁海境1重天，居然就敢去接近这把剑。少爷，您小心啊！宝儿紧张地攥着小手，担忧的道。就连江阴都脸颊凝重起来，他实在看不懂陈峰的这个举动。前面的陈鸿生都已经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了，这家伙还敢过去？哼，自以为是的小子！远处陈鸿生一脸嗤笑，他都已经落得这般惨状了，陈峰过去了，就算不被那股煞气当场震死，估计也只剩半条命了。在那众多目光的注视之下，陈峰一步步走出，直达100米范围内。轰！果不其然，天丛云剑再度爆发出一股惊天血煞，轰隆隆的形成一股大海涛浪般怒冲而出，空间都仿佛在剧烈的震荡，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直接正面席卷陈峰，大地都在寸寸崩裂，那等可怕的剑压震慑人心。陈峰知道这只是一股剑灵威压，而非是真正的灵力。当即陈峰体内运转着9龙灭神诀，那深藏在丹田灵海之内的9头5爪金龙仿佛在混沌之中睁开了眼。吼！那一瞬间，惊天动地的龙吟响彻寰宇，同样是有着一股无形的威压，形成潮水般肆虐而出。咚！两股威压相撞，雷电在中心之处璀璨地闪烁了起来，将这大厅照得犹如白昼般通明。剑冢之内的所有剑都在震颤着，发出一道道悲壮的剑鸣之声，像是在臣服一般。而在两股威压轰击之间，陈峰的身躯依旧屹立在大厅之中，那挺拔的身躯犹如一杆标枪，巍然不动。挡下来了！全场所有人都露出震惊之色，以宁海境的实力就扛住了这把剑的剑压了，这怎么可能？就连中年老板也露出不可思议之色，之前取走他的那5位客人，哪一个不是被轰飞了几10次，方才拿到了这把剑的？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江阴美眸都瞪大起来，绝美的脸颊露出震惊之色。轰轰，龙威与剑威在碰撞着，所释放而出的劲风也迅速地向四周呼啸出来。而陈峰迈出的脚步并没有因此停下来，继续向前前进，只是随着他每一步的落下，那从天丛云剑上释放而出的剑压就越强。轰轰，这方空气都仿佛在剧烈的震颤着，滔天的凶煞源源不断的在释放，似乎在竭力的阻挡着陈峰的脚步。陈峰只感觉自己的身躯好像压着一块巨石般，每一步落下，地面都会被踩出一道半指之深的印痕。不过陈峰始终没有后退半步，没有任何的剑压能够阻挡下我的步伐，哪怕是妖剑也不行。陈峰眼中透出一抹深入骨髓的坚毅。咚咚，大地在细微的震动着，陈峰就是在扛着一座山行走般，狂暴无匹的龙威从体内接连爆发而起，与那剑压对峙着。让全场所有人都感到不可置信的是，他们就这么怔怔地看着陈峰一步步接近到那100米范围内，旋即后者一只手探出，直接握在了这把剑的剑柄之上，剑身拼命地在震动着，似乎很抗拒。还不服吗？陈峰冰冷地说着。吼！忽然自陈峰的灵海深处，仿佛有着一道轻蔑的龙吟之声响彻而起，狂暴无匹的龙力顺着后者的108条经脉贯穿而出，灌注入了这把剑的剑身之上。凶煞之气与龙力在撞击着。龙族乃太古时期妖界的霸主，而龙力更是被称为万力之首。在这霸道的龙力撞击之中，凶煞戾气渐渐的退去，仿佛被重新振风回了剑身之内。当即原本还在拼命震动的天丛云剑就此变得平静下来。陈峰淡淡一笑，将剑给拔了起来。唰，犹如妖血般的暗红色光泽顺着剑柄流淌而下，覆盖着整柄剑身，一抹锋利到极致的寒光仿佛可斩落星辰般。
刺目而耀眼。不错，这把剑我要了。陈峰转过头来对远处的中年老板道。中年老板身子一个哆嗦，一个踉跄间竟是忍不住跌倒在地，眼中满是一种震撼。成了，居然真的成功了！这小子居然还真的把这把妖剑给驯服了。店内的所有人也都是张大了嘴巴，一脸的震惊与骇然。宁海境9重天都驯服不了的剑，竟被一个宁海境1重天的小鬼给驯服了，这简直就是一件天方夜谭之事啊！这小子，江阴都同样睁大了双眸，眼中有着浓浓的不可思议之色。这一刻，就连在墙角之处的陈鸿生都看呆了眼，旋即咬牙切齿，眼中露出滔天的憎恨。这家伙居然真的成功了！老板，这把剑我要了。而就在这时，一道不太和谐的声音从店门口之处传来。在众人的注目之下，一男一女2个少年从门外走了进来。男的身穿一件古青色衣袍，眉目清秀，五官俊美，堪称人中之龙；而女的则是姿色绝伦，五官精致，如墨般的一袭长发垂落腰间，那曼妙的身姿在一身白色长裙的包裹下显得清雅而高傲。没想到来到这盐城，居然碰巧能遇上这种绝世好剑，当真是一个天大的收获啊！如月师妹，看来我们的运气还真不错。青年笑道。秦如月也点了点琴手，表示赞同，惊叹道：虽说是一把妖剑，但这把妖剑却已胜过宁国无数把名剑了，这把剑应当为我所用，方才不会埋没了它。店内的众人在看到这一男一女2名青年时，脸色也都微微一变，惊哗之声立即随之响彻而起。居然是剑皇大人的2大高徒居高明和秦如月，这2人不是活跃在皇城那边吗？怎么会到这里来了？听说剑皇大人已经有意向要收陈家的陈天狼为徒了，难不成这2人此次到来是想要带陈天狼上皇城拜入剑皇大人门下的吗？对于这宁国之中的2大风云人物，他们已经并不陌生了。在宁国之内有一个天骄榜，记载着宁国的各大天骄，而眼前的这2人全都是天骄榜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了。如月，江阴见到秦如月的到来也是大吃一惊。江导师，秦如月也在人群之中见到了江阴，原本冰冷冷的脸颊也露出一抹狂喜之色。他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还能碰见他的学院导师。如月，你不是在剑皇大人那里修行剑术吗？怎么会来这盐城了？江阴奇怪地问道。是剑皇大人让我来的，剑皇大人已经决定要收陈家的陈天狼为徒了，所以我这才会来盐城，要带陈天狼入皇城。秦如月回答道。他这话一开口，全场所有人都大惊失色。没想到传闻果然不假，那位宁国见到第一人的剑皇大人真的要收陈天狼为徒了，这陈家真的是无人可挡其崛起之路了啊！陈鸿生一听这话，也立即激动了起来，也不顾任何伤势，赶忙从地上爬了起来，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如月小姐，我是陈天狼的爷爷，请问您刚刚说的是真的吗？剑皇大人真的要收陈天狼为徒了吗？陈鸿生颤抖着身躯，激动地问道。秦如月点了点头，道：是真的，剑魂觉醒，放眼整个宁国都仅仅只有3位而已。剑皇大人不忍心埋没了陈天狼的剑道才能，出于惜才之心，所以打算收下陈天狼为徒了。哈哈，天佑我陈家啊！我陈家列祖列宗开了眼了啊！陈鸿生仰天长啸，得意至极。能够拜入剑皇大人门下，就意味着前途无量了。也许将来他们陈家真的能够造就出一位剑皇了，到时候即便是皇帝见了，都得对他们礼让3分。忽然，陈鸿生眼神陡然冰冷地盯向了陈峰而来，厉声道：陈峰，还不快把这把剑双手奉上，你根本就不配用这把剑。这一刻，全场所有人的目光全都凝聚到了陈峰的身上。陈天狼被剑皇大人收入门下，陈家鸡犬升天，谁敢得罪？闻言，陈峰握了握手中的妖剑，眉头一挑：老东西，你还要点脸吗？闯不过这妖剑的煞气，那是你自己废物，要怪就怪你自己无能。被陈峰指着鼻子骂，陈鸿生老脸涨得通红起来，一抹杀机在眼中闪烁。小杂碎，你当真以为我不敢动你吗？今日你不把剑交出来，老夫定让你血溅当场。不仅仅只是陈鸿生，就连那居高明、秦如月以及灵宝阁内的诸多客人都眼神火热地盯向了陈峰手中的那把剑。这把妖剑虽然有着众多不利的传说，但无论怎样都无法否定，这把剑是一把举世无双的好剑。这把剑落入一个宁海境1重天的废物身上，简直是暴殄天物啊！少爷，我们回去吧。宝儿有些胆怯地抓着陈峰的一角衣袖，怯弱地道。眼前这等阵仗，许多人都已经盯上了陈峰手中的剑了，他害怕到时候一旦打起来，自己家的少爷得遭遇别人的围攻了。这时，秦如月也看向了陈峰而来，眼中不由得划过一抹厌恶之色，虽然仅仅只是稍纵即逝，但却被陈峰捕捉到了。
陈峰这才想起来，自己好像还与这个秦如月有一纸婚书在呢。忽然，秦如月琴手微抬，布满寒霜，朝着陈峰走去。看到秦如月走向陈峰，灵宝阁内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玩味起来。我记得秦如月的母亲当年也是一个丫鬟而已，曾与陈峰的母亲情同姐妹，后来诞下这个女儿时，还与陈峰结下一门娃娃亲呢。是有这么一回事。不过现在的秦如月拜入剑皇大人门下，早已一飞冲天，整个秦家也因为她鸡犬升天，成为皇城的大势力了。这纸婚书怕是要名存实亡了。这下就有好戏看了。也不知道这两人对于这纸婚书是如何看待的。虽说现在的陈峰已经不像是个傻子了，但与秦如月这尊凤凰相比，若是真的下嫁了，那无疑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众人越说越激动起来，对于陈峰更是毫不忌讳地出声嘲讽起来。对于众人刺耳的话，陈峰脸色淡漠，并未多理会，因为他明白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强者为尊的，强者才拥有话语权，弱者只配被践踏。尽管当年陈峰的母亲与秦如月的母亲关系如同姐妹，但现在两人所处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你就是陈峰？秦如月站在陈峰面前，面无表情地开口道：是。听说你杀了陈雪与陈修，怎么你也想替他们报仇？陈峰冷笑。秦如月摇了摇头，我与他们并无关系，他们的死活自然与我无关。不过你现在虽然已经不傻了，并且还能杀了陈雪与陈修，这证明你现在确实变得不一样了，但那又如何？你见过一剑斩断百丈山岳的震撼场景吗？你见过踏剑而行，一跃九重天的壮观吗？你见过于万军之中一剑直取上将首级的强大之人吗？不，这些我相信你都没见过。秦如月面无表情的道。呵，陈峰笑了，没人知道他在笑什么。秦如月继续道，在天武大陆，灵根决定武道天赋，又决定着他一生能取得多大的武道成就。我天生剑魂觉醒，7岁学剑，9岁已能融会贯通一门剑术，11岁踏入宁海境，15岁拜入剑皇大人门下，现在17岁早已是大剑修。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炫耀我有多强，而是要告诉你，我们之间所处的世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说到这里时，秦如月兴许是感觉自己说的话有些过重了，他语气渐渐变得软下来。平庸并没有错，平庸过这一生也挺好的，不过你需要明白，有些人不是你有资格追求的。陈峰笑了，深邃的眼眸直视着他那张近在咫尺的绝美脸颊。秦如月，你口中所说的有些人是指你吗？秦如月抬起那白净玉帛，高傲的犹如一只白天鹅，道：没错，我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所以你不要对我抱有任何的幻想。我这次出来，除了要带陈天狼回去之外，顺带的我还要把这纸婚书给你。话音落下，秦如月玉手摊开，只见得他指尖的一个古朴戒指微微闪烁了一下，一张白色的纸与一张1000两的银票便凭空出现在了掌心之中。空间戒指。见到那个古朴戒指，全场立即响起一片惊呼之声。这可是一样珍惜的宝物啊，放眼整个宁国都不超过100个，无不是那些顶尖的大人物才能够拥有。而现在秦如月手中居然就有一枚，这无疑证明了秦如月在剑皇大人那里很受宠爱啊。秦如月把婚书与银票一起递了过去，从今日开始，我们正式解除婚姻，这纸休书给你，另外的这1000两算是给你的补偿，足够你过下半辈子了。哈，这陈家傻子真是够倒霉的，居然被一个女人给休了。休书自古以来只有男人写给女人的，现在这陈家傻子算是做出了一件惊世骇俗之事了，居然被一个女人给休了，真是笑死我了。我要是他，我现在都没脸再活下去了。哈哈哈！灵宝阁内众多围观之人再也忍不住，全部爆笑出声。江阴黛眉微蹙，脸颊出现一丝不悦，但也无可奈何。他本来来这盐城也是为了这件事来的，他本想给陈峰一个体面，却没想到秦如月做事更绝，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就把休书给拿了出来了，这是完全不给陈峰任何脸面啊！这件事一旦传出去了，恐怕今后陈峰再也抬不起头来见人了。陈鸿生也跟着大笑起来。陈峰啊，陈峰，没想到你也有这一天，宝儿再也看不下去了。秦如月，你太过分了，你这是要把我少爷往死路里逼啊！你当真以为我家少爷乐意攀上你吗？再以后，我家少爷也注定会是人中之龙的，到时候不是他不是配你，而是你配不上他。人中之龙，就他！我去，这是什么笑话啊？全场之人都被宝儿这番话给逗笑了，就连居高明与陈鸿生这些人都在捂着肚子大笑。秦如月摇了摇头，真是可笑至极。倘若真有那一天，我也不会后悔的。这休书，今日我是给定了。秦如月，宝儿脸色冰冷，还想再多说些什么，但却被陈峰给制止了。只见得陈峰淡淡的抬手，从他手中接过那张婚书，自嘲一笑，想他叶北玄
前一世纵横天上人间，压得不知多少天才抬不起头，多少倾国倾城的绝世美人死心塌地的想要跟随着他，而这一世竟然反而被一个女人给退婚了，当真是讽刺。这个世界依旧是那般的现实，没有实力，连最基本的尊严都会丧失的。陈峰再一次看清了这个世道。少爷，宝儿眼眶通红，见到陈峰脸上那不是滋味的表情，他眼中已有泪雾浮现了出来，豆大的泪珠像不要钱般不断往下掉。见到陈峰终于把休书给接过去，秦如月脸颊上也浮现出满意之色。这就对了，人总归不能一直活在幻想之中了，你做个平凡人也好。然而秦如月的话刚说完，陈峰竟是将这纸婚书直接给撕成了两半。你放肆！只见得秦如月的脸色迅速变得阴沉下来，美眸之中满是一种冷冽的杀机，当众撕裂了他的休书，这不就是在打他的脸吗？秦如月，我不得不说，你真的太自负了。你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剑魂灵根不是你能傲视一切的倚仗。陈峰淡漠地说着，脸上毫无表情。休书被他撕裂成了粉碎，洒落一地。刹那间，全场突兀地变得死寂下来，一道道注视向这里而来的目光全都瞪大起来，眼中满是一种难以置信。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这陈峰居然如此大胆，把休书都给撕了。秦如月的脸颊覆盖着一层冰霜。你别以为撕了这休书，你就真的能与我结婚。你与我之间根本就不会任何可能性的，这婚我是退定了。哼，你这么着急的找我退婚，想来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吧？陈峰冷笑道。秦如月冰冷的脸颊渐渐平静下来，美眸之中闪烁着波光。唐龙，当今宁国圣上的三皇子，5岁觉醒太阳灵根，6岁练剑，10岁便贯通所有5道经脉，达到宁海境，13岁破入画像境，16岁领悟剑意，成为剑道宗师，如今25岁，已是宁国天骄榜第1人。他天赋异禀，又拥有太阳灵根，同时他还是4品炼药师，剑道与丹道双修，绝世无双。他才是我秦如月该嫁的天骄，而不是你这种废物。秦如月的话在这死寂般的灵宝阁内响彻而起，无疑就像是一个重磅炸弹。仅仅只是当今圣上的三皇子，这个头衔就已经让人心生无力之感了，更何况此人居然还拥有万中无一的太阳灵根。这太阳灵根比起剑魂灵根还要稀有，拥有这种灵根之人天生对火焰之力有着绝对的掌控力。而宁国天骄榜，这是一个收揽着宁国所有天才的榜单啊，能够上这榜单之人哪一个不是天才中的天才？三皇子能够站立在天骄榜第1，那是什么概念？这就相当于把宁国所有天才都踩在脚下了啊！更为关键的是，他居然还是4品炼药师。要知道，放眼整个宁国，能够达到4品炼药师的哪一个不是60-70岁了？而三皇子居然在25岁就已经是4品炼药师了，剑道与丹道双修，这简直是一个万古妖孽啊！这才是当时天骄啊！谁能与其争辉？怪不得秦如月这么着急的想要退婚，原来是看上了三皇子。不过想来也是，三皇子天赋异禀，是未来皇位最为有力的竞争者，可以说有70%以上的几率是会继承皇位的。若是秦如月嫁给了三皇子，那才是真正嫁入豪门，整个秦家都会鸡犬升天，而秦如月更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皇后了。不过秦如月拥有剑魂灵根，又是剑皇大人的高徒，容貌美丽，天赋异禀，也只有她才配得上当今的三皇子了吧。秦如月与三皇子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至于这陈峰就是一个搅屎棍。现场立即响起了一片哗然沸腾之声，众人眼中满是一种惊叹。一个陈家废物与一个万中无一的天才相比，只要不是脑子有坑，恐怕任谁都会选择后者吧。秦如月抬起琴手，精致绝美的脸颊上布满着高傲。我与三皇子方才是真正的龙与凤相结合，是注定要翱翔9天之上的。至于你，此生注定是井底之蛙，你与我们之间终究是2个世界的人。龙与凤，陈峰笑了，究竟谁是井底之蛙？罢了，你想退婚，这婚我可以给你退，不过不是现在。陈峰开口道。呵，秦如月冷笑，都这个时候了，对方还对自己抱有幻想吗？你想拖到什么时候？秦如月冰冷的道。5天之后的盐城挑战赛上，等我打败了陈天狼，我就当众给你退婚。不过你记住，不是你向我退婚，而是我向你退婚。不是你休我，而是我要休了你。陈峰一字一句的道，言语沉重，掷地有声。打败陈天狼，你还真敢说？他虽然比不上我，但毕竟也是觉醒剑魂之人，同样未来成就不凡。你说这样的话，不觉得很可笑吗？秦如月戏谑的道。5天之后，你自然会看到这到底是不是一个笑话。陈峰道。好，那我就给你5天的时间，至于你口中所说的是你休的我之类的话，我想
天下人心底都会知道到底是谁休的谁。秦如月冷笑道：一旦退婚之事传出去，即便陈峰再如何辩解，天下人都只会觉得是秦如月休了陈峰，因为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已经摆在了那里。宝儿，我们走。陈峰也没再去理会秦如月，扔下1000两银票就朝着灵宝阁内走了出去。中年老板接住那张1000两的银票，有些激动起来，这把剑他白送给别人都不要，如今能卖出1000两，他自然高兴得不得了。江阴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秦如月，倘若是来盐城之前，江阴或许会觉得秦如月这番做法是对的，可是在知道陈峰随随便便就能写出一张4品丹药的丹方后，以及随随便便的就能够在2个时辰的时间里就从一个毫无修为的废材一跃成为宁海境的高手后，他便有些迷茫起来。这一种种的事迹都表明，陈峰绝非是表面上看去那般简单，所以这一场退婚连他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损失最大。唉，江阴叹了口气，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是无用的了。江阴转身就跟随着陈峰离开，他没忘记他现在的命还被陈峰捏在手里呢。站住！然而就当陈峰即将跨出那灵宝阁的门槛时，一道不太和谐的声音却突然间响起。陈峰转过头一看，发现是一直默不作声的居高明。秦如月的事虽然谈妥了，但你手中的剑可还没谈妥呢，放下你手中的剑，任你离开，否则今日你是断然不可能安然无恙的走出这灵宝阁的。居高明冷笑道。这一刻所有人方才回过神来，之前被秦如月与他的婚事给分散了注意力，众人甚至都快忘记了这家伙手中还攥着一把绝世好剑呢，怎么能让他轻易的离开？这剑是我先买下来的，钱我也付了，怎么碍着你了？陈峰冰冷的道。以你这种废物是配不上这把剑的，把剑留下来，我以2000两银子买下，够你赚一笔了，如何？居高明阔绰的道。他与秦如月一样，都是拜在了剑皇大人的门下，无论是实力又或是身份都是毋庸置疑的。这把剑也唯有到了他的手中，方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实力。你太过分了，这把剑明明是我家少爷亲自取下来的，也是我少爷率先买到的，凭什么要我少爷卖给你？宝儿涨红了小脸，生气的道。居高明淡淡一笑，眼中露出讥讽之色。买下这把剑可不代表着他就能拥有这把剑，还是那句话，他配不上这把剑。这一刻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急速变换起来，人谁都看得出来居高明是看上这把剑了，他能作为剑皇大人的高徒，肯定是自身有着极强的实力的。这下子可就有好戏看了，这家伙也真够倒霉的，刚被人指着鼻子退婚，现在又被人强买强卖。不少人眼中都露出饶有兴趣之色，他们还真好奇，等着看这小子该怎么收场。若是不卖，以居高明那性子，恐怕是真不会让陈峰安然无恙地走出这家灵宝阁的。陈峰转过身，深邃的眼眸依旧犹如古井般毫无波澜，淡淡的道：想要我手中的剑？好啊，我可以卖给你1000万两，你就可以把它拿走。1000万两！一听这个数字，众人当场一愣，这简直是狮子大张口啊！1000两买到的，转手就要卖出1000万两，这当中直接涨价1万倍了。整个宁国之中，恐怕没人能一下子拿出1000万两来。小杂碎，你敢耍我！居高明脸色变得狰狞起来，目露凶光，一抹冷冽的寒芒在其眼中打转。看来你是没打算主动交出这把剑了，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忽然，居高明一步猛地跨出，狂暴无匹的火焰灵力当场释放了出来。刹那间，整个灵宝阁内的温度都在急速的攀涨。宁海境8重天，众人感应到这种波动，都忍不住惊呼出声。这家伙果然是一个强大的人物啊！看其模样，估计才只有18岁左右，比秦如月还要小，但却已经抵达这般境界。可以看出，此人的天赋同样极其惊人啊！唰，居高明一步之下，竟是在原地瞬间消失，空气之中传来一道急促的破风之声。等到下一秒，后者的身形便是犹如鬼魅般出现在了陈峰的身前，五指成拳，一拳狠狠地轰向了陈峰的胸膛而去。那犹如洪水般的强大爆发力，没有丝毫的收力，显然后者一点都没打算留情。见状，陈峰竟是站在原地不动。放弃抵抗了吗？居高明眼中露出一抹讥讽，拳风没有停滞，反而以更加狂猛的姿态轰了过去。就当那拳头即将落至陈峰胸膛3寸距离时，后者身形陡然动了。只见的后者脚步微微一个倾斜，竟是以一种极为刁钻的角度避开了他的拳风，旋即五指成掌，澎湃的金光灵力在指尖跳动，携带着极端霸道的波动，一掌轰了过去，好快！居高明心底猛得一惊，仓促之下，他只能以另一只手臂迅速地挡在了胸口前。砰！沉闷之声响彻，整个灵宝阁都仿佛微微一个震颤，居高明的身躯瞬间被轰退了出去，踉跄地倒退了10几步，
最后撞在了身后的墙壁上。身后的墙壁甚至被撞裂出来，一道道肉眼可见的蜘蛛网裂纹迅速扩散，而居高明的嘴角更是有着一丝血迹流溢而出。这一刻，全场落入死一般的寂静之中。刹那间，全场变得落针可闻，所有人的眼神都死死地瞪着那灰头土脸模样的居高明。再看看不远处风轻云淡的陈峰，过了许久，一道道抽冷气的声音便是在灵宝阁内迅速地传遍开来。这怎么可能？中年老板正在了原地。宁海境一重天与八重天的高手对战，仅仅只是一招就把一个宁海境八重天的高手给震退了。这是什么概念的越级战斗啊？即便是天赋异禀的天才之人，也只是越一重天，而像秦如月、陈天狼这些万古天才，也最多只能越三重天对敌而已。而陈峰足足跨了七重天。七重天啊！这家伙直跨七重天战斗，并且还占据了上风，这是什么深不可测的实力？不仅仅只是中年老板，此刻就连灵宝阁内的众人都张大了嘴巴，眼中布满了难以置信之色。他们都感觉世界都变得有些不真实起来。这个小畜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陈鸿生咬牙切齿，一脸的难以置信。此刻，那一只脸颊覆盖着冰霜的秦如月都忍不住美眸微微睁大起来，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切。居高明的实力他是知道的，乃是一个天纵奇才，否则的话也不会被剑皇大人收为徒弟。他虽然年轻，但实力已经达到了宁海境八重天了，在皇城之中，不知有多少同辈之人被他踩踏在了脚下，而现在居然反而被一个废物给击退了。这小子肯定是用了什么不入流的卑鄙手段了。秦如月银牙微咬，心中暗道，若是堂堂正正的打，陈峰绝对是在居高明手中走不过三招的。江阴美眸之中同样透出一抹震惊之色。远处，居高明狼狈地站了起来，脸上满是一种阴沉。他咬着牙，眼神犹如一头毒蛇般盯着陈峰。小杂碎，我非宰了你不可！他堂堂宁海境八重天的高手，居然被一个废物给打退了，这简直就是一个耻辱！轰！顷刻间，一股更加狂暴的火红灵力，便是犹如滚滚潮水般爆发而起，大地在其脚下被其震裂，后者的整个身躯突兀的犹如一头猎豹般冲了上去。见状，陈峰站在原地依旧不动。这时，一道绝美的倩影忽然挡在了陈峰的身前。呵！只听得一道娇喝声响彻，化象进八重天的气势爆发了起来，顿时形成了一股强横的罡风，横扫了出去，将居高明的身躯给狠狠震退。不过他并没有打算要伤害居高明，仅仅只是将他给逼退回去。但饶是如此，一个化象进八重天的强者，仅仅只是一道气势就足以让居高明伤得够呛。江小姐，你什么意思？居高明抬起头来，脸庞气得涨红，双眼之中更是攀爬着血丝，厉声低吼道。江阴的突然出手让得有些始料未及，不仅仅是他，就连远处的秦如月见到这一幕时微微一怔，有些不明所以。江阴怎么会站在陈峰那边？江老师，您这是？秦如月出声询问，满心的疑惑。秦如月，居高明，你们两个收手吧。江阴好心相劝。陈鸿生脸色难看，出声道：江小姐，你是不是受到这小畜生什么要挟了？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要为他出头？之前是在陈家之内，现在又是在灵宝阁内，甚至不惜得罪秦如月与居高明两大天才，也要站在陈峰那边去。他实在想不通，这江阴脑子里都装的是浆糊吗？一个傻子有什么好护的？江老师，您是不是受到他什么威胁了？秦如月也问道。这是属于我个人的私事，与云海学府无关，与我背后的家族也无关。陈峰，今日我保定了，谁动他就等于对我动手。江阴脸颊冰冷，一字一句的道，表明了立场。我们走。陈峰的眼眸冰冷的盯了一眼居高明与秦如月，便转过身朝着灵宝阁之外而去。板儿迅速的跟了上去。至于江阴，则是美眸看了一眼秦如月，两女四目相对，秦如月满眼的不解，更多的是一种无言的质问。她想让江阴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解释他只是受陈峰的要挟之类的，这样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将陈峰斩于剑下，不会让他有任何得逞的机会。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江阴没有多做解释，美眸只是看了一眼秦如月，转身就跟在了陈峰的背后离开。灵宝阁内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全都一脸疑惑，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在蛮山镇傻了17年的废物，今朝今日竟会让那皇城的江家大小姐如此甘心地做一个追随者。陈峰，你究竟是用了什么手段，把我老师都给蛊惑住了？秦如月悄然攥紧了拳头，心中对陈峰愈发憎恨起来。他实在想不通，在江阴来到这蛮山镇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离开了灵宝阁，陈峰诧异地看向了江阴而来，没想到你刚刚会出手。他原本以为
江阴只会在那里冷眼旁观，毕竟一直以来，只有等陈峰主动开口，江阴才会帮忙的。这次倒是一个例外，江阴没好气地白了陈峰一眼：“你若是被人给打死了，那我岂不是要在2年后陪你一起去死了？”哈哈，放心，我没那么容易死。陈峰笑道：“那你什么时候帮我治病？”江阴问道。“等5天之后，挑战赛结束，我就帮你治病，到时候便还你自由，如何？”陈峰道。江阴有些错愕，他原本还以为陈峰会抓着他这个救命的把柄，让他在身边多待一会呢。毕竟有一位画像尽8重天的高手保护，可不是谁都能拥有的。却没想到陈峰居然没有再像之前那般糊弄过去，而是给出了5天的短暂期限。好，江阴微微一笑，心底似乎也有些欣喜。但过了一会，他又挑了挑黛眉，凝重地问道：“对了，5天之后你有把握吗？”对方可是剑魂灵根，放眼整个宁国，除了剑皇大人与秦如月之外，他是仅有的第3位。陈峰背着一柄血剑，沉吟了一会，便神秘一笑：“谁知道呢？”江阴错愕了一下，旋即无奈一笑：“你这回答这么敷衍的吗？”陈峰摇了摇头，没有再对此事做回答，深邃的眼眸遥望向夜空，那点点星芒闪烁时，仿佛有着某种光辉洒在了少年的清秀的脸庞上，干净而又多了几分内敛的锋锐。江阴看着陈峰此刻的状态，微微一愣，不知为何，他觉得现在的陈峰与之前相比较，好像变得有些不太一样了，那一抹冰冷与狂傲，好像对他收敛了很多。是因为我刚刚的出手吗？江阴有些疑惑。走吧，回去了。陈峰摸了摸江阴的小脑袋，迈开步伐向客栈的方向走去。江阴缓缓回过神来，空气中仿佛还弥留着少年那淡淡的薄荷味道，少女娇俏的脸颊渐渐掠上了一抹红晕。喂，你干嘛摸我头啊？江阴反应过来，脸颊涨得有些羞红。这小混蛋现在居然还敢调戏自己了，真是越来越大胆了。不过在骂着的同时，他嘴角竟是有着掩盖不住的笑容。他能够感受得出来，陈峰对他的态度确实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至少不再那么冷淡了。5天的时间稍纵即逝，而这5天时间里，陈天狼设下生死挑战赛的事也在盐城之中越传越广。那些知晓了此事之后的无数天才，全都心底亢奋起来，一个个跃跃似的准备挑战陈天狼。只要能够将陈天狼给踩下去，他们就能一战成名了。毕竟那可是觉醒剑魂的绝世天才啊！只有在他刚觉醒剑魂，还未真正将剑魂灵根的潜能挖掘出来之时，才有机会打败他。若是给他一定的时间，恐怕其他人就没有踩他的机会了。而在这5天时间里，陈峰也几乎没有再出过客栈的门，开始潜下心来修炼。至于江阴，也没再去打扰他。为了保证陈峰在这段时间内的绝对安全，他也没有修炼，而是几乎每天站在了陈峰的房间门口，替他守护着。当第6天的炽热阳光洒向整座盐城时，这座安静许久的大城市终于燃起了一些火爆的气象。这100年以来，已经许久没有人敢在盐城设立生死擂台挑战赛了。而这次作为剑魂灵根的陈天狼摆下生死擂台，也受到了盐城各方势力的重视。以陈家的财力，要想在盐城建造一个巨大的擂台，还是不成问题的。再加上有着城主府的出面，这座擂台仅仅只是在5天时间内就建造完毕。放眼望去，这座庞大的城市，数不清的人群尽数朝着城中心的方向赶去。在那里，正有着一大地域辽阔的巨大广场。在一大早的时间，这里就围满了无数人影。从高处望下去，那等攒动的人头数竟是多达上万。而在这座广场的附近，许多高大的建筑物上还站立着无数道身影观看。各种议论声、沸腾之声汇聚在了一起，形成了一股相当火爆的现象。而在广场最前端之处，则是设立着一个个高台，盐城的大势力几乎齐聚于此。看来这陈天狼是打算借着这次的生死擂台赛造势一波啊！在当年，也唯有那位惊才绝艳、万古不出的北玄剑帝，一路打着擂台，挑战无数天才，走上了一条无敌路。这陈天狼估计也是想效仿他，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无敌路。但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这一切了。毕竟不是谁都能像北玄剑帝那般天纵奇才。在那一片片喧哗声之中，城主目光望向了下方的人山人海，心生感叹：若是真的让陈天狼在今日无敌，恐怕真的谁也挡不住陈家崛起之路了。在高台的中心，陈天狼身穿一件青色长袍，一把青色的长剑背在了身后，剑身如青檀，在那烈日之下闪烁着熠熠光辉，看得出来，这同样是一把品阶不凡的上等宝器。除了陈天狼之外，身旁还站着陈天海以及陈洪生等诸多长老。列祖列宗在上，我陈家终于出了一位万古天才了。从今日开始，我陈家将走上一条辉煌之路。陈洪生朝着天空恭敬一拜，接着眼神便充满希冀地看向陈天狼而来，笑道：好孙儿，今日是你的首秀，对于一切外来敌，你都不用留手，只管杀。你要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无敌路。闻言，一旁的诸多长老皆是点了点头，
这生死擂台赛本就是生死自负，赶上台就要做好赴死的准备。陈天狼微微一笑，赶上台，我自然是不会留手。大长老满意的点了点头，居高明也站在了他的身边，笑道：师弟，如今剑皇大人已经收你为徒，你今日即便是杀穿了盐城所有天才，也不必担忧他们背后势力的报复，有剑雨阁在，哪怕是再强的势力，我们剑雨阁也没在怕的。我明白。陈天狼淡淡一笑。人群之中，秦如月美眸看了一眼这片巨大的广场，在察觉不到陈峰的身影后，便是冷冷一笑。这陈峰说要来挑战陈天狼，结果现在连冒头都不敢了吗？闻言，居高明笑道：如月师姐，你也太高看那个废物了，在这万众瞩目之下，他若是敢上台，只怕是一剑之间他就得人头落地了。我猜他现在估计已经去找某个城市小角落躲起来了吧。秦如月笑了笑，说的也是，我终究还是太高看了，说到底他也只是一个废物罢了。广场之下汇聚而来的人群没有一丝减少，反而越来越多。终于等到时辰已到，城主也从高台之处走了出来，目光环视了一圈这广场上齐聚的上万人，笑道：今日是生死擂台赛，凡是上台者，生死各安天命，凡30岁以下有胆量者，均可上台挑战。现在生死挑战赛正式开始。咚！在城主的话落下时，一道钟吟之声便悠悠地响彻在了这天地之间。陈天狼一跃而下，站在了这四方形的擂台之上，背着长剑，嘴角噙着一抹淡淡的笑容，孤傲地面对所有人。我来！顿时间，已经有人按耐不住，一冲而起，跳上了这擂台。这是一名虎壮的青年，手握一对几乎重达100斤的大铁锤。剑魂之体啊，老子若是能把你杀了，恐怕将会扬名整个宁国了吧。虎壮青年舔了舔嘴唇，眼中有着高涨的战意，抱了抱拳道：在下王阳，特来请教。不用告诉我名字，因为将死之人的名字我是记不住的。陈天狼轻蔑一笑。轰！虎壮青年不多废话，雄浑的灵力从体内释放出来，旋即脚掌猛地一踏擂台，身躯便是犹如猛虎般暴掠而出。那等灵力竟是达到了宁海境4重天了。他的速度极快，仅仅只是在一会间的功夫就横跨数百米，抵达陈天狼的身前，双锤如山，狠狠地朝着陈天狼的脑门便砸了下去。然而陈天狼自始至终都没打算拔出身后的剑，见到被这般轻视，虎壮青年脸色也是阴沉得很难看，对方实在太狂妄了。然而就当那双锤即将落至陈天狼脑袋上时，却见后者一步微移，竟是以一种刁钻的角度避开了他的攻势，旋即双指并取，暴刺而出，当场贯穿了对方的喉咙而过。噗嗤，鲜血喷洒，溅落擂台表面。虎壮青年捂着喉咙，只见得张大了嘴巴，渐渐地栽倒在地。一击毙命，就这实力也敢来挑战我，不自量力！陈天狼走了上去，一脚踢出，将虎壮青年的尸体踢落这擂台。呀儿！台下一名中年男子悲痛落泪。这一刻，全场大惊，原本沸腾喧哗的广场一下子都变得有些寂静下来。一招之间，一名宁海境4重天的强者就被秒杀了，甚至连身后的剑都没有拔出来。陈家的这名天骄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了吗？下一个！陈天狼冷声道。刹那间，现场立即变得有些肃静起来，因为刚刚的画面已经对现场造成了一番震慑了。谁也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强到这种程度了。过了片刻，人群之中，一名身穿玄色衣袍的青年咬了咬牙，猛地跳了上去。在下雷仓，前来请教。玄衣青年抱了抱拳。我说了，将死之人的名字我是记不住的。陈天狼冷笑道。这等狂傲的姿态，直接令得场下再度响起了一阵哗然之声。闻言，玄衣青年面色不动，一杆银色的长枪从身后拔了出来，不再废话，身躯暴冲而出，犹如雷霆般的灵力爆发而起，枪如游龙，朝着陈天狼的方向贯穿而出。那等波动竟是达到了宁海境6重天，比起刚刚那名虎壮青年竟是强大了太多。然而面对着那雷霆长枪的袭来，陈天狼依旧没有拔剑，依旧只是双指并取，暴刺而去。当枪身与双指碰撞，火花闪烁，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玄衣青年的枪被陈天狼的双指挡住之后，竟是在南近半分距离，依旧只是废物而已。陈天狼冷笑，变指为掌，猛地扣住那杆长枪，旋即数步上前，一拳朝着对方的心脏之处轰了过去。玄衣青年脸色大变，等到他想躲避之时，已经来不及了。砰！轰鸣巨声响彻，玄衣青年当即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整个身躯倒飞而出，跌落到了擂台之外，心脏破碎，同样当场毙命。擦儿！场下悲痛之声再度响起。这一刻，全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强！
太强了！谁也没想到，即便是宁海境6重天的强者，依旧在对方手中走不过3招。之前所有人都预测到陈天狼会很强，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陈天狼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了，堪称绝世妖孽啊！下一个，陈天狼继续喊道。然而这一刻，全场的气氛都陷入了死寂之中。那些之前还跃跃欲试，准备踩踏着陈天狼、扬名整个宁国之人，全都身躯哆嗦了一下，不敢再上台。下一个，陈天狼继续喊道。依旧是全场寂静，上万人的广场竟是没人再敢上去挑战，连上台都不敢，就这点胆量也敢踏足武道，真是一群窝囊废物。陈天狼撇了撇嘴，毫不忌讳地嘲讽道。场下诸多武者全都攥紧了拳头，心里感到万分的憋屈，这种被人指着鼻子骂的滋味并不好受，但依旧是没人上去挑战。还有人吗？上来啊！偌大的盐城，连个有胆量的人都没有了吗？就你们也配说自己是武者吗？陈天狼再度大喊道。场下依旧寂静，真是一群只会叫嚷的垃圾。陈天狼冷笑道。高台之上，站在城主身边的一名少女，脸颊涨红起来，震怒至极。她也是盐城的一份子，如今被人这么辱骂着，她心里同样有些憋屈。很快的，她娇躯微动，就要冲下去，却被城主拉住，冲她摇了摇头。不要下去，你打不过她。少女涨红了脸，握紧了手中的剑，但却无可奈何。还有人敢上来吗？妈的，老子设立一个生死挑战赛，连剑都没动用，你们就一个个吓得不敢上来了。早知道老子连擂台赛都不用设立了。一群懦夫！陈天狼依旧在叫嚣着。场下所有人都气得脸色涨红，陈天狼会这般羞辱人，他们也是没有料到的。这家伙简直已经目中无人了。我来！忽然人群之中一道低沉之声响彻而起，刹那间所有人的目光全都向声音的来源方向望去，只见得一名身穿淡蓝衣衫的少年身影缓缓从分裂开来的人群之中走了出来，与陈天狼一样，他身后同样背着一把剑，在他的身边跟随着一名容貌惊为天人的绝色少女，还有一名不过16岁左右的小丫鬟。陈峰。在看到这道身影出现时，高台之上所有陈家长老都是微微一愣，接着陈洪生脸上就露出一抹狂笑。这小杂碎居然真的敢来，看来都省得老子派人去追杀了，自己就已经送上门来寻死了。人群之中，陈峰背着一支剑跨步而来，从容不迫，丝毫没有因为刚刚陈天狼的大杀四方而有丝毫的心生胆怯之意。高台之上，城主目光灼灼地看向陈峰，这就是陈家那个傻子吗？看着不像啊，这份气魄就已经不是普通人所能拥有的了。在他身后，城主的女儿周潇潇眼中也同样露出惊异之色，就单单是这份气魄，就远非之前其他挑战者所能比拟的了。可惜了，陈家虐待他太多次了，不然的话，有着陈峰与陈天狼2大天才坐镇，这陈家崛起之路是铁板钉上的事。众多家族的族长都摇了摇头。如今陈家2大天才内斗，无论是陨落了哪一方，对于陈家而言都是一个不小的遗憾啊。只是陈洪生却不这么想，在看到陈峰的到来后，他笑得嘴角都开裂了，眼中有着强烈的报复杀机，立马朝着下方的巨大擂台大声喊道：天狼，别让他那么容易死，先把这小子的4肢砍断，我要让他跪在这擂台之上，给陈雪与陈修忏悔，他要让陈峰当着这上万人的面受尽屈辱而死。陈天狼眼中露出一抹嗤笑，给陈雪与陈修2人报仇，他可没那份心思。不过让陈峰4肢尽断，跪在擂台上，这倒是一个好主意。陈天海眼神颇为复杂地看着陈峰，眉头皱了皱，不知在想着一些什么。少爷加油！宝儿在一旁鼓舞道。陈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淡淡一笑，便是脚掌一蹬，跳上了擂台。这一刻，全场的气氛再度被推向了一个高潮，沸腾之声响彻天地。跟其他人不一样，作为陈家的一份子，我会好好招待你的。陈天狼盯着陈峰，嘴角展露出一抹阴森的笑容。你还是别笑吧，你笑起来挺丑的。陈峰认真的道。陈天狼微微一愕，接着脸庞就变得狰狞起来。我会把你这嘴给撕烂的，希望你有这个本事。陈峰道。擂台之上，2人对峙着，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起来，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了过来，眼中满是一种期待。陈天狼刚把2个宁海境的强者给斩杀了，这时候还有人敢上去挑战他，这人不是蠢，那就是有绝对的实力底气了。人群之中，2个老者忽然拨开人群，急匆匆地钻入到了内围之中。身穿青袍的男子来到了江英身前，江小姐，我找你找得好苦啊，你说帮我引荐的那个丹方之人怎么都没有给我引荐啊？江英有些诧异地看着眼前这名老者，这人他已经不陌生了，正是之前在醉宝楼拍卖场内见到的4品炼药师魏墨。魏墨大师，您怎么会在这里？江英也有些错愕。
旋即，他看了一眼魏墨身旁的另一个老者，这名穿着一件白衣，白须飘飘，竟是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气质。他与魏墨比较，相对而言要年轻一些，不过50岁左右。我这不是来找你吗？对了，那个提供单方的人到底是谁啊？魏墨焦急地追问道。这几天，魏墨一直在等着江阴的答复，却没想到江阴后来一次都没有再去过醉宝楼了，简直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若非是他来到了这广场，被人注意到，恐怕他也发现不了。江阴有些懵逼，之前陈峰拒绝与魏墨的见面后，他就把这件事抛诸于脑后了，却没想到魏墨到现在还在惦记着呢。那张单方的主人到底是谁啊？江小姐，您快点告诉我吧。魏墨急声道。能够拥有当年北玄剑帝单方之人，他太好奇了，他严重的怀疑那人是不是得到了北玄剑帝的传承了。江阴犹豫了一下，便指向了擂台上的陈峰而来。诺，他在那。是他。魏墨与身旁的老者同时神色一惊，这小子看起来也太年轻了点。这下坏了，这小子怎么跑到生死擂台上去了？魏墨焦急起来。轰！擂台之上，陈天狼不再废话，雄浑无比的灵力便是从体内爆发了出来，滚滚青光，璀璨耀眼至极。下一刻，他的身躯便是犹如一头青狼扑食般暴冲而出。对于陈峰，他没打算用剑，因为他不配青光闪烁过擂台，仅仅只是顷刻间，后者便是抵达到了他的身前，双指并取，青光缠绕，携带着凌厉无比的劲风，暴刺向了他的肩膀而去。他要先折断这小子的四肢。急促的破风声响彻而来，陈峰面无表情，身体威胁，以一种极快的速度避开了他的攻势，接着右手五指摊开，璀璨的金光在其掌心之中汇聚，一掌便是对着对方的胸膛轰了过去。见状，陈天狼眼瞳猛地收缩，他远远没想到陈峰居然能够看穿他的攻击路线。不过陈天狼的反应也是同样极快，另一只手快速探出，一拳轰了出去。砰！狂暴无匹的青光与那雄浑的金光同时炸裂了起来，在擂台上重重相撞，沉闷之声响彻，两人的身躯同时狠狠一颤，大地寸寸崩裂，一股股狂风顺着擂台的表面席卷了出去，尘烟滚滚，让得下方所有人都看呆了眼。小杂碎，挺有能耐的，看你能挡下我几招。陈天狼脸色露出一抹阴狠，忽然展动身躯，一记腿鞭在那青光的包裹之中，犹如化身为一把锋利的大刀般，对着陈峰的方向便横扫了过去。陈峰没有躲避，而是同样身躯展动，腿鞭扫出。砰！双腿碰撞，轰鸣巨声再起。接着两人便再度变招，只见的陈天狼青光源源不断地从体内爆发了出来，灌注在了双腿之上，身形掠出，移形换影，竟是快得让人看不清他的动作，速度好快。场下众多围观之人皆是发出一道惊呼之声。陈天狼修习的功法乃是清风狼诀，这是陈家之内的上等功法，本就以速度著称，再加上如今后者剑魂灵根觉醒，速度再度暴涨了数倍。现在只见他全力施展之下，身躯竟是犹如鬼魅般在擂台之上穿梭起来，围观之人也仅仅只能看到他的一道道残影罢了。而他则是借助着这种速度的优势，在刹那间便爆发出了最为猛烈的攻势。砰砰砰！擂台之上青光涌动，那肉眼无法捕捉的模糊身影连连爆发出了阵阵狂暴的波动，拳、脚、肘、膝尽数化为最为尖锐的利刃，夹杂着强悍的劲风，铺天盖地地对着陈峰的方向笼罩而去。这一刻，下方所有人脸色都变得凝重起来，谁也没想到陈天狼除了在剑道上有着惊人的造诣之外，在这武道之上同样拥有着极为不俗的战力。然而陈峰眼神微凝，脚掌连连在擂台之上点踏，他的速度虽比不上陈天狼，但却仿佛拥有着与生俱来的妖孽战斗经验，只要对方一出招，他就能够预测到对方进攻的路线，并及时的躲避开来。刹那间，擂台之上两道身影一前一后疯狂的追逐着，激烈的交战在了一块。片刻之后，整座广场的所有人便爆发出了一股惊天动地的哗然沸腾之声。怎么回事？陈天狼的招式都被看穿了。众人惊呼出声，他们震惊地发现，无论陈天狼的速度与招式如何凶猛，陈峰依旧云淡风轻的接连避开。在经过一番激烈的交战后，陈天狼却是连陈峰的衣角都没能触碰到。该死的小杂碎，这怎么可能？高台之上，陈鸿生瞪大了眼瞳，满是一种不可思议。不仅仅是他，就连在场诸多武道家族族长都怔住了。怎么回事？怎么感觉这就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陈天狼的任何招式都没有作用了。哗然之声响彻不停。擂台之上，陈天狼也发现到了这一点，无论他的攻势如何猛烈，陈峰总是能在最为关键的时候避开，因此看上去陈峰虽然狼狈，但却没有受到一丝的损伤。该死的家伙！陈天狼气的脸色涨红起来，双拳一握，
澎湃的战力在此刻爆发到了绝巅。当即，陈天狼再度一掌打了过去，那汹涌的青光凌厉，竟是在一瞬间速度暴涨了数倍有余。陈峰眼神冷冽，一拳同样轰了过去。砰！拳掌相碰，璀璨的金光与青光同时在擂台之上闪烁了起来，犹如两轮烈日般耀眼至极。滚滚气浪呈现环形状的招擂台四周铺卷而出，掀起数丈尘烟。而陈峰与陈天狼的身躯同时被狠狠地震退了出去，两人脚步踉跄地倒退了10数步，方才稳下了身形。这一刻，陈天狼脸色阴沉到了极点。看来你没我想象之中的那么强啊。陈峰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淡笑道：小杂碎，我宰了你。陈天狼脸色狰狞的犹如一头野兽般，脚掌一跺擂台，只见的大地直接被其震裂开来。接着他身上的气息竟是在此刻层层暴涨，转眼之间便是抵达到了宁海境9重天。轰！狂暴无匹的青色灵力形成滚滚潮水般，沿着擂台的表面肆虐了出去，扩散到天地之间。这一刻，全场所有人大惊失色，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陈天狼在觉醒剑魂之后，实力成长的居然如此之快，居然已经达到宁海境9重天了。他才20岁左右啊，简直是绝代天骄了。看到了吗，小杂碎，这就是你与我之间的差距。陈天狼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陈峰望着那倾力施展的陈天狼，嘴角微微一抿，眼神瞬间冷冽起来。他脚掌一踏大地，只见的擂台凹陷下去一个浅坑，雄浑无比的金光凌厉便是层层爆发了起来，转眼之间就抵达宁海境1重天。卧槽，这小子才仅仅只是宁海1重天，尼玛，我还以为这家伙的境界有多强呢，没想到才仅仅宁海境1重天。擂台之下的不少人哄笑起来，然而下一刻，他们脸上的笑容则是渐渐的凝固起来。等等，我怎么感觉有些不太对劲的样子？这家伙才仅仅只是宁海境1重天，难不成这家伙刚刚一直在直跨8重天越级战斗吗？卧槽，疯了！他刚刚在直跨8重天越级战斗，尼玛，真的是疯了！居然有人直跨8重天在越级战斗，操！能确定他是一个人吗？在感应到此刻陈峰所爆发出来的境界，全场轰动了。在这宁国之中，也不是没有越级战斗的天才，像之前的秦如月就曾在皇城之中以宁海境3重天越级挑战宁海境5重天的强者，直跨2重天，但那一战也是打得万分艰难，方才取胜的。而就是这一战，也让他扬名皇城之中。可是现在，这家伙在直跨8重天啊！8重天的差距是什么概念？这就相当于一个带刀的成年人去欺负一个7、8岁的小孩子啊！这家伙刚刚一直都是以宁海境1重天与陈天狼拼得不相上下的吗？直跨8重天，真的有这样的人吗？沸腾之声几乎响彻了整个广场。高台之上，就连城主都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猛地站了起来，眼中充斥着难以置信之色。身后的周潇潇也是张大了嘴巴，震惊得无以言表。这怎么可能？秦如月美眸都瞪大着，感觉眼前的事实如此的梦幻。他经历过越级战斗，并且还是直跨2重天，就已经被称为绝世天才了。可是现在，陈峰这家伙居然在直跨8重天啊！之前在灵宝阁之内，他还以为陈峰之所以能够震退居高明，只是动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而已。但现在看来，这家伙是实打实的在直跨8重天战斗。这混账家伙怎么可能变得这般厉害了？陈洪生状若癫狂，不敢置信的狰狞出声。擂台之下，魏墨与江阴等人也同样怔住了。直跨8重天的万古妖孽，这家伙他妈的确定是个人？早知道你这么变态，我在灵宝阁就不用替你挡人了。就这妖孽的跨级战斗能力，我还帮你挡个毛线啊！江阴都忍不住激动起来了。高台之上，诸多家族的族长都脸色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直跨8重天战斗，并且还能落于不败之地，这家伙简直是个万古不出的绝世妖孽啊！想不到在老夫有生之年，竟是还能见到这种万古不见的绝世天才，当真是可怕。他到底是动用了什么手段了？蕴含着震撼之色的议论声此起彼伏地响彻开来。擂台之上，陈天狼也渐渐地回过神来，他这才想起来，这家伙1个月前还只是一个傻子而已，这仅仅只是过去5天时间而已，就已经能够与他打得不相上下了。这岂不是意味着陈峰已经间接性的把他这个剑魂灵根的绝世天才给踩踏在脚下了？不，我不相信，我绝不相信！陈天狼瞪大着眼瞳，状若癫狂，一股无法形容的滔天杀机爆发起来。若是不在这里斩杀了陈峰，恐怕今日之事将会成为自己的心魔了。刹那间，陈天狼的身躯便是再度暴冲而上，狂暴无匹的青光凌厉尽数爆发开来，速度暴涨了数倍。只是眨眼之间就冲至陈峰的身前，数拳猛地轰了出去。青狼罡拳，
低吼之声响彻，席卷而出的青光凌厉之中，竟是夹杂着一丝狼嚎之声，残影交错，空气仿佛被层层碾爆，声势骇人。陈峰深邃的眼眸之中倒映着那呼啸而来的强横权力，身躯微倾，以一种极为刁钻的角度避开了那数道拳影，旋即一指探出，金光缠绕，犹如化为一把凌厉的钢枪般点在了那一道残影之上。砰！一道闷声响起，无数的拳影全都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一道身躯有些踉跄的倒退了10数步，在其肩膀之处，衣衫已经破裂，一滴滴嫣红的鲜血滴落，显然是被陈峰之前那凌厉的一指所伤。巨大的广场之上顿时变得死寂下来，无论是高台上的各大家族族长，又或是下方之处的所有围观之人，全都一脸震惊之色，显然是没有想到攻势如此猛烈的陈天狼居然会被陈峰所伤。小杂碎，我真是小看你了。嫣红的鲜血滴落，迅速在擂台表面上晕开，狂风渐渐平息下去。陈天狼缓缓抬起头，那张原本狰狞可怖的脸庞渐渐的趋于平静，只是那黑色的眸子之中有着一抹极致的冰寒。这一战给了他太多不可思议之事了，直跨8重天，这家伙居然还拥有着如此恐怖的战力。楼主，您能看出什么问题吗？忽然擂台之下的魏墨眼神微微眯了眯，视线完全锁定在了陈峰身上，问道。在他身旁的那名白衣老者脸色同样变得凝重起来，这场战斗简直就像是一名顶尖的武道至强者在压低着自己的境界与一名宁海境的小鬼战斗。我也有这种感觉。魏墨点了点头，认同了这个看法。他们两人都是炼药师，所以感应力与眼力劲都比其他人要强大太多了，自然能看出些许端倪。陈峰的战斗经验太强了，而且那等眼力简直与陈天狼不在一个档次上的，所以即便是境界低，但也足以让自己落于不败之地。不过你可别忘了，陈天狼是剑魂之体，从刚才到现在他还没动用过剑术呢。白衣老者凝重的道。被白衣老者这么一提醒，魏墨这才想了起来。对啊，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那家伙还是一个剑修呢。少爷好像快赢了。人群之中，宝儿见到陈天狼被连连打退，脸颊露出激动狂喜的神色。江阴却摇了摇头，凝重的道：不，还没有。没人比他更清楚一位觉醒剑魂之人有多么强大的，因为他的学员秦如月就是一位剑魂灵根拥有者，所以对于剑魂灵根的可怕之处，他是最清楚不过的。刚刚只是热身而已，现在才是最为关键的生死之战啊！江阴言语之间都变得沉重起来。广场之上，原本哗然沸腾的人群也渐渐变得安静下来，一双双带着震撼与凝重的眼神尽数盯向了擂台之上的陈天狼而去。只见的擂台之上，陈天狼抬手缓缓擦去了嘴角的血迹，那原本阴沉的脸庞变得平静下来。你真以为你已经赢定了吗？陈天狼抬头看着陈峰，眼中渐渐展露出一抹戏谑之色。罢了，本来这张底牌是打算留着斩杀皇城之中的各大天才时才动用的，现在只好先拿你来祭剑了。陈天狼冰寒的道，只见得他的手渐渐地放在了身后的剑柄之上，唰，剑身拔出，一抹凛冽的寒芒在阳光之下展露了出来。剑一出，现场所有的兵器都仿佛在隐隐颤抖着。剑约4尺，剑尖如雕虎，一道道黑白相间的虎纹缠绕在剑身之上，玄秘至极。寒芒闪烁，在那一缕缕金色耀日的折射下，映照着刺眼的锋芒。空气都仿佛要在他的剑锋之下被割破，呼啸而来的狂风渐渐地发出一阵阵呜呜风声，好像是风鸣，又像是剑鸣。这是灵虎剑，已经达到了人阶上品的等级，放眼整个宁国之中，都算得上是一把不凡的名剑了。终于打算用剑了吗？这一刻，全场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起来。一位觉醒剑魂灵根的天才，真正可怕的并非是他的武道之力，而是在他的剑术上，凡是拥有着这种灵根之人，都对剑道拥有着超乎常人的超强领悟力，一点就通。就像当今宁国最强的剑修剑皇萧时雨，他本身就是觉醒了剑魂之后，方才一路崛起的，成长到如今宁国剑道第一人。这场战斗现在才仅仅只是开始而已。高台之上，陈鸿生嘴角掀起一抹森冷的笑容，他相信，除非是秦如月这些天才出手，否则的话，今日将没有任何一个年轻一辈中人能够挡得住陈天狼的剑。师弟，就让对方看看我们剑魂之体的强大之处吧。秦如月脸颊露出一抹骄傲之色，全场变得肃静起来。无论是高台之上，又或是擂台之下，所有的目光都变得灼热起来，像是不敢错过任何一个细节般，死死地盯着擂台之上的陈天狼。能有机会见识到剑魂之体的天才用剑，将会是一场难得的视觉盛宴啊！若是能够在这场战斗之中捕捉到一些剑术上的动作，都足够让他们受益匪浅了。这也是为什么这场擂台战会汇聚而来这么多人的原因。观摩战斗，并且学习其中的剑道经验。狂风在擂台之上吹刮着，
擂台表面的一些尘烟渐渐被掀起，而在那狂风的肆虐之中，陈天狼眼神仿佛凝成一条缝，他并没有着急动手，而是身躯微弓，将剑放在腰间，做出一种拔剑的怪异举动。轰！宁海禁酒重天的雄浑灵力从他的身躯之内爆发了起来，周身呼啸而过的狂风竟是渐渐地变得更加凶猛起来，好似要将整个擂台都一起吹走。轰轰！璀璨的青光笼罩着陈天狼，大地在他的脚下一点点地开始崩裂，灵力如虹，而陈天狼身上的气息也在层层暴涨起来。只是那一剑迟迟没有拔出，空间仿佛都在这一刻渐渐凝固。这一刻，所有人都不知为何感觉胸口一阵莫名的堵闷，一种莫名的压力从擂台之上席卷了过来，竟是让全场之人都感觉身躯变得沉重了不少。这家伙，他在凝视。高台之上的那些武道家族族长率先发现到了一些端倪，脸色立马变得惊骇起来，震惊出声。这怎么可能？难不成他已经领悟到剑士了吗？他才几岁啊，就已经会凝聚剑士了。这一刻，就连盐城的城主都忍不住身躯颤抖着，攥紧了拳头，眼中有着浓浓的难以置信之色。身后的周潇潇更是小嘴张大，眼中充斥着不可思议。剑士，他居然在凝聚剑士！擂台之下，全场爆发出沸腾之声，那一张张面孔之上都有着无法言表的骇然。剑道一途一共分为好几个层次，剑士、剑意、剑域，能够凝聚出剑士之人，已经是真正的踏入剑道行列，成为一代大剑修了。而能领悟出剑中之意，则是剑道宗师了。像当今宁国绝代天骄三皇子，就已经领悟出剑意了，成为一代宗师。至于更强的剑域，则是被尊称为剑皇了。凡是能够到达这种层次的，都是足以横扫剑道中人了。此乃剑中之皇，整个宁国之中，也唯有萧时雨一人达到这种境界。这三大剑道境界又划分为3个小层次：小成、大成、大圆满。放眼整个宁国，剑修不计其数，可真正能够领悟剑士，成为大剑修的不超过100人。那些人几乎都是30-40岁，有的甚至50-60岁才艰难地领悟到剑士。可是现在谁也没想到的是，陈天狼今年才20岁而已，就已经领悟到剑士，跨入大剑修的行列了。这等天赋简直堪称天骄啊！全场震惊之声响彻不停，而在擂台之上，陈天狼的凝视还未停止。轰轰！更加狂暴的青光灵力从其体内释放出来，而他从他身上释放出来的剑压也在层层攀涨，没有丝毫停止。1层、2层、3层，青石所铸成的大地竟是在此刻寸寸断裂，犹如蜘蛛网般的裂缝一直延伸到了擂台的尽头。那种呼啸着的狂风更加猛烈，剑压在稳定而持续地提升着。擂台之下，所有围观之人都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兵器在颤抖，仿佛是在膜拜般，就连江阴脸颊都不由得变成凝重起来，惊叹出声。这股强大的剑压恐怕已经达到了大成了吧？剑魂之体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了吗？忽然江阴似是想到了些什么般，立马回过神来，大喊道：陈峰，快动手，别给他机会啊！这么一喊，全场之人这才反应过来，大剑修在凝视的过程之中是可以被打断的，若是等到对方把剑势完全凝聚到巅峰，到时候再动手已经迟了。少爷，您赶紧动手啊！宝儿也焦急地喊道。剑士吗？然而面对着江阴与宝儿的呼喊，陈峰却像是没有听见般，他面无表情地望着陈天狼，深邃的眼眸犹如幽潭般，没有丝毫波澜。许久之后，他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弧度，忽然他身躯向前微弓，身后的天丛云剑同样拔了出来，放在了腰间，同样做出一种令全场都大惊失色的怪异举动，拔剑之势。这一刻，所有围观之人都颤抖得发不出声音了。只见得陈峰双眸缓缓闭上，一种无法言语的玄秘意境从他身上飘散了出来。轰！下一刻，璀璨的金光犹如耀眼的太阳般爆发了起来，旋即他的气息同样开始层层暴涨，大地在他脚下崩裂，一道道裂纹向四周扩散，延伸到擂台的尽头，最后与陈天狼制造出来的裂纹交缠在了一起。金光涌动，周身的空间仿佛同样凝固起来，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剑压忽然释放了出来，并迅速的叠加暴涨着。1层、2层、3层，剑压在迅速地提升着。剑士，这居然也是剑士，这怎么可能？全场轰动，彻底炸裂了起来。高台之上，那些大家族的族长都差点当场一口老血喷了出来。卧槽，这家伙居然也在凝视，这还要不要让人活啊？直跨8重天越级挑战就已经让人快疯了，这家伙居然同样领悟了剑士了。这家伙看起来才17岁啊，17岁的大剑修。秦如月看到眼前这一切，娇躯也猛地一个颤抖，美眸不由自主地瞪大起来，充斥着一种极度的震惊。剑士，这个废物居然也会剑士，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陈鸿生状若癫狂，眼前这一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江阴美眸中闪烁着一抹无法言语的震动，他也同样做梦都没想到，陈峰居然也在凝聚剑势。擂台之上，两股强大到极点的剑压在疯狂地壮大着，一股股无形的能量光圈扩散了出去，旋即迅速碰撞起来。轰轰，剑压相撞，脚下的擂台崩裂得更加严重，半指之深的裂缝迅速延伸。陈天狼也同样察觉到了陈峰的剑势，脸色立即变得狰狞难看起来。眼前这一幕对他而言简直就像是梦幻一般，一个本应该被他轻而易举地踩踏在脚下的废物，居然一次又一次地震惊了所有人。不仅直跨八重天与他打得不相上下，现在还同样凝聚出剑势，与他碰撞小杂碎，我宰了你！陈天狼眼中蕴含着滔天的杀机，剑压一下子提升到了巅峰，91层、92层、93层、99层、100层，轰！当那股剑压提升到100层时，整把剑都被青光所包裹着。放眼望去，那等压缩着的极致力量，好像能一剑劈开这天地般。100层，这是他目前的巅峰，也是剑势大成的临界点。砰！陈天狼陡然抬起头来，眼神之中迸射出一抹冷冽的杀机，脚掌一踏大地，身躯便是一道离炫之剑般暴冲而出。轰！而在对面，陈峰的剑压也同样在飞快地提升着。98层、99层、100层，同样的，陈峰的剑压也达到了100层。唰！刹那间，陈峰的身躯猛地暴冲而出，两道身影犹如雷霆般，同时在擂台的两端向中间冲去。这一刻，狂暴无匹的剑压名为实质，在疯狂地碰撞着。在场所有人的眼瞳都同时瞪大了起来，目睹着这两道犹如闪电般身影的冲出。寒光剑诀，一剑断红。陈天狼低吼一声，一剑拔出。唰！那一瞬间，一抹光芒犹如长虹般照亮这方天地。无尽的狂风掀起了一场风暴般，在擂台周围疯狂的肆虐席卷着。那一剑惊艳了在场所有人，而对面陈峰也同时拔剑，一抹剑光犹如转瞬即逝的星光般，携带着七星之威一闪而逝。七星剑诀，一剑星芒。这一刻，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两道犹如闪电般的身影以电光火石之间的速度擦肩而过。下一刻，所有的狂风与光芒全都在这一刻平息了下去，天地之间恢复了宁静，仿佛所有的事都不曾发生过一般。静！全场前所未有的安静，所有人都停止了呼吸，瞪大了眼瞳，盯着擂台之上的两道身影。谁赢了？有人颤抖地问道。就连魏墨与那名白衣老者都忍不住瞪大了眼瞳，死死地瞪着擂台上的这一切。只见的两道身影犹如一杆标枪般立在了擂台的两端，背对着对方。渐渐的，众人开始发现，陈峰的剑锋之处竟是有着一抹嫣红的鲜血，缓缓滑下，顺着剑尖之处滴落。下一秒，陈天狼一口鲜血猛然间喷了出来，身躯如遭重击般猛地单膝跪在了地上。他瞳孔瞪大起来，半跪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出气。在他的胸膛之处，鲜血浸透了整个衣衫，迅速晕开。一道肉眼可见的剑伤几乎快要贯穿了他整个胸膛，狰狞可怖，触目惊心。全场在这一刻也变得死寂下来，落针可闻。嘶！下一秒，一道道抽冷气的声音便是排山倒海般的在整个广场之上响彻而起，全场暴动，惊天哗然之声彻底的爆发了起来。输了，居然输了！觉醒剑魂灵根的陈天狼居然败给了那个废物了，这怎么可能？疯了！这个世界真的是疯了！这可是直跨八重天的战斗啊！这他妈的，直跨八重天都还能赢，还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这是天神下凡吗？全场沸腾之声几乎不间断的在回荡着。这可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啊！一个宁海境一重天，一个宁海境9重天，这双方之间的差距简直犹如天遮般无法跨越的。但谁也没想到，陈峰居然依旧是赢了，而且还是仅仅一剑之力就把陈天狼给击败在地了。这小子居然真的做到了，直跨八重天。江英这时候也是怔住了身形，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切。江姐姐，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少爷真的赢了！宝儿在短暂的失神之后，也是激动的猛地跳跃起来。赢了，真的赢了！他没想到自己的少爷真的将对方给打败了。高台之上，众多家族的族长都是一脸的震惊，这一幕简直令他们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难以置信。一名觉醒了剑魂灵根的天才，实力还达到了宁海境9重天，但这一刻却连一个宁海境1重天的小鬼都打不过，这还怎么玩？这可是直跨8重天的战斗啊！秦如月娇躯颤抖着，死死地盯着场中的那一道淡蓝衣衫的少年身影，银牙死咬，
甚至因为太过于用力，唇齿之间都被他咬出了一丝丝嫣红的血迹。怎么会这样？再见到一图，拥有剑魂灵根本应该是无敌的啊，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秦如月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陈峰居然还是赢了，以一剑之力便打败拥有剑魂灵根的陈天狼。擂台之下，那名白衣老者攥紧着拳头，苍老的脸庞上露出骇然之色，低声道：这个少年真是不得了啊，太异类了，他刚刚施展的剑术已经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层次了，陈天狼与他比起来简直不堪入目。这么完美的剑术，真的是一个17岁的少年所能修炼得出来的吗？楼主，此人绝对可以拉拢，我丹楼若是能得此人，绝对是我们丹楼天大的幸事啊。魏墨同样激动的道：确实应该要拉拢，不过这次陈家损失大了，这么妖孽的一个少年居然把他给驱逐出去，这陈家他妈的是脑子有坑吧？白衣老者都忍不住大骂起来。而不仅仅只是白衣老者有这个想法，高台之上的那些大家族族长以及城主全都一脸懵逼。这么妖孽，这么强的一个天才，陈家居然把他给赶出去，尼玛，这陈家的高层脑子是进水了还是被门给挤了啊？天狼，陈洪生攥紧了拳头，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一切，他的孙子居然输了，这怎么可能？擂台之上，陈天狼捂着胸口，脸色渐渐变得狰狞扭曲起来。我宰了你！忽然他从怀中掏出了一枚丹药，直接塞进了嘴里，刹那间他的一身强大气息在短短不到一个呼吸之间就重新暴涨了回来，并且比较之前还要提升了许多，隐隐间都快抵达化象境的层次了。一股血红色的光芒将他的身躯完全笼罩而尽，一眼望去就像是一个血人般。暴血丹，这家伙疯了不成？在见到陈天狼身上笼罩着的那一层诡异的血光之后，在场所有人脸色同时大变。所谓的暴血丹是一种3品丹药，同时它还是一种禁忌之丹，也就是说这种丹药在市场上是被禁止流通的。这种丹药能在半炷香之内将人的潜力压榨出来，爆发出远超巅峰时期的更强实力，同时它的副作用也是极大，毕竟这是压榨自己的潜力，会对自己的灵根造成巨大的损伤的。这种暴血丹早已很久没有在宁国上出现了，这陈天狼怎么会拥有？江阴也发出一道惊呼之声，脸颊立即浮现出焦急之色，接着他便看向了高台之上，只见得秦如月脸颊展露出一抹阴冷的笑容。暴血丹确实会对剑魂灵根造成损伤，不过他们剑雨楼才大势大，各种天才地宝的灵药多的是，还怕不能修复陈天狼身上损伤的灵根吗？虽然在擂台上吞服丹药有些卑鄙了点，但只要能在这里把陈峰给宰了，这一切都不算什么的。陈天狼眼瞳都变得赤红起来，呼吸急促，仿佛全身的血液都在这一刻沸腾起来，发疯似的暴冲而出，一剑如虹，携带着一抹无尽的狂风挥向了陈峰而去。暴血丹吗？陈峰脸色淡漠，那深邃的眼眸之中噙着一抹冷笑。忽然只见得他脚掌猛地朝大地一踏，一身狂暴无匹的金光灵力便是源源不断的爆发了出来，全部都灌注到了剑身之上。陈峰再度做出拔剑之势，嗡！顷刻间天丛云剑都在不停震颤着，发出一道道剑鸣之声，剑压层层暴涨，仅仅只是不到2个呼吸之间，剑压就已经叠加到了100层。他凝视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全场发出惊呼之声。一般而言，大剑修凝视的时间都要远远超过2分钟的，但陈峰竟然只在2个呼吸之间就将这股剑压凝聚到了最为巅峰的程度。在陈天狼的身躯冲至陈峰身前时，陈峰也动了，一剑拔出，一抹璀璨的星辉犹如夜空划过的流星般纵横而过。擂台之上，2道耀日般的剑芒交错而过，刹那间灵力如洪水般席卷开来，大地快速崩裂，狂风怒吼，尘烟滚滚，弥漫天地。砰！下一刹那，陈天狼的身躯当场就飞了出去，狼狈地砸在了地面上，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脸色苍白到了极点。这不可能，这不可能！陈天狼狰狞着脸庞，眼中充斥难以置信。倘若最开始的那一剑是运气的话，那这一剑却是实打实的硬实力了。即便是他吞服了暴血丹，依旧没有任何作用。剑魂灵根不是你骄傲的资本，要想成为最强的剑修，执剑之人就必须得拥有一颗千锤百炼的剑心。很可惜，我在你身上看不到任何的剑心。你刚刚若是就此停手，我还会高看你一眼。可惜，你不惜代价也要动用暴血丹，说明你心里已经对我有所恐惧了。输并不可怕了，输了可以再战，唯有恐惧才是最为无能的表现。可惜，你已经没机会了。只见得在那片尘烟之中，陈峰的身形已经不知何时走近过来，天丛云剑缓缓抬动，一剑便朝着陈天狼的心脏暴刺而下。这一刻，全场骇然。住手！高台之上，秦如月脸颊冰冷，暴喝出声，
旋即郊区猛地冲了下去。不过他距离这陈峰依旧还是太远了。小小年龄，真是伶牙俐齿的，就你这种五行杂灵根的废物，也敢在我徒弟面前妄谈剑心，真是可笑。就在这时，一道锣鼓之音般的嘲讽声凭空自天地之间响彻而起。下一刹那，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无法形容的至强剑压降临。在这剑压之下，广场之上所有人都骇然变色。这股剑压就犹如万丈深海之中的压力，全部都笼罩而下般，无形而恐怖，仿佛可以镇压一切。广场之上的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被这股剑压压弯了腰，心底无比惊骇。这等剑压已经远远不是陈天狼、陈峰他们所能相提并论的了，这是远超他们两人之外的更高境界的剑压。江阴竭力地抬起琴手，即便是达到画像境级别的他，面对着这股剑压都感到万分难受，更何况是其他人了。他的美眸迅速地看向了擂台之上而来，只见得以青石所筑的坚硬擂台竟是在此刻迅速地崩塌下去，青石滚落，硝烟弥漫，在这股剑压之下，仿佛没有任何东西所能承受。而在擂台之上的陈峰则是直接当场被这股剑压轰飞了出去，身躯狼狈地跌落到了擂台的角落里，一口鲜血从其嘴角之处溢出，脸色显得无比苍白。他抬起头，眼神冰冷地注视向了前方，只见得一道身穿青袍的中年男子不知何时地站在了擂台之上，眼神淡漠地俯视着陈峰，就像是在看待一只随时可以碾死的蝼蚁般。场中唯一不受影响的就只有秦如月以及居高明陈天狼这三人，以及在场外的那名白衣老者了。秦如月望着下方忽然出现的青袍中年男子，脸颊立即露出狂喜之色。师尊！广场之上许多人都艰难地抬起头，迅速地看向擂台。当他们看到那名青袍中年男子之后，眼瞳立即猛地收缩了起来，惊呼之声响彻而起。剑皇萧时雨，他居然也来了！全场立即陷入了一片巨大的轰动之中。剑皇萧时雨，这可是宁国剑道第一人啊，更是宁国第一位拥有剑魂灵根的绝世天才。可是现在谁也没想到，本应该在皇城之中的一代剑皇，居然出现在了这小小的盐城之中。这下麻烦了。江阴银牙紧咬，美眸之中露出一抹焦急与担忧。他做梦都没想到，这位剑皇居然对陈天狼如此看重，竟悄无声息地亲自来到了这盐城之中，并且现在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现在这位剑皇对于陈峰敌意很深。擂台之上，陈峰在那股磅礴如深海降临般的剑压之下，他眼中不仅没有丝毫的怯懦，反而涌现出不屈的战意，一点点的用天丛云剑支撑着身子站了起来。萧时雨挑了挑眉，眼中闪过一丝不悦，见到本座居然不跪。轰！刹那间，一股愈发澎湃的剑压便是再度洪水般汹涌而出。这股剑压比起之前而言，仿佛叠加了一倍。陈峰周身的空间仿佛压着一座重达几千斤的巨石般，似乎想要将他的腰给彻底的压弯下去。砰砰！当即爆炸之声响彻，陈峰的双足直接被压入这擂台之下，鲜血滴落。他攥紧了手中的天丛云剑，黑色的双眸竟是变得有些赤红起来，蕴含着滔天的恨意。小小年龄能够领悟到剑势，确实厉害。不过可惜，你的灵根五行俱全，杂乱不堪。就你这种五行杂灵根，一生都无法在剑道之上走得太长远的。萧时雨摇了摇头，遗憾的道：达到他这种实力，已经能够察觉出来，陈峰身上释放出来的灵力中五行杂乱，这是典型的废灵根，没有任何的作用罢了。不过你能凭借着五行杂灵根就领悟到剑势，就证明你有着不低的悟性。这样吧，加入我的剑雨阁，来当我的剑士如何？萧时雨淡淡的道。此话落下，全场大惊。加入剑雨阁，成为剑士。要知道，剑士与徒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剑士说到底就是仆人罢了，与高徒的地位是完全不能相比的。要我给你当剑士，就你也配？陈峰讥讽冷笑道。他堂堂北玄剑帝，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提出来要让他当剑士的，被陈峰拒绝。萧时雨挑了挑眉，不愿意吗？不能为他所用的天才，那他就只能亲手毁掉了。轰！忽然，萧时雨暴冲而上，一掌便是朝着陈峰的方向狠狠地怒干而去。那股灵力波动，明显想要直取陈峰的性命。在这关键时刻，一道白衣老者猛地从擂台之上冲了上来，蕴含着磅礴灵力的一掌，直接与萧时雨重重地碰撞在了一起。砰！灵力爆炸，两道身影同时被震退了出去。丹王林朝歌。萧时雨抬起头，有些诧异地看向了眼前的白衣老者而来。这一刻，全场再度掀起一番轰动。宁国丹楼的楼主，也是宁国的第一炼药师林朝歌，居然也出现在了这盐城之中。谁也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盐城之中，竟会突然之间涌现出这么多的强者。堂堂一代剑皇，这么欺负一个小辈，似乎有些过分了点吧？林朝歌淡笑道。过分？萧时雨冷笑了一下。本座想要教训什么人，并不关你的事吧？
现在就关我的事了。你不要的天才，我们丹楼要了。林朝歌笑道。哦，你想要收他为徒？萧时雨挑了挑眉。不，我没资格收他为徒，从现在开始，他就是我们丹楼的副楼主了。林朝歌郑重宣布道。此话落下，全场立即响起一片哗然之声。丹楼的副楼主，这家伙何德何能的，能够担任丹楼的副楼主啊？能够加入丹楼，这本身就拥有着无限大好处，因为丹楼是汇聚着宁国各大天才炼药师的总部，不仅丹药众多，旗下的产业也不计其数。可以说，在整个宁国之中，丹楼是除了皇室以外，唯一能与剑羽阁相媲美的最强势力之一了。而成为丹楼的副楼主，这就相当于在丹楼之内的地位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啊！副楼主，你可真舍得啊！萧时雨也同样有些诧异，我可不像你，一个剑士的身份也好意思拿出来拉拢。林朝歌毫不客气地嘲笑道。两人向来关系就不太和睦，所以自然说话也就不用和和气气了。萧时雨再度挑了挑眉，旋即他看了一眼远处的淡蓝少年，此刻少年双眸赤红，眼中仿佛蕴含着滔天杀机地瞪着他，即便是在那恐怖剑压下，依旧挺直着腰枪，没有一丝的屈服。不知为何，他竟是从这少年身上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危险预感。此子若是不铲除了，怕是会对自己的徒弟造成一番不小的麻烦啊。不过他转眼看了一下林朝歌，后者周身释放着狂暴的火红灵力，那般模样，只要萧时雨敢动手，他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沉吟了片刻，萧时雨眼睛微微眯了眯，一抹危险的寒芒暗藏着。罢了，今日之事，我就给你一个面子。不过今后若是他不小心死在什么地方了，可就不关我们剑羽阁的事了。萧时雨暗笑道。常人都听得出来，这位剑皇大人口中的一些冰冷威胁了。林朝歌脸色阴厉，同样冷声回道：我这位副楼主若是不小心在外面出意外死了，你的那些高徒日后在外行走也得小心了，否则的话，若是出了变故，也同样不关我们丹楼的事了。威胁，他们丹楼最不怕的就是威胁。论起实力，他们丹楼或许要稍逊剑羽阁，但论起人脉，谁能匹敌？毕竟放眼整个宁国，他们炼药师的地位与身份无比尊贵。闻言，萧时雨咬了咬牙，神色间愈发显得阴沉。林朝歌，你别太得意了，3个月后便是2年一届的玲珑玄皇池的归属争夺战了，希望到时候你们还能像现在这么豪横。听到这里，林朝歌脸色也变得无比难看起来，想到那悲壮的玲珑玄皇池的争夺大会，他心中便有着犹如刀绞般的痛。因为每一年他们丹楼死在这争夺大会上的人员实在太多了，那对丹楼而言就是一场屠杀。哈哈，看你们丹楼到时候还能死剩多少人？萧时雨狂笑出声，抓起那几乎半死不活的陈天狼身躯，便朝着了广场之外走去。大战落幕，高台之上，秦如月脸颊如霜，美眸泛着寒意地看了一眼陈峰，转身便跟随着萧时雨离去。等下！忽然，陈峰叫住了他。秦如月、萧时雨等人一起回头，陈峰弹指之间，一纸书信便是射了出去。秦如月接过书信一看，才知道这居然是一封休书，脸颊瞬间难看到了极点。秦如月，你不用一直以一副高傲的姿态面对我，你真以为我很乐意攀上你吗？从今日起，不管你秦如月多么的天才，多么的漂亮，我陈峰与你秦如月都再无任何关系，你被我休了，老子不稀罕你。陈峰重重的道。全场之人的脸色立即变得精彩起来。休书，谁也没想到这个家伙骨头是真硬啊，当着整个盐城诸多大势力的面，更当着剑皇大人萧时雨的面，把秦如月给休了。要知道，秦如月不仅是剑皇大人的高徒，更是宁国之内数一数二的绝世美人啊，多少名门公子哥都排成队在身后小心翼翼地伺候着。而就是这么一个美人，陈峰没有丝毫的挽留，直接一封休书就给休了。这一刻，萧时雨的脸色也难看到了极点，他盯着陈峰，眼中杀机凛冽。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拿出休书，这答的不仅仅只是秦如月的脸，更是在打他们剑羽阁的脸。他们剑羽阁从来只有别人巴结的份，谁敢如此羞辱？秦如月更是脸颊覆满了寒霜，美眸冰寒到极致地盯着陈峰，他咬着银牙，一字一句的道：好，这封休书我接了。不过陈峰，我告诉你一句，你别以为你打败了刚刚觉醒剑魂灵根的陈天狼，就能与我处于平等的地位了。低贱之人终究只是低贱之人，他是飞不上天的。你若是有胆量，就来皇城找我，我会让你明白，天下之大，总有人是你注定得仰望的。我会让天下人明白，这场婚约到底是谁休了谁。秦如月冷声道：天下英雄聚皇城，与盐城这种偏僻小城相比，皇城才是所有顶尖妖孽的汇聚之地。哪怕是觉醒了剑魂之体的陈天狼，放入皇城之内，也只能算是一般的高手而已。因为在那里，顶尖的天才数不胜数，多么妖孽的灵根都不算稀奇。
皇城我当然会去的，至于到底谁仰望谁，可不是你说了算。陈峰冰冷的道。哼，说大话谁不会，我在皇城等你，你有种就来。秦如月冷冷一笑，攥着那羞辱的休书，转身便离去。而萧时雨的眼神也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陈峰，同样转身离开。这一次陈峰与林朝歌无疑让剑雨阁吃了一个大瘪，陈天狼被打成重伤，差点就被干废了，而秦如月更是被陈峰当众递休书。偌大的剑雨阁竟是在这一刻毫无颜面，谁也没想到这个不到18岁的少年居然这么刚，此子真是不错，若是能出自我们家族之中，那便好了。高台之上，那些盐城的大家族族长见到这一幕，眼中都有些放着异彩，忍不住说道：不论陈峰的实力如何，光是这份敢站在剑皇面前如此气魄的，都足以让他们咂舌，更别说此子还领悟了剑势，打败了陈天狼。这个陈家的高层脑袋都是浆糊做的吗？这样的天才居然给赶出去了。以陈家高层的那些短浅目光，陈家未必真能传闻中那般崛起啊。听说啊，之前这个陈峰在陈家之内可没少受过虐待的，各种伤口真是惨不忍睹啊。这下子恐怕陈家的悔的肠子都青了。广场之上同样议论声纷纷，而陈峰则是目光看着萧时雨等人的离去，渐渐的将陷入地面上的双脚给拔了出来，浑身鲜血淋漓，眼中露出一抹杀机。今日之耻，他也同样不会忘记。啊！忽然之间，高台之上一道凄厉的惨叫之声陡然响起，只见的陈天海竟不知何时的出现在了大长老的身后，一把利剑毫不留情地洞穿了他的心脏。大长老陈鸿生，德不配位，欺压族内的年轻子弟。今日我陈天海替陈家的列祖列宗，为我陈家铲除祸害。陈天海眼中杀机凛冽，冷声道。陈鸿生瞪大了眼瞳，生机之力疯狂消散之下，渐渐地倒了下去。做完了这一切，陈天海的目光方才看向了陈峰而来，笑道：从今日起，吾儿陈峰将成为我陈家的族长，掌控整个陈家。全场哗然。谁也没想到，陈天海为了能再度将陈峰拉拢回来，竟然如此的心狠手辣，将陈鸿生亲手给宰了。要知道，陈天狼可还没死呢，就如此迫不及待的想要挽回与陈峰之间的情谊。陈峰，回来吧，现在整个陈家都是你的了。陈天海脸上挤出一抹勉强的笑容，然而下方之处的陈峰却一脸平静，眼神淡漠地扫望了他一眼，眼底有着一抹讥讽之色。他知道，现在陈天海的所作所为都不过是为了做给他看的而已。掌控陈家，陈天海，你以为我现在很稀罕你这个族长之位吗？陈峰冷笑道：我说过了，我现在与陈家没有半点关系，生不是陈家之人，死不入陈家祖祠。说完，他就提着天丛云剑，头也不回地朝着广场之外走去。陈家没有一丝一毫值得他留恋的地方。全场所有人都注视着陈峰的离开，再一回头，便是见到陈天海僵硬着脸庞呆在了原地。全场所有人眼中都露出一抹讥讽之色。落魄之时你不赔，巅峰再起你又是谁？这个陈天海真把别人当成傻子吗？今日能为了陈峰背后捅陈鸿生一刀，指不定下一次又能为了谁背后捅陈峰一刀。这个陈家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罢了。陈家高层的鼠目寸光让在场所有人都一阵暗笑不已。现在看来，陈家别说是崛起了，就是能不灭亡就已经很不错了。或许他们还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将陈家的地盘与资源全部都给瓜分了。女儿，咱们也走吧。城主起身看了一眼陈天海以及其他在座的诸多家族族长的脸色，心底便是已然能够猜测到日后陈家的下场了。今后陈家怕是要完了。陈峰离开了这片广场，而那位丹王林朝歌与魏墨也快速地跟了上去。在广场的出口处，两人迅速地拦下陈峰。小友，不知可有空闲，到我醉宝楼去坐坐吧。林朝歌盛情邀请道。陈峰看了一眼林朝歌与魏墨两人，今日若非是林朝歌的帮忙，恐怕他得动用一些禁忌手段方才能摆脱危机了。而那些禁忌手段每一种都是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而有林朝歌的出手之下，他也能免去不小的麻烦了。因此陈峰也不再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便点点头。好。一刻钟之后，醉宝楼的一间豪华大客厅之内，作为醉宝楼掌柜的唐姑竟是在负责沏茶，而陈峰与林朝歌则是相对而坐，至于魏墨与江阴则是分别坐在了林朝歌与陈峰的旁边。真是英雄出少年啊，老夫好久都没见过这么精彩的一场擂台比试了，直跨8重天对敌，并且还将一位剑魂灵根的剑修天才给踩踏在了脚下。陈峰兄弟真是万古不出的天才啊。林朝歌称赞道。负责沏茶的唐姑美眸也时不时大放异彩地注视着陈峰。今日这场比试，他也前去观看了这场惊心动魄的精彩战斗，也同样让他感到无比的惊艳，
尤其是陈峰，后者不过17、18岁的年龄，不仅能直跨8重天对敌，更是已经领悟到剑士了，这让他感到不可思议。林朝歌说话的同时，眼神也一直在观察着陈峰的脸色变化。然而，这种本应该轻易就能让年少轻狂的少年露出骄傲之色的赞誉，却丝毫不能影响到陈峰的情绪波动般。后者脸色平静，似乎直接把这些赞誉的话给略过了。林前辈谋赞了，今日之事，多谢林前辈的出手相助了。前辈的相助之情，我会记在心中。陈峰抱拳道：“哈，陈兄弟客气了，老夫也是出于爱才之心啊。”林朝歌哈哈一笑，脸上露出满意之色。他要的不就是这句话吗？他刚刚不惜得罪剑皇，也要保下陈峰，不亚于是一场赌注。一旦陈峰能够成长起来，那他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小兄弟，我能否问你几个问题？林朝歌笑道。但说无妨。陈峰淡笑道：“你之前托江小姐拿着一张单方来拍卖场内拍卖，这张单方的真正主人是你吗？”林朝歌目光灼灼地看着陈峰。陈峰点了点头：“是。”闻言，林朝歌脸色有些震动，再度问道：“若是我没有看错的话，这张单方名为天残续命丹，是北玄剑帝当年所创的丹方，你是获得了北玄剑帝的传承了吗？”江阴与唐姑两女同时心底一惊，美眸不由自主地望向了陈峰而来。天底下若是要论谁的传承最为珍贵的话，那莫过于是当年一代天骄的北玄剑帝了。因为北玄剑帝不仅仅只是一代剑帝，他更是一代丹神，一手炼丹术绝世无双，谁人能匹敌？他一生之中更是自创了无数张丹方，这些丹方每一张流传于世，都是价值连城的。若是陈峰真的得到了北玄剑帝传承的话，那真是一场天大的机缘了。然而陈峰摇了摇头道：“我并没有得到北玄剑帝的传承，我只是得到了他这一张丹方，仅此而已。”闻言，林朝歌眼神细微不可觉察地波动了一下，便笑了笑：“原来是这样啊，不过能够得到北玄剑帝的一张丹方，也是一场大机缘了。”林朝歌接着道：“这次我在广场上当众所说的话，依旧是算数的。陈峰小兄弟从今后起，便是我丹楼的副楼主了。”林朝歌掌心翻转，一枚古朴的令牌便出现在了掌心之中，递给了陈峰：“这是我们丹楼的副楼主之令，我们丹楼的产业有很多，这醉宝楼便是我们丹楼的产业。今后你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拿着这个令牌来醉宝楼，我们会尽量满足你的需求。”林朝歌笑道：“那便多谢林朝歌前辈了。”陈峰接过令牌，抱了抱拳，道：“一些小事而已，不足挂齿。这次陈家的恩怨解决完了，便来皇城看看吧。宁国的无数天骄与风云人物，几乎有90%都齐聚在皇城之中，那里才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在那里，你也能够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林朝歌道。陈峰点了点头：“皇城我会去的，不过我得先把这边的事情收个尾，再过去。”林朝歌神色一喜，笑道：“好，那我便在皇城内等小兄弟的到来了。”与陈峰、林朝歌等人相谈了一会，陈峰才带着江阴离开。不过在陈峰走后，魏墨却忍不住看向林朝歌而来，问道：“楼主，你真的相信他的话吗？这小子如果不是因为获得了北玄剑帝的传承，岂会如此慷慨大方的就随便拿出一张丹方出来拍卖？要知道，那可是一张4品丹方了，能够随便拿出来拍卖，就证明陈峰手里还有着更为珍贵的丹方存在，所以才会不重视这一张丹方。有没有获得传承，这小子心底最清楚。不过就算知道了他获得北玄剑帝的传承，又能如何？难不成我们还能抢回来不成？”林朝歌道。魏墨挑了挑眉，有些不解地问道：“难道不可以吗？这小子的实力不过才宁海境1重天，就算他再逆天，能直跨8重天战斗，但也仅限于在宁海境之内，一个画像境的强者直接就能够将他打趴下了，更何况以楼主您的实力，要想收拾他，岂不是分分钟的事？”呵，听得这话，林朝歌冷不丁地讥笑了一下：“收拾他并不难，不过魏老头，你真以为这小子是那种软骨头吗？随随便便就能够让他把传承交出来？”魏墨神色微微一愕。林朝歌继续道：“这小子在擂台上的表现，你又不是没看到，剑皇萧时雨亲自出手，这小子宁死也没有开口服软过一句。你信不信，就算是你把他给扒皮抽筋了，估计这小子都不会吭一声。你觉得你能从他嘴里撬出东西来？”好像有点道理。魏墨苦笑了一下，以这小子在擂台上的表现，就算他们把这小子给活活宰上180次，估计都没什么用。这小子可不是一般的刚，那我们就这么放弃了？魏墨咬了咬牙，心中还有些蠢蠢欲动，毕竟那可是北玄剑帝的传承啊，谁不动心，就算是被那些宗门圣地的人知道了，恐怕都会不顾老脸亲自下场抢。林朝歌摇了摇头道：“先别着急，慢慢来，我们先拉拢他，这对我们没有坏处。就算这小子没有获得北玄剑帝的传承，他也同样是个难得的天才，
那个陈天狼号称觉醒了剑魂灵根，不同样被这小子压得死死的。至于那北玄剑帝的传承，我们在做漫长的考虑，指不定将来能找到这小子的软肋也不一定。闻言，魏墨细细品悟，也觉得有些道理。陈峰与江阴板三人出了醉宝楼之后，就一路朝着客栈的方向而去。大街之上，由于之前广场上的擂台赛，整个盐城都还陷入一番轰动之中。茶楼饭馆，许许多多的闲散之人都议论着这件事。至于刚刚与林朝歌等人的谈话，陈峰并没有多放在心上，都是一群活了大半辈子的老狐狸了，对方有什么心思，陈峰岂会不知道，都是相互利用罢了。江阴在他身旁跟着，美眸时不时地看向陈峰，屡次想要张口询问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想问什么就问吧，陈峰淡淡的道。闻言，江阴也不客气了，直接问道：你是不是真的获得北玄剑帝的传承了？没有，陈峰直接回道。没有。江阴狐疑性的目光看了陈峰一眼，道：我不信，你肯定是得到了北玄剑帝的传承了。他觉得陈峰身上有太多秘密了，随随便便就能写下一张4品丹方，还能给他解决任何医师都无法解决的灵根问题。今天甚至能把陈天狼打得抬不起头来，这种种事情都太超乎常人能理解的范畴了。你爱信不信，没人求你相信。陈峰懒得解释了。江阴无语，你说话一直都这么拽的吗？好歹自己是个绝色美人，说话的时候能不能给点面子啊？半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就回到了客栈之中。时间渐渐入夜，暗沉沉的夜空，一轮圆月高挂于星河之上，把银色的光辉谱写到大地上，清风微拂，携带着萧瑟的凉意，拍打在床边的窗户上。相比于白天喧闹的盐城相比，入夜时的城市渐渐变得沉寂下来。陈峰盘坐在床榻之上，双手掐动着玄奥的印诀，体内九龙灭神诀运转起来，一股淡淡的金光从其身躯之内释放而出，恐怖的吞噬之力爆发，后者的身躯宛如形成一个小型的黑洞般。天地之间磅礴的灵气顿时汇聚成一道道溪流般涌荡而来，最后完全钻入到了他的身躯之内。隐藏在灵海深处的9头五爪金龙依旧潜伏着，没有任何动静，但随着陈峰灵力的吸收与灌注，这灵海的深处也有着源源不断的龙力反哺了出来，快速地恢复着陈峰身上的伤势。太古年间，龙族的身躯是最为变态的，无论受到了再为惨重的伤势，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可以说龙族就是一种打不死的怪物。而这本功法本就是以身躯化为龙髓、龙血、龙筋、龙鳞，各种以龙族为原型的产物，锻造出最强的体魄。功法练到极致时，甚至可以自身化作龙。白天在擂台赛上，陈峰虽然受到极其严重的伤势，但在这2个时辰的修炼之中，陈峰借助着这功法的优势，已经恢复了90%左右。2个时辰之后，陈峰双手印法陡然再度变换，吞噬之力加大，在白天的大战之中，他的收获也有不少。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境界已经到达了一个瓶颈了，是时候开始冲击更高的境界了。印法变换之下，天地之间、空间都仿佛剧烈的震动起来，愈发磅礴的灵气犹如大海浪潮般尽数席卷而来，钻入到了陈峰的身躯之上，而他的气息也开始在节节攀涨。转眼之间，便是已经抵达了宁海境一重天巅峰。轰！忽然，只听得灵海之内传来一阵细微的闷响，灵力的雄浑程度仿佛突破了某种极限般，无尽的灵力在108条5道经脉之中迅速地扩散开来。刹那间，陈峰的气息也由宁海境一重天巅峰破入到了宁海境2重天。不过，陈峰依旧没有停止，继续蓄势突破。磅礴的灵气源源不断地吸纳而来，注入身躯之内。从外面看去，此刻的陈峰全身金光灿灿，犹如一尊小金人般。他的先天道胎本就是5行齐聚，先天清净天道，宁海境的修炼对他而言根本不需要费太多的时间。轰轰！又过了1个时辰之后，灵海之内再度传出一道细微的震动，灵力扩散，气息也由宁海境2重天跨入了宁海境3重天。还不够，再来！陈峰咬了咬牙，这还是不是他目前的极限。只见得他双手印诀变换的速度更快，周身空间波荡，浩瀚的灵气奔腾如海般的尽数涌来，整座客栈都仿佛在此刻震颤着。盐城之内的所有强者全都目光盯向了客栈上方的天空，只见得在客栈方圆数里之地，这方天地仿佛形成了一个灵气漩涡，浓郁的几乎要凝成实质性的能量在翻滚席卷着。这些磅礴灵气汇聚成能量之柱，指天地之间贯穿而下，全部注入到了陈峰的身躯之内。轰！顷刻间，金光璀璨，耀眼至极。陈峰身上的气息也一跃跨入宁海境4重天。陈峰缓缓睁开了双眸，深邃的眼眸之中仿佛有着一抹金光迸射而出，凌厉无比。他握了握拳头，感觉身上有着使不完的强悍力量感充斥着全身。不错，陈峰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容。1步3重天，
这对他而言已经是不错的小爆发了。有了这宁海境4重天的实力，他现在即便是遇上了画像境的强者，都足以对付了。咕噜，忽然陈峰的肚皮陡然响了起来，他无奈地苦笑了一下。可惜现在还没有把功法修炼至达到断皮境，否则的话倒是能够辟谷了。陈峰起身准备出门找吃的去了。江阴，陈峰站在江阴的房间门口喊道。然而过了大半天时间，房间之内却没有任何回应。陈峰挑了挑眉，往日里江阴还需要给陈峰护法，可不会在这个时间点就睡着的，怎么现在会没有丝毫动静了？陈峰刚打算离开，但忽然间他却能感受到从门缝之中渗透出来的一丝丝寒气，这让他感觉到有些不太对劲，出事了吗？他赶紧推房门，发现房门并没有反锁，很轻松的就能够推开。下一刹那，陈峰就见到江阴正蜷缩着身子躺在床上，那张好看的让人痴迷的脸颊此刻却露出痛苦万分的神色，全身冒着寒气，好像是变成了一块千年冰块般冷到痛彻心扉。这是江阴此刻的感受，忍受着这股强烈的冰冷，他已经无法再去顾及到外面的情况了。寒谷发作了吗？陈峰皱了皱眉，望向了窗台之外的月光，那一轮皎洁的圆月犹如银盘般悬挂于夜空之中，洒下一缕缕清冷的光辉。忙着修炼，他倒是把时间点给忘了，今晚正是月圆之夜啊，也是江阴寒谷发作的日子。这小妮子也不提醒我一下。陈峰叹了口气，走上前去，似乎是注意到有人接近，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褥，依旧蜷缩成一团的江阴竭力地睁开自己的眼皮子，但那全身袭来的寒冷却让他难受挣扎着。陈峰见此，一把他身上的被褥全部都给掀开，伸手就要解开他身上的衣衫。江阴娇躯哆嗦了一下，猛地用尽全身力气，忽然抓着陈峰的手掌，脸颊呈现痛苦之色，嘴中依旧呢喃道：不要不要。陈峰哑然苦笑了一下，感情江阴是误以为自己要对他做什么侵犯之事。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不是要趁人之危，我是要帮你治病啊。陈峰解释道。不要不要。然而现在的江阴哪里听得进陈峰的话，玉手依旧紧紧地攥着陈峰的手，不让他有所动作。放心，关键部位我不会动你的，我只解开我需要治病的穴位。陈峰再度解释一句，旋即他便不再让江阴阻拦自己，强力地扒开他的手，将他的外衣给解了下来。一具完美的如玉般的娇躯就这么展露在了眼前，那白嫩的肌肤如同清雪般，在月光的照耀下散出迷人的光泽，下身则是一条长裙，不过被陈峰硬生生地撕掉一半，露出了2条修长笔直的玉腿，不肥不瘦，堪称完美，让人怦然心动。在寒气不断从体内渗透而出时，他颤抖得越发剧烈，绝美好看的脸颊被冻得有些嫣红，雪白的贝齿轻咬着红唇，美目流转，眼角还有些泪花残留，楚楚可怜，那娇弱无助的模样着实惹人怜爱。再加上那鼻息间呢喃而出的娇喘声，更加让所有男人都血脉喷张，无法自控。饶是前世活了几千年，早已将自己的心性锤炼得犹如钢筋般难以撼动的陈峰，此刻都有些心跳加速起来。江阴本就是极负盛名的冰山美人，如今红粉扑面，妩媚尽展，风情万种，这若是没有一些坚定心性的，恐怕当场就失控了。真是个妖精。陈峰暗骂了一句，差点就乱了老夫的道心了。陈峰赶忙压下心中躁动的欲望，不再去看他的脸颊，他怕自己再看下去，真的会忍不住把这小妖精就地正法了。陈峰双指并取，忽然点在了他后背上端的双潭穴之处，凌厉如虹，迅速的注入，璀璨的火红之光瞬间就将江阴的娇躯给包裹而尽，温度上涨，一丝丝寒气渐渐的被逼了出来。陈峰的灵根乃是先天道胎，五行齐聚，所以他可以把自己的灵力转化为任何五行之力，现在他正是将自己的灵力转化成了火焰之力。陈峰双指一路滑下，火焰之力便一路随着他的操控，渐渐地顺着他的各个穴位贯穿在了他的经脉之中，镇压着寒谷的发作。紧接着，自江阴的娇躯之内便有着越来越多的寒气被逼了出来，白色的烟圈缭绕而出，笼罩着整个房间。乍一眼看去，床榻上云烟缭绕，朦胧遮掩，虚虚实实，颇有些仙境之感。江阴忽然发出了一道极其舒服、极其享受的吟声，原本还蜷缩成一团的娇躯渐渐放松了下去，犹如舒服享受着温暖阳光的小猫咪般趴在了床上，姿势极其不雅。陈峰看着江阴那诱人的姿势，脸色有些铁青，这小妖精真是在玩火啊。躺好，别动，陈峰说道。接着他运转起九龙灭神诀，愈发雄浑的火红灵力就从他的体内源源不断的爆发而出，双指如笔，在江阴身上指指点点。这也幸亏陈峰上一世接触过寒月灵根之人，知道寒月灵根的各种穴位都与常人有些差异，也懂得其中的经脉问题，这才能够暂时的帮他压制住寒气发作。不过
要想彻底的解决函谷方面的问题，并非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办得到的，其中甚至涉及特殊功法的修炼。当然，这些也只能日后再处理了。越来越多的寒气被逼了出来，江阴那完美的肌肤表面也变得有些嫣红。2个时辰的时间过去，在陈峰源源不断的灵力驱赶之下，那些溢出的寒气终于全部都散尽。而这时，江阴已经沉沉的睡去，嘴角露出一抹舒服轻松的弧度。而反观陈峰，则是额头上满是汗水，灵海之内的灵力也几乎要亏空了，脚步一个踉跄，差点就摔坐在了地上，脸庞露出一抹苍白之色。他望着江阴那诱人的玲珑娇躯，苦笑了一下。今晚的月圆之夜算是度过去了。接下来，陈峰也没有再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就地而坐，打坐调息起来。如今的江阴已经卸下了所有的防备，为了防止才出现其他的意外，他也不敢随意离开。时间悄然流逝而过，转眼之间，一夜的时间便是过去。等到第二天，暖洋洋的阳光透过窗户斜射而进，犹如丰收的金黄稻谷般洒满了床头前。在那阳光的照耀下，江阴长长的睫毛微动了动，渐渐地睁开了双眸。苏醒过来的第一件事，江阴立马坐正了起来。他忽然间想起来，昨晚正是月圆之夜，迷迷糊糊之间，他好像记得陈峰闯入到了他的房间之中了。他赶忙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子，发现自己的上衣好像被人解开过，当即脸色大变。这时，房间内传来一道淡淡的慵懒之声：“放心吧，没人动你身子。”陈峰起身道。江阴立马看向了陈峰，黛眉微蹙，脸颊有些寒意：“你对我做了什么？帮你压制住了函谷的发作，否则，你觉得你昨晚能睡得那么香？”陈峰淡淡的道。江阴赶忙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子，在确定无恙之后，这才松了口气，接着美眸变得有些幽怨起来，斜眼瞟了一下陈峰：“治病就治病，你脱我上衣做什么？你是不是故意占我便宜啊？我说大姐，你不要把每个人都想得那么不堪好吗？谁愿意动你啊？昨晚我为你几乎耗空了灵力了，这才帮你驱逐了经脉之中的所有寒气。”陈峰无语的道。江阴握了握手掌，确实发现到了体内有一股暖暖的灵力在流淌着。他主修的是冰系功法，这股灵力显然不是他的。江阴的脸颊上的寒霜这才消散了不少，美眸再度看向陈峰而来，有些躲闪，嘀咕了一句：“多谢了。算了，这些日子你也帮了我不少，这是应该的。”话音停顿了一下，陈峰接着道：“不过目前而言，我也只是暂时帮你镇压住了函谷的发作，要想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一大堆的流程呢。首先，你必须得更换功法修炼，既然是寒月灵根，那就必须得挑选最适合寒月灵根的功法。你现在所修炼的功法太垃圾了，虽然同样都是冰系功法，但所修炼出来的灵力强横度完全不足以让你镇压住体内的函谷。我这里有一套更适合寒月灵根的功法，修炼这个功法，你的修炼速度至少能增加10倍，并且借助着这功法修炼出来的灵力，你便能够自行镇压住函谷的发作。”听到这里，江阴微微一愣，要知道他现在所修炼的功法乃是他们家族之中顶级的功法了，居然被陈峰说成垃圾，你说话也太狂了。江阴摇头嗤笑。陈峰也知道对方不信，他也没打算去争辩什么，直言道：“爱练不练吧，别人求我传授，老子还不乐意呢。”陈峰转身就朝着房间之外走去，没走2步，江阴背齿一咬，似乎是下定了决心：“慢着，你说的功法是什么？我练。”他现在只能无条件的相信陈峰，没有其他出路了。至少陈峰昨晚有能力帮他镇压住函谷的发作，就证明着后者是有真本事的。万一对方说的是真的呢？陈峰转过头来，淡淡的道：“信我就对了，我还不至于欺骗你一个小丫头。”小丫头？江阴翻了翻白眼，没好气的道：“你几岁我几岁，你居然还好意思叫我小丫头？我好歹比你大几岁了吧，叫姐姐还差不多。”陈峰无语，老子都活了几千年了，你好意思跟我比年龄？不过陈峰也懒得跟他争辩，道：“先把衣服脱了吧，然后躺床上别动。”你……江阴脸颊顿时露出愤怒之色，难道这家伙要以传授功法为由强迫他做那种事？他虽然不想死，但如果想以此做要挟的话，他宁死不从。喂，你想哪去了？我只是要知道你灵力的运转路线，这门功法太晦涩难懂了，走的经脉路线与寻常功法截然不同，若是不指点的话，你差之一毫就得走火入魔。陈峰道。江阴微微一怔，陈峰所言不虚，可攻武者修炼的经脉足足有108条，灵力运转路线稍有差异，那效果确实会天差地别的。但问题是，要让她一个云英未嫁的小姑娘在一个男生面前脱光衣服，这实在太难为情了。我若是想看的话，昨晚早就里里外外都看遍了，还用得着等现在？陈峰嘴角微咧，笑道。闻言，江阴立马投来杀人般的眼神。陈峰的笑容僵硬了一下，赶忙抬手道：“行吧，不脱光也行，你保留贴身的内衣，
我也不直接用手指接触，用筷子代替，这样总强了吧？江阴考虑了一下，方才点了点琴手，同意了这个办法。那，你先出去，等我好了再叫你进来。江阴道：成吧成吧。陈峰也没为难一个小丫头，毕竟让一个女孩子在男生面前脱下衣服，确实难为情了一点。陈峰走到了外面，过了数分钟之后，这才听到江阴的喊话：你可以进来了。陈峰这才推门走进去，便是见到江阴正坐在床上，娇躯仅保留着一件薄薄的丝绸内衣，青色的发丝犹如瀑布般垂落于腰间。她侧着身子，脸颊娇羞，美眸波光粼粼，若即若离，风情万种。见到陈峰的目光投射而来，江阴美眸有些躲闪，那一抹羞红从她那绝美精致的脸颊上一直延伸到犹如天鹅般玉颈处，诱惑程度让人忍不住想要去咬一口，妩媚动人。饶是前世见过无数美人的陈峰，此刻都微微有些失了神，半晌后方才回过神来，身子竟是有了一些反应，不由得苦笑了一下。这具身体变年轻了，就连年轻人的血气方刚都有了。陈峰赶忙压住了身体的欲望，走近过去道：盘膝坐好，我传你九阴寒诀的第一重心法。好。江阴赶忙镇定了心神，盘膝而坐，将自己调整到一种心静止水的状态。接着陈峰一字一句地将口诀给念了出来。这九阴寒诀乃是上一世他遇上寒月灵根拥有者的那一位红颜所创的，是最适合寒月灵根修炼的功法。那一位红颜正是凭借着这等功法，在虚神界杀出了一条血路，成为了一方强者。当年他求着陈峰炼丹时，陈峰没要其他的报酬，就只要了这一部功法。没想到上一世没能再遇上第二个寒月灵根的拥有者，反而在这一世遇上了。陈峰念出口诀的速度极快，而江阴也展现出了他的惊人记忆力，几乎是过耳不忘。陈峰仅仅只是说了一遍，他就已经记住了。接着他便按照陈峰所说的开始修炼起来。轰轰！刹那间，房间之内灵气涌动，源源不断，犹如溪流般的灵气汇聚起来，形成了一道道劈链般，对准江阴的娇躯便是席卷而去，接着注入到了他的体内。灵气入体，在5道经脉之中贯通着。然而没过多久的时间，江阴脸颊便露出痛苦之色，一口嫣红的血迹从其嘴角之处溢出。见此，陈峰拿着一只筷子在江阴的娇躯上滑动，指导着对方灵气的运转路线。而江阴也赶忙按照着陈峰的指引，快速地牵引着这些灵气，不再让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体内乱窜。渐渐的，江阴脸颊上的神色才变得平静下来，周身释放着一股淡淡的冰色光芒，一丝丝刺骨的寒气从他的娇躯之内溢出。这不再是寒蛊发作时所释放出来的寒气，而是由于灵气在寒月灵根的转化之下蜕变出来的寒系灵力。陈峰用筷子在他的娇躯上滑动了2遍，将其运转路线拨正之后便放了下去。有了这2遍的记忆之后，江阴也展现出了他的强悍修炼天赋，已经能够自行运转功法，将这些灵气转化为寒系的灵力了。陈峰看了一眼江阴那完美动人的娇躯，不再指引，转身便走出了房间。接下来就得靠江阴自己去解决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能够走到哪种程度，就看江阴自己的造化了。时间悄然过去，陈峰在门外镇守了2个时辰，渐渐的，他才发觉到房间内的灵气涌动已经变得沉寂下来。显然，江阴已经停止了修炼。陈峰这才重新推门而进。怎么样？陈峰淡笑着问道。只见得江阴睁开美眸之中，脸颊便露出欣喜若狂的神色，他激动的道：这也太神奇了，我居然突破了。陈峰愕然，接着便注意到江阴似乎已经由化象境8重天突破入化象境9重天了。我卡在这化象境8重天已经足足2个月了，本以为估计得再过2个月才有机会突破，却没想到在这2个时辰的修炼之中，就把这一层境界的关卡给破开了。江阴高兴的道：越是到后面的境界就越难修炼，有些人甚至3年5年被卡在某个境界的关卡处都是有可能的事。而现在江阴本来在化象境8重天之处已经停留了2个月时间了，按照他的修炼速度，他预计还得2个月的时间才有机会突破，却没想到在修炼了这门九阴寒诀的功法后，轻轻松松的就破入了化象境9重天。这家伙真的没骗自己，这功法比起他之前所修炼的功法要强太多了，两者之间甚至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你现在只是刚对九阴寒诀入门而已，你要想靠自己真正的压住寒蛊的发作，至少得修炼到九阴寒诀的第4重心法才行。陈峰道：我明白。江阴点了点琴手，尽管距离第4重心法还有些距离，但江阴心中已经燃起了希望了，至少他已经知道方向了。之前的他连这病是什么病都不知道，更谈何去自救。但是现在陈峰却相当于给了他一次活命的机会，更让他有机会免受寒蛊发作的折磨，这让他如何不激动。我给你提个醒吧，在你还未将九阴寒诀修炼至第4重心法前，你最好还是继续跟着我，因为目前为止
只有我能够解决你月圆之夜寒骨发作的问题。陈峰道。闻言，江阴微微一怔，脸颊露出沉思之色。他实际上来这盐城，仅仅只打算逗留数天的时间就准备离开的。毕竟他作为云海学府的导师，也不可能一直在外面逗留。不过想到寒骨发作时所忍受的痛苦，他至今还有着巨大的阴影，那种是骨般的寒气，他现在是再也不想体会了。你要去皇城吗？江阴抬起琴手问道。等我将最后一件事忙完，我就上皇城去看看。陈峰道。盐城毕竟只是小地方，修炼资源匮乏，远远比不上在皇城之中。虽然说陈峰现在已经将先天道胎修复了，但若是没有足够的修炼资源，就相当于有刀却没有磨刀石般，修炼速度依旧达不到让他满意的程度。你接下来还有其他什么事吗？江阴疑惑地问道。当然有，我得先把我母亲的灵位搬迁了才行。陈峰笑道。之前他母亲在家族之内可没有任何的地位，因此连一个好的墓地都没有，仅仅只是葬在了一片乱葬岗之中。这一直都是陈峰这具身体的一个心结。自己的母亲找错了男人，苦了一辈子，到头来却仅仅只是留下一抔黄土。如今叶北玄既然占据了这一具身体，自然也要为他的母亲寻找一处风水好地，让他好好的安息。时值傍晚，陈峰在客栈之内吃完了晚饭，便与江阴一起来到了蛮山镇北边的一处大山之中。按照陈峰的记忆里，他母亲就是被安葬在了这座大山之中。这座大山是蛮山镇以及周边几个大镇处最大的乱葬岗了，许多的下人甚至是达官贵人都会选择在这座大山之中安葬。这座大山从而出名。陈峰上了山，按照记忆之中的路一路寻找过去，不久之后他就来到了半山腰之处。只见得在两棵大树的夹缝之中，正有着一个小土丘微微凸起，土丘之上正插在一块灵牌，其中用着非常稚嫩的笔法勾勒出来的几个大字：柳如烟之墓。找到了。陈峰心中一喜，赶忙走了过去。尽管他现在对这具身体的大部分记忆都已经有些模糊了，但只要是关于母亲的回忆，他全都没有忘记。陈峰走到灵位之前，对着灵牌拜了拜，这才开挖。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没有那么顺利了。当陈峰无论怎么挖都发现这土丘之下空荡荡的，哪里有当年他埋下的母亲遗骸的踪迹？怎么不见了？陈峰看着这被他挖出了将近10米的深坑，但却依旧没有见到他母亲的遗骸。陈峰眼中满是一种困惑，会不会是你记错了？江阴也走了上来，黛眉微蹙。不会的，这块灵牌是我当年设下的，不可能有错的。陈峰看着那块灵牌，上面的字迹乃是这前世之人所留下的，哪里会错？接着他似是想到了一些什么，眼中便露出滔天杀机。难不成连母亲最后的葬身之地都被人毁了不成？陈峰咬着牙，他想到了陈天海以及陈鸿生这些人，以这些家伙的畜生行为，还真有可能干得出这些事来。现在你要怎么做？江阴站在陈峰的身后，这一刻的他已是能够感受到陈峰身上散发出来的凛冽杀机。对他而言，母亲是他最后的底线了。若是连自己的母亲遗骸都被人挖走的话，恐怕陈峰真的会发疯的。回陈家找陈天海问清楚。若是这件事真的是陈家干的话，那陈家整个家族都不必留在这世上了。陈峰狰狞的道。一股犹如从九幽地狱释放出来的冰冷杀机弥漫了出去，竟是令得这周围的温度都有些刺骨起来。倘若之前的他对于陈家还有一丝的留情，并没有斩尽杀绝，那么现在他心中所剩的一丝留情都已经荡然无存了。这个家族已经冷血到令人感到发指的程度了。杀人不过点头落地之事，可若是连死后的遗骸都不放过的话，那这个家的人真的已经是连畜生都不如了。陈峰没有丝毫的逗留，背着天丛云剑就再度来到了陈家。一入陈家大门，陈家之内的许许多多下人与护卫全都被吓傻了，一个个拼了命的逃窜，竟是没有任何一个护卫敢上前去阻拦他。陈峰把陈天狼踩在脚下的消息早已传遍了整个盐城，闹得如今整个陈家都人心惶惶。之前的陈峰在陈家之内可没少受到过虐待，这些虐待大部分是来自他的那些同族兄弟，但也有小部分是被一些下人虐待的。因为之前的陈峰在家族之中根本没有任何地位可言，戏耍一个大家族的少爷，这对他们这些下人而言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不过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陈峰并没有急着寻仇，任由其他人逃窜。他背着天丛云剑直接闯入到了内院之中。在内院的一处青石路走廊处，陈天海身穿一件干净的白色衣袍，负手而立，眼神望向他而来。你来了。陈天海淡淡的道，似乎已经猜测到陈峰会再度回到陈家班。看来你知道我要来。陈峰冷冷的与他注视着。你母亲的墓不是我们动的。陈天海率先开口道。呵，陈峰气笑了，自己都还没说呢，
对方就已经先知道了，这般辩解不显得极其苍白吗？既然你知道我母亲的墓，那你想必也知道我母亲的遗骸已经无缘无故消失了，对吧？陈天海，你还是个人吗？就算你再看不起我们母子，可她终究是你妻子，你就这么心狠手辣，连她的遗骸你都不放过？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陈峰一字一句的质问出声，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父亲居然残忍到如此程度了。他知道自己的母亲在他这里一直都不受宠，但他们两人之间也没有太深的仇恨，至于连死后的遗骸都不放过吗？唉，陈天海叹了一口气，眼中露出一抹沧桑之感，仿佛在这半个月以来老了将近10岁般。他摇了摇头道，一直以来你都觉得是我们害死了你母亲，但实际上你母亲的死并非是我们造成的，到现在你还想撇清关系吗？陈峰笑了，眼中却有着狰狞的杀机。陈天海解释道，你母亲确实是因为过于思念某人导致抑郁而终，你以为你母亲日日夜夜想念之人是我，但实则我从未进入过母亲的内心之中，你母亲心里想念的是另外一个人。陈峰微微一愣，显然没能明白陈天海这句话之中的意思。当年你母亲虽为一名丫鬟，但姿色却倾国倾城，放眼整个宁国都少有人能够比拟。我确实喜欢你母亲，可你母亲喜欢的却是别人，而不是我。你的生父也不是我，是另外一名神秘男子。陈天海道。闻言，陈峰犹如遭受一记晴天霹雳般，脸上满是一种难以置信之色，低声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陈天海目光直视着他道，你一直觉得我从未把你当成儿子看待，但实则你确实不是我儿子。当年我确实是喝醉了酒，闯入你母亲的闺房之中，但那时候你母亲的闺房之内还有另外一名男子在。我动怒之下，甚至曾对那名男子生起杀心，可那名神秘男子的实力远非我能比拟，仅仅只是在他的灵力威压下，我便动弹不得了，更何谈去强行与你母亲做那种事。在这之后不久，我便能够感受到在陈家附近出现了一股强大到我无法仰望的神秘势力，我想那应该是冲着你父亲而来的。后来你父亲选择不牵连到陈家，独自离开了，并让我照顾好你母亲。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我见你母亲对那男人依旧念念不忘，所以我一怒之下也没有再去管你们母子，这才导致后来发生的一些事。陈天海说到这里时，眼中也有些懊悔。不过在那一段时间里，他亲眼见证自己喜欢的人扑向其他男人怀里，他又该怎么去面对柳如烟？每见一回柳如烟，他的心就会抽痛一回，所以他后来选择了漠视一切。陈峰怔在了原地，久久未能回过神来。这是这么狗血的吗？他一直都对陈天海既爱又恨，爱是由于父子之间的关系，恨是恨对方的心狠无情，从未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如今到头来才知道，自己居然还真的不是对方的儿子。那我父亲是谁？陈峰问道。你父亲的身份至今都是一个谜，我只知道你父亲很强。陈天海认真的道。罢了，他是谁我也不想关心了，抛妻弃子这么多年，他也不配为人父了。我只想问你，我母亲的遗骸呢？陈峰冷声问道。我真的不知道，你就算是灭了整个陈家，我也不知情。你母亲死后，我曾去祭拜过她，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你母亲的墓被人动过，而你母亲的遗骸也消失了。陈天海道。闻言，陈峰狰狞的杀机这才渐渐平静了下来。他低着头深思，自己的母亲生前也没怎么出过门，也没得罪什么仇家。如果要说仇家的话，想来就是他父亲带来的那些仇家了吧。那些仇家找不到他父亲，然后就把他母亲的坟给掀了。陈峰，我虽然恨你母亲喜欢上其他男人，可毕竟你母亲还是我的心上人，掀你母亲的坟我是做不出来的。陈天海再度认真的道。闻言，陈峰低头沉思了一会，望向陈天海的眼神也渐渐有些复杂起来。之前他之所以恨陈天海，恨的是对方从未把他当成儿子，但在知道了所有的事实之后，他心中的恨意终究是消散了许多。他虽不是陈家人，陈家虽然对你做出了很多过分之事，但毕竟还是养育了他17年。罢了，我母亲的遗骸只能我自己去寻找了。冤有头债有主，陈峰也没再将怒火发泄到陈家身上，转身便离开。陈天海咬了咬牙，忽然抬起头来，看着那一道孤独的背影，喊道：孩子，有时间的话就回来陈家多看看，陈家永远是你的家。陈峰离去的脚步忽然停顿了一下，站在了原地，心中五味杂全。他抬头望着这熟悉的院子，往日的回忆一幕幕回放在他的脑海之中，开心的、难忘的、痛恨的、折磨的，这里有他最熟悉的一切，有他最熟悉的亲人，也有着他最不堪回首的过往。是非对错，仇也好，恨也罢，千百年后一切皆如同过往云烟。陈峰轻吐了口气，有时间再说吧。抛下这句话，陈峰就没再停留了。
夕阳西下，一抹落日的余晖洒在了两人厚重的肩膀上。陈天海那沧桑的脸庞终于露出一抹喜悦。陈峰说：“有时间再说。”那也就是说，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傍晚的晚霞之中，三人并行朝着盐城之外而去。与之前不一样的是，三人如今各自带着一个包裹，所以你很有可能是某个强者之子。江阴神采奕奕地看着陈峰，一开始他还觉得陈峰挺可怜的，爹不疼娘不在，现在才发现对方居然有可能是某个大佬之子。强者？未必吧，谁知道他能有多强？陈峰撇了撇嘴，他前世也很强啊，一人杀的虚神界所有强者胆寒。也许他那混账老爹就是这些强者之中的其中一个，也很有可能他那混账老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早就被他给干掉了啊！如此正好，省得自己再去揍他。那你母亲的遗骸你打算怎么寻找？江阴挑了挑黛眉，再度问道。我现在一点线索也没有，而且那些人既然是老爹的仇人，想来实力都很强，只能慢慢找了。陈峰叹道。江阴沉默了下来。少爷，我们接下来去啊？身旁的板儿忽然抬头问道。我们去皇城，听说那里很大，很好玩，想不想去？陈峰笑道。想啊，板儿当然想，少爷去哪，板儿就去哪。板儿笑嘻嘻的道。陈峰则是看着自己身旁矮了他小半个头的板儿，心中做着一些打算。他得罪的仇家不少，若是让宝儿一直跟着自己，也挺危险的。板儿姐，你想修炼吗？陈峰问道。想啊，我也想成为像少爷那样的盖世英雄。宝儿握了握粉拳，眼中有些激动与向往。别，英雄都是早死的，你还是当个混子吧。陈峰道。宝儿撅了撅嘴，有些不服气。陈峰再度看向了江阴而来。要不把他塞进你们云海学府？江阴挑了挑黛眉，没好气的道。云海学府是宁国的第一学府了，招收很严格的，你以为什么人都能进来的吗？你不是云海学府的导师吗？走个后门啊。陈峰理所当然的道。滚，我没那实力。江阴道。有的，你相信你自己，你可以的。滚。陈峰三人一路同行，出了盐城之后，北边的位置便是属于佣兵们的天堂北陵山脉。北陵山脉横跨着盐城与大天郡两大城市，与盐城相比起来，大天郡无疑才是宁国的大城市。那里有着可翱翔于天际的云船，可以一路直通皇城，否则的话，单靠马车又或者步行，要想抵达皇城，至少得个把月的时间。所以许多达官贵人又或是修炼者都会借助着云船的便利，缩短其中的时间。而此行，陈峰三人正是朝着大天郡的方向一路前往。不过在踏足北陵山脉之后，就连江阴这种强者都变得警惕起来。北陵山脉内妖兽众多，而且还有各种三教九流的人流混迹于此。这些人常年混迹于此等妖兽山脉之中，无论是那狡诈的心性，又或是强大的实力，都让人很是忌惮。三人一路同行，走了将近2天的时间。而在这2天的时间里，也不出意外的，他们沿途遇上了不少的佣兵队伍。这些人常年在刀口上舔血，一见到陈峰这支小队，自然是眼睛放光，一道道目光充满贪婪与垂涎的落在了江阴与宝儿两女之上。老大，这2个女的太正点啊！这若是能够玩上一玩，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不少佣兵都流出了口水了。常年在这种妖兽森林之中生活，他们几乎很少见到过女人，更别提是江阴与宝儿这种极品的美人了。两女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风格，江阴在冷艳之中又透出一抹妩媚，让所有男人都很有征服欲。而宝儿虽然只是一个丫鬟，但同样出落得亭亭玉立，娇俏可爱。这些人常年混迹在妖兽森林之中，哪有机会见到这般漂亮的女孩？如今见到了，自然是心头痒痒。你们想死的话就上去，我不拦着。为首的佣兵老大眼中露出忌惮之色，冷声道。闻言，那些刚刚还流口水的佣兵一个个闭上了嘴巴。这些佣兵也不是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在感受到江阴身上散发出来的雄浑灵力波动后，这些人就明显有所忌惮。毕竟一个画像尽巅峰的人物，在这盐城附近已经是一名实打实的强者了，更何况江阴又是如此的年轻，让人不由得在揣测着这是哪家的大小姐。我们走吧。陈峰灵力释放着，眼神冰冷，与那些佣兵对视着，没有丝毫的惬意，淡淡的招呼着江阴与宝，继续向前深入。这个小子，不少佣兵都诧异地看向陈峰而来，他们看得出来，似乎陈峰这个宁海境的小鬼才是这支小队之中的老大。这天夜里，三人盘坐在篝火旁，借助着这摇曳的火光驱散着夜里的寒冷，同时火架上还放着3只烤肉，在大火的烘烤之下，肉味渐渐变得香嫩美味起来。宝儿双眼放光，望着这香喷喷的烤肉，口水都快流了下来。身旁的江阴也同样美眸有些诧异，淡笑道：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种手艺啊！
此行他也带来不少干粮，不过相比于那些粗糙的干粮，这香喷喷的烤肉无疑更加让人食欲大涨。对了，之前在盐城挑战赛上，萧时雨曾经说过一件事，玲珑玄黄池争夺大会，那是什么比试吗？陈峰忽然抬起头来，好奇地问道。他记得当初萧时雨说出争夺大会时，就连那位丹楼的楼主都脸色大变了。江阴脸颊变得凝重起来，说道：玲珑玄黄池争夺大会是宁国2年一度的超级盛事了，在宁国皇城那边有一座纯天然形成的玲珑玄黄池。玲珑玄黄池内有着丰富的玄黄之气，这种玄黄之气对于修炼者而言无异于是一种大补药，不仅可以淬炼修炼者的体魄达到金刚不坏的程度，同时它还能让修炼者的灵力更上一层台阶。为了这个玲珑玄黄池，宁国之内可没少经历着内战。你要知道，宁国之内势力众多，而且这些势力的掌权者全都是武道强者，一旦起冲突，动辄就是一场生灵涂炭的大战，这对于宁国的安定与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后来为了避免内部斗争，宁国皇帝就制定了这个争夺大会，以各方势力派出来的年轻天才进行无规则厮杀，谁能赢，谁就能夺下那一年的玲珑玄黄池的使用权。玄黄之气，听到这里，陈峰眼底也露出了一些诧异之色。玄黄之气他也认识，这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天地能量。上一世在他还羽翼未满，还没真正成长起来前，就曾用过这玄黄之气，但仅仅也只是几小罐而已，就已经让他的体质得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蜕变了。陈峰已经有些心动了，这若是能让他进入这所谓的玲珑玄黄池，恐怕他那九龙灭神诀的第一重心法也能够修炼到圆满之境了吧。九龙灭神诀一共分为9重心法，每一重心法都有着极强的作用，就像第一重心法断皮劲，便能够锻造出龙族身上的龙鳞来。要知道，龙鳞乃是龙族身上最坚硬之物了，若是能够修炼出龙鳞覆盖在身上，到那时他的肉身将会达到一次前所未见的巨大蜕变。若是在上一世巅峰之时，他或许还看不上这玄黄之气，但这一世一穷二白的他也不得不去争取这些难得的修炼资源了。那为什么当时的丹王林朝歌会露出那么难受的表情？陈峰再度问道。江阴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道：丹楼虽然是宁国之内数一数二的强大势力，收揽着宁国之内近乎80%的炼药师，可你也知道，炼药师有一个很大的缺陷，他们虽然拥有着一手顶尖的炼药术，人脉广阔，可实力却不怎么样。若是让丹楼去跟别人比拼炼丹，或许丹楼就是无敌的，可你若是让丹楼去比拼武道实力，丹楼就只有被别人压着打的份了。闻言，陈峰这才无奈一笑，确实是如此。作为炼药师的他也明白这个道理，炼药师一生绝大多数的精力都在研究丹方上了，哪有功夫再去钻研武道之力？除非是那种绝世天骄，拥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最强领悟力，方才能够丹道武道双修，否则的话，一般的天才钻研一路门道就已经是最大的极限了。江阴继续道：或许正是因为知道实力的这份缺陷，所以丹王大人一直对于这玲珑玄黄池很看重，但可惜他每一届派出来的最强的天才基本上都死在了玲珑大会上，这对于丹楼而言是最大的痛。而基本上不出意外的，每一届的玲珑玄黄池都被剑雨阁给霸占了，并且丹楼派出来的绝大部分天才近乎90%都死在了剑雨阁的人手中，所以这两大势力积怨已经不止1天2天了，这其中甚至是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听到这里，陈峰这才恍然过来，难怪当初看林朝歌与萧时雨两人似乎都恨不得撕咬对方的血肉了，想来若是有机会灭掉对方这等势力，恐怕都绝不会留情了。如此看来，这宁国的皇室还真是不简单啊。陈峰淡笑道。江阴疑惑地看向陈峰而来，显然有些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陈峰笑道：你想想，这两大势力斗得不可开交，谁最得力，无疑便是皇室了。听他这么一说，江阴也感叹道：是啊，不过尽管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也摆脱不掉，毕竟那玲珑玄黄池的诱惑力还是太大了。我想丹楼那边之所以向你抛出橄榄枝，恐怕是想让你以丹楼的立场参加这玲珑大会了。陈峰点了点头，他也想到了这一点，只能说这是一场相互利用的关系吧。陈峰需要这玲珑玄黄池，而丹楼需要的是狠狠地打压一次剑雨阁，甚至是杀穿剑雨阁的所有天才，扬眉吐气一番。一代剑皇吗？陈峰眼中露出凛冽的杀机，他没忘记在盐城挑战赛上萧时雨是如何仗势欺人的，若是有机会，他也不介意让剑雨阁感受一次什么叫真正的痛。刷刷！忽然这时，自远处的黑暗森林之中陡然传出一阵骚动之声。谁？江阴与陈峰等人立马站起了起来，眼神警惕地看向了那片黑暗森林而去。这时只见得一道青年身影狼狈地冲了出来，全身伤痕累累，负伤惨重，那张英俊的脸庞也变得苍白如纸。而在见到这道青年的脸庞后，
江阴微微一愣，接着眼瞳猛地瞪大起来。哥！青年见到江阴后，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般，呼喊道：江阴，救我！哥，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江阴露出震惊之色。下一刻，他像是意识到后方追杀之人冲来，他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即冲向了另一边的森林之中，逃遁而去。哥！江阴再次惊叫，接着他不敢有丝毫的犹豫，立即追了上去。而在后方见到江阴离去的背影，陈峰微微皱了皱眉，心底隐隐涌现一丝不太好的预感。黑暗森林之中，青年在前面疯狂地逃着，而身后江阴也快速地追了上来，边追边喊着，脸颊露出焦急万分之色。哥，你快停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哥！可是无论江阴怎么呼喊，前方的那道青年身影始终未曾停下脚步。终于，两人在追出一大段距离之后，在一块空地之上，青年急掠而出的身影陡然间止住。哥！江阴也赶忙跟上，停在了这空地之上，大声喊着。然而看着这道背影，他黛眉微蹙，渐渐的他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的地方。自己的二哥好像已经是通天境的强者了，并且还是天骄榜第2的狠人。在这宁国之中，别说是年轻一辈了，就算是老一辈的人能够打败他的也没几个，怎么可能会在这种小地方被打成重伤的境地？并且一向高傲的他又怎么会向自己求救？江阴美眸渐渐变得冷冽起来，盯着他问道：你不是我二哥，你究竟是谁？前方之处，那道背影缓缓转过身子，接着从脸上撕下了一道人皮面具，露出一张狰狞可怖的消瘦脸庞。我的好妹妹，哥很想你啊！青年目露贪婪的凶光，眼神毫不忌惮地在江阴那前凸后翘的曼妙身材上刮了几眼，舔了舔嘴唇，阴森地笑了起来。江阴黛眉微蹙，接着像是想到了些什么般，立马转身就要回到陈峰那里去。然而这一刻，数道光影已经从森林之中冲了出来，堵在了他周围。好妹妹，你要去哪里？陪哥不好吗？青年暗笑道。一瞬间，江阴脸色立即冰寒了下去。中计了，这些家伙是故意要引开他的，而他们的真正目标根本就不是他，而是陈峰。而此刻在篝火之地，陈峰的眼神正在四周打量着，隐约之间他也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的地方。江府既然是皇城之内的大家族，而作为江阴的哥哥，应该不会弱到哪里去才对，怎么可能会在这里被打成重伤的地步，并且还向自己的妹妹求救？哪怕就算真是落入险境了，正常情况下不是应该让自己的妹妹先逃吗？怎么可能还会牵连上自己的妹妹一起死？刷刷！忽然这时，就在陈峰深思之间，3道寒芒陡然以一种雷霆之速般从后方森林之中急掠而来，直射陈峰的后背而去。在营帐之前时刻警惕着的陈峰也是迅速感应到了后方的杀机逼近，立马反应过来，转瞬之间一拳轰出，灵力爆发之间就将那3道寒芒击落在地谁。陈峰皱了皱眉，对着那后方的黑暗森林厉喝出声。然而周围依旧一片寂静，无人答话。下一刻，无数道寒芒陡然犹如狂风暴雨般爆射而出，那是一只只携带着狂暴凌厉的长矛，蕴含着洞穿一切的破坏力，在这黑暗的夜间铺天盖地地对着陈峰二人落下。哼！见状，陈峰冷哼一声，宁海境4重天的实力爆发了出来，双拳紧握，直接连连爆轰而出，凌厉如虹，席卷周围，直接是将那爆射而来的无数道长矛之影全部震开。矛影四射，击穿了附近的好几棵大树，那等强横的力道直接将这些苍天大树的树干炸裂开来。兴许是瞧得陈峰这等强大的实力，黑暗的森林之中陡然变得寂静下来，没再发出任何动静。既然都杀到这里来了，何必鬼鬼祟祟？陈峰眼神冰冷地扫视着周围的黑暗森林，脸颊上覆盖着冷冽的寒霜。然而周围的黑暗森林依旧寂静无声。少爷，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宝儿见到镇长，一时间也有些慌了神，娇躯不由自主地靠近向陈峰而来。没事，有我在。陈峰道。宝儿眼睛有些胆怯地望着这周围，以他的年龄又何曾见识过这般阵仗，自然是心底有些惧怕起来。陈峰则是身躯紧绷着，眼眸锐利地盯着周围，体内灵力运转，提防着任何的变故出现。唰！而就在陈峰目光打量时，凌厉的破空声却再度响彻而起。黑暗的夜间再度有着3道尖锐的枪头直接撕裂着沿途空气，发出刺耳之声，洞穿向了陈峰与宝儿2人而去。陈峰眼瞳微微收缩着，在这电光火石之间，他迅速反手搂住宝儿纤细的腰肢，纵身一跃，弹跳出了10数米的距离。砰砰砰！大地直接炸裂了起来，尘土飞扬，3把凌厉的钢枪狠狠地插入了2人之前所站的位置，惊人的力道竟是令的枪身都在微微震颤着，发出嗡鸣之声。果然，
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吗？陈峰脸色有些阴沉，对方明显是有备而来的，先是引开了僵硬，再接着才向他们两人发起攻击。不过依照陈峰的估计，这些人最大的目的恐怕是冲着他而来的，不然也不用特意设下这么大的阵仗了。忽然陈峰像是感应到了些什么，陡然抬起头来，深邃的眼眸望向了远处黑暗的森林之中。只见得在一棵茁壮的大树树干之上，正悄然无声地出现了3道鬼魅般的身影。这3人身穿黑袍，无论是体型又或是相貌，尽数在黑袍的遮掩之中让人难以看清。姐，反应速度还真是够快啊，连续好几招暗袭都被躲过去了。其中一名黑袍人出声，你也别小看了他，毕竟他可是能够打败剑魂灵根的天才，若是太小看了，可是会栽跟头的。另一名黑袍人出声，3人发出戏谑的笑声，眼神充满森然杀机的将陈峰注视着，像是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猎物一般。陈峰抬起眼眸，无惧地与他们3人对视着，心头却是有些诧异。从这3人周身散发出来的灵力可以看出，这3人居然都是画像境的强者了。3名画像境，这可是极其不弱的阵容了。放眼整个盐城，画像境的强者都极其不多见。接着陈峰的目光便是看向了更远处的森林之中，只见得在那并不算遥远的地方，正有着一股股极端狂暴的灵力波动横扫而来。绚丽耀眼的火光正在那里爆发着，伴随着而来的还有着一道道轰鸣巨声。想来江一那边也是陷入了一番苦战之中了。别看了小子，那个美人已经被我们拖住了，你最后的生存机会已经被我们给断了。黑袍人戏谑地笑着，那眼神扫动之间所散发出来的冰冷杀机，就像是把陈峰当成了自己的猎物了。接着3人缓缓从身后拔出了一杆长枪，这些长枪通体黑色，就连枪头都被涂抹上了一层墨色，在夜间就像是隐形了一般，令人难以捕捉。陈峰皱了皱眉，他看得出来，这些家伙都是很有经验的森林猎手了，无论是在动作与手段上都十分的干练，仿佛这种类似的狩猎杀人活动已经进行过千百次了。你们可真是看得起我啊，还特意玩出这么多的花样，就为了杀我。陈峰淡淡一笑，不用谦虚，你值得我们这么做。黑袍人冷笑道，3位大人，你们都是画像境的强者了，而我只是宁海境，临死之前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出自哪个势力的？要死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嘛。陈峰笑了笑，露出人畜无害的表情。没事，你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死去吧，这样挺好的。黑袍人冷笑道。见状，陈峰沉默了一下，看样子这些人嘴巴严得很，暂时是无法轻易从他们口中得知什么情报了。那么该送你上路了，动手吧，速战速决，宰了他。黑袍人也不再跟陈峰废话，充满冰冷杀机的话语吐出，雄浑的灵力便是齐齐爆发了起来，旋即脚掌一踏树干，身躯便是犹如猛虎下山般猛然冲了下来。只见得3人手中枪身震动，在灵力的注入之下，同时朝着下方暴刺而去，那等速度快若闪电般，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直袭陈峰的脑袋。陈峰见到3人动手的如此干脆，脸色也是微变，看得出来这3人都是非常老练的丛林猎手了，无论是战斗经验又或是实力，都远非陈天狼那种家族子弟所能相提并论的。天极之盾，当即陈峰挡在了宝儿的身前，双掌一合，灵力如洪水般释放，直接在身前凝成了一道光壁，当当，尖锐的枪影击打在了灵力光壁之上，刹那间光壁震动着，传来一道道金铁之音，但却未能真正的破开这道护盾。这小子果然有些本事。其中一名黑袍人发出诧异之声，以3个画像境的强者同时出手之下，竟然还无法一击解决掉对方。刷！下一刻，3人很默契的同时步伐一转，迅速分散开来，其中1人继续朝着陈峰的方向攻去，而另外2人则是绕过了陈峰的身躯，朝着板儿的方向冲去。这3人都是经验老道之人了，他们知道短时间内很难再破开这小子的防御，所以便把目标对准向了板儿来。他们看得出来，这小子对于这个小婢女还是有些感情的，若是能够将其擒住，陈峰即便再强也得乖乖就范了。轰！顷刻间，狂暴无匹的灵力便是爆发而出，2名黑袍人手掌探出，同时袭向了宝而去。见状，陈峰眼神闪烁过阴寒之色，这些人没有任何的言语交流，仅仅单靠一个眼神间就能够做出完美的配合，这可不是普通势力能够培养出来的。少爷，宝儿见到那杀机腾腾暴冲而来的2名黑袍人，顿时也有些慌了神。他还没有踏入修炼的门槛，自然是敌不过这些丛林猎手的。而陈峰的正前方也有着一名黑袍人迅速地攻了过来，前后夹击。不得不说，这些黑袍人都是生死战的高手了。唰！在这关键之际，陈峰拔剑了，滔天的煞气自天从云剑上爆发而起，化作一抹嫣红之光流淌过剑身，剑势层层叠加，短短不过一瞬息之间，
便已达100层。旋即，陈锋一剑向四周横扫而出，那锋利的寒芒直接撕裂着长空，犹如一抹星辰之光般纵横而逝。七星剑诀，一剑星芒。赤，四周的空间仿佛被分裂成了上下两半，一道极光剑气带着嫣红如血的光泽横扫一切。那3名黑袍人眼瞳收缩，电光火石之间，3人迅速变掌为拳，轰了出去，与那剑气相撞。砰！爆炸声响彻，3名黑袍人身躯一震，踉跄地倒退了10数步，脸上同时露出惊骇之色。大剑修！3名黑袍人抬起头，眼神犹如鹰准般死死地瞪着陈锋。17岁的大剑修，放眼整个宁国都是绝世无双的天才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小子居然有这般强大的实力。难怪能够打败剑魂之体，这等天资果然非凡。若是能杀了这种绝世天才，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了。3人舔了舔嘴唇，杀机大涨。见状，陈锋挑了挑眉，震退3人后，他没有丝毫的停留，金光灵力爆发，抱起板的身子便犹如一头猛虎般冲向了不远处的黑暗森林之中，就此消失不见追。那3人见状，顿时厉喝出声，全身灵力覆盖，迅速地追了上去。黑暗的森林之中，茁壮的大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将那照耀而下的一缕缕银白月光尽数遮蔽，这也导致广阔的森林之中视线模糊，伸手难见五指。陈锋抱着宝，身形犹如灵猴般快速穿梭而去，他的步伐很是玄秘，每一步落下几乎都难见任何的痕迹，并且他也早已熟悉这种丛林猎杀，像这种暗无天日的森林早已被他摸透。不一会儿的时间，他就已经逃出了数百米的距离。没事吧？陈锋低头看了一眼怀中的宝儿，此刻的宝儿脸颊苍白，双眸之中还有着久久未散的余悸之色。他摇了摇头道：对不起少爷，是宝拖累了你。陈锋笑了笑，别说这种傻话了，就他们3人我还没怎么放在眼里，不过若是让他们一直跟着，倒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必须得杀了他们才行。他回头望了一眼后方，只见得在那不远处的森林之中，正有着3道黑影紧追不舍地跟了上来。陈锋眼底闪烁着凛冽的杀机，他沉思了一会，便开口道：宝儿，我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你放下，你自己躲好，别出来，知道吗？好。宝儿点点头。陈锋见状，立即加快了速度，在穿过森林的同时，他也随手抓了几片叶子，在掌心中揉碎，化为一些散发着异味的汁液，接着涂抹在了宝儿的身上。少爷，你这是做什么？宝儿不解地问道。这些树叶汁能够掩盖你身上的味道，不易被妖兽发现。陈锋回答道。这时候他也不管什么男女之分了，用汁液把他全身都涂抹了一遍之后，便是脚掌一踏树干，整个身子直接穿入到了不远处的大片丛林之中，这才把宝儿给放了下来。这地方丛林隐蔽，光线昏暗，是一个绝佳的葬人地点。安静在这待着，别动。陈锋道。好，少爷，你小心点。宝儿担忧的道。放心，我没事的。陈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没再停留，立即跳出了这片丛林。接着他双拳一握，浑身的金光灵力再也没有压制，彻底的爆发了起来，以此吸引那3名黑袍人的注意。而果不其然，在感应到陈锋的灵力波动后，那3人立即有所察觉，杀机凛冽的道：小子，终于敢现身了吗？追！3人迅速的冲了上去，在越过宝儿躲避的那片丛林时，3人似乎没有什么察觉，直接跨了过去。见此，宝儿紧揪着的心这才放松了下来，但是很快的，他眼中又露出担忧之色。他望着3人紧紧追逐而去的背影，暗自祈祷着：少爷，您一定要平安无事啊！光线暗淡的古老森林之中，陈锋的身躯犹如夜间的猎豹般急冲而过，每一步落下都刻意的留下了一些足印在树干上，而身后3名黑袍人则是随着这些足印迅速地跟了上来。这小子虽说是天才，但毕竟还是初出茅庐，连这种低级的错误都会犯。3人看着这些足印，不屑嗤笑。在这种森林猎杀之中，留下足印等同于把自己的行踪完全暴露在对方眼前了，他们想跟丢都难啊！追上去，早点解决掉，不然的话，那边就要拖不住了。其中一名黑袍人道。当即3人齐齐一喝，全身灵力覆盖，速度大涨，犹如一道道雷霆之影般追了上去。而在前方，陈锋回头望了一眼，在见到那若隐若现追踪而来的3道黑影之后，嘴角也是掀起一抹冷笑的弧度。跟上来了吗？那么猎杀开始了。陈锋轻轻舔了嘴唇，那双深邃的眼眸之中有着一点点的猩红攀爬了上来。这种熟悉的森林猎杀，他已经好久没有玩过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嗜杀感渐渐的在心头升起。这就像一头沉睡的狮子渐渐被心血所唤醒过来般。刷刷，夜幕之下，3道鬼魅般的身影犹如幽灵般在黑暗森林之中以极快的速度穿梭而过，他们落地无痕，
每一步落下都悄无轨迹可循，显然是太熟悉这种森林猎杀了。在穿梭之中，他们抬起头，脸庞露出这残忍笑容的盯着最前方之处狼狈逃窜的身影。随着双方之间的追逐战拉开序幕，双方之间的战斗经验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了。与他们那落地无痕的诡异步伐相比，前方之处的陈峰则是表现得无比狼狈。仓促逃窜间，无论是对自己气息的遮掩，又或者落地时所生出的淡淡足印，都让人不屑一顾。他们心中认为，无论陈峰表现得如何天才，但后者毕竟只是17岁左右的少年，再加上后者是家族之中成长起来的，缺少历练的机会，与他们这些常年在刀口上舔血的老练猎手相比，差距极大。在生死交战之中，心态是最重要的，冷静的头脑、敏锐的直觉以及毫不留情的狠辣杀伐，才是决定一场生死之战最为关键的因素。但可惜的是，在他们看来，这些陈峰全都不懂，所以现在的他才会如此慌乱。一旦在生死之战中失去了冷静的头脑，就意味着死亡的接近了。小杂碎，你是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的。三人冷笑出声，旋即脚掌一踏，全身灵力暴涨，速度陡然加快起来，仅仅只是一眨眼间，便是掠出了数百米开外。而在前方，陈峰急促地逃窜着，已经没有了一开始那种灵敏如猴的矫健身姿了。他开始不停地被大树的树根所拐倒，然后又慌乱地爬起来，继续像无头苍蝇般四处逃窜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近。陈峰看到了一处枝叶繁茂的密林，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般，迅速地冲了进去。见此，后方的三人露出不屑的眼神，自以为躲进了这种密林之中，就能够逃过一线生机了吗？唰！刹那间，他们爆发起雄浑的灵力，加快速度，跟随着他的身形轨迹，冲入了那片密林之中。然而，就当他们刚刚冲入那片密林之中时，那刚刚一直慌乱逃窜的身影，竟是忽然间在他们眼前消失不见了。不仅仅如此，就连附近的树干以及大地都没有留下任何的足印，仿佛此人是凭空在这里消失的。不见了！其中一名黑袍人发出惊疑之声。他一直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不可能跑得远的，他一定是躲在这附近了。搜，快给我搜！另一名为首的黑袍人冷喝道，脸色显得无比阴沉。一个在温室里养大的17岁少年，即便再天才，也不可能逃得出他们的手掌心的。三人迅速分散开来，对着那些生长得比较茂盛的密林角落搜寻而去。这些地方是最容易葬人的地方。唰！然而，就当三人分散开来搜寻时，一道神秘的黑影在黑暗光线的遮蔽下，犹如猛虎般，忽然从一处密林之中冲了出来，直袭其中一名黑袍人而去。在这光线极其不足的环境下，他的出现足以让所有人都防不胜防，并且速度极快。哼，不自量力的小鬼，真以为我没有防备着你这一招吗？那名黑袍人见到这道神秘黑影的冲出，冷静无比，并未出现任何的慌乱。他们三人也都是经验丰富之人，手中的长枪始终未曾离手，周身覆盖着一层灵力，就是为了防备陈峰从哪个角落里冲出来。这种偷袭手段，他们见识多了，可唬不住他们。唰！黑袍人在第一时间内把长枪贯穿了出去，枪身如龙，携带着狂暴的波动，当场就将那道黑影的身躯给洞穿了，鲜血喷洒了出来，那刺鼻的血味瞬间弥漫了周身空气。这股血味，远处为首的黑袍人像是闻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微微一怔，接着脸上就浮现出了惊动之色，冷喝道：“是兽师，这是兽师！”那名黑袍人脸庞轻蔑的笑容还未凝固起来，一道神秘的黑影就再度从兽师的后方冲了出来，以电光火石之间的速度一剑刺出。砰！兽师当场爆炸了起来，血肉同时喷溅而出，黑袍人瞳孔猛地收缩，一抹无情的剑光就已经划过他的喉咙，而过刹那间，他感觉天旋地转，眼前的视线变得无比模糊。人手分离，一剑秒杀，一颗脑袋血淋淋的被陈峰砍了下来。在那暗淡的光线照耀下，一道挺拔的少年身影一脚踏在了无头尸体上，人畜无害的脸庞上露出淡淡的笑容。这颗人头送你们了，陈峰笑道。其他两名黑袍人甚至都还没完全反应过来，他们怔怔地望着陈峰脚掌踏立在那无头尸体之上，而那名黑袍人则是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三弟为首的黑袍人眼眶通红，发出了一道悲泣的低吼之声。他做梦都没有想到，那一向最为机灵的三弟居然死了，而且就死在他们最看不起的少年手中。轻敌，他们太轻敌了。他们三人全都被这小杂碎刚刚慌乱无措的外表所欺骗了。这家伙能够打败剑魂之体，本就是天纵奇才了。这样的人物，面对着敌人的追杀，怎么可能会如此慌乱无措？他们犯了一个最不该犯的错误了，那就是太轻敌了。老子发誓，一定会宰了你的。黑袍人抬起头来，脸庞上满是一种狰狞可怖的杀机。现在，唯有亲手宰下陈峰的人头，才能告慰他们三弟的在天之灵。
但愿如此。前方之处，陈峰依旧人畜无害地笑了笑，转身之间，身躯便是再度犹如一道灵猴般穿入到了森林之中，消失不见。追，绝不能让他有一丝的生还机会。黑袍人斩钉截铁的道：这一次陈峰必须死。剩余的2名黑袍人眼眶含泪，暴冲而出。这一次他们没给陈峰任何机会了，全身灵力暴涨，速度直接开展到极限，追逐而去。经过这一次，黑袍人已经明白，这小子绝非是什么普通人物。刚刚那一剑着实太快了，快得让他们无法反应了。他们自认，即便是他们处于3D 的那种形势下，估计就算不死也得重伤了。那一剑已经超越了宁海镜所能施展的最大极限范畴了。黑袍人全速追逐，而在前方之处，陈峰也同样展开全速，穿梭片片树林，极力地拉开双方之间的距离。2个画相近2重天，一个画相近1重天，现在干掉了一个画相近1重天的，就剩下这2个画相近2重天的了。陈峰心里盘算着，2个画相近2重天对他而言还是有些麻烦了点，得想办法再干掉一个才行。陈峰深吸了一口气，脚掌一个踏步，便是暴掠而出，再度冲入了前方的一处茂森的密林之中。后方2人见此，眼中都是散发着浓浓的恨意，没有丝毫的停留，直接跟随着他冲入到了那片茂森的密林之中。然而下一刻，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陈峰到了这里，身形轨迹全部消失，无论是足印又或是气息都荡然无存。黑暗的夜幕之下，这里静悄悄的，在那枝叶繁茂的树丛遮蔽下，连风都吹不进来。黑袍人四处扫望了一眼，在这昏暗的夜色下，视线模糊，已然难以看清任何东西了，更别提去轻易找出陈峰的踪迹了。而在不远处，同样有着一些隐蔽的丛林角落，那里静悄悄的，没有发出任何一丝动静。但有了之前的惨痛教训，这些隐蔽的丛林角落已经难以让人不起疑心了。想故技重施吗？黑袍人脸庞露出一抹狰狞凶意，掌心摊开之间，一团雄浑的火焰灵力便是在掌心之中爆发了起来，温度极高，已经拥有了毁灭性极强的破坏力了。我看你如何躲！黑袍人眼神阴寒，一掌狠狠地打向了那些隐蔽的丛林而去，灵力喷涌，火焰瞬息席卷，短短片刻功夫便将那些丛林给点燃了起来。如法炮制，黑袍人又继续轰出了好几团火焰，将那些丛林角落给烧了起来。火焰蔓延，火光照亮了这片丛林，驱散了黑暗，光线重新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然而眼前依旧没有任何的动静。不在这里吗？另一名黑袍人惊疑出声。为首的黑袍人也皱了皱眉，脸上的怒意更甚起来，低吼道：鬼鬼祟祟的，有种出来单挑啊！他却是忘记了，似乎他们之前也是这样鬼鬼祟祟的对付陈峰一行人的，只不过现在猎人与猎物之间的关系反过来罢了。走，到前面去看看。为首的黑袍人道。接着2人握紧手中的长枪，便是眼神警惕地走向了前方而去。而这时，一道鬼魅般的身影已经悄无声息地从上方的一处树丛中落了下来。在落下来的刹那，他的脚步踏在地面上，竟是没有半点声响发出，静若寒蝉，旋即身躯如猛虎般暴冲而出，直接杀向了他们的后背而去。唰，一剑拔出，剑如雷霆般带着一抹极光，纵横而过，刺向了其中一名黑袍人而去。那一瞬间暴露出来的杀机，也立即让为首的黑袍人反应过来，猛地低喝出声：二弟小心！与前面那名人手分离的黑袍人相比，眼前之人反应速度无疑更快，在那电光火石之间，便是猛地转过身，枪身随之而动，如同蟒蛇出洞般贯穿而出。轰！狂暴无匹的火红灵力缠绕在了枪身之上，贯穿而出的瞬间，立即带起一抹璀璨的火光，熊熊燃烧了起来，炙热至极。空气被压得呜呜作响，那凌厉的一枪竟是直指陈峰的脑袋。秘术，百花缭乱。在枪身距离陈峰3尺距离时，陈峰脸庞陡然变得冷冽起来，脚掌猛地朝大地一踏，一抹古老玄奥的波动立即在脚下扩散而出。旋即，自他的周身竟是变换出了10几道一模一样的身影，左右上下全部散开，同时一剑刺向了黑袍人而去。在这电光火石之间，眼前忽然出现10几道一模一样的身影，黑袍人也有些措手不及，一枪贯穿而出间，竟是不知瞄准向哪一个了。为首的黑袍人也有些震惊，这是什么武学？黑袍人猛地一咬牙，手握长枪，快速变招，一枪向四周横扫了出去。砰砰砰，那些残影一道道被震破，化为滚滚黑烟，消散在了空气之中。哼！黑袍人冷冷一笑，只是下一刻，还没等他的笑容凝固，一抹剑光竟是不知何时的在他的左方出现，毫不留情地斩向了他的喉咙而去。唰！利器划破肉体的声音响彻而起，一条手臂陡然掉落而下，鲜血犹如涌泉般喷灌而出，而那名黑袍人也发出了凄厉的惨叫之声。啊！小杂碎，
我一定要把你给宰了。黑袍人捂着断臂的伤口，痛得脸色都变得苍白起来，咬牙切齿地低吼出声：但愿如此。陈峰依旧人畜无害地淡淡一笑，他本来还打算依靠那一剑就给对方抹喉了，却没想到对方居然给用手臂挡住了致命的一击了。不过算了，这并不妨碍陈峰接下来的杀戮。而远处那为首的黑袍人脸色也泛起了一抹震动，惊骇无比。这个小鬼太诡异了，与之前他们所对付的任何人都要诡异太多，简直就像是一个绝世强者在压低着实力，戏耍着他们玩一样。死在他们三兄弟手中的画像镜都不计其数了，区区一个宁海境4重天的小鬼，却让他们付出血淋淋的代价，这等结局让他们感到无比梦幻。他们本应该是可以轻而易举的就把对方给抹杀了才对啊，很意外吗？陈峰笑了笑，握着天丛云剑，在沾染了鲜血之后，这天丛云内的煞气像是被激活起来般，一道道殷红色的血纹渐渐生长了出来，缠绕着整柄锋利的剑身，充满了一种邪魅的味道。说句实话，真要玩这种森林猎杀，你们还真不够我玩的。陈峰笑道，他这话可没有任何夸大成分，事实上他前世就是经常跟敌人玩这种森林猎杀，无论是隐遁之术还是各种丛林经验，都比这些人高出太多了。接下来就该结束这场游戏了。陈峰眼神陡然冰冷下来，冷漠的道，一个残废，一个无缺，虽然这等阵容依旧强大，但已经不足以让陈峰再继续躲避下去了。该死的杂碎！两名黑袍人气得咬牙切齿，他们望着那衣衫不沾染一丝血迹的俊朗少年，心中既恨又怕，怕是被之前对方的手段所震慑到。不过在感受到陈峰身上那宁海境4重天的孱弱实力后，两人又镇定了不少。无论如何，对方也只是一个落后他们将近7重天的小鬼罢了。他就不信了，境界相差7重天，对方还能翻盘不成？要知道，宁海境的直跨7重天与画像境的可是截然不同。越高境界之人，每1重天的实力差距都更加明显。动手，一起宰了他！为首黑袍人低吼道。下一刹那，两人都不再留手，雄浑的火红灵力自周身毫无保留地释放而出，形成滚滚炽热的火焰般覆盖着全身。接着两人同时暴冲而出，两杆长枪同时贯穿而出，以猛虎扑食之势直袭陈峰的脑袋而去。见状，陈峰身躯微弓，做出拔剑之势。轰轰，剑压层层叠加，大地在陈峰脚下迅速地崩裂开来，周身的空间都仿佛重力成倍地暴涨起来。狂风在周围怒吼着，将地上的沙尘尽数卷起。这种剑压的叠加速度快得惊人，转眼之间便是上涨到了100层。100层剑压凝聚在了剑身之上，刹那间天丛云剑都拼命地震动起来，金光覆盖，竟是将这剑身变得无比耀眼。这种剑压的凝聚速度也是让的两名黑袍人大吃一惊。他们不是没有见过大剑修，只是那些大剑修在凝聚剑压之时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像陈峰这样前后都不超过3秒钟就已经将剑压给凝聚完成了，这般速度简直颠覆了他们的认知范畴了。在那双枪即将抵达陈峰的脑袋上时，陈峰陡然动了，只见的后者步伐错开，竟是以一种极为刁钻的角度险险地避开了那2道攻势，旋即一剑拔出，璀璨的星芒犹如破空之剑般急射而出，从他的喉咙之间抹过。唰！一瞬息之间，狂风骤然而止，那名断臂的黑袍人手中的长枪陡然哐当一声掉落而下，人手分离，鲜血喷涌而出，一剑击杀。陈峰握着剑转身回头看了一眼，那冰冷的双眸之中没有任何的感情。小畜生，我宰了你！最后剩下的黑袍人脸庞狰狞扭曲成一团，一股暴力的杀机不断攀涨。他握着长枪，雄浑的火红灵力自体内倾巢而出，全部灌注到了枪身之上。嗡！顷刻间，枪身拼命震颤起来，一抹火红之光耀眼的爆发而起，竟是在枪头凝聚成了一头蛟龙之躯，狰狞凶厉。火煞龙影！黑袍人脚掌一踏，身躯便是如同猎豹般暴冲而出，手中的枪贯穿而出，直接是化为一头丈许大小的蛟龙，嘶吼着冲击出去，那惊天气势凶猛无比。见状，陈峰握剑，深邃的双眸陡然间在此刻闭上，周身的天地好像在他眼前消失而去。金光灵力如同洪水般爆发起来，源源不断地注入这天从云剑之上，在接收了这股庞大的灵力，剑身上的煞气血纹全都亮了起来，好似某种古老的封印正在被强行的扯动。轰！下一刻，一股滔天的凶煞从剑身之上猛地爆发而起，腰剑变得血红无比，剑尖之处萦绕着一种死亡的波动。陈峰睁眼，脚掌一踏，同样暴冲而出，剑光与枪影同时撕裂长空，大地在两人的踩踏之下不断崩裂。那一刻，呜呜狂风在天地间怒吼着，沙尘纷飞，大树哗啦啦的拼命摇晃。
七星剑诀，麒麟之势。淡淡的低喃声吐出，剑光刺出的瞬间，那妖剑的剑身仿佛化作一头雷电麒麟，陡然急射了出去，与那迎面冲来的蛟龙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砰！爆炸声响彻，璀璨的火光与雷电同时闪烁起来，一道道惊人的余波快速横扫出去。而后黑袍人便是惊骇地见到，那道雷电麒麟的剑芒竟是直接势如破竹般的将那头蛟影从中间横切成了两半，蛟龙之影爆裂，长枪也直接被震飞了出去。那抹剑光则是散发着冰冷的寒芒，停留在了他的喉咙之处。感受着剑锋上所传来的死亡味道，黑袍人僵硬着身躯，眼瞳瞪大着，死死地盯着眼前这名杀机冰冷的少年。他怎么也不会相信，他居然败了，而且败得如此之快，直跨7重天。这小子简直就像是一个怪物。谁派你来的？说！陈峰冷喝出声。黑袍人嘲讽一笑，眼神轻蔑地看着他，道：想知道吗？你不配。唰！陈峰毫不犹豫，一剑抹过他的喉咙，果断地斩下了他的脑袋。顷刻间，就连最后一名黑袍人也化为无头尸体倒了下去。真是犯贱！陈峰冷眼瞥了他一眼，他本来没打算这么快就杀了对方的，没想到对方居然这么想死。既然问不出什么东西，那他也就不问了，就让对方带着这个秘密到阎王爷那里去报道吧。陈峰收起了剑，刚打算离开这里，只是下一刻，他似乎察觉到了些什么，停下了脚步。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掌，只见得在他的掌心之中，有着一丝丝的血煞之气在残留着。这些血煞之气虽然并不强，但竟然能够顺着他的肉掌，想要侵入到他的经脉之中。这就是妖剑的侵蚀吗？陈峰低喃自语。当他把灵力催动到极致时，这把妖剑也开始展露他的峥嵘。虽然这把妖剑还处于封印的状态，但饶是如此，那股血煞之气也不是寻常人所能扛得住的。前几任妖剑的主人估计就是因为没能扛住这妖剑的血煞之气侵蚀吧，所以才会暴毙而亡吧。估计前几任妖剑的主人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些血煞之气的厉害，才会暴毙而亡的，也兴许是意识到了，但却束手无策，没有办法解决掉也有可能。这些血煞之气倒是有些麻烦，得找个时间处理掉才行。陈峰心中念头想着，陈峰体内九龙灭神诀运转，用那雄浑的龙力将这一抹血煞之气给镇压了下来。做完这一切，他方才离开。只是还没走几步，一道绝美的倩影忽然间抱着一个娇俏女孩，一起从远处的森林急掠而来，降落到了陈峰的前方。来者之人正是江阴，而宝儿也被他找寻到了，一起带了过来。少爷，您怎么样了？宝儿刚落下，便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眼中泛着泪花，显然是被吓得不轻。我没事。陈峰笑着冲他摆了摆手。江阴见到陈峰安然无恙后，也是松了口气。在得知了有3名画相境的强者追杀陈峰而去时，他心底可没少担心。虽然说陈峰曾经直跨8重天，打败了剑魂之体的陈天狼，但那毕竟还只是处于宁海境的对手。而现在他面临的可视画相境，唯有同样踏入画相境的他，才能明白这个境界之人有多么的强大。然而当江阴看了一眼陈峰之后，又看了看附近的2具无头尸体，脸颊也是愣住了，有些古怪的看向陈峰而来。你把他们杀了？江阴眼神震动的道：不然呢？难道坐以待毙？陈峰瞥了他一眼，没好气的道。江阴倒吸了一口凉气，脸颊布满了震惊之色。那可是画相境啊，剩下一个呢？宝儿不是说有3个人吗？另外一个死在其他地方了，怎么？你看上他们了？陈峰意味深长的笑了笑。滚！江阴没好气的骂了一句。不过江阴心中依旧有着久久未能散去的惊骇，这小子真是越来越出乎他的预料了。直跨8重天打败了剑魂之体的陈天狼也就罢了，现在居然连3个画相境都死在他手上了。若是让他再成长几个月，那还得了，恐怕整个宁国都要找不出对手了吧。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陈峰忽然抬头问道。江阴摇了摇头，不清楚，我刚刚被2个画相境巅峰的强者给拖住了，费了好大功夫才把他们给打跑了，这才马不停蹄的赶往你这里来。陈峰看着眼前这2具无头尸体，陷入了一番沉思之中。难不成这是剑雨阁的人派来的吗？他目前为止得罪的最大势力便是剑雨阁了，按照他的预计，以剑雨阁的恐怖人脉与实力，派出几个画相境来杀他，还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我也觉得很有可能是剑雨阁。江阴点了点头，他与陈峰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恐怕唯有剑雨阁会这么做了。算了，不管是谁，总之这笔债就记在剑雨阁身上了，他就认了吧。陈峰直言道，反正他现在得罪的最大仇家就是剑雨阁了，即便这些人不是剑雨阁找来的，他也会把这债算在剑雨阁头上，这债就让他来背吧。走，我们趁着夜里赶紧出发吧，现在距离大天郡也不远了，到了那里
就算是剑宇阁想要暗杀你，也不会那么明目张胆了。江阴道：陈峰点了点头。三人不再逗留，收拾着行李，便继续朝着大天郡的位置挺进。而在陈峰与江阴等人走后不久，这座沉寂下来的森林便忽然有着2名黑袍人穿梭而来。他们落向这2名无头死者的前方，看着眼前这2具尸体，脸色有些阴沉。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场猎杀居然还会失败。都派出了这等阵容了，居然还连一个宁海境4重天的小鬼都抹杀不掉。若是江阴在这的话，立马就能够认得出来，这2人正是之前与他缠斗的2个黑袍人。真是一群废物！我剑宇阁养你们，还不如养几只狗了，真是浪费粮食。一名黑袍人骂骂咧咧的道：大人，现在该怎么办？另一名黑袍人眼底泛着震动之色，忍不住问道。他能够感受得到，仅仅只是过了不到10天的时间而已，那小子的实力居然又增长了不少，现在居然连画相境低品的强者都斗不过他了。为首的黑袍人脸上露出阴寒之色，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当然是上报剑宇阁，也不知道剑皇大人会不会动怒就是了。本以为是一次立功的机会，没想到立功不成，反而还可能惹剑皇大人动怒，真是得不偿失了。要不我们在云船上动手？黑袍人小心翼翼的道。云船？你知道云船背后的势力是谁吗？那是圣龙商会啊，你敢在上面动手吗？闻言，黑袍人缩了缩脖子，心底有些余悸，不敢再提及此事了。圣龙商会虽然比不了丹楼与剑宇阁，但是圣龙商会有钱啊，太有钱了。这种云船正是圣龙商会发明出来的。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圣龙商会招揽了无数强者，为他们卖命。恐怕他们刚在云船上动手，不管他们是来自哪个势力的，恐怕会被当场扔出云船。走，此事再商议。黑袍人阴沉的道，也不再在这里浪费时间，身形一动，便是消失在了夜幕之中。初晨破晓，一缕缕金色的阳光渐渐地驱散了漫天无际的黑暗，而随着黑夜的退去，这辽阔无垠的山脉之中再度响起了一道道暴动之声。许许多多的佣兵都结束了一晚的休息，又继续在山脉之中寻宝，赚取各种佣金了。而这时的陈峰3人则是已经走出了这片暗无天日的山脉了，来到了大天郡的城口门之处。望着这座火爆的城市以及那城门口之处进进出出的浩荡人群，宝儿终于是长长松了口气。从未经过这等生死磨练的他，这一路简直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惊心动魄啊！如今再度见到这等大城市，自然是感到万分的亲切了。这大天郡比盐城繁华了很多，势力也更加杂乱，不过我们也不用在这里多逗留，坐个云船就可以直接离开了。江阴笑道。宝儿乖巧的点了点小脑袋，接着他又回过头去看向了陈峰而来，犹豫了一下，便道：这大天郡内的势力都比你们盐城的各大家族要强大数倍，你可别惹事。你看我像是很喜欢惹事的人吗？陈峰无语的道，明明之前的事是别人招惹他的，关他什么事啊？如此正好。江阴淡淡的道，旋即便是叹了口气，不知为何，他总感觉陈峰是自带祸事的体质，反正他待在陈峰身边这大半个月的时间，就遇上好几次生死之战了。走吧，进去看看。江阴不再多说，招了招手，便带着陈峰与宝一起进去。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这大天郡了，之前来盐城时也是坐云船先抵达这里的。进入大天郡之后，能够感受到一股迎面扑来的火爆现象，无论是人流量又或是各式商店，都比盐城要多出很多，并且这里流通的商队也是最多的，毕竟这里是附近好几个大城市之中唯一拥有云船的。有着云船这种交通便利，自然也就导致这个大天郡比起其他城市要热闹很多。咱们先找个地方吃饭，吃完之后就直接去圣龙商会，那里就有着云船可以乘坐。江阴道：可以。陈峰点了点头，没有异议。这几天他们天天吃着烤肉，就算再好吃也会有些吃腻了，自然是想要换换口味了。3人找了一家酒楼，也不怕多奢侈，毕竟陈峰身上还有着几万两呢，再怎么吃短时间也吃不完了，便点了一大桌的好菜，直接开整起来。3人吃的有些狼吞虎咽，就连是饿死鬼投胎般。江阴也放下了往日里的女孩子淑女包袱，大口的吞咽着。他知道在陈峰与宝儿2人面前，压根就不需要什么大小姐的礼仪。在吃饭的同时，隔壁桌却开始小声窃窃私语起来。听说了吗？那位名声响彻整个宁国的第3位剑魂之体，都还没展露出傲人天资呢，就已经被人给打败了。哦，剑魂之体不是天纵奇才吗？岂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吗？哼，天纵奇才又如何？还没成长起来的天才，在那些大人物眼里依然只是小鬼而已。皮肤黝黑的男子感慨了一番，又继续道：不过我听说最近打败他的并非是什么大人物，而是蛮山镇内的一名傻子，好像名叫陈峰。真是可惜了，我本来打算亲自出去踩一踩这个剑魂灵根的拥有者呢，没想到却被人捷足先登了。
另一名高高瘦瘦的男子笑道：“就你。”黝黑男子冷笑，拍了拍他的肩膀：“活着挺好的，何必去作死？”饭桌上，宝儿听着这些议论声，脸颊上有些欣喜，压低了声音，嘿嘿笑道：“少爷，您好像出名了。”“虚名而已。”陈峰摇了摇头，并没有太在意。然而，那一桌的议论声并没有停下来。不过，更加令我在意的是另一件事。我听说皇城的江家大小姐，好像是受到了那个傻子什么蛊惑了，居然一直追随在他身边，真是可笑。堂堂江家大小姐，居然给别人当了奴仆使唤了。黝黑男子冷笑道：“什么江家大小姐？你难道没听说过吗？这个江阴是庶出的，她好像是江家族长的四房小妾所生，四房的地位，那不就是天生给人当奴仆小妾的命吗？”高高瘦瘦的男子大笑出声：“庶出，四房。”听着隔壁桌的议论与笑谈，陈峰陡然抬起头来，目光不由得看向了江阴而去，却是见到江阴娇躯因为这些议论声细微的颤抖了一下，美眸之中有着不易觉察的黯然闪烁而过，旋即便恢复了平常，继续吃着东西，一言不发。见此，陈峰抿了抿嘴，如此看来，江阴在江家之内也并非是那么好过的。在这个世道，嫡系与庶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像寻常的富豪家庭都有娶个3妻4妾的，更别提皇城之中的大家族了，妻妾更是成群正妻诞下的子嗣，地位是最高的，名为嫡出。而2房与3房甚至是4房5房之类的，都不过是庶出，地位都要比嫡出低很多。而江阴是4房诞下的，又是女性，地位之低更是可以想象到了。隔壁桌的交谈声并未停下。江家乃是将帅之府，江家的家主江洞庭在朝廷之上更是手握兵权，位高权重。然而他常年在外出征打战，府中之事基本上都是他长夫人说了算。我听说啊，近几日江夫人已经开始为江阴谋划了一门亲事了，似乎是打算将江阴嫁给户部尚书的公子。皮肤黝黑的男子低头说着：“不会吧，户部尚书的公子，那不就是那个皇城之中整日流连在青楼之中的纨绔子弟吗？他不是已经娶了6个小妾了吗？”高瘦男子有些不敢置信。黝黑男子嘿嘿笑道：“所以我才说啊，这江阴就算是武道天赋再好，也只配沦为当小妾的命了。哎，只是可惜了这么一个美人了。”确实是可惜了。高瘦男子遗憾地摇了摇头，附和道：“江姐姐。”宝儿忽然间感觉吃的有些不是滋味了，那漂亮的大眼睛泛着一些通红的看向江阴，心中有些难受。忽然间他觉得眼前这个实力极强的大姐姐似乎也有着她不堪重负的压力。常人只看到了她出生在江府之中作为大小姐的风光，却不知其实她也是生活在了水深火热的家庭中。然而作为当事人的江阴却始终很淡定，在吃完饭之后，她便用手帕擦了擦嘴，淡淡的道：“吃饱了吗？吃饱了，我们就去买船票，走吧。”陈峰点点头，付了账之后就直接走人。他也没说什么安慰的话，因为他知道江阴不需要这些。3人吃饱喝足之后，买了3张船票，就登上了一艘云船离开。就连陈峰也不得不感叹，在他离开天武大陆的这些年里，天武大陆的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就像这种云船，竟能依靠着火矿石作为能源，漂浮在空中。3人站在了甲板上，目光遥望着下方的一处处山脉风景。时值黄昏，晚霞为这广阔无边的天地披上了一层彩虹色的外衣，一副波澜壮阔，犹如山水画般呈现出来的锦绣山河展露在了眼前。那里群峰起伏，剑鹤盘旋，有着如9天银河的瀑布，有5岳山川巍巍耸立，更有如巨兽匍匐的钢铁守卫巨城，目之所及皆为宁国河山。少爷您看，这些山都变得好小啊。保手指着下方的一座座连绵山脉，惊奇的出声：“是啊，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等你以后努力修炼，达到天人境，便可以踏空而行了。到时候想去什么地方，直接踏空而行便可以去了。”陈峰笑道：“踏空而行。”宝儿眼中露出向往之色：“少爷，武者真的可以达到这种可怕的层次吗？”他只是听说过那些真正的强者有着通天彻地的本领，御剑而行，踏空而走，这一些全都在古书的记载之中。只是从小生活在蛮山镇那种小地方，他也从未见识过。当然可以，宝儿，世界是很大很大的，你现在所见到的都只是弹丸之地，就连这宁国都也只是波澜壮阔的世界里的一束尘埃而已。上到9天虚神界，下到深渊地府，这些都不为世人所知，但他们却真真实实存在的，那里才是真正的大世界。陈峰笑道：“那宝儿一定要好好修炼，等以后我也要踏空而行，去好好见识一下这广阔的世界。”宝儿握了握拳头，那漂亮的大眼睛之中有着一抹激动喜悦之色。而就在2人交谈之间，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却忽然从他们旁边响了起来。“爷爷，外面风大，我还是扶您回屋休息一下吧。”一名身穿紫衣的亭亭玉立少女
正双手搀扶着一名苍老年迈的老者。眼见老者咳嗽得如此剧烈，少女脸颊上也有着不安与担忧之色。不用，老夫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能再看到我们宁国的锦绣山河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以后再想看，可能也看不着了吧。老者摇了摇头，淡笑道：爷爷，您别这么说。少女眼眶有些嫣红起来，泪花在她流离美眸之中打着转。她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脸颊勉强挤出一抹笑容。爷爷您别放弃，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救治你的办法的。老者摇了摇头，没有说话。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最清楚，现在的他只是枯木残叶，随时都可能罢手离世，怎么可能还会有希望？不过现在的老者也看开了，既然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他也只想要再多看两眼这片山河罢了。兴许是听到他们爷孙俩的交谈，陈峰诧异地回过头去，便是见到一名青袍老者与一名紫衣少女一起站在了这甲板上。老者双脚虚浮，消瘦如柴，脸庞布满着老旧的皱纹。他一边看着下方的景象，一边剧烈咳嗽着，浑浊的目光之中带着一丝留恋。而扶着他在一旁的则是一名紫衣少女，后者亭亭玉立，容貌绝佳，无论是其穿着打扮，又或是本身的清贵气质，明显不是普通人家。不过最让陈峰引起注意的是，在这爷孙两人身上都有着一股淡淡的肃杀之气，尤其是那个老者身上的杀气是重的，这种杀气并非是刻意流露出来的，而是杀过很多人之后才能累积出来的，寻常人是无法感受到的。两世为人的陈峰灵魂力比较强，便能够感受得出来。陈峰目光落在了他们两人的身上，老者与少女也察觉到了陈峰的目光，便同时望了过来。少女眼中露出一抹鄙夷之色，像这种目光她已经见过无数次了，理所应当的，她也以为陈峰是看到她的美貌被吸引得移不开眼睛了。你看什么？少女有些生气，冷喝道：小兰，莫要无礼。老者冷声呵斥了一句，温厚的道：你的脾气还是没有收敛，我告诉过你，你要学会保持灵台宁静，固守本心，不能为自身的戾气所困，否则时间一久，迟早会反噬到自己。是，我知错了。少女点点头，不敢反驳。我们回去吧。老者道，接着他便冲着陈峰致歉的点点头。少女赶忙搀扶着老者往回走。见此，陈峰也没有去理会。哪知老者刚往回走没几步，他的咳嗽愈发剧烈，竟是渐渐的咳出血来了。这一幕可把身旁的少女吓坏了。爷爷，您怎么了？您不要吓我啊！话音落下，他咬了咬牙，将手掌贴在老者的后背上，就要运转体内的灵力为其渡气。身后的陈峰见此状，不由得摇了摇头，道：我劝你别乱动，你这样盲目的给他渡灵气，只会加速他体内的毒素蔓延。他本来还能再活1个月，由于你的乱来，他可能就只能活3天而已了。闻言，少女转过头来，美目怒瞪着陈峰，冷声道：你敢咒我爷爷，信不信我宰了你？少女杀机凛冽，那一身血气像是真正的杀过不少人般。行，那你随便吧。陈峰也懒得跟他辩解，转头便继续看风景去了。少女脸颊露出纠结之色，那刚刚抬起来的玉手留在了半空之中，也不知该怎么办了。老者的咳嗽声渐渐的变缓下来，他抬了抬手道：小兰，我没事，你别冲动。接着他便停下了脚步，转头诧异的看向陈峰而来，浑浊的目光之中有着一丝惊异之色。这位小兄弟，能否问个姓名？陈峰。陈峰。老者与少女都错愕了一下，这个名字最近可是响亮的很，敢问是否是打败了剑魂之体的陈峰？陈峰点了点头，果然厉害，我孙女若有所得罪之处，还望小兄弟海涵。老者笑了笑，抱拳道。说着他便再度一阵剧烈的咳嗽，一口血直接咳了出来。这一幕可吓到了甲板上的不少围观之人。爷爷，您别说话了行吗？少女眼眶通红，泪花闪烁，满是焦急之色。她想不到一生戎马征战，强大无比的爷爷晚年竟会落得如此下场。我们再去其他地方寻名医，我相信这天底之下一定有能够治好爷爷的神医的。少女急切的道。老者摇了摇头，苦笑道：没用的，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无论什么名医都治不好我的病的。爷爷。少女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从其精致的脸颊上无声滑落。陈峰面无表情，眼中没有丝毫的动容。生老病死，他见识的太多了，眼前这一幕已经无法让他的心境有任何的波动。老者咳了几下，便有所缓和了，这才抬起头来，笑道：小兄弟，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知道我身上有毒素的？你双脚虚浮，脸色泛青，眉心之处有着猩红之煞，再加上吐出来的血有着淡淡的阴寒之气，这显然是中了某种剧毒的特征。若我没有猜错的话，我想你中的是天下最无解的剧毒——北疆尸毒。陈峰道。老者与少女眼中同时闪烁过一抹动容，居然被说中了。少女张了张小嘴，
有些难以置信。要知道，这种北疆尸毒虽为天下剧毒，但却并不算出名，而对方仅仅只是单靠一些眼力，便足以看出来这是多大的能耐啊！莫说是在这宁国之中，恐怕放眼整个天下，能够一眼识出此毒的都不超过10人。小友真是好眼力，老夫佩服。老者抱了抱拳，这一刻他看向陈峰而来时，已经多了几分敬重。然而少女眼中的鄙夷却依旧没有任何的消散。看出来又怎么样？我估计你只是多看了几本古书，刚好认识这个尸毒而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少女撇了撇嘴，眼中依旧有着一些不屑。陈峰看起来不过17岁而已，比他都还要小2-3岁，他压根就不信陈峰能有什么好眼力。他认定陈峰只是刚好看到过有关这北疆尸毒的记载，这才认出来了而已。小兰，住嘴！老者冷声呵斥道。少女咬了咬牙，虽没有再说话，但眼中依旧有些不服。我孙女性子比较差，还望小友不要介意。老者抱了抱拳，淡笑一声，接着便继续问道：小友，你既然能够看出老夫的病，那不知您还能否看出什么其他的东西吗？他这话中不免多了几分考验的意思了。陈峰淡淡一笑，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以及你眉心之间的猩红之煞的浓郁程度来看，我想你中毒至少也有大半年了吧。虽然你的修为足够高，暂时能够压制住尸毒的蔓延，但随着时间一久，若是没有解药，即便你修为再高，也控制不住那尸毒了。并且你们身上都带有一点淡淡的杀气，尽管有意收敛，但依旧难以全部遮掩住。我想你们应该都是出自宁国的将门，并且军位不低。老者脸上全都露出惊愕之色。全中，一丝不漏，仅仅只是单靠着眼力就能够察觉到这么多的东西，这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先生？法眼如炬，老夫敬佩。青袍老者立即收敛起了轻视之心，赶忙收起衣衫，躬身微微一个拱手，竟是做出了一番十分恭敬的礼态，并且他的话语也从刚刚的小兄弟、小友改成了如今的先生。当今世界，唯有先生2字才能表达最高的尊称了。爷爷，他只是运气好，猜中了而已。您至于行这么大的礼吗？我们穿着不凡，再加上那气质，常人都能看出我们是出自将门了。有种让他再猜一下我们的名字，他若是能够再猜出来，那才是算他厉害。少女依旧不服，更让他感到气愤的是，自己的爷爷居然叫他先生，对方比自己还要小呢，何德何能够担得起先生2字？他根本就不配。说啊，你有种再猜一下，我们是谁？哪个将门的？少女对陈峰呵斥道。陈峰哑口无言，他又不是算命的，哪能知道对方是谁？见到陈峰沉默，少女心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测。哼，就知道你是在瞎猜的。爷爷，看到了没？他根本就是在糊弄你。却不料老者脸色都变得铁青起来了，怒斥道：闭嘴，莫要冒犯先生。爷爷，他哪能担得起先生2字啊？少女气得都快哭了，她觉得自己的爷爷就是被忽悠了，对方才17岁左右，哪会有什么本事啊？老者没有理会自己的孙女，而是依旧对陈峰抱有敬重之心，抱了抱拳，便道：实不相瞒，老夫乃是宁国皇城的夏问天，这是老夫的孙女夏芷兰，能够在这里认识先生，真是老夫3生有幸啊。此话一出，在陈峰身旁的江阴却脸颊泛起难以言喻的惊骇。夏问天，宁国的那一位青衣军神。江阴张大了嘴巴。夏问天对于生活在宁国之内的任何人都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啊。这是宁国的老一代军神，曾掌管宁国的最高统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年少之时便以3000军力直驱敌营，大破唐国3万兵力，以少胜多，一战成名，成为宁国最为年轻的将军。后来他发挥出了自己的军事天赋才能，屡次率领众将击溃了唐国的数次侵犯与围剿，为保卫宁国的边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传言中，他的一件衣袍仅仅只是挂在了城门上，就足以吓退对方3万兵力。这样的人物是足以让敌国闻风丧胆的最强军神，也是宁国的一代传奇。有他的震慑，唐国数10年来都一直规规矩矩的，不敢有任何的改去之心。直到半年前，夏问天以年迈体衰为由，请辞告老还乡，一代传奇人物这才落幕。可是现在，江阴怎么也没想到，这位军神居然不是因为年迈体衰，而是由于中毒了。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能够认识夏老先生，真是失敬。江阴赶忙抱了抱拳，尊敬的道：普天之下，夏问天还真担得起先生2字，因为后者的军事才能，才能让宁国免受他国欺负。可以说，夏问天是每个宁国人心目中的不可亵渎的神。见到江阴如此恭敬，夏芷兰脸颊露出骄傲之色。在他认为，普天之下唯有自己的爷爷能够担得起先生2字，至于眼前这个满嘴跑火车的少年，他根本就不配。呵呵，虚名而已。夏问天苦笑了一下，博得了那么大的地位与实力，
如今又有何用？他都已经快是入土之人了。先生，您既然知道老夫的病，那您可懂治病的方法？夏问天眼带希冀地问道。虽然陈峰的实力看起来不过宁海境3重天，可对方的眼力与经验都让夏问天大吃一惊，所以他也抱着一丝期盼，将希望寄托到了陈峰身上了。虽然你身上的尸毒已经在体内蔓延开来，但好在还没彻底侵蚀掉你的五脏六腑，要想救倒也还来得及。陈峰缓缓道。有救？这个神秘的少年居然真的有办法可以救。以老夫在皇城之中人脉与地位，只要先生治好老夫的病，无论任何要求，老夫都是能够答应你。夏问天郑重的道。他这话可没有半点夸大，虽然他现在已经退出朝堂了，可是军营之中有多少的将领都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无论是人脉还是地位，他都远非一般人能相提并论的，哪怕是当今的宰相，见了他都得恭恭敬敬的。所以哪怕是再大的要求，只要不违背良心，他基本都能做到。爷爷，你也太高看他了吧，瞎猜还行。治病，他能治什么病？夏芷兰不服的道。然而陈峰压根就没搭理过这个自视良好的千金小姐，自顾自的道。北疆尸毒源于极北之地，那里天生气候阴寒，常人难以忍受，唯有一些从一开始就住在那里的原住民，住久了才会习惯，他们常年与冰雪为伴，并且还懂得一些养蛊之方。而这北疆尸毒就是他们炼制出来的蛊毒，这种北疆尸毒以蛊虫寄生在北疆人的尸体之上，并以特殊秘方喂养，待得将蛊虫将北疆人尸体特有的阴寒之气全部吸食之后，再与秘方之毒融合之后，就形成了北疆尸毒。这种北疆尸毒一旦沾染上了，全身都会冒出一种湿寒之气，久而久之，当他们侵蚀到五脏六腑之时，神仙来了也无救。一听这话，夏问天顿时变了脸色。倘若之前陈峰的话只是瞎猜，或者依靠古书上的记载才知道的话，那他这番话就确确实实是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见识了。半年前，夏问天为了寻治病的方，走遍宁国的江山，方才从一位即将逝去的老者口中得知这北疆尸毒的来历，却没想到陈峰居然也知道这北疆尸毒的来历。当即夏问天的脸色顿时就变了，赶忙恭敬的抱拳。先生，那您是否懂得解毒之方？闻言，陈峰沉默了下来。一旁的夏芷兰见状，脸颊阴沉的道。爷爷，您就算是病急了也不能乱投医啊，若是他不会装懂，再施以配方，以您的身子骨可再承受不住任何摧残了啊。而且你看他才几岁，连那些70、80岁在医道钻研无数年的名医都无法救您的病，他哪有本事啊？小兰，你闭嘴！夏问天再度呵斥道。接着他赶忙恭敬地冲着陈峰抱了抱拳，笑道。先生，还望您能指点一二。然而陈峰却摇了摇头。我确实懂治病之方，但是因为你孙女的态度我很不喜欢，所以我不想治你。他不是什么大善人，他也很不喜欢舔着脸去给别人治病。江英，宝儿，我们回船。陈峰将手负于身后，走向了船内而去。宝儿微微一愕，赶忙跟了上去。反而是江英怀有些同情心的目光看了一眼呆愣在原地的夏问天与夏芷兰，摇了摇头。相处了这么久，他很清楚陈峰所拥有的能力，就连折磨了他那么多年的寒蛊都被陈峰给治了。而这北疆尸毒，既然陈峰说能治，那就肯定是能治的。只是可惜了，这个夏芷兰实在太作死了，别人坑爹，他是再坑你啊！云船甲板上，萧萧风声卷动着，夏问天与夏芷兰同时正在了原地。夏芷兰怎么也没想到陈峰竟然会如此干脆的离开，这简直是没把他们两人放在眼里了。爷爷，他也太目中无人了，您可是一代军神啊，他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啊？他夏芷兰气得咬牙切齿，眼中满是一种恨意。他觉得陈峰这种人简直就是目无尊长，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成就的。夏问天看了看陈峰那挺拔离去的背影，终于还是长叹了口气。小兰，你的傲心终究还是太重了，出生在夏府之中，使你从小就含着金钥匙长大，并让你拥有着别人所没有的实力与资源，可你还是太轻视天下人了。你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天下之大，总有许多能人之士的。夏问天道。夏芷兰黛眉微蹙。爷爷，可是他的年龄，他才17岁啊，您真相信他能治好你的病吗？17岁这样的年龄，有些甚至都还在四处游荡，当纨绔子弟呢。夏问天摇了摇头，苦笑道。那你可知道我当年以3000铁骑便大破唐国3万兵力时是几岁吗？那时候的我不也是才17岁？可是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成为一代将官了，你还会觉得17岁真的是一无所能的年龄吗？夏芷兰张了张嘴，想要反驳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又不知该怎么说。夏问天叹了口气，沧桑的眸子看向了云船之外的天空，倒不仅仅只是我，
就连当今宁国的丞相大人也是年少成名的。他出生寒门，6岁之时还是在给人当书童，可12岁时便已经博览群书，进京赶考，金榜题名，夺下状元之位。14岁时奉圣上之命成为太子的老师，那时候的他也才14岁，就已经宁国的栋梁之才了。还有当今圣上的三皇子，5岁觉醒太阳灵根，6岁练剑，10岁便贯通所有武道经脉，达到宁海境，13岁破入画像境，16岁领悟剑意，成为剑道宗师。他不也是年少成名吗？夏芷兰黛眉微蹙道：这怎么能比呢？丞相大人天资聪慧，文才武略，样样能行，岂是那小子能所比的？而三皇子他出身皇室，坐拥庞大的修炼资源，能有这番成就也不奇怪啊。夏问天笑了笑，继续道：那好，那我们就说回这个少年陈峰。我想你也有听过他的故事，在10天前他刚打败了剑魂之体陈天狼，可是你可曾想过，这小子在1个月前还是一个傻子呢，更没有任何的武道基础。傻子？这怎么可能？夏芷兰微微一愣，有些不敢置信。我曾打听到，这个少年之前只是蛮山镇的一个傻子罢了，他当了10几年的傻子，我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在装傻，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之前从未修炼过任何武道，而是在半个月前才开始修炼的。然而仅仅只是半个月的时间，他便从毫无基础的武道废物成长到现在的宁海境4重天，你还会觉得他是个简单的人物吗？夏问天道。闻言，夏芷兰露出难以置信之色。仅仅只是半个月，就从毫无武道基础的普通人成长到宁海境4重天。要知道，即便是冲脉境这一关，他当年也是用了2年的时间啊！这怎么可能？夏芷兰怔在了原地，心中掀起了波涛骇浪。这个少年真的有那么强吗？夏问天见到夏芷兰不敢相信的眼神，摇了摇头，苦笑道：孩子，相貌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而年龄更加不是。有些人虽然年轻，但不代表他们无能。相反，在越年轻时表现出来的能力越强，就越证明他们深不可测。你终究是错了。夏芷兰闻言，渐渐地低下了头。夏问天的这番话犹如雷霆般狠狠地击打在了他的内心之中。是啊，年轻不等于无能，他怎么能以年龄去衡量别人的能力呢？他不是错了，他是错得一塌糊涂了。爷爷，那现在该怎么办？夏芷兰焦急了起来。他刚刚说了太多伤人的话了，现在细想回来，恐怕面对这些话，任何人都会动怒了，更何况是一些高人。罢了，可能这便是我的命吧。说完，夏问天再度剧烈地咳嗽起来，仿佛要将肺都一起咳出来，一口又一口带着紫黑色毒素的鲜血被吐了出来。爷爷见到夏问天这般模样，夏芷兰立马被吓坏了，神色焦急道：爷爷，您怎么样？爷爷。夏问天剧烈地咳嗽了几下，这才渐渐平缓了下来，苍老的手掌轻轻搭在了夏芷兰的脑袋上，眼中露出柔和之色。爷爷没事，不用担心了。爷爷，都怪我，若不是我一直在从中阻拦，恐怕陈峰真的有什么办法能够治好您的病。夏芷兰低下了头，心中满是懊悔。夏问天刚刚的那番话完全触动了他的内心，他一直以来都很看不起同辈之人，自视甚高，现在才知道他真的大错特错了。年轻不等于无能，陈峰能够通过眼睛便能够看出这病因以及病因的来历之类，就证明他有着非凡的见识。这样的人说他是天才也不为过，而他自己却出言不逊，赶跑了这个天才。爷爷不怪你。夏问天慈祥地笑道：爷爷，我去给他赔罪，我一定会让他给你治病的。夏芷兰咬了咬牙，坚定地道：这件事既然是他惹出来的，那就应该由他亲自去解决。说完，他便转身冲向了云船之内。身后夏问天张了张嘴，刚打算出声阻止，却没想到匆匆几步之间，夏芷兰就跑得没影了。这小妮子。夏问天苦笑了一下，经历此事之后，能够让夏芷兰成长一些起来也好。没一会，夏芷兰就来到了云船之内。云船内大大小小的房间多达上百间，其中又分为3、6、9等。若是要一间间的搜寻起来，找出陈峰所在的房间，也同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过这点困难可还不能让夏芷兰放弃。只不过就当他刚打算敲门一路找过去时，一道倩影却是站在了云船的走廊上，漂亮的美眸望向他而来，红唇轻轻掀起一抹弧度。你来了。他知道夏芷兰一定会过来的。江姐姐。夏芷兰见到这道倩影，微微一愣，旋即脸颊便露出欣喜之色，赶忙跑过去。他知道江阴一直跟随在陈峰身边，肯定也就知道陈峰所在的房间了。江姐姐，我知道我错了，我刚刚不应该那么侮辱陈峰的，你一定知道他的房间在哪里的，你告诉我，我想跟他道歉。夏芷兰恳求道。江阴轻叹了口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不过
他也没打算为难夏芷兰，便看了一眼身后的这间房间，道：“他就在这里面，不过他愿不愿意见你，就是他的事了。”闻言，夏芷兰点了点头：“江姐姐，多谢。”说着，他便推开了房门。只见的陈峰正盘坐在床榻之上，闭着双眸，似乎处于某种修炼的状态之中。浩瀚的灵气源源不断地在房间之内涌动，旋即尽数朝着他的周身汇聚而去。夏芷兰咽了咽口水，走了进来，而陈峰却依旧没有抬起头，只是他能够感应到夏芷兰的进门，冰冷的道：“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夏芷兰娇躯微微一颤，眼中露出一抹苦涩，旋即似乎是下定了某种决心般，咬了咬银牙，扑通一声，竟是陡然跪了下来：“先生，我知错了，是我有眼无珠，冒犯了先生，恳请先生责罚我，无论什么责罚，我都能够接受。只要先生能够为我爷爷治病，无论是任何的要求，我都能够答应。”夏芷兰低头道。江阴与宝儿眼中都有些诧异，他们两人都看得出来，夏芷兰内心是非常骄傲的一个人，哪怕是把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估计都不会有任何的服软。但是现在，后者居然跪下来了。两人的目光同时看向了陈峰而来。只见的陈峰双手印法变换之间，渐渐的便停下了修炼，睁开双眼，只是那深邃的眼眸之中，依旧是带着一些冷漠。“先生二字我可担不起，这病我说过，不治就是不治，你另请高明吧，出去，别妨碍我修炼。”陈峰冷声道。陈峰也是有傲骨之人的，不是谁求他治病，他就会给人治病的，更加不会舔着个脸去巴结别人给他治病。对方既然不信，那他也懒得去搭理，买副棺材，直接在家等死吧。“先生，我真的错了，您责罚我吧，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出言侮辱先生，更加不该如此骄纵任性。”夏芷兰再度恳求道。“出去！”陈峰冷声道，言语之间已经多了几分厉色。夏芷兰贝齿咬着红唇，一丝丝嫣红的鲜血从其唇齿之间渗透而出。她抬起琴手，那一对漂亮的美眸之中有着一丝决绝。“只要先生能治好我爷爷的病，我愿意答应你任何要求。”夏芷兰特意在任何要求这4个字眼上咬得极重，其特殊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哪怕是要求要她的身子，夏芷兰都会答应。放眼宁国，夏芷兰的姿色也称得上是上等的了，这样的美人主动投怀送抱，基本没有任何男人会拒绝。但可惜陈峰还真看不上。“我不稀罕，我再说一遍，出去！”陈峰冷声道。夏芷兰娇躯颤抖着，眼眶之中已经渐渐升起一些水雾，一滴滴豆大的眼泪掉落而下。宝儿见此，眼中也有些同情，不过在看到陈峰那冷冽的脸庞，他也不敢出言相劝。唉，门口之处，江阴叹了口气，相处了这么久的时间了，陈峰的性子他也大概知道，虽然他平日里对任何事都风轻云淡，但实则内心比任何人都要骄傲，恐怕夏芷兰还真没那么容易就说得动陈峰了。夏芷兰蓦然起身，走出了房门。“放弃了吗？”江阴挑了挑黛眉。陈峰没有理会，依旧自顾自的修炼。然而没过几分钟，云船内就引起了一番巨大的骚动，各种嘈杂的议论声从船内的走廊上响了起来。过了不久，宝儿就急匆匆地从外面跑了进来。“少爷，夏姐姐，她跪在甲板上了。”陈峰睁开眼睛，眼中有些诧异之色。这一刻，云船甲板上越来越多的人前去围观。只见的一名紫衣少女正面向云船而来，跪在了地板上，低着头，没有理会周围旁人的指指点点。而夏问天在劝说了好几次之后，夏芷兰却依旧不起身，似乎要跪到陈峰原谅自己为止。寒风萧瑟，夏芷兰这楚楚可怜的模样，着实引来了不少男人关注。好端端的一个美人，这是惹谁生气了？真是个狗东西啊，居然让这么一个美人跪在这里！我若是发现是哪个男人干的，老子非锤死他不可！周围的男人都用一种同情性的目光看着夏芷兰，而唯有一些女人见夏芷兰那绝美的容貌之后，心生嫉妒，不断的出声嘲讽。这个女人肯定是在外面有男人了，然后被正主发现了吧？真是红颜祸水。夏芷兰低着头，没有去反驳着这些刺耳的言论。在这众人指指点点之下，云船的顶端，一名身穿红衣的女子，美眸正注视向这围观的人群之中而来，嘴角掀起一抹淡淡的笑容。想不到堂堂夏家之女竟然会做出这般举动，看来她所求之人有些不简单啊。红衣女子笑道。一名老者在旁皱着眉头问道：“小姐，这影响似乎有点大，外人见了还以为是我们圣龙商会在欺负夏家呢，会不会引来夏家的不满啊？”红衣女子摇了摇头，笑道：“夏家会明白的，就凭我圣龙商会的能耐，可还没有资格让夏家低头跪下。不过我很好奇，之前那个少年究竟有什么本事，竟然能够逼得夏家最骄傲的小姐行如此大礼。”红衣女子美眸之中闪烁着几分诧异之色。要知道，刚刚夏芷兰在陈峰的房间之中跪下，代表着便仅仅只是她一人的行为罢了。可如今她在众目睽睽之下跪下，代表的
可是整个夏家都在道歉。放眼宁国，夏家乃是宁国的将门，所拥有的能量是无比巨大的，而这样的大家族居然会向一个17岁的少年低头，着实让他有些预料不及。小姐，那这件事我们就不管了吗？老者问道。他们乃是负责云船安全的人，而这次云船内出了这么大的动静，自然也把他们给吸引出来了。只要不在我云船上闹事，我圣龙商会就不会随意插手，就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红衣少女道。话音落下，两人便是消失在了云船的顶端。时间一点点过去，夏芷兰从白天跪到了黑夜，又从黑夜跪到了白天，在这期间，夏芷兰别说是吃饭了，就连一滴水都没有进嘴。直到2天之后，云船渐渐地驶出了那浩瀚的天空，在那初露峥嵘的辽阔山脉之间，正有着一座犹如钢铁巨城般的繁华城市落入眼帘之中，而那里正是云船此行的目的地了——宁国皇城。少爷，这皇城好大好热闹啊！站在窗台前，同样能够俯瞰到那座钢铁巨城的相貌，宝儿脸上露出惊叹之色。等到了皇城，我带你去转转吧。陈峰笑道。好啊好啊。宝儿露出开心的笑容，接着他似乎是想起了些什么，望向了甲板那边来，脸颊露出一抹苦涩与同情。少爷，要不您帮帮那个姐姐吧，她挺可怜的。闻言，陈峰同样望向了甲板之处而来，那一抹倩影在寒风之中孤零零地跪着，相比于之前的傲气凌人，现在的她不免多了几分娇弱可怜。他也想不到夏芷兰性子居然会这么的犟，都那么强硬的拒绝了，还不死心。罢了。陈峰轻叹了口气，终于从房间之内走了出来。一袭白衣的他来到了甲板之处。先生。夏芷兰抬起琴手，美眸注视着陈峰，兴许是2天2夜没进一点水，她的红唇已经微微有些干裂，整个人看起来都有些憔悴。陈峰道。去拿纸笔给我吧，我写几种药材，到皇城之后你帮我去抓药。好。夏芷兰脸颊上终于露出欣喜的笑容。不多久，夏芷兰就从云船内找到了纸笔，拿了出来，恭敬地递到陈峰面前。先生，纸笔来了。陈峰接过纸笔，就在上面写下了一些药材的名字，写完之后方才递给了夏芷兰。这是药方，到了皇城之后给你爷爷抓药，总共有10副药，虽然不重样，但1天1副，按照我写的顺序给你爷爷服下，每一副要熬成1碗汤，记住了，顺序别错了。陈峰道。好，我记住了。夏芷兰点点琴手，如获珍宝般的拿着这张药方，脸颊上满是开心的笑容。只是就当他看完药方上记载的药之后，他脸色猛然突变。这药方……陡然他抬起头，眼中满是一种不解。先生，这药方上的药怎么都是毒药啊？这些年来他跟随着自己的爷爷四处寻医，虽然他不懂治病，但药书早已看过不知多少了，各种药的作用他也都认识。而眼前这张药方内记载的10副药，每一副都是毒药，常人喝下都必死无疑，更何况现在已经是枯木败柳的夏问天，若是喝下了这毒药，恐怕都撑不过3天必死。这张药方确实都是毒药，这号称天下剧毒的北疆尸毒不能用常规的手段去解开，必须得走以毒攻毒的偏方。这些药材虽然都是毒药，但它们却有着克毒的功效，只要先把你爷爷身上的北疆尸毒给驱逐了，再来治你爷爷身上的这些毒，就不再是什么难事了。陈峰解释道。闻言，夏芷兰细细思索了一下，心中恍然大悟，美眸再度看向陈峰而来时，不免有些震惊。因为他之前见过的任何一位名医，基本上都没有任何人想到过这种解毒方式，但陈峰却想到了。毫无疑问的，陈峰是真的能懂医治这北疆尸毒的方法。先生大恩大德，夏芷兰铭记于心，今后有任何需要夏芷兰帮助的，请先生尽管提。夏芷兰恭敬地抱拳道。这一刻的他才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爷爷会如此尊敬对方，并称之为先生了。以后者的远见与才能，已经足以单以先生2字了。他看人的眼光与夏问天比起来，终究还是稚嫩太多了。大恩大德谈不上，举手之劳而已。陈峰摇头笑道。这不是什么炼丹的药方，还真不值钱。不过对于一些中毒极深的人而言，这张药方却无异于价值连城。3天的时间，云船终于抵达了皇城。从甲板上望去，那座犹如巨兽匍匐般的钢铁之城展现在了众人的眼前。皇城的周边有着无数士兵镇守着，固若金汤。这里是宁国的权力中心，也是无数年轻人追梦的地方。而在皇城郊外的一处密林之中，这里有着约莫100丈之大的巨大河域，河域之中停放着至少数十艘云船，在云船停靠在这河域上的同时，还有着无数的云船从这里开出，驶向了宁国的各大城市。在云船靠岸的同时，一道好听的女子声音便在云船内响了起来。尊敬的诸位乘客，皇城已经抵达，请诸位乘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船。陈峰回到房间之内，收拾完行李，便与江英宝儿2人一同下了船。
你是打算去丹楼那边，还是要去我家看看？江阴问道。丹楼吗？陈峰沉吟了一下，现在距离玲珑大会召开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所以暂时还是先算了吧，先去你家瞧瞧。与其整天面对着一群老头子，那还不如面对一个美人实惠点。在船下，夏问天与夏芷兰正在等候着，见到陈峰等人下来后，便主动迎了上去。夏问天笑道：先生刚来皇城，可有暂时居住的地方吗？若是没有的话，可以先到我府上休息一下。住的地方已经有了，不过10天之后，我会再度拜访夏府，解开你身上的剩余毒素。陈峰道：好，劳烦先生了。夏问天一听此，苍老的脸庞上也露出笑容，赶忙拱手道：先生住的地方可否告诉老夫，到时候老夫好派人过去接您。现在的夏问天一门心思的便是想多跟陈峰待一会，毕竟陈峰身上有太多的秘密了。除了这药方上的事，他也很想知道能够打败剑魂之体的人在武道上面有着怎样的非凡成就。陈峰摇了摇头，算了，到时候我会自己上门的，夏府在皇城之内恐怕不难找。闻言，夏问天脸上有些遗憾，但也只好点点头。好吧。几人边走边说着，没过一会便来到了皇城的城门口之处。相比于盐城的城门，这皇城的城门至少气派了数十倍。城门的城石全是以坚硬的黑石所筑，放眼望去，这就像是一座屹立在山脉之中的巨大的黑色堡垒般难以摧毁。而在这城门口进出的人流量也是多得让人眼花缭乱，难以数清。好大！宝儿张大着眼睛，小脸蛋上满是一种惊叹。陈峰虽然没有表现出惊叹的神情，但也有些诧异，毕竟这宁国皇城的恢宏霸气程度有些出乎了他的预料。如此看来，在他离开天武大陆的这些年里，天武大陆的武道发展也达到了一种非常鼎盛的时期了。夏问天察觉到了陈峰的脸色，便呵呵笑道：先生是第一次来到这皇城之中吗？陈峰点点头，笑道：是啊，第一次来。夏老前辈既然对皇城这么熟的话，那想来也知道那玲珑玄黄池的位置了。玲珑玄黄池？夏问天微微一愣，接着便是反应了过来，惊讶的道：难不成陈先生来皇城是为了那玲珑玄黄池？夏芷兰也诧异的看向了陈峰而来。有什么问题吗？陈峰疑惑的问道。哈，看来我是误会先生了，不过也是，以先生的能力，除了为玲珑玄黄池而来之外，还能有什么地方能吸引住先生呢？夏问天笑道。陈峰脸上依旧是疑惑的表情，一旁的夏芷兰微微一笑，解释道：实不相瞒，我跟我爷爷一开始在猜测，以为先生是为了那剑道茶会而来的。剑道茶会？陈峰微怔，接着便神情古怪地问道：这个剑道茶会又是什么玩意？夏芷兰解释道：剑道茶会是由皇室方面发起的剑道术界的一场交流与切磋，云集了宁国的各大顶尖剑术大师以及各大剑道天才人物参加。凡是学剑之人基本都不会错过这场剑道大会，毕竟在这剑道大会上是唯一一次能够有机会向那些剑术大师切磋的，能够增进自己对剑道的领悟。原来如此，陈峰点点头，这才明白了剑道大会的用意。总而言之，这就像是某种学术交流般，那些大佬们互相切磋和探讨。当然，这种剑道大会对陈峰而言可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我不是为了这什么剑道大会而来的，我是为了那玲珑玄黄池的。夏老前辈知道玲珑玄黄池的位置吗？陈峰坦然说出。目的夏问天苦笑了一下，道：玲珑玄黄池坐落在皇城以北的方向，那里常年有着各方势力的把守与看管，寻常人等根本无法接近。先生怕是要失望了，即便是老夫也无法接近那玲珑玄黄池的。这样啊？陈峰遗憾地叹了口气，他还以为能够有机会接近呢。那样的话，他依靠着功法的优势，完全可以偷偷吸一波玄黄之气的，也就没必要再等到玲珑大会召开了。现在看来，还是得通过玲珑大会才行。不知先生是代表哪一方参战玲珑大会的？夏问天好奇地问道。丹楼。陈峰回答道。夏问天与夏芷兰同时一愣，丹楼？这不是往年里一直在玲珑大会上排名垫底的势力吗？怎么？有问题吗？陈峰问道。丹楼的优势有些薄弱了点，毕竟丹楼主攻的可不是武道，而是丹道，怕是先生到时候参战没有一些有力的队友帮助了。夏问天道。没事，我一个人足够了。陈峰直言道。哈哈，先生有魄力。夏问天大笑。几人一路说说笑笑，没一会的时间便进入到了皇城之中。在城门口之处把守的将官一见到夏问天也都是毕恭毕敬的，毕竟夏问天在皇城的军营之中可是一位不朽的传说，有了他的带路，他们倒是免去了一些麻烦的盘查。在江府前，陈峰与夏问天爷孙俩这才告别。随后在江阴的带领下，陈峰与宝也进入到了江府之内。作为将门，
江府的庞大程度也比陈家要大的太多了，两者之间完全不能比较的。江阴给陈峰与宝儿单独安排了一间院子，还安排了2名丫鬟，这反倒让宝儿有些不太好意思了，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他服侍陈峰的。而在进入院子之后，陈峰就再次把自己关在了房间之中，继续修炼起来。龙灵，这一次他要尝试一下能否将九龙灭神诀的第一重心法所记载的龙灵修炼方，将龙灵真正的修炼出来。房间之内，陈峰盘坐，双眸微闭，无论是呼吸的节奏还是心境，都被他调整到一种极其玄妙的状态之中。旋即，只见得他双掌印法变化，心神一动，体内九龙灭神诀运转起来，天地之间的澎湃灵气便是犹如滚滚潮水般尽数朝着他的身躯席卷而来。刹那间，陈峰的表面就变得金光灿灿。在吸收着这些灵气的同时，只见得其身躯表面的金光竟是逐渐地压缩着，覆盖在了他的身躯表面，形成了某种金光护甲。金光护甲之上，光芒流溢，璀璨耀眼，仿佛拥有着无坚不摧的可怕承受力。但尽管如此，这还依旧不是陈峰想要的状态。只见得陈峰双掌开始合拢，随着他的意念操控，一丝丝金光灵力则是在双臂之间缠绕凝聚着，这些金光灵力就犹如水波泉般，令得这护甲快速蠕动变形起来，最终幻化成了一种鳞片之状。这种鳞片就像是龙族身上的龙鳞般，光泽流溢，散发着极端凶悍的波动。放眼太古年代，龙族作为最强大的种族，其最大的优势便是他们的可怕肉身，他们身上的龙鳞号称最强防御，哪怕是那些举世无双的绝代地级人物都无法将其击碎。而这九龙灭神诀的第一重心法便是要凝练出这种龙鳞。只是要凝练出这种龙鳞并不容易，若是没有天才地宝的辅助，依靠着灵力的汇聚，龙鳞的凝成终究支撑不了太长的时间。而不出乎陈峰的预料，在这龙鳞刚凝成不到3秒钟的时间，没等后者来得及检验，这种龙鳞就已经自己爆裂了起来。砰！沉闷之声响彻，龙鳞化为点点金光碎片，尽数散去。陈峰挑了挑眉，睁开了眼睛，低叹了一声：失败了吗？这第一次的失败倒是在陈峰的预料之中了。倘若这龙鳞真的那么容易修炼成功的话，那他对这九龙灭神诀也没有太多的兴趣了。正是拥有困难才具有挑战性。陈峰深吸了一口气，便是继续盘坐，再度凝练龙鳞。砰！失败！砰！又失败。时间渐渐的流逝，转眼之间已经是2个时辰过去了，而陈峰身上的龙鳞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爆裂，来来回回已经不下于100次了。不过在这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他双手结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龙鳞的凝练也从生涩的状态逐渐变得熟练起来，并且龙鳞的维持时间也渐渐的拖长了很多。只见得陈峰修长白净的双手犹如精灵般跳动着，而在其双臂之上，金光灵力已经变得愈发璀璨耀眼，凝练交缠间，那龙鳞之片已经渐渐变得清晰起来，隐隐间还有着一股凶悍度极强的波动荡漾出来。给我凝！陈峰一咬牙，体内雄浑的灵力尽数奔腾而出。嗡！颤鸣之声响彻，陈峰眼神如鹰准般，精神高度集中，一滴滴冷汗从其额头之上冒出。在后者心神高度集中的状态之下，2条手臂上的龙鳞渐渐的凝练而成，覆盖着双臂，熠熠生辉，拥有着夺目摄人的光泽。而这一次，这些龙鳞并没有再像之前那般迅速的爆裂，而是以一种光芒流溢的姿态定格在了他的双臂之上。成了！陈峰望着这双臂之间覆盖着的龙鳞之片，脸庞露出狂喜的笑容。他握了握拳头，双臂仿佛粗大了不少，一种强而有力的战意涌在了心头之上。不过陈峰知道，如今这龙鳞还未能达到金刚不坏的完美程度，在强大的蛮力之下，他这龙鳞终究还是会破碎的。归根到底，他还是缺少了某种极端强悍能量来淬炼，看来那玲珑玄黄池是势在必得了。陈峰心中低喃，唯有真正的吸收那玲珑玄黄池内的磅礴玄黄之气，方才能完美的将这龙鳞给淬炼出来，到那时他才能刀枪不入。深夜，皎洁的圆月释放着一缕缕银白光辉，洒向大地。经历了白天的忙碌，到了这深夜时分，江府之内的绝大数人都已经尽数睡下，外院之处一片寂静，而在江府内院之中却还依旧灯火通明。大堂之内气氛庄严肃穆，2排各坐着江府的诸多骨干成员，而在最前方，一名容貌气质极佳的贵妇正坐在了太师椅上，挺着骄傲的颔首，斜眼瞥向了下方的江阴而来，脸颊露出轻蔑之色。此人便是江府的长夫人，在江洞庭没在的日子里，这江府基本上就是他说了算。江阴，听说你从外面带了一个野男人回来了。长夫人散发着强大的威严，兴师问罪起来。野男人？站在大堂的正中央，江阴冷笑了一下，脸颊依旧寒霜覆盖，问道：夫人，难道我就不能有朋友吗？
你是江家的大小姐，自然可以拥有朋友。不过，你可别忘记你另外一个身份，你是户部尚书家小公子魏过门的妻子，不要跟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混迹在一起。长夫人冷声道：“魏过门的妻子，这是什么时候给我签下的婚书？我怎么不知道？”江阴眼神微冷，问道：“这是我10几天前与户部尚书家定下的。自古以来，子女的婚事都是由长辈做主，户部尚书家历来与我江府关系不错，你能嫁入这种大贵人家里，那是你的福气。”长夫人淡淡的道：“哼，户部尚书家的小公子纨绔成性，甚至都敢当街抢民女了，他所做的脏事还在少数吗？”江阴冷冷一笑，美眸之中满是讥讽之色。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不就是看中了户部尚书家在朝廷之中的地位，想牺牲掉我，给江府带来更大的利益罢了。这婚我是不会承认的。大胆！长夫人脸颊露出震怒之意，猛地一拍一把，站了起来，冷喝道：“江阴，你不要忘记了，你身上的病还需要借助江府给你寻名医呢，否则的话，你必死无疑。”此话落下，大堂之内的众人脸上都露出玩味之色。江阴身上的怪病已经折磨了他这么多年了，而也只有江府这种大家族才能在宁国各地寻找名医来给江阴治疗。这也是为什么江阴即便天赋出众，却依旧对长夫人一忍再忍，不敢与其正面发生冲突的原因。然而今日江阴却一反常态，冷声道：“我身上的病以后就不劳烦江府用心了，我自己会解决。至于长夫人所说的婚事，只要我没签字，那婚书就如同厕所里的废纸一样，毫无价值。告辞。”说完，江阴转身就朝着大堂之外而去，片刻都不想在这里逗留。“江阴，你给我站住！”常夫人气得大口喘气，厉喝出声。然而江阴就像是没有听见般，懒得理会，直接跨步离开了大堂。这个贱人居然敢这么目中无人了！长夫人咬牙切齿，眉目之中满是恨意。她想不明白，为什么江阴出去的这几天里，简直就像是变了一种性格般。以前的她可不敢这么与他强硬呵斥。关于江阴与长夫人之间的恩怨争斗，陈峰并不知情。在接下来的数天时间里，陈峰也一直在江府之内生活着，日常的起居也都是由江府之内负责的。这搞得陈峰自己都有些不太好意思了，一直在这里蹭吃蹭喝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见到茶会也渐渐的逼近了。这天，一封书信陡然送入到了江府之内，没想到那竟然是一封见到茶会的邀请函，而邀请之人正是秦如月，这让的陈峰与江阴等人都有些诧异。我才来皇城几天时间，都没怎么出过门，剑雨阁就对我的行踪一清二楚，看来他们很关注我啊。陈峰淡漠的道。身旁的江阴道：“秦如月估计并没有太多的恶意吧，只是单纯想邀请你去参加这剑道茶会而已。”陈峰摇了摇头，笑道：“你把别人当成善人，别人可未必有你想的那般心善啊。”江阴黛眉微蹙，终归到底，他还是秦如月在云海学府内的导师呢，对于自己的学生，他还是很信任的。不过陈峰才来这皇城之中，剑雨阁立即就有所察觉，并且还能准确的知道现在的陈峰就住在他们江府之内，这证明着剑雨阁的人一直都在暗中监视着陈峰也不一定。以剑雨阁在皇城之中的人脉与实力来看，这点程度上的监视还是轻而易举的。算了，陈峰也不想在这件事上多提，直接将这封邀请函扔到一边，自顾自地修行起来。他来皇城是为了那所谓的玲珑大会的，而非什么剑道茶会。这剑道茶会他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然而又过了2天的时间，在陈峰修行之时，一名江府之内的丫鬟却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陈公子，宝儿姐她出事了。”丫鬟大口喘着出气，急声道。陈峰挑了挑眉，问道：“怎么回事？我们也不太清楚。今天带宝儿出去皇城外面逛的时候，一开始还好好的，我们一直跟随在宝儿身后，但是一转眼我们没能留意，宝儿就已经不见了，我们四处都找不到她。”丫鬟着急道。闻言，陈峰的脸色瞬间冰冷了下来，眼眸之中杀机凛冽。“剑雨阁现在也喜欢搞这种不入流的小手段了吗？”陈峰冷声道。身旁的江阴黛眉微蹙，道：“也未必是剑雨阁干的吧，指不定是其他人呢。我说过了，只要是我身边的人遭遇到任何不测，我都会把过错怪罪到剑雨阁身上。”陈峰冷声道。“走，我们出门。”陈峰提着剑便走出了内院。“去哪？剑雨阁不是一直想来我参加这个剑道茶会吗？既然如此，那我就如他们所愿，参加这次的剑道茶会，只是那等代价，希望他们能承受得起。”陈峰身上森然杀机弥漫。在皇城的中心有着一座巨大的广场，这是皇城之内最为宽敞的地方之一，足以容纳上万人。而如今这座辽阔的场地已经被人山人海所占据着，放眼望去，黑压压的人头直接弥漫到了广场的尽头，数不胜数。那等汇聚而来的欢呼雀跃声犹如狂潮般在这广场之内掀起。这里
也正是每年剑道茶会的举办之地。剑道茶会是皇城之内的隆重盛事了，参加这种赛事的都是宁国之中来自各大城市的年轻一辈的剑道天才，当然也有着一些修习枪诀与刀诀的年轻武者。他们有的出身寒门，有的来自富贵家庭，阶层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目的却都是一样，若是能够在这剑道茶会上打出名气，他们甚至都有可能被一些大势力所招揽，一跃成为人上人，甚至若是被皇室看中的话，将来还有可能入朝封疆，光宗耀祖。现在宁国之内，很多年少成名的天才几乎都是从剑道茶会上开始崛起的。只见得在广场的正中心之处建立着一座巨大的擂台，年轻的武者正在上面激烈的交碰比试着，虽说是切磋，但那碰撞出来的火花与华丽的技巧都惹得场外围观之人频频发出惊呼之声。而在广场的前端两侧之处，有着一个个环境优雅的遮阳小茶阁矗立着，皇城之内大多数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全部齐聚于此，他们品着香气缭绕的清茶，笑谈交流着。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居然还没有任何一个年轻的天才能够撼动三皇子的地位，三皇子还真是天赋若妖啊！我估计别说是现在了，就算是再过50年，恐怕都依旧没人能够撼动三皇子的地位的，真是强得让人感到可怕。众多大人物在交谈之间，脸上都是露出惊叹之色，目光之余便看向了广场的左侧之处，在那里矗立着一块巨大的光木石碑，石碑上刻着3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天骄榜。这是收揽着宁国所有天才进行排名的一个最有含金量的一个榜单，凡是上榜之人几乎都是各方势力的顶尖年轻强者。每一次擂台上的比拼结束之后，一名站在石碑前的老者便会将天骄榜上的名次进行变动，而在这天骄榜最为顶端的位置处，赫然有着一个弥漫着金光，让人感到压力极大的名字：唐龙，宁国的三皇子，天骄榜第一，一位真正的举世无双的天才。他的出现几乎将宁国的所有天才都压得抬不起头来，他当年的成名之战也是从这剑道茶会上开始的，足以见得这剑道茶会在宁国人心中的分量之高了。砰！忽然随着擂台之上一道沉闷之声的响彻而起，灵力席卷，一道高壮的青年男子便是被狠狠地轰飞了出去，掉落到了擂台之下。比试结束，居高名胜。老者的低喝之声在雄浑凌厉的包裹下回荡在了整个广场之上，刹那间全场欢呼声一片。这居高名好像是前2年才拜入到剑皇大人名下的吧，没想到现在居然已经变得这么强了，真是厉害啊！真不知道再给他1-2年的时间，会不会打穿了这宁国的所有天才。全场议论声纷纷。高壮青年起身之后便擦了擦嘴角的血迹，抬头望向擂台上那道嘴角噙着不屑笑容的青年，垂头丧气地走向了场外而去。下一个。居高明脸上带着傲气，目光环视着全场，冷声道。然而偌大的广场居然没有任何人敢去回应，那些与居高明眼神对视的年轻一辈天才纷纷低下了头，脸色有些难看。现在的居高明已经是画像近1重天的强者了，这般实力放在年轻一辈之中已经是佼佼者了。居高明皱了皱眉，眼中有些不悦，再度喝道：下一个。见到全场再没什么人敢去面对居高明，茶座那边的诸多大人物也全都脸上露出惊叹之色。剑皇大人，您的高徒果然名不虚传啊，每一位都极其出色，能够拜入您的门下真是天大的福气啊。是啊，剑皇大人不仅剑术高超，在培养年轻一辈的手段上也同样有着出色的本领啊。我想这次茶会最大的焦点恐怕非居高明莫属了吧。茶座之处，各大家族的族长纷纷向萧时雨投来敬畏的目光，而坐在茶座最中央之处，萧时雨脸上则是带着笑容，向那些大家族族长抱了抱拳，道：这些都是他们自身的努力与天赋换来的，能有这般本事也是在预料之中吧。接着萧时雨的目光则是有意无意地看向了另一边的茶座而来，淡笑道：林兄，你们丹楼今年怎么这么安静？你们丹楼收揽的那些天才怎么没见到他们下场比试啊？林朝歌咬了咬牙，眼中有些怒意，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冷声回道：我丹楼的天才都在钻研丹方，对于这种剑道茶会自然是不屑参加的。是吗？萧时雨笑了笑，既然如此，那就不勉强了，只希望丹楼能够越来越好吧，否则的话，今年的玲珑玄黄池又得归我们剑雨阁所拥有了。哼，你现在下定论还太早了点吧。林朝歌冷哼道。呵呵。萧时雨冷冷一笑，没再说话。见到林朝歌与萧时雨两人的针锋相对，其他势力的掌权者也都未敢掺和进去。他们都知道丹楼与剑雨阁之间的积怨已经不是1天2天了，这2大势力在皇城之内都拥有着通天的人脉与实力，无论站在哪一方都会得罪人的，所以他们也都不掺和，没人了吗？下一个啊。擂台之上，居高明还在继续叫嚣着，眼角的余光还不停地看向丹楼那边而去，
戏谑冷笑：“真没人了吗？”然而，丹楼这边的一个个年轻武者全都低着头，不敢说话。剑雨阁那边的年轻天才则是一个个挺着脑袋，骄傲的跟公鸡一样。妈的，一个话像进一重天的垃圾也敢在这里叫嚣！林朝歌气得怒拍茶桌，胸膛剧烈起伏着。林老哥，你也别太动怒了。柳青星那几个出色的小辈，一个个都跑去圣灵山内了，现在我们丹楼都没人了。一旁的魏墨苦笑道：“但愿那几个小鬼能够找到地心炎龙髓，否则的话，老子非得把他们的皮给扒了，害得老子在这里丢人现眼。”林朝歌气呼呼的道。魏墨无奈的叹了口气，平时他们丹楼都是柳青星那几个小辈在撑场面的，现在那几个小辈都去了圣灵山，一时之间他们丹楼也找不到什么年轻天才了。魏墨转过看向了身后的这些年轻武者而来，问道：“还有人赶上去吗？”这些人都是他们丹楼招揽的人才，但这一刻一个个都蔫得跟他小鸡仔似的，一个个都不说话了。眼见如此，林朝歌更是气得没边，一拍桌子直接站了起来：“不看了不看了，回去，省得在这里丢人现眼。”林老兄这是要走了。见此，萧时雨戏谑笑道：“这种剑道茶会一点意思都没有，以后不来了。”林朝歌撇下这句话就往外走去。萧时雨心中冷笑着：“老东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是脸皮丢尽了，没好意思再逗留了。不过能够在这种场合将丹楼打得抬不起头来的滋味，他也感到无比畅快。”众多大家族族长看着林朝歌夹着尾巴逃走，一时之间也感到有些好笑。偌大的丹楼在这次剑道茶会上算是颜面扫地了。林前辈，你这么快就走，有点太着急了点吧？就在这时，一道淡笑之声陡然自广场寂静的人群之中传了过来。听着这熟悉的声音，魏墨与林朝歌两人神色同时一喜，视线快速望了过去。只见得在广场的尽头之处，拥挤的人潮渐渐地被分割开来，一道少年身影进入到了众人的视线之中。陈峰，你小子来皇城了！魏墨惊喜的道。陈峰见到这名少年身影的到来，林朝歌也微微一愣，这小子居然会对这剑道茶会也感兴趣。萧时雨手掌悄然握了起来，盯着陈峰时，眼中有着森然杀机弥漫。这小杂碎，你还真来了！陈天狼攥紧了拳头，心中满是狰狞的恨意。他绝不会忘记在半个月前陈峰带给他的屈辱，为了能够报仇，在他拜入剑雨阁门下之后，就一直刻苦修炼，没有一天松懈过，为的就是能够早日把陈峰重新踩在脚下。似是察觉到陈天狼那阴沉的脸色，身旁一名相貌俊秀的青年笑道：“放心吧，小师弟，只要他赶上，我们剑雨阁就把他给废了。那就多谢廖师兄了。”陈天狼抱了抱拳，笑道：“剑雨阁广收人才，而眼前这名俊秀的青年同样是剑雨阁内的人。”秦如月没有说话，只是美眸落在陈峰身上，上下打量着，尤其是在感应到后者身上的灵力波动后，他脸颊也渐渐变得冰冷起来。又成长了不少啊，看来得早点把你的给宰了才行。秦如月美眸之中杀机凛然，他就是打败了剑魂之体的那个小子吗？看起来比秦如月居高明这些人还年轻啊，这等年龄就能够把剑魂之体给踩在脚下了。茶座上不少大家族的族长脸上都露出饶有兴趣的神色。萧时雨没有说话，只是眼神看向居高明而来时，眸子微微变得冷冽起来。居高明也明白老师的意思，便冲他点了点头，一旦有机会，他一定会废了这小子的。我说你小子来皇城之后也不过去丹楼看看，老子都不知道你来了。林朝歌拍了拍陈峰的肩膀，笑道。陈峰沉默不言，他抬起头，眼神冰冷地盯向了高台之上的秦如月以及萧时雨等人而来，牙齿一咬，隐隐间有着一些动怒的杀机。怎么了吗？瞧得陈峰身上的这股杀机，林朝歌皱了皱眉，也是感到有些不太对劲。宝儿失踪了。陈峰回答道。宝儿，你的那个小婢女？对于那个一直跟随在陈峰身后的那个小丫鬟，林朝歌也有印象。这剑雨阁做事已经这么没有底线了吗？林朝歌脸庞也涨红起来，同样有些震怒，连一个小婢女都要下手了，还有什么事是干不出来的？这一场我上。陈峰道。说完，他也不再废话，径直地跳上了擂台，眼神直视居高明。小子，没想到你还真敢来，看来我们还是低估了你的胆量了。居高明舔了舔嘴唇，眼神之中渐渐涌起一些残忍的笑意。我不跟你打，你太弱，你自己滚下去。陈峰淡漠的道。说完，眼神都不多看他一眼，直接转向了高台茶座之上的秦如月，冷声道：秦如月，下来，我跟你打。广场之上沸腾之声彻底被引爆了。这家伙真是疯了，刚来就要挑战秦如月，他难道不知道秦如月跟居高明是两个级别的人物吗？茶座之上，云海学府的副院长见到眼前这一幕，眼中也是露出诧异之色。有点意思啊，这个少年的性格
我喜欢。院长大人很看好他吗？身旁一名中年男子笑着问道。他是云海学府的高级导师，名为乌策，人不狂妄枉少年。副院长笑道，狂妄也要有点资本才行，就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个实力资本了。乌策回道。秦如月脸颊覆盖着寒霜，玉手紧紧地握住剑柄，娇躯甚至隐隐有着一些细微的颤抖，这不是恐惧，而是愤怒。唰！擂台之上忽然有着一道急促的破风之声响彻而起，只见的菊高明的身躯已经不知何时地冲到了陈峰的身前，脸上带着张狂的笑容。小子，你的对手是我，先能打败我再说吧。烈火斩！菊高明一剑拔出，雄浑的火焰犹如涌泉般覆盖在了剑身之上，对准陈峰的方向就狠狠地劈砍而下。璀璨而炫目的火光在空气之中形成一道完美的弧度，那等炽热狂暴的波动已是相当不弱了。见状，陈峰眼中寒意凛冽。你想先死，我便成全你。陈峰没有拔剑，而是双掌一握，九龙灭神诀在体内运转开来，雄浑的金光凌厉覆盖着双臂，迅速地化为了一层龙鳞皮肤。陈峰一步踏出，身躯犹如离弦之箭般直接逼近居高明，一拳轰了出去。众人甚至都还没能看清陈峰是如何动的手，一股极端凶悍的凌厉浪潮便是席卷了出去，当场就将那火光剑斩击成了粉碎。旋即凌厉浪潮没有滞留，以一种凶悍狂猛的力道狠狠地砸在了居高明的身躯上。砰！沉闷之声响彻，居高明当场就被轰飞了出去，那等恐怖的力道直接震裂了擂台的大地。居高明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气息变得萎靡不振。全场见到这一幕，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一股狂潮之声在广场之上掀了起来。一拳，仅仅只是一拳，居高明就成了一条死狗了。这家伙好猛啊！就连高台之上的那些大家族族长都是忍不住瞪大了眼瞳，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宁海境五重天，云海学院的副院长当即猛地站起身子，死死地盯着擂台之上。在击败居高明的那一瞬间，陈峰身上的境界与实力也统统展现了出来。副院长能够感应到陈峰身上的境界正是处于宁海境五重天，而居高明已经是画像境一重天了，境界相差悬殊，仅仅只是一拳之力就赢了。这等恐怖的越级挑战让他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就连坐在他旁边的乌策都一脸的不可思议。好，这小子果然没让我失望。茶座的走廊上，林朝歌一脸激动地看着这一切，心中狂喜至极。这一拳简直是狠狠地打击了剑雨阁的嚣张气焰了。居高明口中吐着鲜血，脸上露出痛苦之色，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胸膛肋骨已经断了好几根了。这家伙的实力怎么可能变得这么强了？居高明心中无比震动。在半个月前，陈峰还只是宁海境一重天，对战化象境都很勉强，但是这才仅仅过去半个月的时间，后者就已经是宁海境五重天了。半个月的时间足足提升了5个小阶级，这简直是妖孽啊！茶座之上，萧时雨同样目光震动地盯着陈峰，后者的成长速度同样让他感到如芒在背。太快了，这家伙的成长速度真的太快了。秦如月，滚下来！陈峰站在擂台上低吼道。秦如月握着剑，美眸寒意十足，连步轻移间就要冲下去，不过却被萧时雨拦了下来。你现在正卡在画像境的突破阶段，不宜进行生死之战，让廖宇下去。萧时雨道。师姐，让我来吧，我来亲手宰了这小子。站在秦如月身边的俊秀青年出声道，接着他便是一步跨出，身躯直接凌跃至擂台上。刹那间，全场再度沸腾。让我来作为你的对手吧，小子。廖宇舔了舔嘴唇，眼中露出森冷的杀机。然而陈峰看都没看他一眼，依旧朝着秦如月的方向叫嚣道。秦如月，下来！眼见陈峰居然如此无视自己，廖宇气的额头上的青筋都浮现出来，嘴角扯动着。居然这么无视我，小杂碎，我会把你给宰了的。廖宇脚掌朝前方重重一踏，奔腾的深黄灵力便是犹如滔滔江水般尽数爆发而起，那等波动竟是达到了画像境4重天的地步，比起居高明还要强上很多。轰！廖宇做出拔剑之势，雄浑的灵力覆盖在剑身之上，竟是有着一股的剑压开始层层上涨起来。这是剑势。很显然，廖宇也已经领悟到了剑势的意境。这个廖宇已经是天骄榜上排名第17的人物啊，能够在天骄榜前20的每一个都是天才人物了。广场之上议论声不断，而在擂台上，廖宇的凝视也在不停地增长着。剑压一层层的暴涨，脚下的擂台受其剑压的影响，也疯狂被他震裂。陈峰，快动手啊！林朝歌在高台上大喊道。然而擂台之上的陈峰却像是没有听见般，甚至连身后的剑都没有拔出。真是狂妄，
两人的境界都差了8重天了，这小子居然还傻愣愣地站在那等廖宇凝视。副院长，这种人也值得你高看。茶座之处，乌策见到这一幕，控制不知自己的性情，嘲讽出声。副院长脸色不停变换着，眼神一直盯着陈峰，他也同样实在有些想不通，这个少年何来的底气，敢赤手空拳打一个超过他8重天的天才剑修。短短片刻时间，廖宇便已经将自身的见识凝聚到了100层左右，再度抬起头来时，眼中有着凛冽的寒光迸射。忽然，只见得廖宇一步跨出，身躯便是犹如离弦之箭般狂奔向了陈峰而去。他主修的功法乃是5行之中的土诀，浑厚的深黄灵力覆盖在剑身之上，就像是让剑拥有了如山岳般的沉重力量，剑山裂斩。廖宇低吼一声，一剑横斩而出，轰！一抹极光璀璨的在众人瞪大的眼球之中闪烁而过，天地都仿佛重力变大起来。擂台表面，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狰狞裂缝快速蔓延出来，那一剑仿佛携带着山岳坠落的力道。金虎盾，陈峰没有躲避，而是双拳一握，无尽的金光从其身躯之上爆发而起，竟是隐隐伴随着一道虎啸之声。金光在其周身形成一道黄金之盾，黄金盾表面还有着一头凶厉的巨虎图腾，一股狂暴而无坚不摧的波动远远荡漾开来。当，廖宇的剑狠狠地斩在了陈峰的金光盾之上，可怕的重力当场让陈峰的身躯直接陷入到了擂台之下，漫天的碎石都爆炸了起来。陈峰、江阴与林朝歌等人内心都忍不住狠狠一颤。然而在众人眼瞳的注视之下，那直接炸进擂台之下的陈峰竟是没有半点的伤势，那金光笼罩着周身，就犹如一道不可摧毁的最强防御般。这怎么可能？廖宇握剑的手掌都忍不住细微颤抖起来。忽然，陈峰抬起头来，眼中露出一抹冰冷的杀机。想杀我？孩子，你还太嫩了。陈峰一步猛地跨出，身躯竟是如同鬼魅般在眼前消失而去。廖宇眼瞳疯狂收缩，唰！破风声响彻，下一刻，陈峰竟不知何时的出现在了廖宇的身后。天从云剑拔出，滔天的血煞之气覆盖着剑身，竟是令得整柄剑都变得赤红无比，就好像饥渴了已久的一只恶灵闻到血腥味在苏醒般。去死吧！陈峰眼中露出狰狞凶意，一剑狠狠地斩向了廖宇的脑袋而去。住手！高台之上，萧时雨见到这一幕，脸色大变，猛地低吼出声。面对着萧时雨的冷喝，陈峰却像是没有听见般，眼中杀机凛冽，手起剑落，唰！剑锋划过，一抹鲜血顿时犹如涌泉般喷溅了出来，洒在了擂台之上，血腥之味弥漫。接着，一颗人头便是在众人瞪大的眼瞳之中直接滚落而下。廖宇当场毙命，刹那间，全场变得死寂无比，一道道压抑着的呼吸声都不敢大喘。死了！剑皇大人的一位高徒就这么死了。所有人的目光都瞪大起来，心脏在强烈的噗噗跳动。眼前这一幕对他们而言已经太过于难以置信了。当着萧时雨的面，居然真的把他的一个高徒给宰了，厉害，佩服！就连乌策都忍不住出声惊叹了一句：这小子太莽了，他的剑戾气太重。副院长看着陈峰手里的剑，皱了皱眉，脸庞露出一抹沉思。太刚一折，不仅仅只是剑，人也是如此。如今剑雨阁在皇城之内如日中天，而陈峰却如此不给对方脸面，怕是会给自己遭来杀身之祸啊。下一个。然而这一刻的陈峰却不管这些，手握沾染鲜血的天丛云剑，目光直视剑雨阁的方向，低吼道。萧时雨握着拳头，额头上布满了一根根青筋，眼中露出滔天杀机。剑雨阁的位置一片安静，身后的那些徒弟也全都一个个瞪大了双瞳。秦如月银牙紧咬，这个疯子，没人了吗？下来啊！陈峰面对剑雨阁的方向继续低吼，不是想要我参加剑道茶会吗？好啊，我现在就如你们所愿。欺人太甚！身后一些剑雨阁的师兄们见到那无头尸首之后，全都脸色狰狞。唰！忽然，一名高高瘦瘦的青年猛地从高台上一跃而下，落至擂台之上。天骄榜排名第14位，中天特来请教。青年狰狞的道。陈峰没有废话，提着剑就冲了上去。剑锋之上，金光凌厉覆盖，刹那间变得璀璨无比。轰！中天也不废话，脚掌用力朝着大地狠狠一踏，熊熊燃烧的火焰灵力便是冲天而起，那等声势让人感到骇然。这道磅礴的火焰灵力冲向天空后，就形成一道火焰漩涡，一道巨大的火柱贯穿其中，而后一头约莫丈许大小的火龙虚影便是自灵气之中诞生，缠绕在了熊熊燃烧的火柱之上。刹那间，
天空呈现出一道盘龙火柱，一股狂暴无匹的炙热波动随之扩散而开。天法炎龙。在见到那道盘绕在火柱之上的炎龙，所有人都忍不住惊呼出声。这同样是灵根的显象之法，而天法炎龙这种灵根比起剑魂灵根也不差上多少，足以见到此人的武道天赋与实力了。接着中天手掌朝虚空一握，一柄泛着鱼鳞纹路的剑便出现在了掌心之中。圣言剑术。一道低吼之声响彻，擂台之上便是忽然有着磅礴的火焰席卷了出来，焚烧着一切。周身的温度都在这一刻急速攀涨，难以忍受的燥热弥漫而出。广场之上的所有人都清晰地感受到，擂台好像变成了一个火球太阳般炽热无比，难以接近。火焰环绕着中天的周身，而后者则是缓缓提起剑，所有的火焰都朝着他的剑凝聚而去。刹那间，一道让人心惊肉跳的庞大火龙便是凝聚而成。唰！这时陈峰已经冲至对方身前，天从云剑刺出，所搅动而起的灵力犹如一股惊世风暴般，竟是直接将那席卷而来的火焰灵力尽数摧毁。一剑星芒，旋即一抹剑光犹如星芒般纵横而过，快得让人无法反应。中天瞪大了眼瞳，还没等他来得及反应，那一抹星芒就已经从他的喉咙之下抹了过去，鲜血喷灌，洒在了擂台之上，又一颗人头掉落。陈峰前世自创过的剑术有很多，但是这一剑是他最为骄傲的。天下武功无坚不摧，唯快不破，任何招式只要足够快，他就能够强到无极限。只要快就是强，速度即力量。陈峰就是一个追求最快的男人。一颗人头犹如绣球般掉落在地上，而中天到最后连一句遗言都没来得及说出口，就已经惨死在陈峰剑下了。全场再度陷入一片死寂的状态之中。高台之上，萧时雨眼睛都变得赤红起来，杀意滔天，低吼出声。中天，秦如月也瞪大了眼瞳，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中天的实力已经是画像境5重天了，这家伙现在已经不是直跨8重天杀敌了，现在是直接跨越了一个大境界。宁海境5重天杀了画像境5重天了，这怎么可能？这个怪胎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那些大家族族长一个个都激动地站了起来，满脸的震惊。跨越了一个大境界，他们不是没见过越级战斗的，但那最多也就1、2重天，而这家伙是直接跨过了一个大境界啊！那一剑好快，副院长都同样猛地站起了身子，无法置信地看着这一切。那一剑没有任何太多的花哨，最大的特点可能就是只有快了吧，可是他却拥有着难以让人相信的杀伐之力。好样的！林朝歌握紧了拳头，同样忍不住激动起来了。这一剑又杀了对方一个天才，他们丹楼已经不知多久没有像现在这么风光过了。继续，下一个。陈峰无视了那无头尸体，继续面向剑雨阁的方向低吼道。然而面对着陈峰的低吼，剑雨阁的方向竟是变得噤若寒蝉。萧时雨的很多高徒甚至都还没能从刚刚的画面之中回过神来呢。无论之前的中天表现得多么牛逼，灵根多么出色，在陈峰的手中就仅仅只是一剑。剑雨阁那么多人都是孬种吗？有种下来打啊！秦如月，下来！陈峰叫嚣着。剑雨阁的众多天才高徒全都一个个涨红了脸，满脸的愤怒。他们剑雨阁何曾被人这样羞辱过？放眼整个宁国，即便是皇室都得给他们剑雨阁3分颜面，一个连画像境都不到的小杂碎竟然敢在他们面前叫嚣，这简直是就在打他们剑雨阁的脸。这个杂碎！陈天狼咬牙切齿，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在刻苦修炼着，然而陈峰的成长速度却快得让他难以望其项背了。秦如月更是脸颊覆满了寒霜，攥紧着玉拳，娇躯甚至太过于愤怒而微微颤抖着。还有谁？陈峰低吼，欺人太甚，我来。终于在剑雨阁的众多高徒之中，一名长相极为英俊的白衣青年猛地一个箭步冲出。青年似是在皇城之中已经有了不低的名气了，他的冲出立即引起了全场沸腾之声。是江浩，天骄榜排名第13的狠人啊，这家伙也忍不住了吗？江浩低喝一声，雄浑的灵力爆发，冲天而起，竟是在天空之上凝聚出了一道青色的月盘。月盘之上盘坐着一头苍天青狮，滔滔杀伐之力扩散天地而出。踏月狮！见到这道踏着月盘的秦狮，全场惊呼声再起。这同样是一种极其稀有的灵根。爆发出自身的全部实力后，江浩便是掌心一握，一剑提起，无尽的灵力宛如形成波涛洪流之泉般席卷而上，天空立即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海洋。无双水剑！江浩一剑刺出，卷动起那漫天水泉，席卷向了陈峰的方向。水虽然是世间最柔之物，但在江浩的剑下
却赋予它恐怖的杀伤力，一滴水都足以击穿钢板。而现在，约莫10几道水泉凝聚成了洪流之状，同时击向了陈峰的方向。陈峰没有躲避，而是做出拔剑之势。轰！空间仿佛凝固起来，百层剑压只在瞬息之间便叠加而成。大地在他的脚下寸寸断裂，蜘蛛网般的裂痕蔓延到了视线的尽头。怎么可能？他的剑压怎么会叠加的这么快？乌瑟瞪大眼瞳，惊呼出声。砰！陈峰脚掌猛地朝擂台表面重重一踏，身躯犹如猎豹般暴冲而起。同样是一剑星芒，电光火石之间的速度，天丛云剑爆发着凶煞的戾气，宛如魔剑般，一道道嗜血的纹路浮现了出来。轰轰！剑锋割裂那一道道洪流之泉，无尽的水泉同时爆炸了起来，水花溅射洒在天空，一抹剑锋却以雷霆般的恐怖速度穿过那道道洪流，直逼江浩的喉咙而去。怎么会？江浩瞪大了眼瞳，他眼睁睁地看着他所施展出来的剑术，竟是在顷刻间就被瓦解。旋即，那一抹剑光已经抵达到了他的喉咙之下。他睁大着瞳孔，死死地盯着眼前出现的这张布满冷漠杀机的少年面庞，心中涌现出了强烈的死亡危机感。小贝，你找死！终于，萧时雨见到这一幕，终于按耐不住了，猛地从这高台之上暴冲而起。一个又一个的高徒全都惨死在了陈峰的身上。到了这一刻，萧时雨已然彻底被激怒起来了，身躯猛地暴掠而出，那磅礴如海般的剑压就犹如天倾般降临而下。全场所有人脸色都大变，一代剑皇萧时雨在宁国之内已经算得上的最顶尖的强者之一了，他所拥有的实力将是所有人一个噩梦。轰！只见得一股无形的剑压笼罩而下，旋即擂台寸寸崩塌，数不清的狰狞裂缝从中间地带迅速蔓延开来。而在这股剑压的正中心点，正是陈峰。一股无形的压强好像万仞重山般直接压在了陈峰的身躯之上。砰砰！陈峰脚下大地崩裂，半截身子直接陷了进去，鲜血如贡从他的眼睛、鼻子、耳朵，甚至是全身的毛孔快速的溢出，好像即将七窍流血，即将被震死。作为一个第5道大境界神藏境的强者，又是一代剑皇，萧时雨随随便便就能依靠着剑压把陈峰给碾死了，这是绝对实力的压制。两人之间的境界差距太过于离谱了。陈峰！江阴厉声大喊，脸颊露出慌张的神色。在那剑压的中心点，陈峰衣衫被一股股镰刀般的飓风给撕裂，他死死地咬着牙，眼睛变得赤红无比，好像一头发狂的野兽。他紧攥着拳头，身上的戾气攀涨到了极致。老狗！陈峰嘶哑着喉咙咆哮起来，浑身的灵力好像毫无止境般被他彻底的爆发而起。轰！擂台当场爆炸了起来，漫天的碎石飞溅，灵气仿佛从天地四方汇聚而来，以陈峰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超级巨大的漩涡。璀璨耀眼的光芒在陈峰身上闪烁着，当他体内的灵力被施展到一种极致时，花哨艳丽的五行光芒同时冲天而起，击穿了云层，在天空之上汇聚，形成了最为炫目的烟花般爆炸起来。万物复苏，一股勃勃生机的生灵之气犹如浩荡的潮水般自天地之间涌来，所过之处，无论是花草树木还是枯枝败柳，全都变得绿意盎然，花香四溢。五行齐聚，这是五行杂灵根？不对，这又与普通的五行杂灵根有点不太一样。所有的大家足常望着这种灵根异象，发出阵阵惊呼之声。从这股灵力之中，他们清楚地感受到了全部的五行之力，这明显是五行杂灵根的表现。没想到这家伙居然依靠这种废灵根成长到了这一地步。这一刻，就连云海学府的副院长都忍不住震惊出声。五行齐聚看起来似乎很有优势，但实则这种灵根是最废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五行同时修炼，所以是最杂最没用的。一个废物灵根也敢杀我剑雨阁这么多徒弟，小杂碎，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震怒之中的萧时雨猛然将剑压扩大起来，旋即一巴掌陡然朝着下方打了下去。这一掌看似轻飘飘的，但实则却拥有着毁天灭地的力量。别说是宁海境，就算是通天境的强者来了，都必然会惨死在这一掌之下。老东西，你还要脸吗？然而在萧时雨打出一掌的瞬间，早有所防备的林朝歌也在第一时间冲了出来，一掌与萧时雨对轰。咚！惊天之声在天空之上响彻而起，两股绚丽耀眼的灵力就犹如太阳般凶悍相撞，大地都狠狠震动了一下。一道道蕴含着绞杀之力的能量风暴从其中席卷而开，站在广场之上的数千人当场被这些能量风暴给轰飞了出去，一口鲜血喷出，生死不明。达到神藏境的强者动辄死伤无数。唰！而这时一抹剑锋已经从江浩的喉咙间划过，鲜血喷洒了出来。啊！
惨叫之声从擂台之上凄厉地响彻而起，全场所有人都面露震动之色，眼神迅速地望向了擂台的中心而来。只见得一颗人头毫无征兆地滚落而下，江浩已经成为了一具无头尸体。这家伙居然还敢趁此机会把江浩给宰了，真是要疯了！广场上的所有人都抱着头，眼中露出绝望之色。本就已经是震怒状态的萧时雨，再见到又一名高徒被陈峰给杀了，岂不是要发疯了？刹那间，高台之上的诸多大家族族长也都脸色剧烈变换着，快速看向了萧时雨而来。果不其然，此刻的萧时雨脸庞已经铁青无比，一根根青筋在额头上犹如囚笼般浮起。小杂碎，你真当我剑雨阁是吃素的吗？萧时雨狰狞出声，眼神犹如一条毒蛇般死死地盯向了陈峰的方向而去。萧时雨，你也当我丹楼不存在的吗？见到茶会，说好的就是年轻一辈的切磋，你这老狗是不是玩不起啊？林朝歌咆哮道。面对着萧时雨的震怒，林朝歌似乎毫无惧意。两人都已经是在第5层境界的神藏境，尽管萧时雨在剑道上拥有着优势，可他林朝歌因为丹王的名号，在这宁国之内的人脉也同样是恐怖如斯的存在。双方势力一旦没有任何顾忌打起来，那将是宁国的灾难了。你们丹楼想撕破脸皮，彻底想与我剑雨阁一决死战吗？萧时雨眯了眯眼睛问道。你们剑雨阁若敢，我丹楼便敢，誓死奉陪。林朝歌眼中含着凛冽寒芒道。院长大人。高台之上，乌策带着一抹期许的看了一眼这位云海学府的副院长，然而那名副院长却摇了摇头，此事他们云海学府不打算插手。尽管陈峰表现出来的实力很妖孽，但是一个5行杂灵根完全不值得他们得罪剑雨阁。林朝哥，你可知我们双方开战的代价吗？宁国是会大乱的。萧时雨眯着眼睛道。这个人是我们丹楼的副楼主，在盐城的时候我就说过了，你这老东西想以大欺小，我丹楼绝不同意。宁国乱，那也是你搞乱的。林朝歌低吼道。萧时雨没有说话，不过那周身弥漫着的灵力却在一点点不停地攀涨起来，而林朝歌也同样怒目直瞪着他，周身的灵力同样层层暴涨。狂风在天地之间席卷，怒吼着。天空之上，乌云聚拢而来，阴翳的黑暗笼罩，苍穹变色，仿佛暴风雨降至。广场之外，那些围观之人全都脸色吓得煞白，一个个慌乱地四处逃走。他们知道，一旦丹楼与剑雨阁这两大势力打起来，可就不管什么无辜不无辜了，敢留在这里必死无疑。而就在这时，一道白影忽然从远处掠来，当众人看到这道白影时，所有人都愣住了。三殿下，有人惊呼出声，一瞬间场面顿时沸腾了。三皇子，宁国天骄榜的第1人，也是宁国年轻一辈的最强人物，他的出现代表的是整个宁国的颜面，也是代表着宁国的未来。宁国的玄师曾推演宁国的国运，断定出只要有三皇子在，宁国将会吞并唐国，将国力带到最为巅峰的时期。可以说他被冠以太多的荣耀与传说，是一个让人优秀的嫉妒不起来的真正天之骄子。所有人的目光都火热地看着这道白衣青年，眼中只有崇拜与敬畏。他身上干净的好像找不出任何瑕疵，就连那一向骄傲的秦如月，此刻见到三皇子的到来，都眼中忍不住快速凑上去，来到他跟前。三殿下。秦如月娇躯微弓，美眸之中波光粼粼，难掩其爱慕之色。如月妹妹，好久不见。三皇子淡淡的道。说完，他就直接绕开秦如月的身子，走到了前面。秦如月红唇微张，打算继续说些什么，又害怕惹得三皇子反感，也不敢多言。三皇子身形掠过间，便是来到了擂台之前。他先是看了看远处一身是血的陈峰，面无表情，又看了一眼高台之上的萧时雨与林朝歌，略微皱了皱眉。这次过来是奉了我父皇的命令，林前辈请收手，宁国不能乱。三皇子到临，朝歌咬了咬牙，脸色铁青。我也不想乱，可是这是他们剑雨阁逼的。似乎是想到痛处，林朝歌的眼睛都变得赤红起来。当初各大势力都说好了的，让年轻一辈出来争出来打，我丹楼死了那么多人，你以为我不心痛吗？那都是我丹楼的一位位天才啊，现在轮到剑雨阁的天才被我们宰了，他居然还玩不起了。三皇子皱了皱眉，看向了萧时雨而来。萧时雨挑了挑眉，冷声道：一句话，我只要陈峰死。在见识到陈峰的潜力后，他坚决不会让陈峰继续活着，否则他们剑雨阁的威严就会受到挑衅，关于玲珑玄黄池的归属权也可能会出现意外。放你娘的狗屁，你这老东西，你玩不起你早说。林朝歌厉声骂道。萧时雨沉默无言，只是眼神一直与三皇子对视着，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杀了他们剑雨阁这么多的天才，陈峰若是不死，
他绝不罢休，他一定要让陈峰死。三皇子面无表情，在权衡完利弊之后，忽然他将眼神盯向了浑身是血的陈峰。陈峰站在废墟堆里，在感受到那双眼神之后，他立马就明白了三皇子想要做什么了。想要解决这场矛盾，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消除矛盾的最主要人物。很现实，也很残酷，但在大人物的眼中，牺牲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而言，就像是捏死一只蚂蚁般。你死，宁国安宁。三皇子低喃出声。唰，下一刻，他便是犹如鬼魅般出现在了陈峰的身前，一掌狠狠地打向了陈峰的天灵盖。三皇子在宁国之中代表的不仅仅只是地位，同时他还代表着年轻一辈最顶尖的战力。霸占天骄榜这么多年，无人能够撼动。可以想象得到，如今三皇子已经拥有着何等恐怖的实力了。尽管之前陈峰能够斩杀许多天才，但作为五行杂灵根，他的成长终究是有限的。三皇子心中没有任何的惜才，为了宁国的安宁，牺牲掉陈峰，在他看来就跟牺牲一只蚂蚁般，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他毫不留情的一掌便打向他的天灵盖，打算当场将陈峰击杀于此。陈峰眼见三皇子突然暴起，江阴脸色也是大变。金虎盾，早有所防备的陈峰眼中露出凶狠之色，全身金光凌厉爆发，凝成一道金色光壁，光壁之上一头狰狞的虎形雕纹盘踞其中，荡漾着无坚不摧的波动。咚，掌风落下，狠狠地撞击在了这金虎盾之中，在那凶悍无比的力道之下，整道光盾都在剧烈的震颤着。眼见狂暴无匹的火红灵力尽数被阻挡在了光盾之外，三皇子眼中露出一抹诧异之色，这小子居然还能挡下他这一击。要知道，虽然现在的三皇子还没有用尽全力，但是他已经是神藏境的强者了，随便一击都是足以击杀碾压任何宁海境的，居然能够挡住我。不过本王要你死，你就必须死。三皇子面无表情的道。轰！一瞬间，他掌心下的灵力忽然暴涨起来，光芒耀眼，犹如一轮太阳在三皇子身上照耀着。这轮耀日刺眼的让人睁不开眼睛。这便是真正的太阳灵根，比起那什么剑魂灵根都要强大数十倍。在太阳灵根的显象之下，火焰之力仿佛带着极高的温度，摧枯拉朽般的，竟是当场震碎了这金虎盾。砰！爆炸声响彻，无尽的碎光犹如烟花般散开，一股股能量余波向周身滚滚席卷。在那道爆炸的余波之中，陈峰的身躯当场被狠狠地震飞了出去。只见的后者双臂之上的龙鳞全部爆裂出来，鲜血淋漓，一眼看去已然成为了一个血人。全场惊呼声一片，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瞳，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刚刚还战无不胜的陈峰，如今在三皇子手中居然依旧是走不过一招。他比起2年前更强了。乌策脸色沉重，低喃出声。正常2年的时间已经足以让他再上一个台阶了。副院长道。可惜一个天才就此陨落了。乌策道。他不死，剑雨阁不会罢休。为了宁国不掀起动荡，他必须死。我说过了，太钢一折，武器如此，人亦如此。副院长凝重的道。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残酷，你若是没有足够大的价值，就不会让人重用，同样的也不会让人多看你一眼。尽管陈峰刚刚表现出了惊艳的剑术以及强大的本领，但受限于灵根，他的成长注定不会走太长。废墟之中，陈峰艰难地站起身子，身躯摇摇晃晃。他看了一眼全身，只见的龙鳞已经绽开了，皮肉都大量的溢血，模样有些惨不忍睹。而在前方，三皇子继续迈步走来，浑身火焰燃烧的他，一眼望去，就像是化身为一尊火焰战神，所向披靡，身后一轮太阳在跟随，凡是光芒普照之处，那种炽热的温度，竟是灼烧的大地都变得赤红起来，滚烫无比。这便是太阳灵根的可怕之处吗？副院长低喃出声，眼中满是一种震撼。能够有幸见到太阳灵根发威，是一件很难得的事了。不过更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三皇子竟然会以这种灵根意象来对付一个宁海境的小鬼，这让他们这些老一辈中人都感到万分惊讶。高台之上，林朝歌面露震惊之色，接着他便咬了咬牙，猛地冲了下去，想要阻止这一切。只是三皇子像是早就料到林朝歌会阻止，已经抢先一步动手。后者一步跨出之间，携带着滔天的焚噬火焰，便是冲向了陈峰而去。从广场之外看过去，那一幕极其震撼，就像是一颗数丈之大的火球在撞向一个少年而来东。攻势转瞬即至，然而下一刻，让所有人都将在原地的一幕诡异的发生了。那磅礴的火焰并没有落至陈峰身上，而是在距离陈峰3尺之地就停了下来。无论那颗太阳如何侵入，都仿佛烧不到陈峰的身上了。三皇子脸上露出惊疑之色，抬头望去，只见的一道犹如母婴胎盘般的东西正盘旋在了陈峰的头顶之上，
5种截然不同的色彩在胎盘周身环绕，生机勃勃。在这胎盘之下，他头顶之上的太阳就像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般，竟是无论如何都落不下去。我的太阳灵根遭受到压制，三皇子心中有些不敢置信。陈峰，江阴脸颊露出一抹焦急，银牙死咬，美眸之中有着滔天的怒意。他死死地盯着三皇子，玉手之中握着剑。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何来的勇气，但是他还是冲上去了。然而还没等他冲至三皇子身前，后者仅仅只是眼神一瞥，露出轻蔑之色，一掌便轰了出去。毫无悬念的，在太阳灵根与绝对无敌的实力下，那狂暴无匹的火红灵力便是重重击打在了江阴的娇躯上，后者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当场就被震飞了出去，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脸颊瞬间苍白如纸。这件事不关江氏一族，若是不想给江氏招来灾祸，最好别惹事。三皇子道。江阴捂着胸口，眼中有着浓浓的不甘。三皇子的眼神重新看向了陈峰而来，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他太阳灵根散去，转而化为了一种纯粹的灵力，一掌震出。轰！灵力释放，形成了一道狂暴无匹的劈链，当场就将陈峰给轰飞了出去，一口鲜血喷出间，脸色更加苍白了。三皇子皱了皱眉，脸上虽然面无表情，但心中却充满了惊涛骇浪。灵力没有受影响，也就是说，刚刚所发生的一切是关于灵根上的优势，他的太阳灵根居然被对方的灵根给死死地压制住了。这小子难道不是五行杂灵根？场外所有人只看到陈峰被三皇子一掌轰飞出去的场景，眼中不由得一阵惊叹。这便是当世天骄啊！即便是秦如月这等优秀的天才都难以望其项背。三皇子缓步走了上来，心中愈发惊疑不定。对方倘若真的拥有着比太阳灵根更加稀有的灵根，那为何会实力如此孱弱？可若不是，对方又怎能压制住他的灵根呢？为了验证他内心的猜想，三皇子身后的那一轮太阳再度冉冉升起，一缕缕散发着毁灭之力的炽热火焰滚滚席卷。住手！他不能死！然而没等他出手，一道青裙女子悄无声息的犹如鬼魅般出现在了一块废土之上，眼神直视向三皇子而来，冷喝到谁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但是他的出现立即掀起了现场前所未有的轰动。夏芷兰，江阴也有些错愕地看着这名青裙女子。夏府，林朝歌与萧时雨等人同样一脸震动。作为一代军神之家的夏府，无疑是皇城之内最为顶尖的几大势力之一。他们或许没有剑与阁与丹楼那般拥有着庞大的人脉，但是后者在军营之中却拥有着任何人都没有的恐怖话语权。即便是皇室都在忌惮着夏府的势力，更别提剑与阁与丹楼了。但好在夏府一直以来在各大势力之间的争斗都是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从不牵扯入任何一方的争斗，哪怕是皇子的夺嫡之中也是如此。但是这次夏芷兰却忽然插手进来了，无疑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站在一块废墟大石上，夏芷兰冰冷的道：你不能杀他。三皇子抬起头，眼中有些诧异，一向保持中立的夏府居然会因为一个宁海境的少年打破多年来的态度，这很反常。但三皇子也没有立即表现出任何情绪，只是淡淡的问道：为何？不为何？他不能死。夏芷兰道：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你们夏府的意思？三皇子问道：这是夏妃娘娘的意思。夏芷兰道：三皇子脸色有些难看，连夏妃娘娘都搬出来了，倘若我一定要让他死呢？三皇子道。夏芷兰没有说话，而是掌心一握，一杆冰蓝色的长枪便是出现在了他的掌心之中。抬起头来时，眼中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唯有视死如归的战意。意思很简单了，想让他死，便先从他尸体上踏过去。面对当世天骄，他也不缺与之一战的勇气。三皇子眯了眯眼睛，那双琥珀色的眼珠有着流光闪烁，不知在想着一些什么。接着他便看向陈峰而来，他很好奇，这个不过宁海境的小鬼何德何能，能够让得这么多大人物出来帮他。虽然说夏府的势力即便再大，也都是比不过皇室的，可夏芷兰毕竟是夏问天最为疼爱的孙女，一旦夏芷兰真的死在这里，恐怕夏府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以夏府在军营之中的地位，这宁国怕是得引发一次大震动了。这种局面显然是宁国皇室不想看到的。想到此处，三皇子皱了皱眉，眼神都渐渐变得凝重起来。他没想到这个不过宁海境的小鬼居然会牵扯出这么多的大人物。三殿下，高台之上，林朝歌也落了下来，眼神之中满是凝重之意。三皇子看了看林朝歌，又看了一眼远处的萧时雨。此刻的萧时雨脸庞已经阴沉的几乎要滴出水来了。连夏府甚至是夏妃娘娘都出动了，这家伙到底还有多少张底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帮他？三皇子沉默了一会，片刻后他终于淡然一笑：这件事我可以给夏妃娘娘一个情，不过仅此一次。
三皇子周身的灵力消散，眼中所藏着的那一抹杀机也随之收敛而去。接着他回头看了一眼陈峰，眼睛眯了眯，眸底有着极大的兴趣，旋即便转身朝着广场之外走去。见此，夏芷兰也松了一口气，握着冰蓝色战枪的手都冒出了些许冷汗。饶是他有着战死的心理准备，可面对着这一位当世天骄，他还是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这个杂碎！远处剑雨阁的众人脸色都显得狰狞无比，眼神同样恶狠狠地盯了一眼陈峰。在见到连夏府都出面之后，他们也都知道今日这陈峰是杀不了了。小小年龄能够杀得了我们剑雨阁那么多人，小子你还真是出乎了我的预料啊。萧时雨望着此刻满身浴血的陈峰，脸上依旧露出笑容，只是那等笑容看起来让人感到有些心悸。罢了，你们丹楼今日能风光就尽情风光吧，1个月后玲珑玄黄池的归属战就要开启了，到时候看看你们丹楼还能死剩多少人吧。萧时雨阴寒的笑道，接着他便挥了挥手，带着剑雨阁的其他人转身离去。临走前，秦如月的美眸却望向陈峰这边来，尤其是在见到陈峰那浑身是血的模样后，嘴角掀起一抹可笑之意。无论陈峰之前表现得如何天才，在三皇子面前依旧犹如蝼蚁般，两人之间宛如相差着一个不同的世界。好好珍惜你能活下去的剩余时间吧，到了玲珑大会，我会亲手把你宰了的。秦如月丢下这句话，就朝着广场之外而去。秦如月，站住！然而就当秦如月刚要离开时，陈峰却转过头来，冰冷地注视着他。全场所有人脸色都大变，这家伙还不打算消停吗？我的小婢女呢？你抓到哪里去了？陈峰眼睛赤红，杀机凛冽。陈少爷，宝儿找到了。忽然广场之外传来一道轻呼之声，只见得江府的2个丫鬟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见此，陈峰微微一愣。秦如月回眸望去，冷笑道，我还不稀罕用这种小手段，要打我就堂堂正正地跟你打，在玲珑玄黄池大会上。说完，秦如月再也没有停留，径直离开。先生，您没事吧？夏芷兰赶忙跑了过来，搀扶住陈峰。我没事。陈峰摆了摆手，他回头望向三皇子远远离去的方向，沉默无言，只是深邃的眸子之中有着凛冽的寒意。林朝歌也从上方落了下来，见到陈峰无恙之后也松了口气，拍了拍后者的肩膀，笑道，小子真有你的，居然能宰了剑雨阁这么多天才，我之前果然没看错你。接着他又看了一眼陈峰满身的血，皱了皱眉，走吧，我带你回丹楼，我亲自给你疗伤。要不去我夏府？夏芷兰犹豫了一下，便道，若是能把陈峰引进夏府，想必他爷爷也会高兴坏了。林朝歌有些不悦地看向夏芷兰，这小妮子是明着要来抢人了啊。我还有事，处理完了再去丹楼和夏府。陈峰摆了摆手，无奈的道，小姐，宝儿我们找到了。2名丫鬟来到江阴身前，凝重的道，他在哪里？江阴赶忙问道，在清芳楼。1名丫鬟道，清芳楼？他怎么会跑去那种地方？江阴脸色大变，你认识这地方？这时陈峰也走了过来，江阴点了点琴手，脸颊掠过一抹尴尬之色，道，这是皇城内的一所青楼，很出名，位置也很好找，带我去。陈峰立马道，好。江阴点了点琴手，然而身后的林朝歌与夏芷兰对视了一眼，同时上前来，我们也去。林朝歌在这剑道茶会上见识到陈峰的恐怖潜力之后，已经下定决心绝不会再放陈峰跑了，这家伙若是跑了，谁还能给他们丹楼撑场面啊？而夏芷兰则是希望能够多跟陈峰拉近关系，所以自然想跟过去一起看看。瞧得这般阵仗，江阴张了张嘴，有些哭笑不得。一个丹楼的丹王，一个夏府千金小姐，这等阵仗去逛青楼，这怕是要出事啊。不过林朝歌与夏芷兰铁了心要跟着，他也无可奈何。在他们几人走后，乌策看向副院长而来，问道，院长，他们要去青楼，我们也去逛逛。副院长脸上露出一抹窘迫，老脸一红，滚，不去。清芳楼开在皇城一处繁华的街道，无论是京城之中的达官贵人，又或是那些武者散修，都喜欢来这里玩，久而久之，这清芳楼也成为了京城之内最大的一家青楼了。而此刻，在这青楼的最顶尖一所包厢房间之内，几个红粉扑面、身材婀娜多姿的妖娆女子正围绕在一名穿着非凡的公子哥身边，酒香之气弥漫，极其奢靡。王公子，这杯酒喝下去之后，人家就是你的人了。王公子，咱不理小情，我才是你的人。王公子，你不是最疼爱人家吗？女人的曼妙身材一直在王刚身边磨蹭着，再加上那扑鼻而来的女人芳香，王刚心中色欲大涨，左拥右抱，恨不得将眼前这几个女人一起扑倒在地。过了不久，一名老鸨敲开了包厢门，走了进来，并且还带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一起进来。王公子，
您带回来的这个女人，我们已经给您清洗干净了，您打算什么时候享用呢？老鸨笑道。王刚经常都会在大街上强民女，进入这清芳楼之内清洗，再换上干净的衣衫给王刚享用，连老鸨也不得不承认，王刚纵横情场这么久，眼光就是毒辣。这名刚掳来的少女虽然脏兮兮的，可是清洗一遍之后，再换上一身干净的衣裙，整个人都变了，变得亭亭玉立，相貌清纯可人，就算是放眼整个皇城都是上等的美人了。放开我，你们放开我，若是让我家少爷知道你们抓了我，他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板儿在拼命地反抗着，不过以他的力气，这般反抗显然没有太大的作用。王刚见到宝儿现在这模样，眼珠子都快要掉下来了。与宝儿这种清纯可人的小脸蛋相比，他身边的这些所谓的美人一下子都成了胭脂俗粉了。美人，我来了！王刚已经迫不及待了，当场就扑了上去，将宝儿给压在了地上。见此，老鸨也是识相，默默地转身离开，并且还把门给关上了。美人，就让我来让你当个真正的女人吧。王刚舔了舔嘴唇，迫不及待地开始扒宝儿那一身干净的衣裙，动作激烈，已经难以自控。不要不要！宝儿痛哭着，拼命在反抗。不过以他普通人的力气，又怎么可能敌得过作为武者的王刚？你们干什么？知不知道这里是啊？门外传来些许嘈杂的动静。没一会，包厢的门直接被人踹开，陈峰与江阴等人走了进来。在见到房间内的不堪画面后，陈峰与江阴等人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阴沉。你们是谁？被人打扰了这种好事，王刚脸色顿时气得铁青，低吼道。然而他转头之间便是见到了一道熟悉的倩影，诧异出声：江阴。王刚。江阴见到这名公子哥后也是微微一愣，接着美眸之中满是愤怒之色。他没想到把宝抓来的人居然就是常夫人赐婚给他的那个未婚夫，户部尚书家的公子王刚。他虽然早已听说过王刚在皇城之中经常为非作歹，强抢民女，可没想到后者居然已经张狂到如此程度了，连他们江府的人都不放过。少爷！宝儿从地上爬了起来，眼眶通红的扑进陈峰的怀里，痛哭起来。没事了，陈峰安慰道。接着他便看向了江阴而来，淡淡的道：你动手还是我动手？这件事没有任何的商量余地，无论王刚背后站的是谁，他都绝不放过。江阴叹了口气道：我来吧。他知道一旦让陈峰动手，王刚必死无疑，若是他动手的话，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尽管这种人渣不配活在这世上，但以户部尚书家在皇城之中的势力，还是有些麻烦的。你们要干什么？知道我是谁吗？我爹是当朝户部尚书，你们敢动我，你们绝对会死得很难看的。王刚还在叫嚣着。面对着王刚的叫嚣，江阴仿若没有听见般，直接走了上来，浑身灵力释放，青光笼罩，散发着一股震慑人心的狂暴波动。身后那些穿着红纱衣裙的妩媚妖娆女子，全都一个个娇躯颤抖着，美眸看向江阴而来时都有着一些畏惧。她们都只是寻常女子，面对着江阴这种实力强大的武者，自然是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的。然而江阴自始至终目光都只是落在了王刚一人身上，数步之间，他的倩影就已经来到了后者身前，美眸之中有着冰寒的冷冽之气。察觉到江阴身上释放出来的寒意，王刚心中也有些忐忑起来。他咬了咬牙，厉吼道：江阴，你别忘了，你与我之间还有一纸婚书在呢，你现在是要弑夫吗？弑夫？江阴冷冷一笑，我从未签过与你之间的婚书，谈何弑夫？对他而言，没有签过的合约就是厕所里的废纸。江阴目光如炬，盯着他道：王刚，你身为朝廷重臣之子，本应知法守法，你却竟干些伤天害理之事，强抢民女，奸淫掳掠。你仗着你爹的权势，在皇城之中为非作歹，早已民生哀怨，今日之事，你是罪有应得。王刚脸色狰狞，眼中怒火燃烧，他也没再坐以待毙，灵力爆发而开肩，就一拳轰了过去。江阴微微一个侧身，轻而易举就躲开了他的攻势。以王刚那话象尽二重天的实力，对他而言可没有任何的威胁。在躲开攻势的同时，江阴摊开玉手，蕴含雄浑灵力的一掌就被他打了出去，正面轰击在了王刚的腹部之处。砰！只听得一道轰鸣巨声响彻，王刚的身躯当场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了后方的墙壁上，可怕的力道当场让墙壁震裂开一道坑口，而王刚则是一口血喷了出来，周身灵力瞬间溃散，灵海破碎，已成废人。你居然敢废了我！王刚艰难地抬起头，嘴中溢出大口大口的鲜血，难以置信地瞪着江阴，脸庞上的五官扭曲成一团，状若癫狂。我是在救你。江阴脸颊淡漠，开口道。他出手，王刚还能活；陈峰出手，对方必死。好自为之吧，不要再为非作歹了。江阴道。话音落下，
他转身便离去，而陈峰等人也只是回头看了一眼王刚，没再动手，跟在后面离开。你们等着，我一定会让我爹，让你们整个江家都付出惨痛代价的。王刚充满狰狞杀机的咆哮声远远回荡在了这间包厢之内，令人心神胆颤。兴许是想到自己以后再也无法踏足武道之路，气血攻心之下，王刚再次一口血喷了出来，当头栽了下去，昏迷不醒。房间之外听得这般动静，青芳楼的许多人都冲了进来，在见到浑身是血的王刚之后，所有人都被吓住了。那一直站在外面的老鸨更是吓得腿脚一个哆嗦，当场瘫坐了下来，脸上满是一种绝望与无力感。完了，这下完了，皇城估计也要变天了。要知道这可是户部尚书家的公子啊，也是最受宠爱的嫡子，现在居然被人直接废了。以户部尚书那护短的性子，恐怕牵扯进这件事的所有人都逃脱不掉了。虽然他们青芳楼不是罪魁祸首，但王刚是在他们这里出了事，一旦问责起来，他们青芳楼也难辞其咎了。一时之间，整个青芳楼都陷入了一种暴乱的状态之中。而这时陈峰等人早已经走出了青芳楼。刚刚应该让我来动手的，我直接把他给宰了，找块地给他埋了，一了百了。陈峰直言道。江阴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道：你以为这是在生死自负的比试台上啊？这是在皇城之中，杀人是很严重的，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若是杀了他，麻烦更大。我刚刚废了他，已经是所能做到的最大极限了。闻言，陈峰皱了皱眉，脸上也露出几分凝重之色。那你呢？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对方毕竟是户部尚书家，而江阴的事他也听过一些，他在江家之内可并不受宠，许多事都是江府的常夫人在管着，难免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若是让陈峰动手的话，他也不怕对方会事后报复，反正在他看来，他得罪的仇家已经够多了，多加一个江府也不算多。没事，我自己会处理好的。江阴笑道。那好吧，有事的时候可以找我帮忙，接下来我就不回去了，我去丹楼那边看看。陈峰笑道。来到皇城这么久，他也还没到丹楼那边去看看。丹楼作为皇城之内数一数二的大势力，无论是底蕴还是实力，都是足以与皇室与剑雨阁相媲美的。想来丹楼那边应该也会有不少好的修炼福地。正好趁着在玲珑玄黄池大会召开之前，他可以在那里多增长一些实力。好，江阴点了点琴手，几人就此告别。至于夏芷兰那边，陈峰则是承诺着在10天之内会过去夏府看看夏老爷子的伤势。得到了陈峰的承诺之后，夏芷兰也高兴地离开了，而陈峰则是带着宝走在了林朝歌的后面，一起来到了皇城的郊外。另一边，皇宫之中，这里是属于宁国权力的最高点，也是属于宁国防御最为森严的地方。自古以来，君权神授，无论是实力多么强大的剑雨阁，又或是人脉多么广阔的丹楼，在皇室面前都只能俯首称臣。御书房门口，一排排身穿铠甲、面露肃杀之气的禁卫军守候着。三皇子缓步走来，门口的老太监见到三皇子的到来，也急急忙忙地恭敬俯身。参见三殿下。我父皇人呢？三皇子问道。圣上正在书房内等着殿下您呢。老太监道。三皇子点了点头，跨步便推开书房的门，便朝着里面走进去。一入房间，淡淡的檀香便是萦绕而来，雕花窗射入斑斑点点细碎的阳光，洒在青石玉雕琢而成的地板上。书桌前，一名约莫50多岁的中年男子正在批阅着奏折，他身穿着一件雕纹着龙形图腾的黄袍，虽已上了年龄，但眉宇之间依旧散发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皇者威严，令人不敢随意与他的眼神对视。而在中年男子的身旁，还有着一名身穿丝绸缎锦、年轻貌美的绝色妃子正在为他研墨。房间之内异常静谧，令人大气都不敢乱传。而此人也正是宁国的皇帝唐风正。三皇子毕恭毕敬地跪了下来，道：儿臣拜见父皇。回来了。皇帝见到三皇子，便放下了手中的奏折，起身走了过来。三皇子气宇轩昂，腰杆如一杆擎天枪般挺拔，虽无任何动作，但自然而然的却有着一股天生皇者的威严与气势流露出来，倒是眼前的与皇帝如出一辙，毫不逊色。皇帝眼中有着满意之色，他膝下共有13子，唯有这老三是最让他感到骄傲的，无论是为君者的心胸，又或是才能谋略，都是上上之选。再加上后者天赋异禀，在诸多皇子之中，武道实力是最强的，剑道单道双修，放眼整个宁国都是最强的天骄。偌大的皇城之内，势力纷杂，像剑雨阁、丹楼以及大大小小的势力不计其数，若是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以及气场，是镇不住这皇城的大势力的。而三皇子作为当世天骄，皇帝对他最有信心，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他必能镇压的各方群雄都不敢随意乱动。皇帝笑了笑，我们父子俩已经很久没有下棋了，愿不愿意陪朕下下棋？孩儿愿意。三皇子恭敬点头，两人坐上棋盘，皇帝执棋先下，
这盘棋就如同宁国的天下般，之前的主棋人一直都是皇帝。出去这一趟，可有什么心得与收获？皇帝下着棋的同时，一边问道。剑雨阁与丹楼之间的纷争已经是积怨极深，两家之间已经是不共戴天了。不过，他们双方斗得越狠，对我皇室就越有好处。三皇子道。还有呢？皇帝继续问道。三皇子沉吟了一会，便接着道。剑雨阁与丹楼虽然看似强大，但终究难成气候，对我皇室的威胁并不大。在我宁国的百万铁蹄面前，这两大势力弹指可灭。最让我感到忌惮的，还是那一位夏府。皇帝眼中露出一丝诧异的光泽，但脸色依旧不变，继续问道。为何这么说？三皇子回答道。父皇虽然收了夏问天的兵权，但夏问天作为宁国的军神人物，在军营之中拥有着连父皇都没有的威望。可以说，现在军营之内有80%的将官都是夏问天提拔起来的。只要夏问天一声令下，百万铁骑至少有50%的兵力会拥护夏问天，这是我们皇室最大的威胁。而这一次出去，我也算是见识到了夏家的恐怖之处。夏家明面上的力量看似在军营之中，但实则在朝廷之上，也有许多他们暗藏的力量。皇帝执旗之手微微停顿了一下，但接着就继续不缓不忙地落下。三皇子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父皇，在那巍然如泰山般屹立不动的威严面前，他心中也感到了一些压力。皇帝淡淡的道。夏妃毕竟出身夏府，他会选择站位夏府，也是在朕的预料之中。但朕没能预料到的是，本应该会成为一张上等底牌的他，居然会这么快就迫不及待地浮出水面了。是啊，这也是儿臣最为不解的地方，只能说太快了，夏妃娘娘太快出来了。三皇子疑惑不解的道。夏妃娘娘背靠着夏府这一庞大的势力，又是皇帝受宠的妃子，朝廷上不知有多少官员暗中在讨好夏妃。可以说，夏妃将会是夏府最为有力的一张底牌，是可以决定夏府生死的关键底牌，不到存亡危机之际是不会轻易动用的。但是这一次，夏妃娘娘的面子却被搬出来了，逼得三皇子不得不妥协。太快了，夏妃娘娘出现的时机完全不应该。夏问天一生征战沙场，运筹帷幄，有着掌控全局的顶尖才能，他应该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才对。三皇子脸上露出沉思之色，似是想到了些什么，继续道。思来想去，儿臣觉得唯一有可能的便是前些日子刚刚在皇城之内冒出头来的这个名叫陈峰的少年。这个少年身上是否有着什么秘密，才能让夏问天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保全此人，哪怕是要夏府倾尽全部人脉资源也在所不惜。陈峰的实力，三皇子有亲自较量过，仅仅只是宁海境5重天，这样的实力别说是放在皇城之中了，就算是宁国的各大城市都算不上是一方强者，因此也并不值得他有任何的重视。三皇子自信，哪怕是再给陈峰3-5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他都有把握随时能够碾死对方。但就是他如此看不起的一个人，反而受到夏府前所未有的重视，甚至让夏问天不惜拿出夏妃娘娘这张底牌来掣肘三皇子。看来名震天下的一代军神终究是要老了。三皇子心中想着，倘若是三皇子代替到夏问天的位置上思考，他是绝不会让夏妃娘娘浮出水面，用他来保全这么一个废物少年的安全。这只能说是夏问天真的老糊涂了，才会走这一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废棋。这一步棋不仅将夏府的潜在力量给暴露了出来，还会让夏府处于皇城风暴的中心，让皇室有了借口可以针对，以此削减夏府的实力。只可惜啊，无论夏问天之前所做的一切有多么的优秀，他现在都败在这一棋上了。一步错，满盘皆输。你觉得夏问天这一步棋是走错了吗？皇帝见到三皇子的脸色，便知道了他在想什么，出声道：倘若是儿臣来执掌夏府，儿臣是绝对不会让夏妃娘娘这一关键之棋浮出水面的。三皇子正色道：哦。皇帝诧异的笑了笑，接着便问道：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三皇子微微一愣，接着便沉思了一会，回答道：如果是我会继续坐山观虎斗，让剑雨阁与丹楼拼得你死我活，让自己处于皇城风暴之外。尽管现在夏问天手中已经没有兵权了，但夏府还是有很多的优秀人才在军营之中担任将官的，再加上军营之中有很多的老将都对夏问天念有旧情，只要这些老将在，夏府就一直会是安全的。关键时刻，夏妃娘娘还会是夏府的一根在外支柱。皇宫内若是有任何动静，夏府也能在第一时间内得知，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没用的少年就浪费掉最好的底牌。在三皇子理所应当的说着，皇帝微微一笑，继续道：那你有没有想过，夏问天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不惜让夏府处于风暴的中心，也要保全一个你认为没用的少年？三皇子沉思着，但却说不出一个道理来。他确实看不懂夏问天为什么要这么做。皇帝面无表情，淡淡的道：据朕所知，夏问天这半年来
一直在四处求医，很少回家门，而其孙女夏芷兰更是处处陪在他的身边，未曾离身。然而，自从半个多月前夏问天回到夏府后，就不再出门了，也不再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内。你可知是为何？三皇子皱了皱眉，沉思一会后便轻叹了一口气。儿臣不知，要么是夏问天准备等死了，放弃生存的希望了。朕之前一直都是这么猜测的，但是自从他这一步棋子出来之后，朕断定他不是在等死，他是在等活。皇帝回答道：等活？什么意思啊？三皇子脸上露出不解的神色。皇帝回答道：只有一个原因能够解释他为什么不再出门，为什么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保住那个少年的命，那便是那个少年能够救活夏问天，这是他生的希望。皇帝一双威严的双目之中迸射出几道金光。三皇子脸色大变，眼中满是惊骇的神色，无法置信的道：这怎么可能？那可是北疆尸毒啊，世间最无解的剧毒啊！夏问天所中之毒能够瞒得过很多人，但却瞒不过皇室。北疆尸毒那是最为无解的剧毒，哪怕是宫中的那些老御医都束手无策。一个17岁的少年怎么可能能够解开这北疆尸毒？这完全是天方夜谭之事。皇帝没说话，而是手执黑旗缓缓落在了中间的一处位置上，这一步棋直接封住了三皇子白棋的所有退路，让他再无从下手。三皇子微微一愕，刚刚的他完全将心神放在了夏府与陈峰身上，并没有多在意棋盘，回过神来才发现他这一局已经输了，而且是惨败。三皇子苦笑了一下，赶忙起身恭敬一拜：父皇棋艺精湛，儿臣自愧不如。皇帝面无表情，淡淡的道：不是我棋艺精湛，而是你棋法激进，只盯中心棋位猛攻，却不看重整体棋盘的布局。执棋者最为大意的就是目光短浅。再说你这一局的白棋下得很散乱，要知道执棋者每一步棋子落下都是有其意义的，恰恰有时候你最轻视掉的一棋，往往能够成为你满盘皆输的关键之棋。三皇子脸上露出沉思之色，好像在领悟着皇帝所说的每一句话。夏问天一生征战沙场，杀过的人比你吃过的米饭还要多，无论是看人的眼光或是运筹帷幄的本领，都不是你能轻视的，莫太小瞧了他。皇帝叮嘱了一句：儿臣受教了。三皇子赶忙恭敬一拜。他自认才思敏捷，天赋惊人，可与眼前的皇帝相比起来，他还是自愧不如的。上一任皇帝生有17子，而眼前这位皇帝能够从这17子之中脱颖而出，坐上那象征着无上权力的王座，依靠的可不是什么阿谀奉承之类的话语，而是他有着真正的谋略与才能，能够将其他的皇子压得死死的，最终登上皇座。与宁国的所有人相比，皇帝才是真正的老狐狸，帝王之术才是最为难以揣测的。皇帝叮嘱完后也没再多说些什么，站起身子，伸了伸懒腰，脸庞露出些许疲惫之色，道：朕乏了，你先下去吧。是，儿臣告退。三皇子应声起身离开。皇帝看着三皇子离去的背影，眼眸之中闪烁着不易察觉的遗憾，轻叹道：虽然心思聪慧，天赋极高，可终究还是有着年少自傲的心性，看清天下之人。陛下，三皇子年龄还小，还需您多教导才是。一旁的妃子微微一笑，很识趣地补上一句。他看得出来，皇帝对于三皇子是极其看好的，否则的话也不会如此细心地在教导。呵呵，慢慢来吧。皇帝笑了笑，接着便拿出一封黄纸，对身边的妃子道：继续帮朕研磨吧，朕要你一封纸。好的。妃子微微一笑，继续在身旁坐了下来，服侍皇帝。三皇子在走出了书房之后，并未回到自己的寝宫，而是出了皇宫，来到了当今的丞相府之中。当今的丞相年轻之时曾是三皇子的老师，所以有不懂的地方他都会来此请教。若要论当今天下，有谁能与夏问天这位军神相媲美的，便是只有当今的丞相魏忠了。后者同样是年少成名，12岁便博览群书，夺下状元之位，如今50岁高龄，已经是宁国的文臣之首了。而此刻在丞相府的大堂之内，丞相魏忠正脸上露出沉思之色，满是一种不解。三殿下，您说您的太阳灵根被那个少年给压制住了？魏忠难以置信地问道。三皇子点了点头，道：我明明查探过，他身上五行齐聚，杂乱不堪，这明明是五行杂灵根，但不知为何却能够压制住我的太阳灵根，这让我感到有些难以理解。丞相您博览群书，知道的事情比我多，所以想来问问您，您可知道世上还有哪种灵根是与五行杂灵根极其相似，但又超越五行杂灵根无数倍的灵根吗？魏忠起身来回在大堂之内踱步走动着，脸上露出沉思之色。老夫知道有一种灵根与五行杂灵根极其相似，但是它不应该会出现在咱们宁国之中才对。丞相大人，
您说的是什么灵根？三皇子赶忙问道。那是当年先天道地的灵根，名为五行先天道胎，五行均衡，以连身为底，以五行为连心，形成混沌之中的一株道莲，天生清净灵气。这是万年都难以见到的一种灵根，老夫也只是在古书上见过这寥寥的数笔，至于对这灵根的更多资料，老夫便不知情了。但是先天道胎一般只会出现在了上位界那种灵气浓郁之地，以我们这种下位界的灵气而言，根本不可能会出现。况且一旦出现，以他天生清净灵气的状态，也不可能会修炼了10几年，还处于宁海境5重天才对。估计只是老夫猜错了吧，也许他是其他老夫所不知道的灵根吧。魏忠叹道。三皇子脸上露出沉思之色，先天道胎，当年先天道地所拥有的灵根吗？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他的太阳灵根才是宁国最强的灵根才对。陈峰跟随着林朝歌踏上了这座苍茫的大山，只见得在这座巍峨壮观的大山后面，正有着一片磅礴山河之景。丹楼就坐落在了皇城以北的郊外，那是一座树峰环绕的广阔无比的殿宇群。若要说世上哪种职业最赚钱，那莫过于是炼药师了。仅仅只是一颗丹药，就足以被世人奉为珍宝。而放眼宁国，除了坐拥万里疆土的皇室以及商业遍布天下的圣龙商会之外，也就属丹楼最有钱了。丹楼广收炼药师，成为宁国最大炼药师的聚集地，所以他们所建立的大本部也几乎是最为豪华的。站在大山之巅，往下俯视而去，便可以见到那是一片难以看到尽头的辽阔平原，而这座平原之上正矗立着一座座巍峨庞大的修炼殿堂。殿堂的周围山岳纵横，银河般的瀑布点缀，轰隆隆水流冲击之声远远回荡在了这片天地，鸟语花香，郁郁葱葱。一棵棵100年以上的茁壮大树屹立着，所延伸出来的枝叶繁茂的就像一张遮天巨网般。眼前之景太过于巍峨，在那云烟的笼罩之下，简直就犹如一处世外桃源般。好漂亮！宝儿都不禁被眼前之景给惊到了，美眸之中闪烁着粼粼波光。传说之中的皇宫也不过如此了吧？眼前之景大多都是纯天然的，而那一座座矗立在云烟之中的辉煌的修炼殿堂，则是让人忍不住感叹丹楼那绝世无双的恐怖财力。这些殿堂一眼望去，充满着磅礴大气之感，想来当初建造之时所需要耗费的财力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啊。林朝歌脸上露出一抹骄傲之色，放眼整个宁国，恐怕除了皇室与圣龙商会，也没有其他势力能够拥有他们这么豪华的总部了吧。小子，怎么样？我丹楼不错吧？林朝歌笑道。确实是不错。陈峰点了点头，眼中有些诧异，他倒是没想到那看起来孱弱无比的丹楼居然能建立起这么辉煌的总部。如此看来，丹楼之内收揽而来的炼药师都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了。走吧，带你们去四处逛逛。林朝歌挥了挥手，笑道。旋即三人便迈开步伐，朝着山下走去。在丹楼的那一座座修炼殿堂的周围，都有着一些武道强者在镇守着。以丹楼的庞大财力，这些年来也招揽了不少强者坐镇，只不过这些人并非是年轻一辈，所以在剑道茶会以及玲珑大会上也不能为丹楼出战。而在游逛之间，陈峰忽然间诧异地察觉到，笼罩在这丹楼附近的飘散着的云雾，居然丝毫不会因为外界的阳光照耀而有丝毫的消散，反而随着越接近丹楼深处，便愈发的浓郁起来。感应到这里，陈峰伸出手，掌心屈拢之间，伴随着体内功法的运转，犹如溪流匹练般的天地灵气便从四周席卷而来，最后在陈峰掌心之内凝成一团金光。这团金光是以纯粹的天地灵气所凝聚而成的，只是这团天地灵气无疑要更加的精纯与雄浑。笼罩在丹楼附近的云雾不是普通的云雾，是灵气。这附近有聚灵阵。陈峰诧异地看向林朝歌而来，问道：哈哈，好小子，果然有一套，这都被你发现了。林朝歌大笑出声，眼中流露出赞赏之意，开口道：这是当年老夫花重金请来的阵法师布下的2级聚灵阵，怎么样，还不错吧？林朝歌脸上露出得意之色，这么大的阵法可并不多见，放眼整个宁国之中，估计也只有皇室与圣龙商会以及丹楼这3大势力能够建立而成了。呵呵，真有钱。陈峰扯了扯嘴角，皮笑肉不笑的道。不过有一句话陈峰憋在心里没有说出来，这尼玛都武装到牙齿了，丹药、灵阵、银子全都不缺，就这居然还被剑雨阁打成这般窝囊的模样，丹楼的那些天才都是吃屎长大的吗？察觉到陈峰那不太对劲的脸色，林朝歌脸上也有些尴尬，这么多的优秀条件之下，居然还打不过别人，确实有点不光彩。之前丹楼的天才在丹道上的天赋都很不错，但武道方面确实是差了些。不过这一届我新招揽的一些天才都很不错的，你若是跟他们认识了，想来也会对他们有新的改观的。林朝歌道。那他们人呢？陈峰问道。从进入丹楼之后，他好像都没怎么看到丹楼年轻一辈的人。砰！
忽然，在不远处的修炼殿之内，一道惊天大爆炸声陡然响彻而起，滚滚尘烟快速地从其中扩散而开。这道爆炸之声来得有些猝不及防，连宝儿与林朝歌都被吓到了。怎么了吗？嫡媳吗？宝儿脸颊露出一抹忐忑不安的道。陈峰也诧异地回过头去，在那不远处的修炼殿之内，正有着一股乌黑的浓烟从其中飘散出来。从这股浓烟的味道之中，他似乎闻到了一些药香之气。反倒是林朝歌见到这一声大爆炸之后，老脸立即拉了下来，气得额头都暴耸起一根根青筋。这个死胖子，居然又把我的修炼殿给炸了！林朝歌骂骂咧咧的，立即朝着爆炸的来源之处走了过去。见状，陈峰与宝儿也连忙跟上，三人迅速的来到了爆炸地点。只见的这座气势恢宏的殿宇，墙面直接被炸出了一道巨大的窟窿，一名灰头土脸的小胖子从其中逃了出来，疯狂咳嗽着。呸呸呸！胖子骂骂咧咧的嘴里还吐着黑烟，像是被呛得不轻。这个胖子看起来年龄不过18、19岁，一身肥肉随着走动不断的在震颤着，他身上的一身青衫也被染成炭黑色了，头发披散杂乱，看起来极其狼狈。死胖子，不是都告诉过你了吗？别在这修炼殿内炼丹，你自己看看，老子的大殿都被你给炸了，知道这是老子花了多少银子建成的吗？林朝歌一手揪着胖子的衣领，气急败坏地骂了起来。老头子，你急躁什么？不就是毁了你一座修炼殿吗？老子又不是赔不起。胖子似乎丝毫不怕林朝歌，脸庞涨红着，同样骂道：拿出1万两，否则这件事跟你没完。林朝歌气呼呼地松开了手。这时胖子也注意到了宝儿与陈峰。新面孔。胖子诧异的道：你好，我叫陈峰。陈峰主动介绍到，我叫孙小天，他们都叫我孙胖子，是这丹楼的副楼主。胖子笑了笑，倒是丝毫不见外。等等，丹楼副楼主。陈峰听到这，似乎预感到了些什么，脸上不由得冒出好几十根黑线。我能问一句吗？这丹楼有多少副楼主？加上我的话，目前有6位了。孙胖子回答道。陈峰眼中冒着红光的盯向林朝歌，他现在才知道，他完全是被林朝歌给坑了。丹楼的副楼主，这都烂大街了。他现在严重怀疑，是不是每一个被林朝歌拉入丹楼的，都会被封为副楼主。嘿嘿，别介意别介意，进了丹楼，我们就是家人了，副楼主只是一个头衔。你要是能够在玲珑大会上给我杀穿剑雨阁的那些天才，我这丹楼的正牌楼主给你都成。林朝歌嘿嘿一笑。陈峰撇过头去，也不再跟林朝歌计较了，毕竟他本来也不看重这什么丹楼的副楼主之类的头衔。不过眼前这名孙胖子倒是有些让陈峰感兴趣，因为在他青衫胸前有一个徽章，是一尊炼药鼎，上面刻着3颗星星。也就是说，此人居然是3品炼药师。18岁的3品炼药师，这已经是相当天才了啊！毕竟当今的三皇子借助着皇室的庞大资源，再加上天赋异禀，现在也才仅仅只是4品炼药师而已。由此可见，这个胖子在炼药方面还是有些本事的。胖子，你刚刚又在练那什么3文回灵丹了吗？都说了，那丹方是错的，你还练？林朝歌道。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孙小天第一次发生炸炉的现象了。这3文回灵丹虽然是3品丹药，但却是3品之中的顶级行列。孙小天炼制这丹药已经有半个月了，但是每次都没能成功。我的丹方不可能有错的，这丹方是我爹在一处古墓之内寻到的，怎么可能会错？孙小天涨红着脸反驳道。虽然他也很疑惑，为什么他一直按照丹方上的药材去炼制，却总是要炸炉，但是这张丹方是他父亲从古墓之中寻得的，并且没有被任何人修改过，怎么可能会出错？别练了，再练下去小心把自己给炸死了。林朝歌撇了撇嘴。陈峰看了一眼墙面上的窟窿，顺着那个大洞走了进去。大殿之内已经被炸得不成样子了，一尊人形高大的丹炉也被炸得4分5裂，在丹炉的底部还有一些乌黑的残渣弥留着，一股难闻的药熏之气从其中散发出来。陈峰蹲下身子，嗅了嗅空气之中弥漫的味道，脸上露出沉思之色。你的丹方确实没问题，不过你的炼制手法有问题。陈峰道。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在质疑我的炼药术？孙胖子这么一听，立即不乐意了。陈峰开口道：天元草、秦灵木、3生葵、5香花、赤玉果以及2株冰灵草，这是炼制3文回灵丹的药材。只可惜你的冰灵草放慢了，所以炸炉了。放慢了是什么意思？孙小天脸色微微一冷，有些不知所解，但旋即他才渐渐察觉到他似乎忽略掉了什么重要问题了，脸色陡然大变。先等等，你怎么知道3文回灵丹的丹方的？这丹方我可没给任何人看过的。你怎么会知道炼制这种丹药所需的全部药材呢？从孙小天见到陈峰之后的那一刻算起，他就从未说过炼制3文回灵丹需要用什么药材，而陈峰也不可能从林朝歌那里得知的，因为他连林朝歌都没有告诉过。
可是现在陈峰却准确无误地说出了炼制三文回灵丹所需要的药材，这怎么能让孙小天不感到震惊呢？林朝歌脸色也急速变换起来，眼神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陈峰。他刚刚只说过孙胖子要炼制的丹药名为三文回灵丹，却没有说过任何有关三文回灵丹的其他任何信息啊！我闻出来的。陈峰淡淡一笑。孙小天瞪大了眼珠子，你那是什么鼻子啊？尼玛，这也能闻出来？孙小天有些被震惊到了。他不是没听过那些靠闻就能够闻出各种药材来的顶级炼药师，可那些炼药师都是将炼药术练到登峰造极的层次了，常年接触各种灵药，早已练就出一对超级敏锐的鼻子，一嗅就能够知道是什么药材了。但那些顶级炼药师，哪一位不是七老八十了？而像陈峰这样才17、18岁，就已经拥有如此惊人的嗅觉，这简直太离谱了吧！就像现在的林朝歌，你若是让他靠着一些残渣闻出一些药材的名字，他或许能够闻出1、2种，但绝对不会像陈峰这样一口气全部闻得出来。你也是炼药师？孙小天上下打量了一下陈峰，诧异地问道。看起来陈峰估计比他还要小呢。不然呢？陈峰道。那你继续说，我刚刚冰灵草怎么个放慢法？孙小天也来了些兴趣，他倒是要看看陈峰能够说出个什么缘由来。身后的林朝歌也同样眼神好奇地看着他，这家伙在剑术上的造诣恐不到那种程度也就罢了，居然在丹道上也有如此之深的造诣，着实让他感到有些意外了。你知道冰灵草的作用是什么吗？陈峰问道。知道啊，冰灵草之内蕴含着冰灵之气，可用于化解修习火系功法的武者体内堆砌不散的燥火，在炼丹之中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平衡火焰的温度。孙小天道。这冰灵草的作用并不算什么秘密，很多炼丹师都懂，这些都算是一种常识了。没错，平衡火焰的温度，你想想看，炼制三文回灵丹的药材之中正有一种秦灵木，这种秦灵木燃烧时温度上涨的速度是极快的，所以在放入秦灵木之时，你就必须同时放入冰灵草，以此平衡丹炉之内的温度。而你没有，你是在放秦灵木燃烧15分钟后才开始放入冰灵草，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秦灵木燃烧时快速释放着高温，而这时的冰灵草所释放出来的冰灵之气还不足以中和掉秦灵木的温度，自然会发生炸炉的现象。阴阳两极讲究的是平衡，在炼丹之中同样是如此，无论哪一方过强或是过弱都是不行的。陈峰解释着，任何事物都逃不开阴阳2字的变化，世间万物如此，炼丹亦是如此。前世的陈峰主张的就是阴阳炼丹大法，也开创了一些超前的理论先河，所以对于各种炼丹术他都有着一些独到的见解。孙小天细细沉思了一会，瞬间恍然大悟，原本迷茫的眼神一下子也变得清澈起来。怪不得呢，在炼丹之时，我总觉得丹炉内燃烧时温度有些过高了，可每次当我将火焰灵力降低时，却又凝练不成丹，如此反复，导致我次次发生炸炉现象，却又在丹方上找不出问题。原来问题是出在了这里啊！孙小天也是一个悟性极高之人，否则的话也不会在这个年龄就达到3品炼药师了。被陈峰这么一点拨，立马就通了。丹方确实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了他自己身上，是他没有悟透冰灵草与秦灵木2种药材的属性，以及会发生的各种温度变化，这才导致他每次都炸炉。想到炸炉时那种可怕破坏力，孙小天到现在都还有些阴影呢。这座修炼殿建造之时用的可都是一些坚硬的奇石，然而却都被炸成了粉碎了。也亏他幸运，每次都能死里逃生，这若是真的再发生几次炸炉，可能他的小命都难保了。陈峰继续开口道，其实三文回灵丹这种丹药的最大作用便是能够快速恢复武者体内的灵力，而炼制三文回灵丹这种丹药用冰灵草是对的，但是用冰龙涎的话会更好。冰龙涎，孙小天脸上露出思索之色，接着细细揣摩，喃喃道，冰龙涎的作用与冰灵草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冰龙涎之内所蕴含的龙涎之力不仅有着可以平衡丹炉温度的效果，同时它还可以增强武者恢复灵气的速度，这倒是与三文回灵丹的理念是一致的，同样是为了恢复武者的灵力。只是冰龙涎的熔点太高了，一旦把火焰提上来，就会消磨掉其他药材的药力，怕是会影响成丹的质量啊。陈峰摇了摇头道，丹方是死的，人是活的，要学会变通。冰龙涎可以作为第一道药材，先用8分火燃烧，等到药力融化之时，再加入其他药材进行相融，不就可以了吗？闻言，孙小天细细领悟。过了片刻时间，他猛地一拍大腿，惊呼道，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还可以这样炼制啊，真是绝了。这样一来，不仅炼丹的失败率大大降低，就连丹药的品质都会大大提升了很多。卧槽，你这脑瓜子装的都是什么？居然还能想到这里来！被陈峰这般指点，孙小天仿佛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般。身后的林朝歌同样脸上露出震惊之色，他在宁国之内被人号称为丹王，
足以证明他所拥有的炼药才能了。可是这一张3文回灵丹的丹方，若是让林朝歌来改，林朝歌是绝对想不出这一等绝妙的改动方式的。改丹方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必须得头脑聪慧，而且对各种药材的属性以及作用都有着深刻的理解。要知道，目前已知的灵药就多达108000种，每一种药材的属性以及效果都完全不一样。改丹方的前提是，你得熟悉各种灵药的药材以及属性才行。而陈峰的改丹技巧也几乎都是由阴阳2字入手的，阳过盛，那就用更阴之物。阴阳炼丹大法，当年北玄剑帝独有的炼丹理念，是巧合吗？林朝歌眼睛眯了眯，有些凝重地看着眼前这个眉宇之间还带着些许稚嫩之气的少年。之前就拿出了一张北玄剑帝的丹方，现在又轻轻松松地指出了孙胖子的炼丹错误之处。恍惚之间，他仿佛在陈峰身上见到了当年北玄剑帝的影子。孙小天倒是没意识到什么，解决掉丹方这个大问题之后，他心情愉悦，搂着陈峰的肩膀，嘿嘿笑道：走，你帮了我一个大忙，我请你吃饭去，皇城什么酒楼饭店都随便你挑，我都付得起。陈峰摆了摆手，神情有些古怪地问道：吃饭的事晚点再说，丹楼之内怎么只有你一个人？炸炉这么大的事，到现在都还没看到有谁出来，还有其他5个副楼主呢，不过他们都去找什么地心炎龙涎呢，还没回来。孙小天道：地心炎龙涎，这地心炎龙涎乃是地心炎龙鳄的半生缘，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灵药，可谓价值连城，有钱都未必能够买得到的那种。刷刷，说话间的功夫，远处的天空陡然响彻起数道急促的破风之声，旋即在那璀璨的光芒的包裹之中，几道肉眼可见的身影便朝着他们这个方位急掠而来。他们回来了。感应到那熟悉的气息，林朝歌也回过头去，心中悬着的大石也终于放了下来。陈峰目光也望了过去，只见得那数道光影落下之后，周身灵力散去，显露出5道不同的身影，分为3女2男。5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血迹，脸颊苍白，像是刚经历过一场大战。地心炎龙涎找到了，林朝歌笑着问道。为首的一名白裙少女点了点琴手，信不辱命。接着他便摊开手，光芒闪烁之下，只见得一个透明的精致小玉瓶立即出现在了掌心之中，玉瓶之内正盛装着10几滴像岩浆般滚动着的血红色液体，这种液体仿佛蕴含着极其霸道性的能量，颜色远比其他灵药都要浓烈。果然是地心炎龙涎。林朝歌与孙小天脸上同时露出震动之色。地心炎龙鳄本就是一种罕见的强大妖兽，成年期的地心炎龙鳄实力甚至达到了通天境的巅峰。而地心炎龙鳄在产崽之时会诞生下一种半生叶，就是所谓的地心炎龙涎，这是准备给幼崽期的地心炎龙鳄服用的。要想夺得这半生叶，就必须得杀掉成年期的地心炎龙鳄才行。林朝歌等人没想到，本就是9死1生的冒险，柳青星等人居然真的成功了。白裙少女握紧了手中的精致小玉瓶，那覆满寒霜的脸颊上有着冷冽的杀机迸射而出。有了这个，她便能突破至通天境了。秦如月，我姐姐的仇，我一定会在玲珑大会上报回来的。娥弟亲娘啊，你们还真猛啊，居然真的把地心炎龙鳄的半生叶给抢回来了。孙小天盯着这精致小玉瓶之内的那10几滴火红液体，眼中不禁露出垂涎之色。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孙小天好奇地看向他们5人而来，问道。成年期的地心炎龙鳄实力都已经达到了通天境巅峰了，而他们5人的实力都还处在画像境的巅峰而已，这样的实力断然是不可能轻易就能够得手的。5人之中，一名虎背熊腰的高壮男子憨厚地笑了笑，道：没别的法子，只能是用大量的丹药以及赏金雇佣了一批强者，一起围剿那头地心炎龙鳄。不过那场大战也是死伤惨重啊，我们雇佣的那批强者几乎折了90%，这次花费的代价也是着实巨大。闻言，林朝歌与孙小天看了一眼这5人，发现他们5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带着极其惨烈的伤势，数道狰狞的伤口都贯穿过肩膀了。厉害！孙小天也找不出其他形容词了，只能冲他们竖了竖大拇指。这若是换作他来，遇上那头地心炎龙鳄，便只有跑路的份了，哪还敢去猎杀啊？嘿嘿，高壮青年笑了笑，那黝黑的脸庞倒也算和善。接着众人便是注意到站在林朝歌身边的陈峰以及宝，眼中露出几分好奇。这位是？高壮青年问道。林朝歌笑道：我介绍一下吧，这是陈峰，我新招来的副楼主。副楼主？听到这，5人面色都有些无语，这老家伙又拿这个头衔到处去忽悠人了。林朝歌脸上露出一丝尴尬，指了指那高壮的黝黑男子，道：这是木申，武道与丹道双修，目前画像境8重天，宁国天骄榜排名第11位，以后请多指教。木申冲着陈峰抱了抱拳，看得出来他还是比较好相处的。陈峰也冲他抱了抱拳。
林朝歌又指向旁边的一对长相极其相似的一对姐妹花，道：“这是韩乔与韩山，一对双胞胎，主修枪道，已经是枪士大成了。可别看他们年龄小，但实力可不弱，目前已经是宁国天骄榜排名第12和13位了。”陈峰冲他们两姐妹抱了抱拳，他感受得出来，这两姐妹年龄小，但可都是画像近7重天的层次了。这般实力放在宁国之中，已经是一流高手了。林朝歌又指向最后一名男子而来，这最后一名男子与木生不太一样，他头生双脚，双瞳为天生的猩红色，身躯消瘦，但却全身充斥着一种非常匀称的肌肉块子。他仅仅只是站在那，就能给人一种难以形容的压迫感，好像是在面对一头猛兽般。半妖，陈峰诧异地开口道，他能够感觉得出来，后者的气血非常强盛，再加上那一身匀称的肌肉块子，这明显是将自身的肉身打磨到极致而成的。若是单靠肉身战斗，恐怕眼前这个消瘦男子一拳就能够把木生给打穿了。被陈峰一眼就看出来，少年脸上同样有一些诧异，接着面无表情的道：“我叫谭松，我母亲是人族，父亲是黑象族，以后请多指教。”陈峰挑了挑眉，他发觉少年的呼吸明显一直都有些粗重，那猩红色的双瞳仿佛有着强大的力气正在被他竭力的克制着。每一个兽族都拥有着杀人兽性，现在谭松就是在竭力的压制着自己的这股杀人兽性。看来这丹楼的天才还没自己想象之中的那么不堪。陈峰心中暗道，也许之前的剑雨阁招揽的天才都很弱，但是这一届他看到了一些不错的苗子。最后一位，林朝歌指了指那名白裙少女，正准备开口，却不料白裙少女已经率先一步走出，后者美眸如星海，仿佛住着万籁星辰般，就这么盯着陈峰，没有说话。陈峰的目光也看着他，他的五官非常好看，鹅蛋型的脸颊，眼睛如星海，秀眉如远山，白皙无瑕的皮肤透出淡淡红粉，一袭纯白色的露肩长裙，美丽的锁骨若隐若现。若是论起容貌，以他的角色足以与秦如月、江阴等人媲美，只是他身上的气息太过于冷艳，让人不敢随意接近。宁海境5重天？白裙少女问道。陈峰点头，他的境界很容易就能让人感应出来，所以他也没必要有所隐瞒。白裙少女摇了摇头，叹道：“林前辈，我知道你很想赢剑雨阁，我也想，可是我们终究不能拉一些无辜之人来送死吧。”林朝歌脸庞有些僵硬，被他这话说的有些不知该如何反驳了。白裙少女看向陈峰而来，淡漠的道：“我说这些话不是在打击你，宁海境5重天确实太弱了，为了自己的小命，你离开丹楼吧，这里不适合你，你留在这里只会成为我们的累赘。”说这话时，他脸颊上没有任何的波动，仿佛只是在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陈峰挑了挑眉，没有说话，反倒是一旁的宝儿开口道：“我少爷很强的。”白裙少女反驳道：“剑雨阁内的天才更强，秦如月天骄榜排名第8，剑士已达圆满，实力化向近巅峰。霍玄宇通天境强者，天骄榜排名第6，已经领悟了剑意，达到了剑道宗师级别。沈仓同样通天境强者，天骄榜排名第5，剑意大成，已经成为剑道大宗师。就这3个人，已经足以杀穿任何势力的年轻一辈了。除此之外，剑雨阁还有数不清的天才没有露面，不仅仅只是剑雨阁，还有云海学府、圣龙商会，这些势力的天才都远远比你们想象之中的还要强，所以你不该留在这里。”林朝歌张了张嘴，刚想出声，但是话到嘴边却又咽回去了。天骄榜上的天才有一大半的天才都是在剑雨阁那边，所以他们的强不是一点点。白裙少女虽然说的话有些残酷，但却是一个事实。之前的剑道茶会只是一场小打小闹而已，剑道茶会毕竟没有足够的利益，即便是赢了，也只是赢得了一个名号而已。可以足够大的利益可以去诱惑到那些真正的天才，所以剑雨阁的那些真正天才人物全都没有露面参加。但这一次的玲珑玄黄池可就不一样了，玄黄之气对于任何武者而言都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大补药，所有人都会发疯似的去争抢。剑雨阁为了夺下这玲珑玄黄池的归属权，必然会倾尽所有天才露面，到那时才是一场真正的残酷厮杀。其实我也不弱的，真的。陈峰认真的道：“你想找死也随便你。”白裙少女美眸望着陈峰，丢下这句话后就面无表情的走开了。他的劝告已经说完了，陈峰如果还想留在这里，他也不阻拦。众人面面相觑，眼中都是露出一抹复杂的情绪。孙小天拍了拍陈峰的肩膀，低声道：“陈峰，你也别介意，他姐姐就是在玲珑大会上死在了秦如月的手中，所以对于剑雨阁有着很深的怨念。这一次他是打算在玲珑大会上为他姐姐报仇的。”闻言，陈峰挑了挑眉，看来这剑雨阁与丹楼之间的仇恨远比他想象之中的还要深。
经过一番艰难的苦战，柳青星等人终于得到了这地心炎龙涎。在短暂的调息与疗伤之后，众人便开始了各自的闭关苦修。玲珑大会的开启时间已经不足2个月了，所以他们必须得在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疯狂提升自己的实力。剑雨阁的那些顶尖天才一心都是扑在了武道之上，在那心无旁骛的状态下，他们的成长速度自然很惊人。而作为武道与丹道双修的柳青星等人，在分散出精力之下，武道实力自然偏弱于剑雨阁，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的天赋会输给剑雨阁的那些顶尖天才。相反，作为武道与丹道双修的柳青星等人，他们有一个绝大的优势，那便是炼丹。只要能够炼制出更高品质的丹药，他们就能够借助着丹药的优势更快的成长。在众人闭关之时，陈峰也没闲着，他孤身来到了一处瀑布之前。对于那些真正的顶尖天才，陈峰从未小瞧，所以他也不敢松懈，否则招来的只会是自大的灭亡。所谓的强者，不过是用那微末的天赋，再加上数不清的苦修与汗水才成长起来的。相比于天赋，千锤百炼的苦修更加重要。上一世的陈峰见过太多天赋平平、灵根平平的武者，靠着自身的非凡毅力，最终成为一方霸主的。所以接下来陈峰要做的便是修炼，疯狂的修炼。他懂得很多炼丹术，但是一味的通过丹药提升起境界，只会造成自己的根基不扎实。所以陈峰接下来没打算再吞服任何丹药，而是准备以一种苦修的方式来锤炼自己的武道根基与体魄。这是一座天然的瀑布，约莫1万丈之高，磅礴而壮观。远远的，陈峰便是能够听见犹如打雷般的轰隆隆水声砸落而下。只见的那犹如千万匹骏马般的水流在奔腾着，经过一番翻滚之后，就朝着下方的山脚席卷而下，最后狠狠地撞击在了一块礁石之上，声如奔雷，在山脚激起千淘万浪，水雾蒙蒙。落差300尺的可怕瀑布，力量已经堪比大锤撞击。下面的礁石经过了瀑布数百年来的冲击，早已变得裂纹斑斑。这一座天然的瀑布就是陈峰选择苦修的地点。这座瀑布虽然是天然的，但是在丹楼的特殊改造下，水泉冲下时蕴含着的冲击力提升了数十倍有余，而且在瀑布之下的水潭也变得冰寒刺骨，犹如千年冰窖一般。当初改造这座瀑布寒潭时，丹楼可是花费了大价钱，在整个宁国之内，除了皇室与圣龙商会之外，恐怕也就只有丹楼能够付得起这么高昂的改造费了。不过建造起这座瀑布寒潭，但真正投入到用处的却是少之又少，因为在这瀑布寒潭之内所面临的折磨与痛苦，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承受的。即便是以半妖肢体的谭松，站在这瀑布之下修炼，都不超过2个小时，就已经扛不住自动退出来了。再加上丹楼之内的人本来就不多，能够忍受住其中的折磨之人更是少之又少。久而久之，这座瀑布寒潭已经几乎快要荒废了。站在瀑布寒潭之前，林朝歌皱着眉头，凝重的道：“小子，我可是要提醒你一句，这瀑布寒潭不亚于一个龙潭虎穴，在里面修炼，弄不好是要受重伤的，一旦坚持不住了，就要及时的退出来。”我知道。陈峰点了点头。林朝歌无奈的叹了口气：“小子，不是我说你，丹楼内也是有不少其他修炼福地的，像什么天灵池啊、慧灵阵啊之类的修炼福地，你好端端的哪个不选，偏选这个地方？你是有受虐倾向吗？”陈峰沉默无言，径直地脱下了自己的上衣。他穿上衣服时显得很瘦，可当他脱下衣服时，那壮实的身躯与匀称的肌肉筷子却给人一种很结实的感觉。在一般人眼里，他的体型已经足以给人一种强大的视觉震慑感，但是与眼前瀑布的狂暴冲击力相比，就像是螳臂当车般难以比拟。见此，林朝歌也不再多言相劝，自己长点心。陈峰赤裸着上身，朝着这瀑布寒潭走去。苦修就没有轻松一说的，心里早有所准备的陈峰并不会因此而退怯。来到这瀑布之下，眼前直面而来的冲击愈发的真实。抬起头便能看见那犹如万马奔腾一般倾泻而下的巨大水幕，冲击而下的力道竟是让的那水花溅起几十尺的高度，轰隆隆的震耳欲聋水泉拍打声震动的耳膜都有些发嗡。在前世他见过太多这样的苦修之地，而对比起来，这座瀑布寒潭虽然比不上他前世遇上的那些苦修之地，但以他目前的境界已经完全足够虐他了。陈峰一步步走近，踏入到这下方的水潭后，那股冰冷的寒气就像是一根根细小的针般狠狠地扎在了他的脚踝上。眼前的寒潭约莫10丈方圆，表面上已经结出了一层小小的冰层，而在深处地带更是有着一层氤氲的雾气升腾。这并非是什么雾气，这是浓郁到一种程度时凝结出来的寒气。裸足踏入其中的那一刹那，陈峰身躯猛地颤抖了一下，嘴中倒吸了一口冷气。不过他却没有停下步伐，继续拖着厚重的步伐，渐渐将整个身躯一起没入到了水潭之中。冰寒刺骨，这是目前陈峰最大的感受。别说是去抵挡100丈之高的瀑布落下来时的冲击力，
就单单是眼前这寒潭之内的刺骨寒气，就足以让绝大多数人望而却步了。陈峰深知，每一个要想在武道之路走得长远的修炼者，必不可缺的就是要有足够的毅力与胆识。倘若是连这种级别的苦修都坚持不下去的话，更何谈去冲击武道的极致。轰隆隆，磅礴的水泉撞击之声不停在这山谷之间回荡着，水雾渐开间，清晰可见一道稚嫩的身影逐渐地走进那水泉落下的中心点。随着进入寒潭深处，那股直逼而来的寒气也更加彻骨。若是朝着正面看去，已经是能够见到在陈峰的胸膛之前有着一些肉眼可见的冰晶凝结而成。陈峰没有调动任何的灵力，而是以纯粹的肉身去硬扛这股寒气。好冷！陈峰攥紧着拳头，身躯已经不受他控制的在拼命打战着，双脚已经被冻得有些僵硬，难以驱使，他只能慢慢地移动着步伐，来到了这瀑布之下。轰轰！高空之中，浩荡的水泉在经过翻滚与凝聚之后，形成了一股狂暴浪潮，从100丈之高的山崖上席卷而下，击落在这水潭上时，水浪滚滚肆虐。站在瀑布之旁，陈峰身躯有些摇晃不定，为了避免被这股水浪给推开，陈峰不得不用尽全力地稳住身形。但即便如此，那股肆虐而来的水浪已经将他震得够呛。到了这里，陈峰方才深吸一口气，体内九龙灭神诀运转，雄浑的金光灵力迅速覆盖周身，凝成了一片片龙鳞。现在的陈峰没有罕见的天材地宝来淬炼这龙鳞皮肤，那便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来锤炼了。虽然我现在已经将九龙灭神诀的第一层断皮境的龙鳞给练出来了，但也才仅仅只是小成而已，终究不算太强的手段。陈峰心中暗道，之前他的龙鳞虽然足够抵挡铸化象境强者的攻势，可是在萧时雨的压迫之下，立即就土崩瓦解，没有任何的阻挡之力。终归而言，他现在的断皮境才仅仅只是小成罢了，唯有将断皮境锤炼到圆满，才算有所成就。陈峰深吸了一口气，缓步走入到了这瀑布之下。磅礴的水泉犹如一道道巨锤的撞击般，狠狠地砸落在了陈峰的身躯之上，震得轰轰作响。这般冲击，直接是让的陈峰刚刚才凝练而成的龙鳞瞬间被撕裂。这股落下来的瀑布冲击，虽然没有夹杂任何的灵力，但即便是最为纯粹的力量，都已经是暴力至极了。龙鳞被撕裂的刹那，陈峰的身躯立即被瀑布浪潮给狠狠地震退开来，闷哼一声，一口鲜血立即喷了出来，脸色略上一丝苍白。厉害啊，这瀑布落下的冲击力都不小于3000斤了。陈峰咂舌道，这般力道，若是换成普通的宁海境武者，恐怕当场就被这瀑布冲击给砸死了。幸好陈峰不是普通的宁海境武者。擦了擦嘴角的血迹，陈峰咬了咬牙，眼中露出一股倔强，没有丝毫的停歇，再度冲了上去。体内九龙灭神诀再度运转，又一层龙鳞覆盖着周身。然而没坚持过1分钟，陈峰就再度被这股瀑布给轰退了出去。龙鳞再度被撕裂，皮肉已经绽开了，鲜血淋漓。这瀑布冲击下来的力道可不会丝毫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退的。陈峰深吸了一口气，龙鳞继续覆盖，再度一冲而入，反反复复。陈峰在一进一退之间来回的死扛着，龙鳞被一次又一次的撕裂，随后再度凝聚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承受瀑布冲击的同时，这寒潭之内刺骨的寒气也在无时不刻刺激着陈峰的神经，尤其是在他全身皮开肉绽的时候，这些寒气就像是无数冷针般扎进他的肉里去，既冷又痛。但是在承受着这种强烈的冰寒刺激时，陈峰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皮肤、血肉都在这种寒气的淬炼下变得更加坚硬了。真是个喜欢乱来的家伙啊！在瀑布寒潭的前方，林朝歌一直没有离去，他站在岸上，看着陈峰反复地折磨着自己，尤其是在见到后者身上那血淋淋的一幕后，依旧悍不畏死地往前冲时，眼底更是露出一抹复杂之色。时间悄然地流逝过去，从入瀑布寒潭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小时了，也就是说，陈峰入潭的时间已经足以跟谭松对等了。瀑布之下，犹如水银般沉重的水泉经过翻滚之后，狠狠地砸了下来。陈峰赤裹着上身，那匀称的肌肉在隐隐抽搐着，刺骨的寒气再加上那瀑布的冲击力，侵袭着全身的神经。相比于刚刚坚持不到1分钟的冲击时间，现在的陈峰在几十次的反复磨练之中后，已经能够扛下2分钟的冲击了。虽然仅仅只是2分钟，但所具有的意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证明着陈峰的肉身正在以一种变态的速度增强着。陈峰深吸了一口气，渐渐地闭上了双眸，躁动的心也完全平复了下来。水流的冲击声依旧在他耳边回响着，然而潭水的流动速度却好像在他的世界里变得极其缓慢了。他仿佛能够记住每一次水泉流动过的轨迹以及速度。他虽闭上了眼睛，但那种无形的视野却仿佛可以让他感知到世间的万般变化。那一刻，陈峰的灵魂似乎离体了，身体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负担与沉重，一个又一个有节律的流水声
仿佛大自然所赋予他的规律般，在他的感知视野之中有条不紊地流动着。渐渐的，陈峰彻底沉浸在了这种忘我的状态之中，疼痛感、刺骨感，甚至是身躯的沉重感已经完全消失。九龙灭神诀完全不受陈峰的控制，自行在体内运转，仿佛大自然赋予了他生命力。而这灵力的运转路线，比起陈峰意念驱动还要精准太多。在这种无我、忘我的状态之中，这方天地的灵气渐渐地波动起来，一股股犹如洪流般的灵气尽数朝着陈峰的方向汇聚。后者的身躯就仿佛化为了一个大自然的超级漩涡，疯狂地吞噬着周身的灵气。瀑布的水泉冲击还在依旧持续着，但这时候的陈峰已经犹如老僧入定般巍然不动了，任凭那水泉的冲击如何猛烈，他就像是大海里的一处礁石般风雨不倒。这种玄之又玄的奇妙意境不知持续了多久的时间。当陈峰从这种状态之中苏醒过来时，他却发现自己的胸口好像变得极其堵闷，显然是被水泉给呛入嘴中了。他刚忙退出了这瀑布寒潭，冰冷的水流淌过他的身躯，滑落滴下那壮实的身躯，如虎般的体魄在此刻已经鲜血淋漓，龙鳞早已在不知多久前就被完全撕裂了。他刚刚之所以能够扛下那种强烈的痛楚，完全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之中的。现在他从刚刚那种无我、忘我的状态之中苏醒过来后，立即能够感受到全身袭来的强烈痛楚。陈峰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种痛楚简直比刚入寒潭时要强烈几十倍，毕竟他刚刚是毫无任何防御，单靠肉身在瀑布之下硬扛的，那些寒气已经顺着身躯的伤口侵入到了他的血肉之下了。那种痛楚可想而知，我刚刚是进入了顿悟的状态之中了吗？陈峰沉思着，所谓的顿悟是武道的一种意境，它玄之又玄，无法言说，全凭机缘与悟性。在上一世，陈峰因为悟性极高，也没少进入过顿悟的状态，每一次进入顿悟的状态之中，他都有着飞跃性的提升。武道一途之中，前期修武，后期修道，哪怕是现在的五大境、冲脉、宁海、画像、通天、神藏，也几乎都是在为后期的修道打的武道基础。越到武道后面，所需要的顿悟更加重要。有些武者在顿悟的状态下，从宁海境一步踏入神藏境，这都是真真切切存在的。甚至传说之中有一些武者盘坐在菩提树下，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从此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修为突飞猛进。更有甚者，在顿悟的状态之中，一夜白头，跨入五帝之境，破碎虚空，得道成神。陈峰回忆着刚刚的状态，刚刚他几乎将脑子完全放空了，处于一种呼吸与自然融合为一体的奇妙练功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他是感觉不出任何痛楚的，也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仿佛就像是灵魂脱壳而出般，没有了强烈的痛楚与身体负担，灵力在体内运转的路线也达到了一种极其完美的境界。陈峰尝试着回到之前那种状态，但是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再重返那种状态了。可惜了，这种顿悟的状态持续的时间还是短了些。陈峰叹了口气，他也知道顿悟状态可遇不可求，所以在尝试一遍失败后，他也没再去深入研究。接着，陈峰开始内视体内的灵力情况，发现自己的灵力已经雄浑了1倍有余。现在的他已经是踏入了宁海境6重天的层次了。借助着刚刚的顿悟状态，他显然也突破了，而他的九龙灭神诀断皮境也已经达到了小成巅峰，距离大成的地步也已经不遥远了。陈峰没再继续修炼，起身便回到了岸上。宁海境6重天了，这么快？林朝歌感应到陈峰周身的灵力波动后，脸色也是微微变换了一下，震惊出声。要知道，刚刚陈峰入坛的时候才仅仅只是宁海境5重天，现在才过了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后者就又上一个小台阶了，这般速度已经是极其惊人了。侥幸而已。陈峰笑了笑，这一次他还真的只是侥幸而已了，因为这是在顿悟的状态下突破的，若是按照正常的修炼，即便是有着这等逆天的功法，至少也得1周的时间才行。回去了。陈峰挥了挥手，便没在这停留。苦修的日子注定是枯燥的。接下来的时间，陈峰几乎每日都待在了丹楼之中，清晨时分便独自一人盘坐在院子之内，吸收最为纯净的天地灵气，到了下午便一直在瀑布寒潭之内承受着那瀑布寒潭之内苦修，而他也由一开始的坚持2个小时，再到后面逐渐延长，已经能够待满3个小时。虽然仅仅只是1个小时的增加量，但其中所蕴含着的修炼成果却是肉眼可见的。如今陈峰的境界不仅稳定在宁海境6重天之外，一身的体魄也达到了更强的阶段，他的功法第1层断皮境已经隐约间可以触摸到大成的阶段了。按照陈峰的预算，在玲珑大会召开之前，他就必须要把这功法的第1层断皮境修炼至大成的。他从未小瞧自己的对手，尤其是剑雨阁，能够在这天才如云的皇城之中成为佼佼者，那些人也是有真本事在的。再加上陈峰重活的这一世才刚开始修炼3个月而已，
他必须得卯足了劲，追上那些修炼了20年左右的天才，否则一旦松懈，必然会被别人打压下去。这样的日子，一天又过了一天，柳青心与谭松等人，除了在那日跟陈峰打了个招呼之后，便不见任何踪迹。陈峰猜测，他们估计也是进入了闭关的修炼状态之中了吧。玲珑玄黄池对于任何武道中人都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缘，哪怕是对于炼药师而言，也同样如此。陈峰并没有去干扰他们的修炼，就这样，这种苦修的日子过了10天左右。这一日，陈峰还在院子之中盘坐修炼之时，那往常不见任何踪迹的孙胖子却突然出现，屁颠屁颠地跑了进来，嘿嘿笑道：“峰哥，修炼了这么久，不打算出门放松一下？”自从陈峰帮孙胖子改了一张丹方后，现在的孙胖子对于陈峰已经是打从心底的佩服了，在丹楼之内遇到都会叫一声峰哥。陈峰睁开眼睛，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道：“再过不到1个月，玲珑玄黄池争夺战就要开启了，你不去好好修炼，还想着出去玩？你是想在大会上被打死吗？”孙胖子涨红了脸，赶忙反驳解释起来：“峰哥，你误会我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圣龙商会1年1度的大型拍卖会时间，1年也就才这一次，很热闹的。拍卖会上指不定有什么好东西在，咱们去瞧瞧吧。”孙胖子脸上有着浓浓的期待之色，他一个人去的话又太无聊了，自然是想要拉上陈峰一起。拍卖会，陈峰露出沉吟之色，在前世他也经常参加这种拍卖会，这是商品流通与交易最大的一种盛事，在拍卖会上会见到很多不常见到的珍稀物件，比如武学、灵药、宝器以及各种杂七杂八的奇怪物品。宁国之内举办的拍卖会并不算少，但要论起最大型的，还是要数圣龙商会，毕竟圣龙商会是宁国最大的商会了，富可敌国，他们所召开的拍卖会也是最有含金量的。我听说皇城之内的许多天才与大人物都会过去，1年也就才只有这一次，若是错过了就有些可惜了，我们也过去瞧瞧呗，指不定能够有什么意外收获。如何？孙胖子再度问道，看得出来他想去的心是非常急切的。少爷，我们去吗？身旁的宝儿看向陈峰，那漂亮的大眼睛之中同样有着期待之色流露出来。你很想去吗？没，少爷若是想修炼的话，宝儿也陪你在这里修炼。宝儿道。陈峰微微一笑，揉了揉他的小脑袋，来到这丹楼的10天时间里，他一直在专心的修炼，做饭洗衣之类的活基本上也都是宝儿在做，倒是有些辛苦他了。难得有这等盛事，他看得出来宝儿还是很想去的。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出去一趟吧。陈峰点头答应了下来，算算时间，这2天他也得去夏府走一趟了，正好顺路。孙胖子脸上也露出欣喜之色，就当几人离开院子来到丹楼之外时，却正巧碰上了10天不见的柳青心、木申等人。兴许是同为丹楼中人，木申对于陈峰也有不少好感，主动向陈峰点头，问道：“你们也要出门？”孙胖子说：“今天是圣龙商会1年1度的大型拍卖现场，会很热闹，所以想过去看看。”陈峰道。木申敲了一下孙小天的脑门，没好气的笑道：“你这死胖子，修炼都没见你那么上心，反倒是对这事一直很关注啊。”孙胖子揉了揉脑瓜子，旋即诧异的问道：“木哥、刘姐，你们也要去吗？”木申点了点头，脸色凝重的道：“其他的拍卖会不感兴趣，但这圣龙商会可就不太一样了。听说去年的拍卖会曾经出过一枚7品丹药，轰动了整个宁国呢。”7品丹药，陈峰都感到有些诧异了，因为放眼整个宁国，最高的炼药师也就只有林朝歌这个6品炼药师而已，被人们称之为丹王，而更上去的7品丹药已经是丹皇级别的炼药师才能炼制了，而目前宁国之内并没有这种级别的炼药师。木申解释道：“听说这枚7品丹药是在一个前人古墓之中找到的，被拍出了一个恐怖的天价，最终被皇室中人所得，不知道这一次还会不会有这种级别的丹药出现。时间不早了，我们走吧。”那一直沉默无言柳青心显然是没打算在这里多跟陈峰与孙胖子多废话下去，冷漠地丢这句话后便朝着山下走去。见状，谭松与韩巧、韩山这对双胞胎立即跟了上去，而木申则是对陈峰道：“我们也是要去拍卖会，一起去吧。”陈峰点了点头，对于那圣龙商会的地点他也不认识，能有人带路更好不过了，几人一起出了门，约莫1个小时的时间便来到了皇城之中。兴许是由于圣龙商会1年1度的大型拍卖会召开，这皇城之中的人潮比起往日而言显得更加火爆了不少，络绎不绝的人群穿着各色的服饰尽数涌入了这座古老的城池之中。在去年圣龙商会所召开的拍卖会曾拍出过一枚7品丹药，轰动了整个宁国，导致现在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圣龙商会，等着他们这次拍卖会拿出什么样的极品好东西出来。甚至有一些武者不远万里从其他的城市赶了过来，就为了参加这次的圣龙商会拍卖会，导致如今皇城之中的人数近乎暴涨了1倍。不过皇城的面积实在太大了，哪怕是人数多增添了1倍，
却也丝毫不感觉拥挤。陈峰几人直奔皇城的武者方士，这是武者盛行的地方，所开的店铺也几乎都是与武者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宝器、灵药、功法、武学等都有出售，只要你出得起价格，看中的东西便是你的。少爷，皇城变得好热闹啊！宝儿望着这人来人往的街道，眼睛之中忍不住放光，惊呼出声。待在了丹楼10天时间，如今再度回到这种热闹的方式之中，宝儿不免也有些兴奋起来。看来我还是低估了这圣龙商会的魅力了。陈峰笑道，这般空前盛况在皇城之中可不多见，而这居然都是被圣龙商会所吸引而来的。木深目光随意地扫了一眼周围的东西，笑道，这里大多的东西都还一般，真正的好东西都在圣龙商会那呢。这圣龙商会作为皇城的最大商会，每次宁国出现什么珍稀好东西，都会被圣龙商会所买去，所以我们若是要淘些好东西，还是得去那圣龙商会才行。陈峰点了点头，经木深这么一介绍，他对圣龙商会也不禁更感兴趣起来。而在最前方之处，带路之人是柳青心，对于这皇城之内，他似乎是最熟悉了，不过自始至终他都冷冰冰的，没有怎么说过话。不过这一路，因为柳青心那独特的冷艳气质，倒是吸引来了不少注意力，许多人都投来了火热性的目光。这种冰山美人对于男人而言可是最有征服力的了。对于这些目光，柳青心早已习惯，所以也没去多在意。然而就在这时，场中忽然有人冷笑出声，红颜祸水的玩意，装什么高冷，都不知道被多少人骑过了，居然还敢这么大摇大摆的出现，估计在外人面前是一副高冷的模样，在床上就是一个荡妇。这道刺耳之声立即引起了柳青心的注意，他停下了脚步，犹如皓月般的眸子落向他而来。出声讥讽的是一名不过20岁左右的鹤发青年，手握一柄剑，在他胸前还有着一个徽章标志。陈峰等人认得出来，这是剑雨阁的标志。看什么看，婊子，老子是剑雨阁的人，就专杀你们丹楼，不服来干啊！你们这群怂货！鹤发青年冷声骂道，在他身边还围拢着一群青年，那些人全都一脸冷笑地看着陈峰等人。之前在剑道茶会上，陈峰杀了他们剑雨阁好几个人，这笔仇他们正时刻找机会想要报回来呢，却没想到这次丹楼的人居然如此大摇大摆地出现在皇城之中了，有人要作死了。谭松看着这名鹤发青年，眼中渐渐流露出一抹杀机。丹楼与剑雨阁结仇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了，只是没想到现在剑雨阁招人已经这么没有下限了，什么样的人都有。随着鹤发青年的嘲讽声传开，四周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全都是在看好戏的。再过不到1个月，就是玲珑玄黄池争夺战了，没想到丹楼的人居然不去努力的修炼，反而跑来这里凑热闹。果然这丹楼就是扶不起的烂泥，活该被剑雨阁的天才杀穿。场中众人议论纷纷，那些人都是武者，丹楼的天才对于他们而言可没有太大的震慑力，自然没有丝毫的顾忌。柳青心脸颊覆盖着一层冰霜，冷冷地盯着刚刚开口的那名剑雨阁弟子，流光闪烁，一柄青剑立即出现在了玉手之中。婊子，你敢动我一下试试，今天老子就把你们丹楼的所有人都给废了。鹤发冷笑道。柳青心沉默无言，只是提着剑连步陡然跨出。然而就当他刚要动手之际，木深却伸手拦住了他，冲他摇了摇头道，不要冲动，这里是皇城。对方之所以敢这么肆无忌惮，就是因为这里是皇城，只要他们敢当众打人，皇城的执法军立即就会赶到，到时候不用吹灰之力就能让丹楼失去玲珑玄黄池的争夺权了。恐怕对方就是准备要激怒陈峰一伙人，然后设计把他们都抓进牢里去。怎么怕了？一群怂包，动我啊！你们动我一下试试！鹤发青年还在叫嚣着，宝儿气的脸颊都涨红起来，怒指那鹤发青年，你别太过分了，刘姐姐又没得罪你，你凭什么骂她？那鹤发青年戏谑一笑，老子骂的就是你们这群臭婊子，怎么不爽你们咬我啊？来啊！在众人气得快要爆炸时，陈峰从怀里掏出了2张大银票，这是1万两银子，我想要买这家伙的人头，让他此生再也开不了口，谁敢接这1万两银子就是谁的。陈峰对着现场开口道，全场所有人都没有说话，只是张大了嘴巴，眼睛死死地盯着陈峰。1万两，要知道一些普通人家1个月的生活费都不超过10两银子，这1万两是什么概念了？一些大势力在招揽化向进武者为其效力时给出的报酬也就才1年5000两，这就相当于2年的报酬，你干什么？就连那刚刚还在叫嚣着的鹤发青年都怔住了，不敢置信地看着陈峰的骚操作，当众悬赏杀人，而且悬赏对象居然还是他。然而陈峰的开口并没有让一些隐藏着的强大武者出手，因为眼前的鹤发青年容易对付，但背后的剑雨阁却不好得罪。眼见全场没有说话，陈峰继续开口，2万两，一个人头。全场落针可闻，
2万两，这已经是一笔天价了。然而依旧无人应，依旧死寂。3万两，陈峰继续叫价。这时，鹤发青年渐渐明白了陈峰要做什么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没有什么人是不能杀的，只有钱够不够多。这一刻，鹤发青年渐渐有些慌了。小杂碎，你要做什么？立即闭嘴！陈峰就像是没有听见他的话般。4万两，5万两，快停下来！你给我闭嘴！鹤发青年心头彻底慌了。唰！终于，一道寒光以闪电般的速度直接洞穿了鹤发青年的喉咙而过，人手分离，鲜血喷洒了一地。所有人都震惊了，一招秒杀，对方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这是一名通天境强者，依靠刚刚一瞬间的灵力威压，所有人都感受出对方的实力了。一名脸上带着疤痕的男子在杀了鹤发青年后，就从陈峰手中抽取过5张银票，转身就此走人，片刻都不久留。而原地之前那还在叫嚣着的鹤发青年已经成为了一具无头尸体了。陈峰缓缓走上前去，冷漠的眼神看着他。知道炼药师跟普通武者的区别吗？炼药师有钱，而且是很有钱，我们随随便便一颗丹药，一张丹方就能够换来数不清的财富，这是你们这些武者做梦都难以企及的。跟我们炼药师斗，我们就算是不动手也能轻轻松松宰了你。蠢货！在场所有人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脑子彻底懵了，一时之间都说不上话了。这一刻，他们方才意识到，他们似乎真的小瞧炼药师了。这些家伙武道丹道双修，虽然分散了精力，武道实力或许并不怎么样，但他们的拥有的炼药术本领却是别人梦寐以求的。他们刚刚怎么敢去辱骂炼药师？怎么能去得罪？这是找死啊！那些之前出声嘲讽过柳青心的人，一个个面露恐惧之色，他们害怕下一个出重金悬赏的对象就是他们了。他们可没有剑雨阁弟子那般有那么大的靠山，要杀他们完全随随便便，有太多人想接手了。他们可是炼药师啊！林师兄，其余几名剑雨阁弟子见到这具无头尸体后，立即悲愤出声。好一个重金悬赏杀人，我真是小瞧你们丹楼了。不过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欺压我们剑雨阁，真当我剑雨阁无人了吗？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人群之中传来。很快，人群分裂，3名身穿白衣的男子握着剑走了过来。是赵树，天骄榜排名第10的狠人啊！场中惊呼之声立即响起，很快全场便沸腾起来。天骄榜上每一个上榜之人都是天才中的天才，而排名前10的更是万中无一了。之前这些人一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谁也没想到这些家伙居然在这一刻露面了。陈峰皱了皱眉，到底是谁在欺压谁？贼喊捉贼，剑雨阁的无耻程度，陈峰算是见识到了。还用问吗？你们丹楼仗着才大师大，重金悬赏杀我剑雨阁弟子，今日你若不死，我剑雨阁的颜面将何存？赵树眼中露出冰冷的杀机。我见过很多不要脸的，但还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陈峰冷声道。从一开始就一直都是剑雨阁在挑事，现在反倒是变成了剑雨阁是受害者了。废话少说，杀我剑雨阁的弟子，你就拿命来偿还吧。赵树的话刚落下，眼神之中就迸射出一抹森然杀机。只听得脚下大地直接被震裂，后者身躯就如同猎豹般猛地暴掠而出，灵力释放而开，在一瞬息之间就临近陈峰的身前，一拳狠狠地轰了出去，直击对方的喉咙而去。赵树出手狠辣而果断，没有多说任何一句废话，因为双方势力都已经不需要再说任何狠话了，早已是不死不休的境地了。陈峰眼中同样露出一抹凶狠，一拳同样轰出，体内九龙灭神诀运转，一股磅礴的龙力缠绕在拳心之间，直接与那席卷而来的灵力撞击在了一起。咚！爆炸之声响彻，金光与青光携带着狂暴无匹的波动，凶悍地冲击在一块。接着，两人同时一脚踢了出去，在一道低沉的闷声碰撞下，两人同时向身后倒退而去。画像镜7重天。陈峰抬起头来，挑了挑眉。宁海镜6重天。赵树眼底也露出一抹震惊之色，他能够感受到陈峰刚刚爆发出来的灵力雄浑程度，仅仅只是宁海6重而已，但是那灵力之内所蕴含的霸道力量，竟是已经足以跟他这个画像镜7重的强者相媲美了。这简直有些颠覆了他的认知，他从未遇上过如此诡异的对手。难怪老师跟我们说过，一旦遇上了你，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你给杀了。看来老师的预判没有错，你这种人不能活在这世上。赵树阴冷的道。陈峰挑了挑眉，虽然我听得出来你是在夸我，但是这种夸奖好像听着不太舒服。赵树眼中杀机暴涨，猛然低喝出声，一起动手宰了他们，出了任何事都有老师给我们担着，不用怕。身后的那些剑雨阁弟子没有任何废话，脸上露出凶狠之色，剑光拔出，
留意着冰冷的光泽，接着便同时杀向了陈峰而来，干不干？木申看向了谭松而来，凝重地问道。他也没想到，都还没抵达圣龙商会，就已经遇上了这些麻烦事了。不干在原地等死？谭松白了他一眼，对方都打上门了，难不成还要把脖子凑过去给他们砍吗？唰！在两人谈话间，一直沉默无言的柳青星已经率先冲了出去，冰艳的脸颊看不出任何的情绪波动，灵力涌动，剑光如雷霆般，当场就将其中一名剑雨阁的弟子脑袋给削平了，下手极其干脆与狠辣，鲜血喷洒，血腥的味道瞬间弥漫了100米之地。卧槽，丹楼的家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猛了？这个妹子太有个性了！围观之人尽数发出惊呼之声。在以前，丹楼的人见了剑雨阁的弟子都得绕道走人，现在居然敢当街砍人了。木申与谭松两人也都有些错愕地看着他。论起丹楼之内的人，恐怕柳青星对于剑雨阁的恨意是最大的。杨师弟，一名剑雨阁的弟子见到那被削平脑袋的青年后，顿时悲愤厉吼，眼神立即充满凶煞戾气地盯着柳青星。而柳青星也不跟他废话，美眸淡漠地盯了他一眼，提着剑就继续冲了上去，杀气腾腾。身后的木申与谭松见状，赶忙跟了上去，给老子砍死他们！赵树眼中露出滔天怒火，发出狰狞的低吼之声。这么多年来，他们剑雨阁何时被人这么欺负过？现在不仅被人当街砍，而且对手还是一直被他们打压着的丹楼，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耻大辱。丹楼本应该就是要被他们践踏在脚下的才对，是他们戏耍的猴子。现在这些死猴子居然敢拔剑相向，今日若是不血洗了这丹楼，以后他们剑雨阁颜面何存？剑雨阁的弟子全都脸上带着狰狞的戾气，提着锋利的剑便与柳青星等人厮杀在了一块。赵树冲在了最前方，脸色狰狞的犹如一头发疯的野兽般直冲陈峰的方向而去，他要去砍死这个小杂碎，给他们剑雨阁立威。然而在赵树身躯刚冲出时，谭松却率先一步挡在了他的身前。我来做你的对手。谭松面无表情的出声，旋即褐色的灵力犹如魔兽之血般缠绕在了双臂之间，荡漾着一种极其刚猛霸道的波动，一拳便轰了出去。劲风凌厉，竟是压得周围空气呜呜作响。情急之下，赵树也来不及做出任何的招式，只能同样一拳对轰过去。砰！两人交锋，拳头对拳头，没有多余的技巧。然而拳头相碰的那一刹那，赵树却感觉到了自己的拳头像是轰在了一块千锤百炼的钢铁上，强大的反震力竟是反而将他给狠狠地震退了出去。该死，这是什么力道？赵树脸上浮现出震惊之色，那条对轰的手臂竟是传来一阵难以忍受的剧痛酸麻感。尽管赵树已经是画像境8重天的恐怖存在，而谭松仅仅只是画像境7重天，但双拳对轰下，却反而是谭松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不为何，就因为谭松是半妖，他体内有着一半的血液是黑象族的。黑象族本就力如巨象，成年期的黑象族一拳甚至能够打穿一座万仞高山，这就是兽族与人族血统上的区别。谭松双手结出一道道古老的印诀，眉心之间有着一道血红的祖纹燃烧了起来，接着后者的身躯就渐渐壮大了起来，上衣被撕裂，露出那雄壮如象般的恐怖体魄。半妖！赵树脸上露出震怒之色，接着眼中就闪烁着狰狞戾气，一剑拔出，气势爆发，惊人的剑压在剑身上层层叠加。旋即后者身躯猛地爆掠而出，剑光凌厉，携带着古老的剑势杀向了谭松而去。谭松也未曾退却，眼中露出熊熊战意，只身冲了上去，与赵树厮杀在了一块。狂暴无比的灵力波动横扫全场，场面开始变得混乱起来，厮杀之声响彻不停，周围围观之人全都一脸忐忑，迅速退开，唯恐避之不及被牵连上。其中一名剑雨阁的弟子猛然一跃而起，化象境5重天的灵力爆发而开，犹如滚滚雷霆即将要灭世般，抬起剑，携带着雷霆之势就朝着不远处的陈峰砍了过去。小杂碎，老子宰了你！只不过还没等他的剑落至陈峰的脑袋上，陈峰已经一只手掐了过去，龙鳞覆盖在手臂上，令的手臂整整粗大了1倍有余，就像是一种魔兽之手般。那名弟子脸色顿时涨红，他完全没想到陈峰这个宁海境6重天的小鬼居然实力变态到这种程度了，直跨8重天战斗，跟娃似的。住手！后方的赵树本来还在与谭松激战着，在见到前方的场景后，立即脸色大变，一拳直接将谭松给轰退了，接着便快速冲了上去。你敢杀了他，我杀你全家！赵树狰狞厉吼。这个弟子是他们剑雨阁最近新收的天才，才仅仅只是18岁而已，就已经达到了画像境5重天了，乃是万中无一的天才了。若是就这么被陈峰给杀了，他们剑雨阁就得损失一名未来极有潜力的强者了。来啊，谁怕谁！陈峰厉吼，威胁。
他最不怕的就是危险。咔嚓一声，陈峰掌心一用力，当场就掐断了那名弟子的喉咙，旋即用力一甩，将那名少年的尸体给甩向了赵树的方向而去。赵树立马接过，然而此刻怀中的少年已经瞪大了双瞳，死得不能再死了，就算有神药都救不活了。老子砍死你！赵树眼中露出赤红的凶光，提起剑就冲了上去。谭松虎目一瞪，身躯如同巨象般撞了上去。滚开！赵树眼中露出滔天凶意，一剑劈出，300层的剑压如同无形的风暴般横扫而过，大地层层崩裂，竟是将冲上来的谭松给轰飞了出去。肉身与肉身的比拼，10个赵树来了都不会是谭松的对手。不过赵树是一个实打实的大剑修，剑势的领悟已经达到了大成阶段，这一剑蕴含着的剑压也是超过了100层，极其恐怖。剑势一共分为小成、大成、大圆满。大成阶段的剑压最高可达900层，再往上直达1000层便是圆满了。一剑干翻了谭松之后，赵树立即犹如猎豹般冲向陈峰，一剑凌空劈下。轰！那一剑仿佛幻化成了10丈巨剑，携带着惊天声势落了下来。狂风怒吼着，无形之中仿佛有着某种强大的巨力镇压而下。陈峰脚下的大地当场崩裂，大风压着他的头发飘扬着。不得不说，剑雨阁在培养人才方面也是有着独到之处，眼前的赵树在剑修方面已经足以碾压宁国无数天才了。不过陈峰可不是他所能随意碾压的对象。唰！陈峰拔出天丛云剑，腰剑上所有的血煞光纹全都在一瞬间亮了起来，凶煞的戾气如鲜血般覆盖着剑身。陈峰握着天丛云剑，剑势疯狂提升，天丛云剑也发出一道道清澈嘹亮的剑鸣之声。仅仅只是2个呼吸间，剑势就达到一种相当恐怖的层次。陈峰一剑狠狠地劈了上去，陈峰一剑劈下，仿佛连空间都被震成2半，狂风怒吼着。2把约莫10丈之大的巨剑携带着惊天剑压在半空之中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在那一瞬间，那2股剑势就像是2颗陨石般在相撞，一道震耳欲聋的大爆炸声立即自半空之中响彻而起。咚！惊天剑压将附近的空气连连碾爆，滚滚风波犹如潮水般向四周肆虐而开。轰！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感觉到一股狂暴无比的巨力自空气之中震荡而来。那些离得较近的围观之人当场就被那股剑压被震得吐血倒飞。而在半空之中，赵树亲眼见到他所爆发而出的剑势居然是被一举撕裂，旋即狂暴的凶煞戾气便犹如一头猛虎般狠狠地撞击在了他的身躯上。当即赵树的身躯直接被震飞了出去，落至地面上连连倒退了数十步，接着闷哼一声，一口鲜血便从嘴中吐了出来，脸色苍白如纸。他抬起头，眼神难以置信地盯着前方之处的陈峰。这一刻，陈峰的身躯也倒退了数步之远，脸色虽涌上一丝苍白，但相比于赵树则是还要好上太多了。这一剑显然是陈峰占据了绝对的上风，这家伙怎么可能在剑道上压制我？赵树脸色状若癫狂，瞳孔疯狂瞪大。他的剑术都是获得剑皇大人亲传的，再加上他在剑道上的惊人天赋，论起剑道，恐怕宁国之内的剑道老前辈都比不过他。而现在他居然被一个区区17岁的少年给压制了，关键是他还是宁海境7重天啊，与他相差9重天的差距啊！这家伙是怪物吗？陈峰眼中迸射着冰冷的寒光，握着剑不给赵树休息的机会，便冲了上去，趁他病就得要他命。赵树脸色一变，没有丝毫的考虑，灵力立即爆发而起，手持剑光，犹如一道雷电般直奔陈峰的喉咙而去。陈峰猛地一剑射出，依旧是一剑星芒。这一剑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但它就是快，快得让所有人都反应不过来。赵树的剑还未抵达陈峰的喉咙时，陈峰的剑就已经先抵达至对方的喉咙之下了。在那迅雷不及之势，赵树猛地抬起手臂挡在了喉咙前，赤剑光划过手臂，一只手臂当场飞了出去，鲜血淋漓。输了，我们认输，认输！赵树凄厉地惨叫起来，捂着断节的胳膊，汗如雨下。输！陈峰冷笑，这又不是什么切磋，这是生死战，一句认输就能够保命吗？门都没有！陈峰一脚踢了出去，直接将赵树干翻在地，接着璀璨的金光灵力爆发之下，一剑就朝着赵树的脑袋狠狠地砍了下去。从对方拔剑的那一刻开始，双方就已经是不死不休了。若是这次被干翻在地的是陈峰，他相信赵树肯定也会毫不犹豫地砍死他的，所以他又何必去浪费更多的口舌，直接砍就是了。他就是要杀穿剑雨阁的所有人。不要，不要！兴许是感受到了陈峰身上的杀机，赵树眼中终于露出了死亡的恐惧之色，慌乱的求饶。他现在已经后悔去得罪这个恶魔了，这家伙简直就是一个异类。
唰！陈峰毫不留情地削平了他的脑袋，鲜血喷洒而出。刹那间，这方大地已经被染成血红色。赵师兄，前方之处，那群剑雨阁的弟子尽数眼中含着热泪，悲愤出声。想起以前在剑雨阁之内，赵树对他们的照顾以及种种快乐的过往，剑雨阁的那些弟子眼中全都露出滔天的凶狠杀机，一起砍了他，为赵师兄报仇。有人喊道。前方之处，一群剑雨阁的弟子猛然间冲了上来，十几把剑的剑光同时对准向了陈峰砍了过去。这些人虽然不强，但胜在数量极多，而且同时出手之下，攻势竟是狂猛至极。陈峰不得不避，身躯退后数步，以极为刁钻的角度避开了这些人的攻势，接着眼神再度抬起时，杀机变得更加浓郁起来。单挑不行，就准备群殴吗？来啊！陈峰没有任何的废话，直接朝着那群人冲了过去。体内九龙灭神诀运转起来，璀璨的金光快速地覆盖着身躯表面，凝成了一层龙鳞，荡漾着无坚不摧的波动。现在的陈峰在经历瀑布寒潭之内的苦修之后，第一层的断皮境早已接近大成，那一身龙鳞比起之前要坚硬了好几倍老子也来。木深咬了咬牙，手握一柄长枪，便同样杀了上去。见状，柳青星与谭松也跟在了后面。到了这一步，谁也没有打算就此罢手，唯有死战到底，直至一方全部倒下。这不是什么世仇，这比世仇还要深恨。双方之间的势力早已是不死不休，场面再度变得混乱。其中一名剑雨阁的弟子杀气腾腾的一剑劈在了陈峰的肩膀上，然而只听得当的一声，别说是要把陈峰给砍成两半，就是连皮肉都没有丝毫的裂开迹象。这怎么可能？那名剑雨阁弟子发出一道震惊之声。然而还没等他回过神来，陈峰举起拳头就已经朝着对方的喉咙一拳轰了过去，狂暴无比的力道直接将对方的喉咙给震断，血溅当场。峰哥，你真他妈是剑修吗？孙胖子见到陈峰那变态的肉身后，也是发出一道惊呼之声。估计单靠肉身的话，陈峰已经快要追上谭松了。要知道，谭松可是有一半的黑象族血统啊。你的肉身很不错。谭松见到这一幕，眼中也露出一些惊异，接着便凝重的道。在说话之间，谭松也同样一拳打死了一名剑雨阁弟子，但是很快的，他就被一群人给围殴了。剑雨阁这次来的弟子已经多达几十位。剑雨阁虽然不是什么学院，都却广收人才，许多人都以拜在剑皇大人名下为荣，所以相比起来，剑雨阁的总体力量比起云海学府还要强，人数也更多。再加上剑雨阁招收的几乎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天才了，又经过剑雨阁之内的一些剑道前辈教导，几乎都达到了画像境以上的实力了，而且人数还众多，所以打起来丹楼这边的优势并不是特别大。干死他们！他们真以为我们丹楼还像以前一样任他们欺凌了吗？不会了，再也不会了。现在的丹楼再也不是以前的丹楼了。孙胖子在人群之中低吼着，他的身形虽然肥硕，但是动作却很敏捷，是个灵活的胖子。在其大刀的劈砍下，同样有2、3名弟子惨死在他刀下，但同样的，他身上也多了好几道剑伤的口子。但是好在孙胖子是个惜命的主，随身带着大量的疗伤丹，基本上被砍了一刀就迅速吃了一颗丹药。在这一回回的啃药包的情况下，陈峰这边的人居然杀得对方开始节节败退了，而陈峰则是如猛虎入羊群般，一剑连连劈出，剑光如同星芒般快得奔雷。短短不过半炷香的时间，就已经有5、6个弟子惨死在了陈峰的剑下。林师兄、田师兄、王师兄，一道道蕴含着悲愤的低吼之声在这街道上回荡着。杀！给我杀！今日要灭了丹楼！所有剩余的剑雨阁弟子全都眼眶通红，眼中含泪的低吼出声，杀气腾腾。想灭我们丹楼，就凭你们剑雨阁的这些乌龟小王八，你们还不配！孙胖子毫不客气地骂了起来，接着提着大刀的他同样杀气腾腾地冲了上去，准备殊死一战。就在双方即将开始最后的血拼时，一名中年妇女突然出现在了剑雨阁的前方，一只手狠狠地掐住了冲上来的孙胖子，竟是单手将他给提了起来。梅宗师见到这道中年妇女时，全场所有人心头一惊，而陈峰等人也猛地止住了身形。中年贵妇穿着一身紫色的华丽衣衫，在左胸前有着剑雨阁的标志，她就那么站在那里，在无形之中就已经带给所有人一种强大到极点的压迫感。小的打不过，轮到老的来了吗？柳青星眼神凝重地盯着他，冷哼之声。在剑雨阁之内，除了萧时雨这个剑皇之外，还有3大剑道宗师。这3大剑道宗师正是平日里负责教导这些弟子剑术的导师，而眼前这名30、40岁的贵妇正是那3大剑道宗师之一梅长林。放开我！你个老巫婆，快放开我！信不信老子砍死你！孙胖子涨红了脸，疯狂挣扎着，他施展浑身力量，但梅长林的手却像是一只无法撼动的钳子般牢牢地锁住他的喉咙。小贝，
可曾听过宗师不可辱？梅长林脸上露出森然寒意，凶目瞪着孙胖子，掌心开始用力，似乎是打算就此掐断他的脖子般。谭松见状，立即冲了出去，祖纹在眉心之处燃烧，黑象族的血统彻底爆发，整个人化身为一只巨象般，一拳狠狠地轰了出去，直击梅长林的面门。梅长林眼神一凛，瞬间爆发出自身的灵力，雄浑的青光凝成一个巨钟，笼罩着周身，无坚不摧。当，拳头袭来，狠狠地撞击在了这巨钟之上，震耳欲聋的钟鸣声响彻，那青色巨钟竟是未能被撼动半分。给我松手！柳青心与木申以及那对双胞胎同时冲了上来，剑光长枪刀影全都化为铺天盖地的攻势，砸向了梅长林而来。当当当，只听得一连串的钟鸣声响起，那巨钟依旧未能被撼动，差距实在太大了。眼前的梅长林不仅仅只是剑道宗师，同时他还是一个实打实的神藏境强者，修为之强，远非他们这些小辈所能相提并论。小辈，就凭你们几个是破不开本宗师的青钟罩的。梅长林冷笑道。接着他掌心微微一用力，孙胖子顿时感觉死亡接近。唰！这时一道凌厉的剑光犹如深邃星空之中的一束星芒般，陡然自远处洞穿而来，约莫900层的剑压化作一点星芒，射在了这青钟罩身上。梅长林眼瞳猛地一收缩，他不敢置信地见到，那原本无坚不摧的青钟罩竟是被裂开了一道细小的口子，一道寒芒疾射而来，电光火石之间，梅长林掐着孙胖子的手立马松开，身躯向左倾斜了一步，然而那道剑光还是依旧划过他的脸颊而过，一滴鲜血落了下来，全场死寂无声。梅长林抬起玉指，轻轻抚摸着脸颊上一道剑痕，脸颊瞬间变得阴厉起来。他一个剑道宗师居然被伤到了，而且还是一个连画像境都还没踏入的小鬼，这怎么可能？要知道宁海境与神藏境之间的差距无异于大人与小孩之间的区别了。梅长林随手都能够掐死一大堆宁海境的武者，但是现在他居然反而被一个宁海境的武者伤到了，这是何等的耻辱！木申与谭松等人都有些震惊地看向陈峰，他们是真的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还挺猛。杂碎，我真是小看你了，你便是与秦如月有一张婚书的陈峰吧？梅长林眼睛眯了眯，盯向了最后方之处的那道白衣少年而来。与秦如月有婚约，那个休了秦如月的小鬼。刹那间，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盯向了陈峰而去。之前在盐城之内发生的轰动事迹，显然也已经传到了皇城之内来。那一代天之娇女居然被一个五行杂灵根的少年给休了，这件事在皇城之内可没少掀起议论狂潮。但谁也没想到，眼前这个白衣少年就是那个陈峰。就连柳青心也诧异地看向陈峰而来，皓月般的美眸微微掀起一丝波澜。小的打不过，所以来老的吗？你们剑雨阁还要点脸吗？有种叫年轻一辈的出来单挑啊！陈峰怒吼道。梅长林诡异一笑，想单挑我剑雨阁的天才，你没机会了。梅长林眼中迸射出几道森冷杀机，身躯便是忽然犹如一道鬼魅之影般从眼前消失而去。轰！与此同时，一股澎湃如海的杀机便是携带着凛冽的狂风从前方之处席卷而来，大地层层断裂，仿佛末日降临。该死，这老巫婆要发怒了！孙胖子脸色难看的低喝出声。这股杀机是直冲陈峰而来的，很显然梅长林对陈峰已经动了必杀之心了。仅仅只是在一个跨步之间，梅长林就已经出现在了陈峰的身前，脸上露出残忍的笑容。小子，见阎王去吧！一掌狠狠地劈落而下，没有任何的招式，但仅仅只是这一掌就足以让在场所有人都心生绝望无力之感。毕竟神藏境的强者已经是宁国最顶尖强者行列了，这种境界上的差距已经不再是任何的剑术以及手段所能够弥补了。小的打不过就来老的吗？真欺我丹楼没人了吗？一道冷哼之声陡然从远处传来。就在这时，一道8尺重枪便是携带着贯穿天日般的可怕波动爆射而出。那般速度，只要梅长林敢动手杀了陈峰，这杆长枪也会在同时刺爆他的脑袋。梅长林眉头一挑，身躯立即暴退而去，避开了那道长枪。旋即他抬起阴郁的眸子，怨毒地看向了前方之处，只见的一道身穿青袍的身影缓步走入到了众人的视线之内。来人身高约莫9尺，虎壮无比，他站在人群之中，就像是一堵无法跨越的高墙般，让人心中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膜拜之意。田彪，梅长林眼中有着浓浓的寒意凝聚。田前辈。柳青心见到这名中年男子后，脸颊也是露出一抹喜色。剑雨阁之内有3大剑道宗师，丹楼也有。作为宁国的第一炼药师势力，丹楼同样招揽了不少顶尖的强者。而眼前的田彪就是丹楼内最出名的3大供奉之一，实打实的神藏境强者。你们剑雨阁的不要脸程度，老子算是见识到了。
小的打不过，就出来老的，真以为我们丹楼好欺负吗？来，老巫婆，你要打，老子就陪你打。来！田彪低吼一声，一身磅礴如海的气势便是爆发了起来。大地在他脚下寸寸断裂，凌厉如山，携带着恐怖无比的光芒，环绕在了他的周身，竟是压得空气都发出呜呜刺耳之声。作为神藏境的强者，哪怕是面对着一位剑道宗师，在气势上他也丝毫不逊色。全场所有人的脸色全都变得凝重起来，这是要引起一场大战的节奏吗？神藏境的强者一旦打起来，可是会死伤无数的。梅长林脸色阴沉如水，死死地瞪着田彪，玉手缓缓放在了腰间的一柄长剑上。然而就在双方打算来一次大火拼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就已经携带着冷冽的杀伐之意闯入到了众人的视线内。谁在这里闹事？这是一群身穿盔甲的铁骑军冲入人群之中，那股肃杀的气息令得所有人全都迅速避让。皇城执法队在见到这些人时，所有人心头都是猛地一颤。谁也没想到，皇城的执法队终于在这个时候赶到了。铁骑军团中为首之人同样是一名强壮的中年男子，踏着铁骑来到了众人身前后，下了马，威风凛凛。他正是皇城执法队的首领龙霄。这里是皇城，是天子脚下，两位这是几个意思？当我们执法队不存在的吗？怎么，丹楼与剑雨阁现在已经张狂到没把皇室放在眼中了吗？龙霄低喝道，那一身从战场上厮杀下来的血气几乎要凝聚成实质，一声声的冷喝竟是吓得周围所有人大气都不敢乱喘。哪怕是面对着两个神藏境强者，龙霄就算只是一个通天境武者，但也丝毫不虚，毕竟他代表的是皇帝的威严。宁国之内强者如云，但是在皇室的百万铁骑面前，这些强者都只能俯首称臣。梅林沉默无言，只是眼神变得极其怨毒起来，尤其是对陈峰，那眼中所蕴含的森然寒意，像是恨不得把陈峰给活活吞了。我们走。执法队在此，就算他是剑道宗师也不敢闹事，只能冷哼一声，转身便带着剩余的剑雨阁弟子退了出去。他没说任何的狠话，因为已经不需要了。双方之间早已是不死不休。田前辈，多谢了。柳青星等人尽数上前来对田彪恭敬的抱拳。田彪是林朝歌的好友，同时他也是丹楼之内的三大供奉之一，几人都已经非常熟络了。小事，我们丹楼可以输，但也只能是堂堂正正的输，若是要以大欺小，老子绝不会坐视不管。田彪冷声道，倘若是年轻一辈的战斗，就算是输了，丹楼也无法说什么，毕竟技不如人。可要是被一些老一辈的人所杀，那丹楼就不会乐意了。散了散了。龙霄驱散了现场的众人，接着眼神阴翳地看了一眼现场，脸色显得有些阴沉。老萧，好久不见。见到龙霄一脸难看的模样，田彪走上前去，主动冲着龙霄打了一个招呼。我说，你这老鬼，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做了，竟会给我找事？龙霄怒骂了一句，很是生气。哈哈，我也不想的，是那个老巫婆主动找事的，我这是属于防卫。田彪哈哈一笑，拍了拍龙霄的肩膀。两人之间的关系好像已经认识很多年的老友般。身后那些铁骑军全都一脸错愕地看着龙霄。要知道，平日里的龙霄是一个不苟言笑之人，现在居然会跟一个陌生人如此打混骂咧。龙霄察觉到战友们的脸色，叹了口气，解释道，这是当年夏军神麾下的一员将领，算起来也是你们的老前辈了。前辈好。听到这里，那些铁骑军方才恭敬地冲着田彪抱了抱拳。田彪也笑着向他们回礼，接着便上下打量了一眼龙霄，道，你现在还挺威风啊，都混上皇城的执法军了。想当年老子第一次带你上战场的时候，你还被对方的敌军杀气吓得尿裤子呢。龙霄脸色涨红了脸，怒目瞪着田彪，当年的事你不说，我还没想找你算账呢。是谁把我推到最前面去的？老子是新兵，又不是先锋。哈哈哈哈！田彪大声狂笑起来，旧事重提，颇有种梦回金戈铁马的战场时光。罢了罢了，拍卖会就要开始了，叙旧以后再来，我们先走一步了。田彪挥了挥手，带着陈峰、柳青星等人离开。时间已经不早了，他可没打算在这里跟龙霄耗费时间。老杂毛！龙霄嘴中还在骂骂咧咧，继续坐上铁骑巡游皇城去了。这一场小小波折并不能影响到圣龙商会的拍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犹如蝗虫入境般往圣龙商会的拍卖场赶去。远远的，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一股火爆的气象从圣龙商会的方向扑面而来。这场一年一度的圣龙拍卖会注定会是群雄齐聚的场面。这次田彪之所以会来皇城，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这圣龙商会的拍卖会而来的，所以这一路几人也并行而去。在路上，田彪的目光忍不住诧异地看向了陈峰，笑道，你小子倒是有点本事，
居然能够凭借着宁海境6重天就杀了赵树，看来林老头这次是招来了很不错的好苗子了。运气好而已。陈峰淡淡一笑，并没有说太多话。同等级的对战或许有运气成分，但你小子都连跨8重天了，这可不是什么运气了。田彪笑道，眼睛眯了眯，不着痕迹的在陈峰身上打量了一下，但见到陈峰没打算在这件事上多解释些什么，他也就没再继续强逼问下去。每个人身上都有着自己的秘密。随后田彪的脸色也渐渐变得凝重起来，低声道，不过你们也别以为杀了赵树就能小看了这剑雨阁了。这赵树虽然是剑雨阁内最为顶尖的天才了，但他也只是秦如月、霍玄宇这些人的踏脚石罢了。真正强大的是霍玄宇、秦如月、沈苍这些人物，同样都是剑雨阁的顶尖天才，但这些人可比赵树要强了10几倍。这一次他们之所以没有出现，我猜测他们只是进入了闭关之中，等到玲珑大会开始，他们的实力绝对会超过你们的认知的，你们多小心。我知道。陈峰点了点头，眼神之中也泛起了一抹郑重。圣龙商会就坐落在了皇城武者交易方会的最深处地带，那里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在大殿之中来往的人络绎不绝，门口之处更是有着全副武装的护卫阵守着。想要进入这座圣龙商会是需要一定门票的，这种规格的商会可不是其他的商会所能相比拟的。不过以柳青星等人所带的财力，这点门票钱还是不值一提的。几人很快就穿入其中，大殿之内有好几条走廊，每条走廊所能抵达的房间与大堂都是截然不同。走这边。田彪出声道，他已经对这圣龙商会很熟悉了，带着陈峰等人就朝着左边的一条走廊走了下去。接着眼前的视线就变得辽阔起来，一座巨大无比可容纳上万人的拍卖场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圣龙商会不说是在皇城之中，就算是放眼整个宁国都是极其出名的，再加上这一年只有一次的拍卖会造势，如今拍卖场内已经是人满为患了，一眼望去尽数是黑压压的人头，展现出了极高的人气。没想到这么热闹。看着这人头攒动的场景，孙胖子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走吧，我们靠前点坐。田彪继续走在了前面，而柳青星与木申等人也迅速跟上。陈峰拉着板的小手同样跟了上去。尽管这次拍卖场内来的人有很多，但在最靠前的位置处还有着2、3排位置，并没有什么人敢去占领，因为一般而言，越是靠前的位置，几乎都是宁国之内有实力与身份的人才能够坐得上去了。田彪作为神藏境的强者，又是当年宁国军营中的一员大将，自然是有资格坐靠前的位置。几人在靠前的第3排位置处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便开始静候拍卖会的开始。会场之内人群还在源源不断的涌入，这些人中不仅仅只有皇城之内的大人物，更有宁国的各大城市的强者，各种议论与喧嚣声汇聚在一起，显得极其嘈杂。陈峰的目光漫不经心地扫过前方，很快他的眼神就凝聚在了左边的位置处，在那里正有着几道熟悉的身影，正是刚刚才打过一场架的梅长林等人。这个老巫婆果然也是为了拍卖会而来的。木申冰冷出声。在陈峰等人发现到梅长林等人时，梅长林等人的目光也同样有所察觉，转过头盯着陈峰这一行人，眼中有着十足的寒意。不必理会他们，给梅长林10个胆子，他也不敢在这圣龙商会内动手。田彪道，圣龙商会平日里虽然低调，没怎么与人起冲突，但是他们所拥有的底蕴却是要连皇室都得忌惮3分的存在。这种犹如蛟龙般潜藏的大势力，剑雨阁说什么也不敢轻易得罪的。闻言，陈峰等人的目光也就不再停留在梅长林等人身上，而是往他身边微微移动。接着他就看到了一群身着打扮都极其不凡的一些中年男子安静坐着。这些人全部都坐在第1排，象征着的地位与实力，放眼宁国至少也是顶尖的存在。而在他们的身边都或多或少有着一些护卫跟随着，无形之中这些护卫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与灵力波动都足以带给其他人一种强力的震慑感。很显然，这些人都是非富即贵的皇城大人物了。孙胖子，你认识他们吗？陈峰问道。孙胖子顺着陈峰的眼神望了过去，立马道，认识。最中间那个穿紫金袍服的中年男子是当朝宰相魏忠，他年少成名，虽是文臣，但在宁国之内的地位可丝毫不下于夏君神了，同时他还是3皇子的老师呢。然后坐在他两边的是当朝的户部尚书王文禄与礼部尚书童尚庆，然后再接下去的则是江家的家主江洞庭。夏问天从军营之中退下去之后，接替他位置的就是这江洞庭了。他是夏君神的门徒，手握重兵，实力不一般啊。江洞庭听到孙胖子的介绍，陈峰微微一怔，那不就是江阴的父亲了吗？刹那间，陈峰的目光不由得多看了江洞庭2眼，与他想象之中有些差别。江洞庭看上去非常年轻，还不到40岁，脸庞温润如玉，眉宇之间带着一丝俊美与秀气，
与很多的老将那黝黑与阳刚之气完全不同，他更像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般若，非是从孙胖子的口中得知，恐怕任何人都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军营统帅。然而正是这一位温润如玉的中年男子，他身边没有携带任何护卫，仅仅只有一位随身服侍的一个年轻小侍女而已。这显然证明了江栋廷对于自己的实力有着十足的底气。也不知道现在江阴怎么样了，这小妮子最近都没他消息了。陈峰心中暗道，自从青花楼那一次分别之后，他与江阴之间也就没有再见过面了。江阴虽是江府的大小姐，但毕竟在江府之内地位不高，再加上上次他又废了户部尚书公子的林海，使他成为一个废人，怕是会有些麻烦。看来这几日得找个时间上江府去看看了。没想到这次的拍卖会居然吸引来了这么多的大人物，如此看来，今年的拍卖会似乎比起去年还要更有含金量了。田彪望着前方出现的这么多宁国的大人物，脸上也不禁露出凝重之色，叹道：“去年这些人都没来吗？”陈峰问道。“没有。”田彪摇了摇头道：“虽然说这圣龙商会的拍卖会一年只有一次，极其隆重，但丞相乃是文臣，这些丹药什么的对他而言作用并不大，但这一次他居然会选择来参加这场拍卖会，着实让人有些意外啊。”陈峰盯着魏忠、江栋廷这些人，眼神也同样变得凝重起来。这些人都是为了拍卖会而来的，难不成这次的拍卖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吸引到他们了吗？咚！忽然，就在众人思绪有些杂乱时，一道钟鼓之声陡然在这嘈杂的大会场之内响彻而起。刹那间，所有人都抬头望向了拍卖会最前方的拍卖席上，只见的拍卖席上的镶嵌着的夜明珠全部都亮了起来，耀眼的光芒照得整个拍卖席都亮如白昼，吸引住了全场所有人的目光。场下所有人都坐正了身子，眼睛冒着火热之色。他们知道，这场一年一度的盛大拍卖会终于要开场了。宁国以皇城为首都，皇城便是整个宁国的中枢之地，这里流通着最多的丹药、武学以及宝器，是整个宁国最强盛的地方。而圣龙商会作为宁国最大的商会，所能得到的珍稀物件是除了皇室之外最多的一个势力了，占据了总份额的将近40%，这也导致这场拍卖会极其具有分量啊。若是能够在拍卖会上寻得一件不错的宝器或者武器、丹药什么的，一飞冲天的机会不是没有可能的。只见得在夜明珠耀眼的光芒照射下，一名身穿红衣的少女便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缓步走上了拍卖席。她年龄不过17、18岁，正是芳华之龄，瀑布一般的长发自然垂落腰间，身着一袭火红色的连衣裙，连步迈出间，耳垂上的银铃环相互碰撞，发出若玉珠落盘时的叮当之音，清脆悦耳。琥珀色的眸子散发着高贵与优雅。诸位朋友，在下温诗璇，是圣龙商会的会长之女，也是这次拍卖会的拍卖师，先在这里代我圣龙商会感谢诸位的捧场。少女的声音非常轻盈，就像是古琴流泻而出的轻柔绿音，仅仅只是听着她说话，就让人觉得是一种享受了。刹那间，原本还躁动着的大会场也变得安静下来，甚至有不少的年轻男子都对这红裙少女投来爱慕之色的眼神。圣龙商会会长之女，仅仅只是这个头衔，就足以让所有人都敢小觑这个名叫温诗璇的红裙少女了。再加上温诗璇所独有的清雅气质，让的后者在皇城之内也收获了不小的名气，追求者数不胜数。比起秦如月、江阴这些天之娇女，更是不逞多让。她一出生，那些原本还在躁动之中的人群一下子全都安静了下来，控场之力十足的强。没想到这场拍卖会居然是交给她来主持了。木深这时候忽然低喃出声：“木哥，你认识她吗？”陈峰问道。木深盯着拍卖席上的那个淡雅脱俗的红裙少女，脸庞竟是泛起了一抹凝重之色，道：“她叫温诗璇，圣龙商会会长唯一的一个女儿，受尽宠爱，天骄榜上排名第8，不过这个排名是在她2年前的排名了。可以说，她是所有年轻女孩中唯一实力可能超过秦如月与夏芷兰存在的天之娇女。”这时候孙胖子也插嘴道：“峰哥，你想想看，2年前就已经排在天骄榜第8位了，这2年来有着圣龙商会的无数修炼资源辅佐，你觉得她现在的实力的多强了？这种长得又漂亮、背景又强、天赋又高，简直是受尽尊宠啊！”原来是这样，陈峰恍悟过来，难怪他一出现，全场的焦点就全部放在他身上了。想来以温诗璇的魅力，就连秦如月都有所不及吧，毕竟温诗璇的背景要比秦如月强太多了，恐怕这便是皇城之内无数年轻男子梦寐以求要娶的对象了吧。小丫头，你爹今日没来吗？在最靠前排之处，魏忠卿笑着问道。魏伯伯，诗璇虽然小，但对于拍卖场内的所有流程，诗璇早已熟记于心，并且有关这场拍卖场内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诗璇都有把握应付。难道魏伯伯还不放心由诗璇主持吗？温诗璇眨了眨那漂亮的琥珀色眼睛，那修长的睫毛就像是灵动的蝶一般，多了几分古灵精怪的娇俏。
你这小丫头，这话里的意思说的我好像坏人似的。魏忠笑道：魏伯伯，师玄不敢。温师玄微微一俯身，红裙微摆，无论是谈吐间说话的本领，又或是行为礼仪，都给人一种非常舒心之感。开始吧，我倒是想看看这次拍卖场会出现什么好东西。魏忠笑了笑，摆手道：一定会让魏伯伯满意的。面对着全场所有人的注视，温师玄也没有丝毫的怯场，单纯微抿，脸颊露出一抹微笑。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第一件拍品吧。依旧是犹如轻柔绿荫般的声音响起，台下的一名小侍女就把一个樟木箱子抬了上来，樟木箱表面盖着一层白布，温师玄亲手将这一张白布给掀开，一道剑匣就出现在了拍卖桌上。温师玄从剑匣中取出一把长剑，剑身约莫3尺，剑锋凌厉，剑身表面还荡漾着一层淡淡的青光。温师玄直接将灵力注入，青光立即变得耀眼起来，顺着剑身流淌，最后在剑尖之处凝聚，竟是化为了一头青色的光雕。那巨雕微微震动着双翼，便有着无数的灵力锋刃从剑锋席卷而出，仿佛连空气都可以被撕裂。这显然是一件等级不低的宝剑。诸位，由师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把剑名为清风剑，是一件玄阶高频宝器，其中封印了一头实力堪比通天境的清风雕的兽魂。大家都知道，清风雕擅长使用锋刃，而且速度极快，在速度全开的情况下，就连通天境的强者都难以追上。而如今这种速度加持在此剑身上，更是令剑身威力倍增。这把剑是锻造大师莫大师亲自打造的，如果是件修强者，可不能轻易的错过哦。温师玄微微一笑，介绍着此剑的特点以及卖点。刹那间，全场不少人的目光都变得有些炽热。宁国之内的剑修并不少，然而真正有名气的名剑却是少之又少。这把剑已经能够被列入名剑的行列了。所有人都没想到，这场拍卖会刚开始就拿出这种重磅性的好东西。陈峰的眼神同样打量着这柄剑，作为剑修，他有着非常毒辣的眼光。他看得出来，这把剑虽然不错，但可惜比不上他手中的天丛云剑。这把清风剑之内注入的是兽魂，而陈峰手中的天丛云是主动诞生出来的剑灵。兽魂跟剑灵完全是两个概念。虽然说现在他这把天丛云剑的剑灵还处于封印的状态，但只要他的实力成长起来，迟早有一天是能够解开这剑灵的封印的。因此这把清风剑就算再好，陈峰都没有任何兴趣。此剑的起拍价为5万两银子。温师玄淡淡一笑，5万两。听到这个价格，拍卖场内躁动的人群微微静了一下，毕竟这已经是不便宜的价格了。不过在寂静个数秒之后，还是有人开始叫价，毕竟这把清风剑虽然贵，但也值得这个价钱。陈峰望着那激烈喊价的拍卖场，也是忍不住苦笑了一下。他一开始卖了一张单方给丹楼，获得了10万两，之前杂七杂八的费用已经花了近1万两，又重金悬赏杀了剑雨阁的一个弟子，也花了5万两，现在他身上也只有4万两而已了。不过陈峰对这件也没兴趣，便安静地看着其他人的叫价。场中的激烈喊价声足足持续了数分钟，渐渐的这种喊价声才变小下去，最终这把清风剑以7万两的价格被一个体型略显消瘦的中年男子买去。在成功的卖出这清风剑之后，温师玄又陆陆续续的拿出了各种宝器、武学，甚至是丹药，种类十分的丰富，而且品阶都是极高的存在。这若是在其他的拍卖会上，这些东西都能够作为压箱宝来拍卖了，但在这圣龙商会内，却仅仅只是放在最前面作为普通之物来拍卖，这不禁让人期待起后面所拿出来的东西又是何等的珍稀之物。当然，这些东西虽然只是普通之物，但价格却也不会低，全都是在5万两之上，有些甚至拍出了10万两的高价了。只是对于这些宝器武学以及丹药什么的，柳青星与孙胖子等人都不感兴趣，他们作为炼药师还真不缺这些玩意，反倒是剑雨阁那边频频出手抢夺，感觉这拍卖会也没咱们想要的东西啊。孙胖子忍不住吐槽了一句，对于这1年1度的盛大拍卖会，他有些不太满意了。别急，后面还会有好东西上来呢。田彪笑道。柳青星、木申等人倒是不急不躁的在等待着，前面所卖的都只是普通之物，他们要看的是后面的东西。陈峰的目光悄然看向了最前方之处的第一排座位处，那里都是宁国的大人物，只是现在魏忠将洞庭他们也并没有要出手的意思，但他们也不急躁，安静的在等着后面的真正好东西。时间渐渐推移，终于在第9件拍品卖出去后，温师玄便单唇微抿，轻声道：接下来是第10件拍品。温师玄玉手微微摊开，一枚通体为火红色的晶石便是出现在了掌心之中。火焰晶石一出现，一股难以言喻的炽热气息便迅速飘散开来，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燥热。这枚火焰晶石仿佛以纯粹的火焰之力熔铸而成般，滚烫无比，火焰之力内藏。场中一直对各种拍品不感兴趣的陈峰，终于是眼睛微微一亮，这场拍卖会终于出现能令他感到满意的东西了。诸位，
这件拍品有些特殊，这是矿队在一处矿脉之中挖掘出来的，名为赤炼天石。这种赤炼天石是五行奇物的其中一种，珍稀无比，难能可见，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火焰灵气，若能将其吸收，必能大幅度提升修为。不过，这种赤炼天石的吸收也并非是一件易事，若非为五行之中与火焰有所关联的灵根的话，是难以将其吸收的。这件拍品若是有合适的灵根的话，不失为一种大补药。现在这枚赤炼天石正式起拍，起拍价为7万两。温诗璇的话一落下，全场并没有多少人露出感兴趣之色，反而迎来了一些嘘声，因为五行奇物必须有相对应的五行灵根才能吸收，否则的话，这颗赤炼天石在他们手中就是一颗废石。而五行的纯净灵根并不多见，所以这件拍品在场中引起的反应比起其他拍品还是要弱上许多，更何况这枚赤炼天石起拍价就已经达到了7万两，这已经不是寻常人能够买得起了。7万两吗？陈峰皱了皱眉，这个价格有点高了，他现在身上也就只剩4万两了。喂，胖子，你身上带了多少钱？借点。陈峰对孙胖子开口道。怎么，峰哥，你要这件东西啊？孙胖子诧异地问道。陈峰点了点头，他的灵根五行奇具是先天道胎，只要是关于五行的奇物，他都能够吸收。这枚赤炼天石，他吸收起来自然也不在话下。若是能够吸收了这赤炼天石，他的修为将能够提升很多。那成，峰哥，这件拍品交给我，我帮你拍下来，送你。孙胖子阔绰的道。之前陈峰帮他改了一张单方，他现在还记在心里呢。那张单方改动之后，他炼了不少丹药卖了出去，已经拿到了一笔极其不菲的收入了。8万两。胖子立即叫价起来。安静了片刻时间的拍卖场，突然出现的叫价声立马吸引了在场不少人的注意。很快的，所有人的目光都移了过来，包括最前排的那些大人物也都一一将目光落在了陈峰等人身上。丹楼见到由田彪带队的一行人，众人纷纷露出诧异之色。温诗璇也将美眸望了过去，在见到孙胖子身边坐着的陈峰后，眼中立即露出一抹诧异之色。是他。在见到陈峰的刹那，温诗璇美眸之中闪烁着诧异之色。对于陈峰，他已经并不陌生了，在云船之上，他就见到过夏府的千金大小姐对陈峰跪下过。虽然他不知道以陈峰那宁海境的实力，何德何能能够让夏芷兰行此大礼，但自从那一次后，他就记住了陈峰这个人。他居然也来了。温诗璇唇角微微勾起一抹饶有兴趣的弧度，美眸微微眨动，望向全场，淡笑道：8万两，还有人要出价吗？拍卖场显得有几分寂静，相比于其他的拍品，这赤炼天石显然不受太大的欢迎，毕竟这玩意还是得看灵根的属性的。然而，就当全场所有人都觉得没人会跟那个胖子竞价时，一道略显沙哑的低沉声音却在这一刻忽然响起：10万。这一叫价声落下，全场所有人的目光尽数望向了最前排之处的魏忠而来，眼中尽数有着诧异之色。谁也没想到，从刚刚到现在一直保持沉默的丞相，居然也开始出手叫价了。这老家伙，前面那么多的好东西都不要，就偏偏要这块石头，这是要跟我对着干啊？孙胖子脸庞涨红起来。柳青心摇了摇头，开口道：很正常的是，魏忠不仅是宁国的丞相，同时他还是三皇子的老师，是著名的太子父。而三皇子的灵根又是太阳灵根，属于五行之中的纯净火属性灵根，正好符合这赤炼天石。我想，这魏忠应该是打算把这赤炼天石买下来送给三皇子的吧。场中众人在看见是魏忠叫价之后，心中也都明白，魏忠虽然是文臣不修武，但作为三皇子的老师，他对于三皇子还是很偏爱的。只是10万这个价格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够拿得出来的了，况且魏忠还是宁国的丞相，在宁国之内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别人只有去讨好他的份，哪敢随便跟他对着干啊。在魏忠叫价之后，那些一开始还对赤炼天石有所凯觑之人，也全都悻悻地收回了手，轻叹了口气，放弃了这一场竞价争夺。唯有孙胖子还有些不死心，他说过要把这赤炼天石给买下来送给陈峰，自然就不想要食言，便举起手来喊道：11万。场中寂静了数秒，魏忠继续面无表情地开口道：12万、13万。魏忠的手还未落下，身后的孙胖子就已经再度举起手来，大声喊道。拍卖场之中再度哗然，不少人都饶有兴致地望着这一幕。看这模样，这小胖子是打算跟魏忠干上了啊？这是找死吗？果不其然，站在魏忠身旁的2名中年护卫，锐利冰冷的眼神陡然转移而来，蕴含着几分警告之意地盯着孙胖子。然而以孙胖子那莽夫的性格，可丝毫不畏惧他们，眼神直接跟他们对视着，跟剑雨阁的剑道宗师他都敢刚上去，丞相又如何？反正他光棍一条，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还能被对方吃了不成？魏忠卿笑着摇了摇头，见识过多少风风雨雨的他，
心境早已不是其他人能比，自然没跟孙胖子这个小辈多计较，依旧举起手来喊道：“15万！”此话一出，全场刹那间变了脸色。这赤炼天石的价值就算再高，显然也达不到15万两这个高度了，这已经溢价出近乎30%的价格了。孙胖子脸色铁青无比，这个老头子看起来低调，但实际上也是个有钱的主。15万两这个价格，就算是他都很难一下子拿得出来了。峰哥，孙胖子脸上带着些许苦楚与无奈。没事，这赤炼天石就让给他吧。陈峰拍了拍孙胖子的肩膀，安慰道：“17万。”就在这时，一道轻灵之声陡然在陈峰的身边传了出去，全场所有人都微微一愣，就连魏忠都有些错愕。17万，这已经是一个高价了。有意思。魏忠笑了笑，举起来的手便终于放了下去，显然是放弃了这颗赤炼天石的争夺了。再提价上去，就反而有些不值了。况且这次他真正最想要的东西还在最后面。第3排之处，陈峰有些诧异地看向身边的那对双胞胎姐妹而来。刚刚叫价之人正是名为寒山的姐姐。这对双胞胎姐妹同样是单楼的，但两人的存在感太低了，以至于陈峰都快忘记这2个女生了。寒山冲着陈峰露出一抹微笑，轻声道：“峰哥，这赤炼天石我送你吧。”这么好？陈峰诧异。孙胖子之所以帮他竞拍，是因为他曾经给孙胖子改过单方，但这2姐妹他好像没怎么与她们有过渊源。柳青心解释了一句：“别误会，寒山与韩巧2姐妹心思是非常单纯与善良的，我们也没少接受过她们2姐妹的帮助。况且这2姐妹出身炼药世家，父辈与祖辈都是炼药师，所以她们2人是我们单楼最有钱的小富婆了。这10几万两银子对她们而言并没有什么压力。”原来是这样。陈峰点了点头，不过心中依旧还是怀有几分感激，抱拳道：“谢了。”嘻嘻。寒山与韩巧同时露齿一笑，那娇俏的脸蛋上有着2个小酒窝，甚是可爱。拍卖会还在继续着，不过在这赤炼天石之后，也没有再出现过什么令陈峰感兴趣的东西了。而且前方那些宁国的大人物竟然也都没有拍买任何的东西，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仿佛有着极强的目的性般，只为了某一种相同的东西而去的，这让的陈峰愈发感兴趣起来。这些人到底在等着什么东西出现？渐渐的，拍卖会持续到了尾声，而原本喧嚣的大会场也渐渐的变得沉寂下来。原本这里聚集着的上万人，居然没有一个离场，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了拍卖席上，似乎都在等着那最后一件压箱宝物的出现。在去年的拍卖会上，压箱宝物便是那颗7品丹药，也不知道今年还会不会再出现7品丹药。终于，当一件上等的绝佳宝器拍卖出去后，温诗璇美眸便环顾了一圈拍卖会场的人群，掌心微微摊开，只见的光芒闪烁，一个金色的锦盒便出现在了掌心之中。现在开始拍卖第16件宝贝。温诗璇淡笑着，玉指轻扣锦盒的开关，雕纹着某种高贵纹路的金色锦盒立马就被打开。锦盒打开的一瞬间，氤氲之气升腾，一股浓郁到极点的药香之气立即飘散了出来。所有人一闻到这股药香之气，都感觉精神大振，体内的灵力竟是不由自主地运转起来，浑身热血沸腾。锦盒之内放着的是一颗圆润的火红色灵丹，灵丹上有着各种复杂而晦涩的光纹，勾勒交织起来，就像是一头古老的狰狞蛟龙般，一种雄浑的丹龙之气从其中孕育而生。这是七品丹药。今年的拍卖会居然又出现一枚7品丹药了，全场哗然震动。能够拥有如此惊人的药香之气的，便是只有7品丹药了。去年的压箱宝物就是一颗7品丹药，当时已经轰动了整个宁国了。有人曾断定，那颗7品丹药恐怕会是100年来宁国唯一的一颗了。但是谁也没想到，今年居然再度出现了一颗7品丹药了。这是红金龙髓丹7品丹药。7品炼药师，别说是在整个宁国寻不到，就算是放眼整个南州地域，能够炼制这种丹药的，都绝对不会超过10指之数。所以，这颗丹药的价值昂贵程度，已经不用我多介绍了。这枚丹药起拍价为50万两。温诗璇淡笑道。全场之人的呼吸声都明显变得急促起来，眼中都冒着熊熊的炽热之色。宁国的炼药师并不少，从1品到6品都有。可是7品丹药，就是连丹王灵朝歌都炼制不出来，这已经是可遇不可求的绝世灵丹了。不过丹药虽好，但那价格却让不少人都瞠目结舌。仅仅只是一个起拍价就达到了50万两，这已经是一个超级天价了。哪怕是如今的富可敌国的圣龙商会，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拿出50万两银子来。会场之内陡然陷入了诡异的寂静之中，那些对红金龙髓丹有想法之人，在听到这个价格后，都只能摇摇头，无奈地收回了手。他们知道，这种级别的丹药已经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得到的了。55万两，60万两，65万两，一道道竞价之声此起彼伏地在会场之内响彻着。不过叫价之声
基本上也都是前排的那些大家族族长在叫价，至于其他人也都没有资格参与进这一场争夺。云副院长，去年的7品丹药就已经落至你们云海学院的手中了，怎么，今年的7品丹药你们还不肯放过吗？江家主说笑了，这7品丹药如此难能可见，谁又会舍得放过呢？在叫价与竞争之中，那些大人物也开始暗中较劲起来，谁也不让着谁。哼哼，今年这7品丹药是我们杨家的，谁也别想跟我们抢。一名中年男子冷哼出声，接着他便一伸手，阔绰的大吼道：“70万两！”杨家是做兵器发家的，整个宁国有近80%的兵器都是出自杨家之手，所以论起家族底蕴，他们也丝毫不比别人差。当然，在场的其他人又有哪一个是简单之辈呢？全都是拥有一番深厚底蕴的大势力了。75万两！云海学府的副院长低声道：“80万两！”杨家家族再度低吼出声。江洞庭与魏忠等人见到这一幕，也都是摇头一笑，没再抬手。80万两，这笔数目着实太大了。他们这些文臣与江臣，一年的俸禄也就那些，自然是比不过这些豪绅财主，所以也没就退出了这场竞价。在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之后，这枚7品丹药最终落入到了杨家的家主手中。厉害啊！孙胖子忍不住惊叹了一句：“80万两，这得让他炼制多少丹药才能换来啊？”陈峰面无表情，对于这枚7品丹药，他始终未曾有所动心，因为7品丹药他也能炼制，只不过需要的是时间，以他现在的实力还不够。怎么最后一件拍品卖完了，江洞庭他们还不离场？谭松忽然开口道。这时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按道理来讲，这7品丹药是最后一件拍品了，卖完了拍卖会应该就此结束了，但是现在完全不像是要结束的样子。陈峰眼神微凝，也同样看向了拍卖席上而来。只见得温诗璇依旧露出月牙般的笑容，掌心摊开，又是一个金色锦盒出现在了掌心之中。这一次温诗璇没再卖任何关子，直接打开了锦盒，只见得一尊约2寸大小的玉柱便出现在了锦盒之内，玉柱之上盘旋着一头模样奇特、狰狞凶厉的蛟龙图腾，隐隐约约间似乎还能够见到，在这盘龙玉柱的顶端竟是有着一道模糊的人影盘坐。果然，那些家伙等的应该是这个才对，这才是拍卖会真正的压箱之物。这尊盘龙玉柱出现的一瞬间，便是爆发出了一道刺眼的光芒，隐约间从这光芒之中还有着一道低沉的龙吟虎啸之声从中响彻而起，一种无法言语的强大威压犹如狂潮般在这拍卖场之内弥漫开来。凡是拍卖场内的所有人，无论是画像境、通天境，甚至是神藏境的强者，全都脸色涌上了一抹苍白，体内的灵力流通速度仿佛被压制住了一般，这种压迫让他们发自内心的感受到恐惧。这是什么东西？好恐怖的威压！全场发出各种惊呼哗然之声。这道盘龙玉柱比起刚刚的那枚7品丹药还要让人感到震撼，这才是本次拍卖会的压箱底宝物吗？这是什么东西？孙胖子的目光也是迅速凝聚在了拍卖席上，脸上有着浓浓的震撼之色。这种级别的威压已经不是神藏境所能拥有的了。柳青青美眸波光流转，望着这一道盘龙玉柱，她脸颊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陈峰眼神也凝聚在了这道盘龙玉柱上，轻声道：“我想这至少是一个万法境的强者才能拥有的了。”万法境。听得此话，木深与谭松脸色同时一变。万法境所留下之物，这宁国怎么会有如此贵重的东西？万法境放眼整个南州已经是超级强者了，抬手可灭任何神藏境，这种级别的强者所遗留之物怎么会出现在宁国？终于出现了啊！江洞庭见到这尊盘龙玉柱，脸庞露出一抹嗜血的笑容。梅长林挑了挑眉，眼中难得的出现一抹炽热之色，显然是对这尊盘龙玉柱存着必得之心了。无论是之前的各种珍稀宝器，又或是那7品丹药，都只不过是一个铺垫而已。这尊盘龙玉柱才是本次拍卖会最大的核心。诸位，我想大家都在好奇，为什么这2年频繁出现了7品丹药？实际上，这2颗7品丹药并非是我们宁国的炼药师炼制的，而是我们捡来的。温诗璇眼眸微垂，轻笑道。全场立即引发一场骚动。捡来的？这是什么意思？拍卖场内所有人都露出疑惑之色，眼神同时凝聚向了温诗璇。而温诗璇则是不急不缓地将这盘龙玉柱从锦盒内拿了出来，摆放在了拍卖席上。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一件事，在10年前，南州七玄宗的大长老无缘无故失踪，人间蒸发，七玄宗派出了多少弟子前去寻找，都没有了他的踪迹。有人传闻他是被某些仇家追杀，从而身死道陨。而实际上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无人能够得知。但是这尊盘龙玉柱以及这2颗7品灵丹，全部都是在圣灵山深处所发掘到的。经过我们的鉴定，这盘龙玉柱很有可能便是当年七玄宗大长老所携带之物。因此我说一件不太确定的事，那位七玄宗的大长老可能就陨落在了这圣灵山内，
至于这陨落的地点以及信息，基本都藏在了这盘龙玉柱之内了。温师玄笑道：“哗！”全场轰动，爆发了哗然沸腾之声，所有人的呼吸全部变得粗重无比，眼神之中流露着浓浓的难以置信之色。这2颗7品丹药居然就是从圣灵山脉之中捡到的，这简直就像是一颗重磅炸弹。更加让所有人不敢相信的是，这圣灵山脉之内很有可能就是七玄宗大长老陨落之地啊！若是要问南州之内还有谁能够炼制出7品丹药，恐怕便是只有七玄宗了吧。而七玄宗的大长老能拥有7品灵丹，完全是在情理之中了。所有的线索与信息全都连在一起了，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了。恐怕这2颗7品灵丹就是七玄宗大长老遗落出来的。看来这次宁国要发生大地震了，而我们那玲珑玄黄池争夺战也要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了。柳青心在听到这些信息后，没有任何的兴奋的情绪，反而是一脸的沉重。怎么说？陈峰好奇地问道。孙胖子插话道：“峰哥，你还不知道吧？这玲珑大会的比试地点就是在圣灵山脉内啊。”柳青心叹了口气道：“原本玲珑玄黄池的争夺战就已经是一场逐鹿争雄的天才厮杀了，若是再加上这七玄宗大长老的遗藏的出世，恐怕到时候会有很多本就超过限定年龄的强者不惜代价伪装，也要进入这圣灵山脉内了。”陈峰凝神望向了拍卖席上的盘龙玉柱，又转眼看向那诸多大势力紧张的脸庞。他知道，似乎这场玲珑玄黄池争夺战会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各位，一位至少万法境的强者，又是七玄宗的大长老，他所留下来的宝藏有多么重要，已经不用我多说了吧？有可能这圣灵山内藏着不止2颗7品灵丹，可能是3颗、4颗、5颗，一切都是未知的，甚至是有更多更加珍惜无比的好东西呢。毕竟一个七玄宗能有多少底蕴，我想大家都是有些了解的。接下来该怎么去争夺这一个大宝藏，就靠各位的机缘与实力了。温诗璇脸颊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但说出来的话却像是某种魔鬼在肆意挑逗般，不断刺激着所有人内心贪婪的欲望。这个小妮子真是巴不得把事越闹越大啊！瞧得温诗璇那恶魔般的言语刺激，魏忠挑了挑眉，有些无奈的出声。现在这尊盘龙玉柱拍卖正式开始，盘龙玉柱不以银子换取，而是要以物换物。温诗璇道：“涉及到这种强者前辈大宝藏的，已经不能用银子来计量了，而是得拿出同等价值的宝贝才能换取。我杨家出10件玄阶高品宝器。”杨家家主率先低吼出声，那赤红的眼眶似乎是预示着他对于这宝器势在必得了。不过他刚一出声，立即就有人冷笑嘲讽：“你杨家的那些破铜烂铁也好意思拿出来显摆，真是可笑。我宋家出2座金矿。”金矿？这宋家真是要疯了。一听到这，不少人都有些瞠目结舌，这真是豪横啊！金矿不同于金矿与银矿，这种金矿是能够挖掘出灵力晶石的，灵力晶石能够快速补充武者体内消耗的灵力，若是有源源不断的灵力晶石辅助，武者甚至在气血不亏的情况下，能够久战不倒，一人独挡千军万马。1颗上等的灵力晶石就抵得上1枚3品灵丹了，而现在2座金矿至少能够挖掘出8000颗上等的灵力晶石了。拍卖场内被这宋家的一句2座金矿给镇住了，短暂的陷入了一番寂静之中。杨家家主攥紧了拳头，恨恨地咬着牙。不过宋家的这2座金矿与他一对比，确实差距一下就出来了。我剑宇阁出一本腾蛇剑典，外加剑皇大人的剑法新册。梅长林慢悠悠地说道。腾蛇剑典是剑宇阁之内最顶尖的剑法了，而剑皇大人的剑法新册则是剑皇大人对剑的所有领悟总成，这2者相辅之下，价值连城。用再高的银子恐怕都买不到，就连当初皇室亲自向剑宇阁借阅，都被拒绝了我单楼出10枚6品丹药。田彪这时候也开口道，这次他也是为了这尊盘龙玉柱而来的，在来之前他已经得到了林朝歌的授意，而这10枚6品丹药将会全部由林朝歌炼制。丹王的名号不是白叫的，这一喊价，连温世璇都有些动心了，毕竟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的让林朝歌炼丹的。我丞相府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不过圣上曾经给老夫一瓶神魂液，老夫倒是可以把它拿出来交换。魏忠开口道，神魂液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神药，可以提升人的灵魂。要知道，灵魂之力本就是天生注定的，是无法通过后天来修炼的，而吞服这种神魂液则是可以间接性的提高自己的灵魂之力。灵魂力一旦增强，脑子就会变得特别灵活聪慧，无论是天赋还是悟性都将有着质的飞跃。可以说这是一种价值无法估量的绝世奇药了。我江府也没什么贵重东西，但也有一件至宝之物，是我当年在战场上与唐国敌军厮杀时缴获而来的一对深海龙精牙。龙精这是生存在深海之中的一种猛兽，不仅达到神藏境，而且数量还极其稀少，放眼整个深海领域估计不超过10头，极其难以捕捉。这种龙精的牙齿极其锋利，
还带有致命的毒性，哪怕是宁国最强的名剑都无法与其媲美，是一种见血封喉的杀人利器。全场肃穆，所有真正有实力、有底蕴的大人物纷纷拿出了最贵重的东西，想要来换取这一尊盘龙玉柱。这等叫价，看得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因为他们所拿出来的任何一件都足以轰动整个宁国的宝物。这一刻，就连温诗璇都有些为难，不知该如何取舍了。在沉吟了片刻时间后，温诗璇便淡淡一笑，美眸望向了魏忠的方向而来，笑道：“我圣龙商会愿意与魏大人交换这神魂液。相比于其他宝物，这神魂液显然更合圣龙商会的心意。有了它，圣龙商会不知能够造就出多少位悟性极高的天才。”魏忠微微一笑，对方有这等决断，也在他的预料之中了。毕竟没有谁能够抵挡得住从庸才晋升为天才的诱惑。然而，就当全场所有人以为这场拍卖会尘埃落定时，梅长林却猛地站了起来。先等下！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看向了梅长林而来。只见的梅长林脸色凝重，低声道：“温小姐，我见雨阁可以再出一件东西来换取盘龙玉柱。”说完，梅长林玉手摊开，一个古老的胡子便出现在了掌心之中。这个胡子表面雕纹着各种玄奇的纹路，看起来已经有了一段很历史悠久的岁月了。这是从北疆巫族那里得到的一壶可活死人之白骨的巫神生命泉。巫神生命泉，这件玉阁怎么会连这种东西都有？这一刻，不仅仅只是温诗璇被震惊到了，就连田彪、江洞庭，甚至是魏忠都被震惊到了。谁也没想到，这件玉阁居然还藏着这种绝世宝物。巫神生命泉是什么东西？孙胖子一脸的茫然，柳青星与木申他们也都同样满脸的疑惑，不明白这巫神生命泉是何物。陈峰脸色凝重，解释道：“在天武大陆极北之地，有着一个神秘的种族，名为巫族。而这所谓的巫神生命泉，正是他们巫族的圣物。传言，无论受了多么严重的伤势，哪怕是断臂残腿，都能够治愈回来，并且在寿命将近时，这巫神生命泉还能延长10年的寿命，价值贵重。没想到这件羽阁居然还能获得这种圣物，还真是让我有些意外啊。”陈峰感叹了一句，说实话，他发现他对于剑羽阁还是小瞧了。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宁国居然还能够获得巫族的圣物？如此看来，那个剑皇萧时雨真没有他想象之中的那么简单啊。巫神生命泉被巫族奉为圣泉，哪怕是付出一国之财力都无法换取到一壶，但这剑羽阁却做到了。没想到你们剑羽阁居然还能藏着这种好东西啊。魏忠也诧异地看向了梅长林而来。当年宁国的皇室给巫族送去了不知多少奇珍异宝，都没有让巫族人多看一眼，全给退了回来，可以见得巫族是一个多么高傲的种族了。但剑羽阁却能够得到他们一壶巫神生命泉，这着实让他始料未及。而更加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剑羽阁居然还舍得把这巫神生命泉拿出来交换了。值吗？不知道，至少如果是魏忠来，他是绝对不会拿出来交换的。温诗璇盯着梅长林手中的巫神生命泉，同样眼底露出难以言语的炽热之色。那神魂液虽好，但与这巫神生命泉相比起来，还是差上太多了。好的，我圣龙商会愿意与你们剑羽阁交换。温诗璇重重的点了点头，眼中满是一种诧异。他怎么也没想到，他居然还能在这场拍卖会上交换到这巫神生命泉，这尊盘龙玉柱真是换得值了。梅长林则是脸色有些沉重，用这巫神生命泉来交换，他也同样心头在滴血。不过一想到剑皇萧时雨给他下达的死命令之后，他就只能不惜一切代价了。他也不知道萧时雨为何一定要得到这盘龙玉柱。呵，恭喜梅宗师取得最后的赢家，希望你们剑羽阁真的能够从这圣灵山内得到气玄宗大长老死后遗留的宝藏吧。田彪站起身子，朝着梅长林笑呵呵地抱了抱拳。显然在田彪的心中，这盘龙玉柱再怎么珍贵，也比不上一壶巫神生命泉的。梅长林脸色铁青，恶狠狠地瞪了一眼田彪，咬牙切齿的道：“你们就嘚瑟吧，总有让你们哭的时候。”拍卖会落幕，拍卖场内的行人逐一的朝着场外退去。不过所有人都能够预料到，恐怕今日之后，整个宁国都得陷入一番轰动了。毕竟一个宝藏的出世，将会让所有人都开始惦记，哪怕是皇室也不例外。那些拍买下宝物的都一一开始去后台付账，而陈峰也是其中一人。他与柳青星等人一同来到了后台之处，却见到了温诗璇出来迎接。陈公子，这是您要的赤炼天石。温诗璇将一颗通体火红的奇石递了过去，而寒山则是拿出了17万两的银票递给了温诗璇。两人交换完了之后，陈峰就打算就此离开。不过这时候的温诗璇却叫住了他：“先等下，温小姐还有事吗？”陈峰诧异地转过头问道：“我父亲想见你，不知你有没有时间？”温诗璇脸颊露出温婉的笑容，问道：“圣龙商会的会长田彪等人都是一怔，
这圣龙商会平日里与夏府相同，一直都是处于中立地位的，从不与人攀太多的交情，也不远离世故。他们与丹楼之间一直都处于不咸不淡的交情之中，这次怎么会点名道姓的要见陈峰呢？就连陈峰也有些疑惑，他压根就不认识这什么圣龙商会的会长。我父亲没有恶意，只是想与您见一面，可以吗？温诗璇再度问道，态度非常诚恳。陈峰沉吟了一下，便点了点头。好吧。他虽然不知道圣龙商会找自己是要做什么，但是他与圣龙商会无冤无仇，温诗璇也没有表示出任何的敌意，他并不需要太担心些什么。况且有田彪这个神藏境的强者坐镇，即便是有敌意，陈峰要想走，圣龙商会还留不住他。很快的，在温诗璇的带领之下，几人来到了圣龙商会的议事堂。在议事堂内，陈峰见到了一名中年男子，与他印象之中那些体型肥胖的富裕商人有些不同。这名圣龙商会的会长身材高大威壮，五官粗犷强悍，额上刻着皱纹，两鬓夹杂着银丝，身穿一件一尘不染的白袍，虽有意收敛，但在无形之中依旧给人一种上位者的震慑感。在见到陈峰一行人过来后，这中年男子就主动起身相迎，笑道：诸位打扰了。哟，没想到田彪老将军也来了。贵客啊。田彪与这位圣龙商会的会长似乎也是就相识，便笑道：温会长，好久不见啊，看你这红光满脸的，看来这几年过得挺滋润的啊。哈哈，哪里话，这都是托了你们这些老朋友的福而已，快请坐。温正华主动相迎，并让一些小侍女送上一些茶水与糕点进来，礼仪周到。温正华的目光在柳青星几人身上打量了一下，在见到谭松时，目光之中闪烁过几分诧异之色，显然是察觉到了对方那半妖的血统，毕竟半妖血统并不多见。接着他又将目光移到了陈峰身上来，察觉到后者那不过宁海境6重天的境界时，眼中也没有任何的歧视，淡淡一笑道：想必这位就是陈先生了吧。柳青星等人皆是微微一愣，显然都是没有料到这名温会长会说出先生二字的如此敬语。温会长，先生不敢当，叫我陈峰就好。陈峰抱了抱拳，轻声道：哈哈，陈先生的许多事迹我都听说过，能够在宁海境这个层次直跨8重天甚至是9重天杀敌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如此天纵奇才，称呼为先生也不为过。温正华笑道：别，你还是叫我陈峰吧。陈峰苦笑道：对方这般话虽然是在夸人，可是对方那种带有些许侵略性的眼神，为什么看得他感觉心底有些毛骨悚然？如果他是个女的倒还是可以理解，但他是男的，对方那种侵略性的眼神就让人很不舒服了。这货应该是个正常人吧？你这头老狐狸，直接说吧，你心底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啊？田彪见到温正华这副模样，立即有些不乐意了。他与温正华算是就相识了，在年轻的时候，温正华脑子就很灵活，也很聪明，一肚子的鬼点子，不然的话也不会建立起这么庞大的商会。而温正华除了商会的生意之外，也很少对年轻人有过多关注的，能入他眼的并不多，放眼整个宁国，估计也就只有三皇子一人了，甚至是连秦如月这等天才都不能让温正华这个自恃骄傲之人多看几眼。而现在他居然会对一个宁海境的小鬼反复推崇，这让他有些怀疑温正华是何居心了。你这老东西，我就不能叫你们过来坐坐吗？温正华涨红了脸，接着他也没打算再弯弯绕绕了，直接开门见山的道：陈峰，你愿不愿意来我圣龙商会？你放心，我肯定不像林老头那样搞个毫无价值的副楼主，你来我圣龙商会，副会长的位置给你当，你要什么修炼资源，我这里都有。果然，陈峰一听到这，立马就明白了温正华的意图了，这是想要拉拢他加入圣龙商会啊。很可惜，他一点兴趣都没有。陈峰摇了摇头道：温会长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对生意什么的没有任何兴趣。他志在武道，追求武道的极致，所谓的荣华富贵在他眼中并没有任何吸引力。你先别急着拒绝，陈兄弟，你应该还没娶妻吧？温正华忽然问道。陈峰皱了皱眉，心底莫名的有着不太好的预感，道：还没。陈峰，你觉得我女儿温诗璇漂亮吗？温正华忽然问道。陈峰转头看向了温诗璇，那一袭红裙的衬托下，肤白貌美，又是17岁的芳华之龄，脸颊白皙净透，不沾任何尘埃，声音温婉如玉，犹如绿荫。无论是那高贵优雅的气质，或是那绝色容颜，温诗璇只在秦如月之上，而不会低。漂亮。陈峰认真的道：那好，你入赘我们圣龙商会吧，我把女儿嫁给你，你做我的接班人，如何？我这圣龙商会这么大的财富，又能娶我女儿，你总不会再拒绝了吧？温正华道。什么？孙胖子刚喝了一口茶水，当场就喷了出来。陈峰也被惊到了。尼玛，你认真的？温诗璇作为圣龙商会的大小姐，不仅容貌绝色，
而且武道天赋也极高，是属于宁国少有的天之娇女。追求她的人数不胜数，无论是那贵族公子，又或是年轻一辈的顶尖天才，都对她爱慕不已。这种少女注定是只能让人仰望的对象。可是现在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温正华居然打算将她许配给陈峰。这话一出，完全是陈峰所没能预料到的。他知道自己是潜力股，可直跨8重天，甚至是9重天杀同辈之人，放眼整个宁国，恐怕都找不出第2位像他这么妖孽之人。可是也不应该让温正华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招揽自己做女婿吧。若是温诗璇是个200多斤的胖妞，温正华会担心自己的女儿嫁不出去，也是在情理之中。可是温诗璇是个极其漂亮的妹子啊，要颜有颜，要钱有钱，要潜力有潜力，这种绝代娇女，温正华居然会迫不及待的想要把她嫁出去。就连柳青星等人，甚至是温诗璇他自己都没有料到，当场惊得站起来。爹，你乱说什么呢？温诗璇脸颊变成青白，又渐渐转作白红，羞涩又恼怒。平日里他父亲是一个成熟稳重之人，怎么今日会做出这种鲁莽之事？这件事交给爹做主就行，爹是不会害你的。温正华郑重的道。接着他又看向了陈峰来，问道：小兄弟，你觉得怎么样？你当真没有开玩笑？陈峰瞪大了双眼，我没有开玩笑，只要陈小兄弟点头，3个月内定当完婚。温正华郑重的道。作为圣龙商会的会长，他说话的话就一定会实现，只要陈峰想娶，他就一定会想办法让温诗璇嫁。爹，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要嫁你自己去嫁，反正我是绝对不嫁，真是气死我了，我走了。温诗璇气的脸颊涨红无比，一甩手就直接冲出了大堂，没有丝毫打算多与自己的父亲再谈下去。他怕自己再在这里待下去，真的得被自己的老爹气死。他承认陈峰确实是很优秀，但还远远达不到温诗璇想要的要求。见到这一幕，陈峰苦笑了一下，他也看得出来，这件事完全是温正华一个人在一厢情愿罢了。说实话，在这种事情上，他也不喜欢去强迫别人，便摇了摇头，道：我可能要辜负温前辈的好意了，我拒绝。我觉得你没有理由要拒绝，我只有诗璇这个女儿，你如果娶了我女儿，将来圣龙商会整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都将会是你的。如果你对圣龙商会内的生意不感兴趣，你完全可以将它交给手下人去打理，况且有我圣龙商会有数不清的财富，完全可以成为你的助理。温正华道。不好意思，我还是拒绝。陈峰依旧斩钉截铁的道。你不喜欢我女儿？温正华皱了皱眉问道。不，你女儿很漂亮，是个男人都会喜欢，我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我还是拒绝，强扭的瓜不甜。陈峰道。那好吧。温正华叹了口气，也只能无奈的作罢。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们还是先走了吧，温会长，我们改日再聚。陈峰起身抱了抱拳，他怕再逗留下去，温正华会不会做出什么强行绑人上轿的事情来。先等下，贸然叫你过来，作为前辈，我也不好意思就这么让你空手回去，就送你一样东西吧，放心，这东西绝对能够帮得到你。温正华从袖子中拿出一道黑色的羊皮卷轴，递给了陈峰。这是？陈峰挑了挑眉，疑惑地问道。这是盘龙玉柱上铭刻的地图，那尊盘龙玉柱我已经事先看过了，这地图是我抄下来的。温正华道。刹那间，田彪与柳青星等人全都脸色大惊，接着眼底就不由自主地散发出了难以言语的炽热。之前拍卖会上所有人激烈争夺，不就是为了那盘龙玉柱上铭刻的信息吗？而现在这份地图居然就是盘龙玉柱上铭刻的信息，这简直不亚于亲手得到了盘龙玉柱啊！最为关键的是，温正华居然会把这等好礼送给陈峰，无功不受禄。陈峰摇了摇头，并没有结果。温正华不蠢，陈峰也不蠢。温正华之前所做的事，包括现在送出这份地图，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指向了一个线索。温正华迫不及待地想要将陈峰与圣龙商会绑在一起了。我们都是聪明人，我想陈兄弟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这是一个交换，不是恩情。只要你羽翼丰满之日，护我圣龙商会无恙，其他的我不强求。温正华道。陈峰沉吟了片刻时间，便伸手接过，立下承诺，道：好，一言为定。转身之间，陈峰等人这才离开了圣龙商会。陈峰一行人走出了圣龙商会，一路上所有人似乎都各怀心事，尽数沉默不言，唯有孙胖子还是一脸迷惑，问陈峰道：峰哥，你说圣龙商会为啥要对你那么好啊？田彪也看向了陈峰而来，就连他这个粗人也有些搞不懂温正华的用意了。这些老家伙城府一个比一个深，走一步算三步，一步三算，所以有时候他也看不懂对方的意图。陈峰犹豫了一下，但想到这件事也关乎着柳青星、孙胖子这些人接下来的命运，便还是解释了起来。
其实也不难理解，如今宁国表面虽然看似平静，但实则风雨暗藏，剑雨阁与丹楼两两相斗，许多势力趁着皇室目光只盯在剑雨阁与丹楼身上，趁势崛起。而圣龙商会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大势力，其地位与财富已经威胁到如今的皇室了。这样的庞然大物，皇室又怎么可能会放弃继续成长，必将连根带血的拔除。而朝廷内部腐蚀程度又极其严重，户部尚书、礼部尚书这些人疯狂敛财，皇室早已举起大刀，准备来一次大血洗了。这是为了下一任皇帝继位所做的提前准备，也是为了稳固皇权。这把刀迟早会落下来的。我想，不仅仅只是圣龙商会，这次会有很多势力都一起受到牵连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以温振华的脑子，不可能看不到这些暗潮汹涌的杀机。田彪与孙胖子脸上露出震惊之色。可是峰哥，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孙胖子急声问道。陈峰苦笑了一下，握了握手中的羊皮卷轴，笑道：他把挽救圣龙商会的希望放在我身上了。温振华他疯了吧？听到这，田彪当场被惊到了。把希望放在一个17岁的少年身上，而且还是一个宁海境6重天的武者，尽管他有着直跨8重天甚至是9重天的潜力，但依旧不值得让人下这么大的赌注啊。接下来你要小心了，你已经陷入到皇城最中心的风暴之中了。柳青心忽然开口道。从我进入皇城的那一刻，我就已经预料到今日这个局面了，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而已。陈峰摇了摇头，笑道。在陈峰走后，温振华方才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身后黑暗的角落里，一道苍老的身影走了出来，脸色凝重的道：老爷，你确定要把圣龙商会的生死存亡赌在他身上吗？他值得。温振华坚定的道。为什么？老者问道。他不明白。据我所打探到的消息，这个名叫陈峰的小子2个月前还只是蛮山镇一个傻子而已，可是现在他仿佛就像是经历了一场蜕变般，已经成长到了如今可杀化象尽的层次了。你觉得这不是有些匪夷所思了吗？直跨8重天杀敌，这等难度就等同于万军之中直取上将首级。你如果要说他没有一点奇遇的话，我打死都不会相信。温振华道。就算如此，他也不值得的。老者道。温振华继续解释道。前阵子见到茶会上三皇子要杀陈峰，而夏问天却不惜把夏妃娘娘这张底牌搬出来，也要保他。现在可不是我们圣龙商会在赌他，就连夏府也同样在赌。你觉得以夏问天那只老狐狸会做没有把握的事？可是老爷，他才17岁。老者惊骇的道。一个17岁的少年何德何能，居然能够受到这么多关注？年轻不等于无能，17岁又怎样？温振华冷哼道。皇城的血洗要来，圣上的那把屠刀就算要落下来，第一刀也会先落在夏府身上。功高震主，夏府的危机比我们圣龙商会要大得多了。既然夏问天敢赌，我温振华又何尝不敢？温振华道。他眼神之中迸射出几道冷冽的寒芒。闻言，老者沉默了下来，不再多说些什么。他总觉得温振华做事太疯狂了。他一开始还以为温振华把这份盘龙玉柱铭刻的地图抄下来，是准备送给皇室讨好用的，没想到转头就送给陈峰了。以皇帝那多疑的性子，我圣龙商会就算是自斩一刀也难有成效。现在就赌陈峰能够活到什么时候？只要他能够活下来，以他现在的潜力与成长速度来看，不出2年，他定能无视皇权的。到时候我圣龙商会兴许不会走下衰落，反而会更加强盛，也不一定。温振华凝重的道。在皇室的100万铁骑面前，他们圣龙商会就算财富再多又能如何？依旧只是死路一条。除非有那么一位强者，强大到一人可独挡100万铁骑军的那种程度。而在陈峰身上，温振华仿佛看见了那位碾压同辈之人无敌于世的北玄剑帝的影子，所以他把赌压在陈峰身上了。会长，三皇子来了。忽然门外一个下人跑了进来，恭敬的道。老爷。老者眼神凝重的看向了温振华，他知道三皇子是因为盘龙玉柱准备过来兴师问罪了。见吧，没事。温振华道。你们先回去吧，我去一趟夏府，等会再回丹楼。在出了圣龙商会之后，陈峰就对田彪等人道。如今过了这么久，夏问天体内还有淤毒没有清理干净，他还得去夏府一趟才行。田彪皱了皱眉，行，那你自己小心。接着田彪就带着柳青心等人先回丹楼去了，而陈峰则是独自一人走向了夏府的方向。夏府在皇城之内，乃是君神之府，并不难找，随便一打听就能够找到了。然而还没等他来到夏府时，作为执法队的龙霄却忽然带人来到了他的身前。陈峰，跟我们走一趟吧。龙霄坐在铁骑上，俯视着陈峰，命令道。陈峰皱了皱眉，去了。
跟我们走你就知道了。龙霄道：如果我说不去呢？大家都是聪明人，如果不去，那我们只能给你按一些子虚莫有的罪名了。陈峰眼神冰冷地盯着他，龙霄则是一脸的戏谑笑容。他不怕陈峰反抗，甚至他巴不得陈峰反抗，这样的话他才能更好地执行上面传达下来的命令了。气氛沉默了一会，忽然陈峰无奈地摊了摊手：行吧，那我就跟你们走一趟，算你识相。龙霄冷笑，接着他便眼神示意了一下，其中一名铁骑军立即懂他的意思，便从马上跳了下来，拿着一对铁锁走向陈峰而去。大家互相配合一点，就不必忍受太多痛苦了。一名铁骑军玩味地笑道，而陈峰也老老实实地抬起双手。见此，铁骑军脸上的笑意更浓了。只是就当那名铁骑军即将把铁锁缠在陈峰双手上时，一道寒芒陡然从他的喉咙之间抹了过去，人头落地，鲜血喷洒而出。抱歉，我从来不喜欢配合别人。陈峰冷笑道。说着他也没有一丝废话，灵力缠绕在双足之间，立马如雷霆般逃走了。追！龙霄脸色铁青，杀机迸射，还没有哪个年轻一辈敢在他面前这么猖狂的。陈峰穿入了拥挤的人潮之中，龙霄踏着铁骑迅速追来，但是下一刻陈峰就像是失踪了一样，连身上的那股气息也完全不见，他的气息被隐藏了。一旁的铁骑军脸色难看的道。龙霄也同样一脸阴沉，他还是小看了这个家伙了。也幸亏是最近由于圣龙拍卖会的影响，皇城内的人近乎暴涨了1倍有余。陈峰兜兜转转，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才终于远离了执法队的视线。看来上面有人不希望我治好夏问天啊。陈峰思索着，不过要玩这种小伎俩，怕是整个宁国没人能够玩得过他。没过多久，陈峰仿佛换了一个人般来到了夏府之内。陈先生亲临夏府，真是夏府的荣幸啊。一入夏府，夏问天立马就出来迎接。时隔半个多月不见，现在的夏问天已经不需要夏芷兰随时在身边搀扶着了，眉心之间的紫黑之气也已经尽数消散，那骨瘦如柴的身子明显有着强横的生命力了。之前说好10天之后就来帮夏前辈处理体内的淤毒，却没想到一拖就是半个月，我也挺不好意思的。陈峰笑道，哈哈，再过1个多月就是玲珑玄黄池争夺战了，陈先生修炼繁忙，可以理解。夏问天淡淡一笑，并不生气。随后两人也不再多言其他，陈峰给夏问天把了把脉后，查探了一下身体的情况之后，就开始用针灸给他调理体内的经脉。只要以毒攻毒，将北疆尸毒给逼出来后，剩余的毒就只是小问题而已了。陈峰以灵力运针给他行遍身体小周天后，夏问天忽然脸色涌上一抹潮红，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血液呈乌黑之色，仿佛还带有一种难以言语的恶臭与腐蚀性。好了，陈峰收起银针道，你体内的毒已经逼出来了，不过身体还很虚，你夏府应该会有2品丹药的回气丹吧，没事多吃几颗，身体能好得快一些。多谢陈先生。夏问天赶忙再度感谢起来。夏芷兰也向陈峰投来感激的目光，这半年来他们找遍了宁国的所有名医都毫无效果，没想到无心之下在云船之上结识了陈峰，反而救了夏问天一命。虽然我夏府无心拖累陈先生，但还是把陈先生卷入这场无辜的风暴之中了啊。夏问天看了一眼陈峰身上的打扮后，也知道后者应该是遇上了一些麻烦什么的了，便皱了皱眉，无奈的道，预料到了。陈峰淡漠的道，以夏府的影响力，皇室怎么会安心让夏问天就这么起死回生？唉。夏问天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想我夏家世代为将，多少儿郎未满16岁就会上战场，庇护了宁国近100年。我还记得我大哥15岁入军，19岁战死沙场，连尸体都被敌军劈成好几块，落得个尸身分离的下场。我二哥16岁入军，18岁就被敌军砍下了头颅，挂在了城墙上示威。我三哥也是16岁入军，他天生神力，独占唐国3000铁骑军不败。那一年石皇子入军历练，不听我三哥之劝，陷入唐国的围困之中。我三哥不顾危机，只身闯入敌营，救下宁国的石皇子，自己却死在了突围战之中。这些人没有一个超过20岁的，试问宁国的哪个将门能够做到我夏府这般尽忠？我夏府无悔，哪怕是背负着血海之冤，我夏府郎依旧会是宁国的第一道防线。可是现在仅仅只是因为功劳过大，宁国皇室就打算灭我夏府，这是何等的可笑。说着说着，夏问天苍老的脸庞上不禁老泪纵横。活到他这个岁数，他本就应该看清所有东西了，可是他不甘，他不甘心他们夏府肝脑涂地的为宁国赴死，宁国皇帝却这般对他。爷爷，您别这样。守候在他身边的夏芷兰也不禁红了眼眶。唉。陈峰叹了口气，皇帝猜忌，疑心重，再加上功高震主，
已经不会再给夏府太多时间了。人心这东西是最为复杂的，他前世为了持瑶仙子牺牲了多少东西，可是到头来还不是遭到了他的背叛。夏老前辈，你愿意听我一句吗？陈峰忽然开口道。先生请说。夏问天赶忙抬起头来，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般，手握兵权摧河山，马踏黄都定生死。陈峰道。狂风怒吼，在那一瞬间，一股汹涌的杀机从陈峰身上凛冽地席卷而出。夏问天脸色顿时大变，急忙开口：先生莫要乱讲。就连夏芷兰都忍不住心头砰砰直跳。陈峰这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这是要让宁国换主人啊！我夏府世代为将，对宁国忠心耿耿，我夏问天怎么能对宁国做出这种不仁不忠的事情来？夏问天激动的道。陈峰凝视着夏问天，片刻后便摇了摇头。别人都准备要杀上门了，但夏问天却依旧宁死不返。在陈峰看来，这是愚忠。罢了，你们夏府自己决定吧。陈峰淡漠的道。被夏府拉下水，他也有些无奈，导致他现在仇家似乎变得更多了。不过他在宁国不会停留太长时间的，只要实力足够，他就会迅速离开的。世俗之间的皇权争斗，在陈峰看来真的只是过家家，唯有武道的极致才是他追求的目标。那些屹立在虚神界顶端的真正强者，弹指之间别说是一个宁国了，便是整个天武大陆都得被灭去。那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才是陈峰所追求的。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陈峰抱了抱拳，就打算离去。先生等下。夏问天叫住了陈峰，接着他就从袖中掏出几枚传音符递给了陈峰，道：我知道先生对夏府是真心实意的，所以我夏府也不会亏待了先生。这是传音符，当你捏爆它的时候，就能迅速与夏芷兰取得联系。这次玲珑玄黄池大会，我会让夏芷兰也参加，她会是你强大的帮手，你可以吩咐她做事。不用吧？陈峰皱了皱眉。不用担心，我孙女夏芷兰还是很优秀的，只会帮到你，不会成为你的累赘的。夏问天笑道。夏芷兰连步踏出，灵力瞬间爆发而起，接着只见得她掌心微微收拢，那铺天盖地的灵力便是犹如滚滚潮水般朝着她的掌心聚拢而去。那种感觉就像是拥有着掌控天地般的能力。通天境。看到这一幕，陈峰脸上露出一抹诧异之色，这般实力远在秦如月之上了。先生，我将会成为您身边最锋利的刀。夏芷兰单膝跪了下来，恭敬的道。陈峰眼神凝重的看着夏芷兰，在见到后者那认真的脸颊后，终于是点了点头。好吧。陈峰不再拒绝，一个通天境的天才武者对他的助力还是很大的，至少能够拦下不少麻烦了。随后陈峰也没再在夏府之内逗留，在夏芷兰的护送之下，陈峰乔装打扮一番，顺利的避开了龙霄等人，出了皇城，重新回到了丹楼之内。如今距离玲珑玄黄池的争夺战仅仅只剩下1个多月，秦如月、霍玄宇这些人全都在闭关的状态之中，争取在剩余的短暂时间内再度提升自己的实力。作为天才，他们更懂得持之以恒的努力，若是没有持之以恒，日复一日的修行，武道天赋再好也终究难成气候。尽管陈峰多活了一世，在武道的修炼有着比他们更深厚的经验，但他还没自大到能够无视所有天才。所以为了迎接接下来的一场大战，陈峰没有贪图享逸，而是同样日复一日的开始自己的苦修。而他苦修的办法也很简单，没有使用丹药快速提升境界，而是打算在那寒潭瀑布之下，每天承受着300尺落下的水泉冲击，锤炼肉身，锻炼筋骨，打好武道基础。寒潭瀑布是目前丹楼之内最适合陈峰苦修的修行地点。这一日，陈峰带着4块沉甸甸的铁石来到了寒潭瀑布之前，他在双腿与双臂之间各自绑着一块重达50公斤的铁石，这才缓缓地将身躯没入水中。一共有4块铁石，1块50公斤，加起来就有200公斤之重了。你小子疯了不成？本来还很高兴陈峰能够坚持不懈地打算继续在这寒潭瀑布内修行，可是在见到陈峰的举动后，林朝歌吓得脸色都青了。本来寒潭瀑布就已经是一处极其危险的苦修之地了，其中所蕴含的冰寒之气以及300尺之高落下的水泉冲击，随随便便就有可能把武者给弄死在寒潭之内。而现在陈峰居然还给自己多增加了一些难度，这若是一旦脱力了，被这200公斤重的铁石给拉入寒潭之底，恐怕得把他给淹死了。陈峰这是要逼自己逼向生死极限啊！陈峰没有理会身后林朝歌的大骂，而是眼神充满坚定的信念，盯着这寒潭瀑布逐步走了下去。刺骨湿寒，全身沉浸在寒潭之中，从周身席卷而来的泉水之中所携带着的寒气疯狂冲击着陈峰的神经。这寒潭之内的寒气不仅可以锤炼武者的身躯防御力，同时它还能增强武者体内的流通速度。
因为这种寒力是能够减缓武者的灵力运转速度，一旦习惯并且去克服了这种苛刻的条件，出了寒潭之后，灵力流通速度自然就会加快了。陈峰踩踏在寒潭之中，随后数步点踏，一跃之间便跳上了一块礁石之上。裸露的上身在承受着这寒潭之内的强烈刺激时，那从300尺之高倾泻而下的水泉也同样狠狠地撞击在了他的身躯之上，那等可怕的力量已经有着3000斤之重了。吃了！覆盖在他身上的龙鳞皮肤当场被撕裂，在那水泉的冲击之下，陈峰直接沉入了寒潭之底。相比于寒潭上方的刺骨寒气，这寒潭底下的寒气更加惊人与浓郁。皮肤裂开之下，那些寒气瞬间渗透入了陈峰的伤口之内。嘶！饶是陈峰毅力足够坚韧，此刻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那种剧痛简直是一场生不如死的折磨啊！冷又痛，简直就像是一块千年冰窖般，稍不小心就会把人冻结成冰。本能的求生反应，再加上那剧痛的侵蚀，让陈峰拼命运转着体内的灵力，朝着寒潭之上游去。不过那200公斤重的大铁石却无疑成为了他的负担，使他向上游的速度疯狂减缓了下来。这时候陈峰就会疯狂炸压着体内的潜能，爆发出更强的灵力，挣脱那些寒气往上冲去。等到陈峰终于游出寒潭之上时，高空落下来的水泉瀑布又再一次猛烈的撞击下来，身躯再次被轰入了寒潭之内。短短不过2次之间，寒潭之内就明显有着一些血水溢出。这小子就是个疯子！林朝歌脸色阴沉的要滴出水来，这家伙的修炼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人唯有在面临生死存亡之时才会激发出自己的潜力，而现在陈峰正是这么干的，借助着生死之间的极限，在疯狂锤炼着自己的肉身与灵力。龙鳞撕开的瞬间，他又重新再度凝结出了一层龙鳞来，反复的锤炼与拍打。虽然过程是痛苦的，但所得到好处却是极大的。在这般锤炼的状态之下，不仅陈峰的肉身变得愈发强大起来，并且体内的灵力也变得更加雄浑与磅礴。只是这等苦修方式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干得出来的，因为稍微一个小心，就真的是会丢掉小命的。轰隆隆，300尺之高的瀑布之巅，水泉翻滚着，形成了万马奔腾之势，狠狠地冲了下来。水花溅开，其中一道稚嫩的少年身影，就像是在苦海之中死死挣扎的一根树藤般疯狂攀升，企图在死亡边缘博得一线生机。200公斤重的铁石，就像是悬挂在陈峰头顶之上的一把死神镰刀般，只要稍不注意，随时都有可能落了下来。多活了一世，陈峰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武道的极致本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若不在生死之间激发自己的潜能，如何才能碾压得了那些天才？而在陈峰这般疯狂的修炼之下，他的灵力很快就耗尽了。这时陈峰精疲力尽的几乎快要脱力般的爬上了一块礁石，从怀中拿出那颗赤炼天石，快速吸收起其中所蕴含的火焰之力。火焰之力顺着他的武道经脉贯通着，在流入五行道胎时，会迅速的被五行道胎转化为五行之力，反哺到灵海之中，化为灵力。这便是先天道胎的强大之处，只要身怀先天道胎，五行齐聚，五行均衡，凡是任何五行之力他都能够吸收，并且全部都能转化为他的灵力，为他所用。在一边消耗一边回补时，陈峰的境界也快速迅速的攀涨起来。他并没有通过丹药的辅助，而是以反复锤炼来提升自己的境界，所以他的根基比其他武者还要强得多。接着补充好了体力之后，陈峰又游了出去，来到了寒潭瀑布之下，接受着寒潭瀑布的摧残与虐待。每一次他都把自己逼得几乎快死的程度，才狼狈地爬出了寒潭冰泉。甚至有好几次陈峰脱力的情况下，整个人都差点的淹死在这寒潭之内。也幸亏是林朝歌及时的出手把他给捞上来，不然的话还真让他作死成功了。陈峰这一作死般的修炼迅速在丹楼之内传开来，不多久就连柳青、星木、申檀松等人都忍不住跑过来围观。再见到陈峰精疲力尽，全身鲜血淋漓地趴在一块礁石上时，一个个眼神都变得凝重起来。峰哥果然跟别人不一样，这种修炼还真是变态啊！孙胖子忍不住破口骂道。他本来还觉得自己修炼已经够刻苦的了，在见到陈峰的作死行为后，他觉得他的修炼方式简直不要太温和了。柳青星的美眸泛着一抹难以言语的震动之色，接着他便摇了摇头，真是个疯子。这一刻他对陈峰明显有了新的改观。谭松握了握拳头之后没有说话，转身就继续投入到了修炼之中。经过陈峰的这么一折腾，接下来的时间，丹楼内的供奉强者都明显感觉到这些年轻一辈的压力好像变得更大了，修炼也更加卖命起来了。很显然这都是陈峰所带来的影响，毕竟谁也不想被人随便超越。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林朝歌不得不派出丹楼的供奉强者们去各个修炼地点盯着，以防出现意外。至于林朝歌
则是亲自在寒潭瀑布这里守着陈峰，防止这家伙真的淹死在里面了。在丹楼日复一日的修炼之中，宁国的皇城也难得的陷入了诡异的紧绷状态之中。那些年轻一辈的天才不再露面，都是一副如临大敌般，在蛰伏闭关着，拼了命的修炼，试图让自己的实力再强上一分。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而造成这一幕的源头原因，自然是即将到来的玲珑大会。而终于在所有人沉寂的闭关之中，1个多月的时间转瞬即逝，玲珑玄黄池的争夺大会来了。这一日，阳光明媚，湛蓝的高空万里无云，像碧玉一样澄澈。这是一个好的天气，更是一个好兆头。清风微拂，暖暖的阳光覆盖着大地，琼枝玉叶，淡淡的花香弥漫在别院之中。站在丹楼一处别院的门口，陈峰与宝儿玲别拥抱了一下，这才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笑道：好好待在这里，别出去乱跑，知道吗？少则半个月，多则1个月，我就会回来。还有，我教给你的功法，要记得努力修炼，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就多请教一下丹楼内的前辈们。我知道了，少爷。宝儿乖巧的点了点小脑袋，道：您一定要平安回来。放心，我一定会回来。陈峰点头笑道，随后他不再逗留，转身之间就朝着丹楼的山门之外而去。在山门之处，柳青心与木申等人早已等候多时了。今日他们都穿着一件丹楼的修炼服，胸口之处还别着一个图案为要顶的徽章，这是丹楼的势力标志。遇上了剑雨阁的人，不必留手，尽管杀，杀一个赚一个。林朝歌眼中充斥着冷冽的杀伐之意，冷声道：丹楼死在剑雨阁手中的人实在太多了，多得已经数不清了。那一条条人命全都是林朝歌心中最强烈的痛，所以这一次一旦有机会宰了剑雨阁的那些天才，丹楼也不再留情。懂。柳青心点了点琴手，林朝歌挥了挥手，亲自带队，几人身形一动，便朝着远处的天空疾掠而出。不知为何，他对于这一届的玲珑玄黄池争夺大会已经变得很有信心了。兴许这一届他招揽而来的弟子们真的能够带给他巨大的惊喜，也不一定。玲珑大会的举办地点正是在圣灵山之中。圣灵山是宁国最大的一座山脉之一，约莫万里疆域，其中存在着无数千年古老森林，郁郁葱葱，繁茂的枝叶笼罩之下，光线昏暗，妖兽横行，危机四伏。时不时的有着一道道蕴含着凶戾残暴的兽吼之声回荡在了天地之间。相比于擂台之上的战斗，这种没有任何规则的森林杀戮才更加吸引年轻一辈的天才。在这里，他们可以尽情地施展自己的全部实力与心中的城府，无论你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哪怕是群起而攻之，也没人会说什么，因为这里只看结果，不看过程。谁能够杀到最后，谁就是最后的赢家。数十分钟的时间，林朝歌一行人就抵达了圣灵山的山头。这里是一片广袤无尽的平原，人影绰绰，一眼望去竟是将近上万。这些人全部都是宁国的年轻一辈强者，而这里也即将成为他们的死亡历练场。要知道，宁国的修炼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供给给每一个人，所以必须得通过生死厮杀来选拔出那些真正的天才。像玲珑大会这种大型的杀戮比试就是为此而存在的。世界是残酷的，战死在圣灵山之中的便只能成为一具默默无言的尸骨，唯有踏着别人的尸体走到最后，才是真正的天才，才有资格享受别人所享受不到的优质修炼资源。所以为了那些优质的修炼资源，所有人只会拼了命的争夺。丹楼的人来了。在林朝歌带队来到这圣灵山后，现场不少人的目光迅速凝聚到了陈峰等人身上，接着脸上便露出玩味的笑容来。在每一届丹楼，基本上有80%的人都是死在了剑雨阁的天才手中。对于这座可怜的大势力，所有人只会抱着一种讥讽的心态。林朝歌并不理会其他人的嘲笑目光，在落下平原之后，便看向了最前方之处而来。如今剑雨阁的人也同样已经抵达了，带队之人正是剑雨阁的一代剑皇萧时雨。又见面了，你们今年丹楼带的人有点少啊，怎么其他人都死光了吗？萧时雨冷笑道，我带多少人与你无关，倒是你们准备好给自己买棺材的钱了吗？没有的话，我可以借你点。林朝歌冷声道。两人间的针锋相对，立即吸引来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萧时雨阴森森地笑了起来，你就尽管逞口舌上的功夫吧，等到这一届你们丹楼的人都死光了，看你这个光杆司令怎么哭的。哼。林朝歌冷哼一声，不再理会。反倒是陈峰对于他们身后所站的一些人多了一些兴趣。这次来的弟子之中，大多都是一些生面孔，唯有1、2个陈峰是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秦如月、居高明这2位。在人群之中，陈峰还发现到了一道颇为熟悉的身影，正是陈天狼。只不过如今的陈天狼站到了人群的最尾端之处，似乎在剑雨阁之内的待遇是越来越低了。陈天狼一次又一次的被陈峰所超越打脸，
在剑雨阁之内早就已经不怎么受待见了，很多人都觉得他空有件魂灵根，却没有丝毫一丝实力，实则一个废人。在陈峰目光落在陈天狼身上时，陈天狼也同样将眼神投在了陈峰身上，眼中有着一抹深深的怨毒。他在剑雨阁之内的地位本应该是能与秦如月持平的，而这所有的一切都要怪罪于陈峰身上，是陈峰夺走了他的一切荣耀。对于陈峰的恨意，他已经到了无法遏制的程度了。看着陈天狼投来的怨毒目光，陈峰也只是笑了笑，并未多理会。现在的陈天狼已经引不起他任何的重视了，反倒是站在秦如月旁边的两个俊秀青年，倒是让陈峰眼神微微凝重起来。峰哥，那两个就是霍玄宇跟沈仓，如今天骄榜排名第5和第6的强者。孙胖子在一旁出声道：“我知道。”陈峰点了点头，以他们两人所释放出来的威压，足以横扫现场无数人了。想来，这便是剑雨阁最顶尖的年轻一辈了。接着，陈峰的目光就移向了其他地方，他见到了圣龙商会的温诗璇也来了，同样带着一群人，以及夏府的夏芷兰，甚至还有其他陈峰见过但不认识的其他人物。这一次，可谓是年轻一辈天才的齐聚啊！忽然，就在陈峰打量着四周时，这块平原之上，一道重咳之声忽然响起，所有人的目光急忙望去，只见得平原的最前方之处，一道中年男子忽然出现，站在了一座石碑旁边诸位。我是本次玲珑大会的负责人吴坤。中年男子淡淡的道。吴坤的出现立即掀起了现场不少议论声。孙胖子，你认识他吗？陈峰问道。认识，吴坤是效忠于皇室的神藏境强者之一，每一年的玲珑大会基本上都是他在主持的，很有威望。孙胖子道。在短暂的喧哗声后，吴坤便压了压了掌心，示意他们安静下来。接着他便开口道：接下来我来告诉你们玲珑大会的规则。与往年一样，玲珑大会以积分制为准，你们每个人到这石碑前来，石碑会根据你们的实力给你们相对应的分数。接着你们全部都会到圣灵山内进行无规则厮杀，1个月后分数值最高的那个人背后所代表的势力胜出，便是这一届玲珑玄黄池的最后赢家。懂了吗？规则很简单，以积分制为比试，通过猎杀别人的分数来增长自己的分数，谁多谁就赢。在场没有谁听不懂的，毕竟这种规则很常见。接下来所有年轻一辈就开始一一排队到石碑前触摸石碑，旋即石碑就会根据目前他们所拥有的境界射出一道灵光，灵光闪烁之下，一枚石牌就出现在了他们的掌心之中。看着自己手中石牌的分数，很多人都面无表情，将石牌上的分数给捂得死死的，似乎不想让别人看见般。因为让别人看到了你的分数，分数高的很容易就会在一开始就受到别人的针对。轮到陈峰上去时，陈峰掌心摸着石碑，一道流光就射了出来，石牌落入他的掌心之中。19分，这是陈峰目前的分数。柳青、新木生等人也一一上去领取了自己的分数牌。到了最后一名领取结束时，吴坤才开口道：好了，现在分数牌领取完了，接下来你们各自进圣灵山吧。记住，这场比试没有什么规则，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拉帮结派也好，单打独斗也罢，只要分数最高的就是赢家。刹那间，在场所有人都脸色凝重起来，不再犹豫，转身之间立即冲入了山下。没有谁想成为别人第一个被针对的对象，所有人都准备迅速地进入圣灵山内，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再慢慢通过暗杀来提高分数。我们也动身。陈峰道。当即几人没有停留，立即转身朝着圣灵山的方向冲了过去。无规则厮杀，这场属于年轻一辈的杀戮开场了。广袤无边的山脉之中，参天巨树如秦腔般屹立，延伸出来的繁茂枝叶犹如一张罗天巨网般笼罩而下，炽热的阳光照射而下，但在这古老森林的茂密枝叶遮盖下，光线竟是难以渗透。森林之中依旧昏暗的犹如夜间一般，在玲珑大会开启的一刹那，铺天盖地的身影便已经犹如蝗虫过境般尽数涌入到了这片辽阔的山脉之中。谁也不想留在原地被人针对，只有早一步进入山脉之中，才能找到一处较好的藏匿地点，再通过慢慢的猎杀来逐渐提高自己的分数。而柳青星、陈峰等人自然也在其中。在玲珑大会开启时，他们已经顺着拥挤的人潮同样迅速涌入圣灵山内。不远处几道阴冷的目光正将他们盯着。秦如月玉手悄然攥紧，美眸尤其是盯在了陈峰身上，眸底有着浓浓的恨意流露出来。他说过要在玲珑大会上宰了陈峰，就一定会做到的。霍师兄，我们先杀了丹楼的人吧。秦如月开口道。秦师妹不用急，丹楼的人一个都跑不了，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先把七玄宗大长老的宝藏找到再说吧。只要找到了那宝藏，丹楼这些人的命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够收割的吗？霍玄宇冷笑道。丹楼的命与七玄宗大长老的传承宝藏相比，显得不值一提。剑雨阁费尽千辛万苦，
甚至不惜动用一壶巫神生命全才得来的一张宝藏地图，可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浪费了。唯有先找到那宝藏，他们才能安心。霍玄宇看着手中的羊皮地图，舔了舔嘴唇，眼底有着浓浓的贪婪之色。那道盘龙玉柱在被带回剑雨阁之后，就已经被剑雨阁的人给破解。幸好的是，这份盘龙玉柱只有他们剑雨阁知道而已。这若是传入皇室的人手中，哪还有他们剑雨阁的份啊？再让丹楼的人多活几天吧，没事，在这圣灵山之中，他们是跑不掉的。霍玄宇舔了舔嘴唇，森然笑道：“也好。”秦如月点了点琴手，眼中有着一些冰寒笑意。在他们看来，陈峰等人是必死无疑的，就让他们再多活几天，等取得了宝藏之后再来杀了他们。走！霍玄宇没再停留，挥了挥手，立即带着剑雨阁的众人朝着圣灵山脉挺进。在这浩荡的人群涌入圣灵山内时，在这辽阔的仿佛没有边界的森林之中，也时不时得有着一道道蕴含着凶残与暴力的兽吼之声响彻而出。参加这场玲珑大会，这些年轻一辈参赛者不仅要小心提防着同辈之人的暗算与猎杀，还得时刻警惕着这座山脉之中随时有可能冲出来的妖兽。这等考验可不是一般的严峻。在这一大批人涌入圣灵山脉之后，沉寂已久的古老森林之中似乎开始被唤醒。黑暗的森林角落，光线被逐渐割裂，一道道形如巨墙般的兽影立即带着暴力与杀伐之气撕咬向了这些参赛者而去。这些妖兽的实力都极为不弱，基本都在宁海境之上了，有的甚至达到了画像境的级别，再加上妖兽数目众多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不小的麻烦。很快，人类与妖兽迅速地交战在一起，第一场混乱的厮杀就此打响了。许多年轻一辈的强者刚冲入山脉时，就连连遭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妖兽袭击。今天灵力爆发而开间，各种凄厉的惨叫声随之传荡而出。陈峰等人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片片森林，在那动如雷霆般的速度之下，不少参赛者都被他们抛在脑后了。不过，就当他们即将深入这座山脉时，他们也同样遇上了妖兽的阻拦。在森林的某处，陈峰一行人眼神有些惊讶地望着眼前出现的好几头妖兽。这些妖兽通体呈现出乌黑之色，其形如牛，头生双膝，后背还长着一道道形如老虎的黑白斑纹。充满锋利的黑色利爪横扫之间，在陈峰的前方正好有几个倒霉蛋，刚冲出没多远的距离，就已经被这些妖兽的黑色利爪给撕成了碎片了，犹如喷泉般的鲜血洒在了森林之中，碎肉残尸，那等残暴的杀伤力，看得陈峰这边的人都有些眼皮子直跳。这些是什么妖兽？这么凶残，牛不像牛，虎不像虎的。孙胖子当即变了脸色，立即止住脚步，震惊出声。这是黑金虎，终极妖兽，浑身布满如黑金石般的兽皮，坚硬不比，难以摧毁。不过也没事，这几头妖兽血脉之力不算强，实力也还在画像境2重天左右，不算难对付。谭松解释着，他也是妖族，所以对于这种妖兽他再熟悉不过了。像这种杂乱血脉的妖兽是没有能力化成人形的，唯有一些高贵血统的妖族才有能力化成人形。速战速决，解决掉吧。陈峰淡淡的道。现在玲珑大会才刚刚开始，他并不想在这些妖兽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好，木申等人点了点头。陈峰率先冲了上去，灵力爆发开来，璀璨的金光立即犹如金刚护体般覆盖在了后者周身之处，旋即一拳轰出，携带着刚猛狂暴的力道，直接砸向了其中的一头妖兽而来。轰！狂风阵阵，这一拳已经足以震裂任何山石了。吼！那头黑金虎见到陈峰冲来，也是立即发出一道凶厉的兽吼声。黑金兽皮覆盖的利爪狠狠地扫向了陈峰而去，那凌厉而尖锐的爪子割破着空气，与陈峰的拳头撞击在了一起。砰！轰鸣巨声响彻，凌厉碰撞，肉身与兽身的对轰，没有任何悬念的，那头妖兽直接倒飞了出去，穿透了好几棵大树，最终撞在了一块巨岩之上。与陈峰对碰的那只兽爪当即变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见到这一幕，身后的柳青新美眸之中露出一抹惊异之色，没有动用任何的剑诀与武学，这一拳陈峰纯粹是靠着肉身与灵力的。他的肉身又变强了。谭松皱了皱眉，脸庞露出一抹凝重之色。作为半妖，依靠着黑象族的血统，他才拥有着傲视所有同辈之人的变态肉身，但是现在他才发现陈峰的肉身竟然丝毫不弱于他。很显然，前段时间的作死修行，陈峰的成长速度是极其恐怖的。一拳将那头黑金虎打趴在地，陈峰脚掌一踏，身躯在原地消失，下一刻犹如鬼魅之影般，他出现在了黑金虎的身前，一记腿鞭扫动了出去，直接将黑金虎的兽脑给踢爆了。鲜血喷溅开来，血腥刺鼻的味道弥漫而出。柳青星被齿一咬，美眸露出一抹复杂之色。想当初在陈峰刚进丹楼时，他还出声嘲讽过，现在再一回过头来，
两人之间似乎已经有了明显的实力差距了。这种被人逐渐超越的感觉可不太好受。别看了，我们也赶紧动手。柳青星咬了咬牙，娇躯立即冲了出去，剑光闪烁之下，立即杀向了那几头黑金虎。谭松、木申等人也没有多停留，同样迅速冲出。在陈峰一行人的凌厉攻势下，没过一会的时间，那好几头黑金虎就已经化为一具巨兽尸，躺在了血泊之中了。经过了这段时间的苦修，几人的实力早已有着巨大的提升，斩杀这几头黑金虎自然是不在话下。在杀完这几只黑金虎之后，陈峰便别了一下森林的方向，就朝着北边的方向望了过去。按照之前温正华给的羊皮地图来看，那七玄宗大长老的遗藏就在那北边的位置。我是这样计划的，我们先去找到那七玄宗大长老的遗藏，然后再去猎杀分数。毕竟那七玄宗大长老遗藏的地图可不止我们这一份，比较重要。你们怎么说？陈峰看向了柳青星等人而来，轻声问道。我听峰哥的。孙胖子嘿嘿一笑，现在陈峰让他往东，他就坚决不往西。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么听话了？木申瞥了他一眼，有些诧异的道。要知道，之前孙胖子在丹楼之内可是谁都敢对，连林朝歌都不放在眼里，现在却对陈峰服服帖帖的。你管得着吗？我乐意。孙胖子撇嘴道。你们几个呢？陈峰看向了柳青星与那对双胞胎姐妹而来。没意见。柳青星耸了耸肩。我们听峰哥的。双胞胎姐妹温婉一笑，对于陈峰，她们两姐妹也很幸福。木申与谭松也不用多说什么，表示赞同。那我们继续前进吧。陈峰淡淡一笑，身躯移动间继续冲了出去。身后柳青星与木申等人也迅速地跟了上来。对于那七玄宗大长老的遗藏，陈峰自然是想要得到的。作为七玄宗的大长老，位高权重，想来手中会有不少的修炼资源，若是能够得到这些修炼资源，是能够让他们这支队伍在短时间内再度提升自己的实力。然而就当陈峰等人的身形刚冲出去数米的距离时，陈峰的身形却猛然间止住。怎么了吗？柳青星投来疑惑的目光。陈峰没有回答，而是眼神陡然盯向了前方之处的一片黑暗森林之中，淡笑道。我说几位，既然都跟到这里来了，何不出来见个面？这话一出，柳青星与木申等人身躯立即紧绷起来，他们居然被人跟踪了都不知道。刷刷，森林之中依旧保持了一片寂静，而在一瞬息之间，两道寒芒从前方森林的两边同时射了出来，以雷霆般的速度撕裂空气，直袭陈峰的脑袋而去。陈峰没有躲避，周身金光凌厉爆发，那两道寒芒击打在了护体金光之上，只听得当当两道回响，两只匕首就此掉落而下。这点伎俩就不必施展了吧？陈峰淡漠的道。厉害，今年的丹楼似乎与以前不太一样了。淡笑之声忽然从前方的森林之中传出，接着便是有7道身影从一棵棵茁壮的大树背后走了出来。这7道身影像是来自同一个势力的，全部身穿藏青色的衣衫，分为3女4男，皆为年轻一辈。杨家人。在见到这7道身影时，柳青星露出诧异之色，显然是认得他们。这7人全部都是出自杨家势力的，杨家在皇城之中乃是大家族了，做兵器发家，算是底蕴深厚，而这7人也都是天骄榜上的显赫天才了。我就说嘛，这点小伎俩对他没用，你们还骗不信？其中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娇俏女孩撅了撅嘴，冷哼道。啊，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一名相貌黝黑的男子无奈地开口道，接着他便看向了陈峰而来，脸色凝重的道。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杨鼎，杨家人。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拥有七玄宗大长老的遗藏地图的，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做个交易。你们丹楼不就是想要营建雨阁一回吗？我们给你这个机会，我们把分数给你们，你们把那份宝藏地图给我们如何？这样的话，我们双方就不用拼得你死我活了，怎么样？黝黑青年淡淡一笑，手掌翻转之间，一枚石牌就出现在了掌心之中，石牌上的数字也大大方方的给陈峰等人看。28分，这样的分数已经是极高了。柳青星等人脸色都变得凝重起来，他们刚刚的谈话显然是被对方给听见了，否则的话也不可能知道他们手中有遗藏的地图。我手中的分数就有28分，还有我的一些同族兄弟姐妹，加起来的分数一共有100分左右了，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分数值了，用来换你手中的地图，完全绰绰有余了。杨鼎笑道，他表现出了十足的善意，毕竟陈峰这一行人也不太好对付，尤其是这个叫陈峰的，他可是听说过连赵树那等天才人物都死在他的手上，并不简单，能够不动兵刃的拿到地图自然是最好的。我觉得不怎么样。陈峰面无表情，淡漠开口，这些人可真会开玩笑，剑雨阁用了一壶巫神生命全才换到的盘龙玉柱上的地图，这些人居然想要靠这点分数就来交换地图，痴人做梦。
杨鼎脸色一僵，接着便苦笑了一下：“哥们，何必呢？给个面子，以后大家都好相处。况且，你们就算是拿着地图，你们确定能够斗得过剑雨阁吗？与其去送死，还不如换分数来的实在。”陈峰淡漠开口：“首先，分数这个东西，我不需要你们来交换，我们自己会去抢。其二，我并不认识你，凭什么给你面子？滚！”听得此话，杨鼎脸色有些僵硬，接着就渐渐转变成了一种铁青，咬牙切齿之间，眼中有着一抹凛冽的寒意弥漫而出。长这么大，还没有哪个同辈之人敢这么跟他说话的，一个单楼竟敢如此嚣张。要知道，他们杨家在皇城之内也是属于大族，虽然比不上圣龙商会与剑雨阁这些大势力，但也底蕴深厚，无人敢小觑。眼前这些小杂碎居然这么不识相，看吧，我就说他们都是一群贱人，岂会真的跟我们交换？还不如干脆把他们给宰了，到时候地图与分数都能双收，岂不快哉？那名扎着马尾辫的少女冷笑道。身后一名略显削瘦的青年也跟着道：“看来这次真的像潇潇所说的，简单点，直接动手吧。反正这是一场无规则厮杀，就算在这里杀了单楼的所有人，也没人知道。”杨鼎脸色阴翳无比，良久之后，他就慢慢压下了怒火，嘴角掀起一抹残忍的笑容。他看着陈峰，眼中满是一种遗憾，摊了摊手，残忍的笑道：“罢了，本来还想着不动干戈解决这件事，大家还是朋友。既然你们这么不听话，那只好让你们变成死人了。”闻言，柳青心等人挑了挑黛眉，周身灵力释放，玉手陡然放在了剑柄之上，正打算动手之时，前方之处的陈峰却陡然抬手止住了他：“不用你们动手，我一个人可以。”陈峰道。柳青心脸色微变，张了张嘴，然而还没等他说什么，陈峰就已经一步跨出，眼神落在杨鼎等人身上，笑道：“单挑还是围殴？你们随意。”杨鼎等人脸色露出森然的杀机，似乎被这一句话给激怒了。同为年轻一辈，他们还没见到有人敢这么轻视他们的。既然陈兄弟有如此雅兴，那我们也不必给他面子了，一起上，宰了他！杨鼎冰冷出声。唰，在那充斥着杀机的话音落下的瞬间，他的身躯已经猛地爆射而出，狂暴无匹的灵力犹如滚滚潮水般释放而出，仅在一瞬间，拳头就带起山崩之势轰了出去。他知道这个小子很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强，之前在皇城之内就已经表现直跨八重天杀敌的恐怖战力，所以他一出手也没有任何的留情，直接战力全开，画像近八重天的实力被他彻底释放。呵，低吼之声响彻，蕴含着炽热火红灵力的拳头就狠狠地砸在了陈峰的喉咙而去。咚，轰鸣巨声响彻，蕴含着滔天灵力的拳头在抵达陈峰的喉咙前时就忽然间停住。只见得陈峰的周身不知何时的有着一道金光护盾覆盖着，金光护盾的表面有着一道道龙吟虎啸的惊人图文。杨鼎的拳头落在这金光盾之上，竟是没有伤及半分。怎么会？杨鼎脸色瞬间大变，这简直有些颠覆了他的认知了。差距就算有，也不可能大到这种程度才对啊！他可是画像近八重天的强者，居然连对方的一个简单的灵力护盾都震不碎。身后柳青心、木申等人见到这一幕后，眼皮子也是直跳。这等画面无疑太具有冲击感了，就这点本事就想学别人出来抢东西？陈峰嘴角掀起一抹笑容，五指成拳。陈峰身躯展动，一拳狠狠地轰了出去，雄浑的金光灵力犹如带着钢铁般的无坚不摧之感，狠狠地砸向了杨鼎的脑袋而去。电光火石之间，杨鼎脸色大变，立赶忙抬手一拳再度轰出。咔嚓，双拳相碰，一道骨头断裂声立即响起，灵力以蛮横的姿态摧枯拉朽地震断了他的整条手臂。刹那间，后者的身躯便犹如炮弹般朝着后方倒射而出，狼狈地撞击在了地面上。杨鼎，杨家其他6人全都面露震惊之色，低吼出声。杨鼎在落地之后，一口血立即喷了出来，那条与陈峰碰撞的手臂已经彻底变得血肉模糊了。他瞪大了双瞳，死死地盯着陈峰，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宁海境9重天，这家伙的实力居然在这短短的1个多月的时间就成长到宁海境9重天了，这怎么可能？要知道1个多月前在皇城内与赵树等人交手时才不过宁海境6重天罢了，短短的1个多月时间，他的实力再度暴涨了。只是这提升的实力快得让他无法相信，这家伙简直就是一个异类的怪物。别单打独斗了，一起出手宰了他！扎着马尾辫的少女脸色难看的开口道。其他5人也脸庞露出狰狞之色，狂暴无匹的灵力源源不断的爆发起来。6人同时拔出自己的刀剑，在那灵力的覆盖下，这些刀剑立即发出一道道嗡鸣之声，好像龙吟虎啸，
荡漾着一种极端强横的波动。作为兵器发家的杨家，拥有众多品阶不凡的宝器。很显然，这些人手中所拿的宝器都是品阶极高之物。刷刷，6人脚尖同时一点踏，凌厉的破风声响彻，便是齐齐向陈峰暴掠而去。刀光剑影携带着惊人的锋芒，同时劈砍了下去。然而陈峰竟是不躲不避，依旧站在了原地。就当那刀光剑锋即将落至他身上时，竟是没有任何阻挡之物般，直接从他身上穿透了过去。眼前的身影变得虚幻起来，灵光消散，就像某种烟花。残影，马尾辫少女顿时震惊出声。她做梦都没想到，这家伙的身法居然如此诡异莫测。潇潇，小心！其中一个削瘦青年像是注意到了什么般，脸色大变，惊呼出声。一只布满龙鳞的粗壮手臂陡然撕裂长空，从背后袭来。那等凶悍与暴力感，仿佛可以将一个人当场撕成碎片。马尾辫少女立即反应过来，没有丝毫的犹豫，转身一剑朝着身后狠狠地砍了下去。当，剑光劈落，直接狠狠地砍在了陈峰的肩膀上，没有任何的鲜血喷溅，有的仅仅只是一道金铁之音。怎么会？马尾辫少女瞪大了眼瞳，脸颊充斥着一种不敢置信之色。这一刻，陈峰周身不仅笼罩着一层护体金光，还有着极端坚韧无法摧毁的龙鳞皮肤。只见的后者一手探出之间，直接掐住了他的脖子，脸庞露出狰狞的杀机。少女脸颊涨红，美眸瞪大，兴许是做梦都没想到，实力已经达到画像境7重天的她，居然会轻而易举的就被陈峰把命攥在手里了。住手！其他人见状，脸色露出惊慌，立即冲了过来。去死！陈峰毫不犹豫地掐断了他的脖子，只听得咔嚓一声，少女瞬间断了生机。陈峰用力一甩，将马尾辫少女的尸体狠狠地抛了出去，砸向了后方再次冲上来的削瘦青年身上。恐怖的力道当场就将他的身躯给狠狠地震飞了出去。老子宰了你！很快的，一名高壮青年涨红了脸，眼中满是滔天的杀机，愤怒地冲了上来，一刀朝着陈峰的方向狠狠地劈砍而下。这一刻，陈峰也陡然拔剑了，天丛云剑在暮色之下流溢着一抹嫣红的血煞，900层剑压在一瞬间凝聚在了剑身之上，旋即陈峰一步踏出，身躯已经犹如离弦之箭般暴冲而去，没有任何的花哨，但那剑光袭去的速度却快得让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那道剑光就像是星空中转眼即逝的星芒般，从那名高壮青年的喉咙间抹过去，一颗人头犹如绣球般掉落而下。杨明！悲愤的低吼之声响彻，后方之处，其他杨家的年轻一辈见状，尽数红了眼眶。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7人一起围攻陈峰，这才短短不到1炷香的时间，就已经连续有2名年轻子弟死在了他的手上了。杀！给我杀！剩余的5人全都咬着牙咆哮出声，没有任何的留手，5人同时爆发起滔天的灵力，身躯犹如炮弹般，分别从5个方向同时朝着陈峰的方向进攻而去。陈峰身躯微弓，做出拔剑的姿势，轰！狂暴无匹的灵力在他身上迅速释放，无尽的金光犹如洪流般一股股的汇聚在了剑锋之上，剑压一层层的疯狂暴涨，狂风怒吼着在森林之中卷刮，掀起阵阵风沙，周围的树梢都在剧烈的摇晃着，一股无可匹敌的剑势凝聚到了巅峰。这一刻，陈峰也展现出了自身的惊人剑道天赋。面对着5人的联手攻势，陈峰身躯弹射而出，灵力覆盖着周身，犹如猛虎进入羊群般。浮光剑影，只见的一抹星芒撕裂长空，爆射而过。一名容貌绝色的少女正举起剑锋朝着陈峰暴刺而来，只是还没等她的剑落至陈峰身上，那道星芒般的剑却已经在电光火石之间抹过了他的喉咙而过。剑锋的凌厉的程度，竟是将他身后的好几棵大树一起截断成2半，横截面光滑如镜，宛如天公所造，没有任何的瑕疵。不远处观看着这场战斗的柳青、星木申等人全都心头狠狠一颤，这般巧夺天工的剑术他们从未见过，甚至是在那剑皇大人身上也未曾有过。这小子的剑道天赋这么变态啊！木申忍不住惊呼出声。自诩觉醒剑魂之体的秦如月施展出来的剑术与陈峰相比，简直就是跟屎一样了。这等巧夺天工的剑术已经不能称之为剑道了，要称为艺术。一举抹杀了这名少女后，陈峰身形没有丝毫的停留，双足灵力爆发之下，后者的身影就像是鬼魅般在眼前骤然消失而去。等到众人再度反应过来时，后者的身形已经不知何时的出现在了杨家人身后。同样是一剑，没有任何的花哨，但却给人一种万古未见的惊艳美感。只是这种美感是带有十足的杀伤力的。唰，剑光闪过，一颗人头再度落地。这一次，对方甚至是连出招的机会都没有，
就已经惨死在陈峰的剑下了。血腥的味道弥漫了整座森林，渐渐的，躺下的血尸越来越多，这些尸体都是无头之尸。短短不到1炷香的时间，那7人就已经被杀的仅剩下一男一女2个人了。恶魔，这家伙就是个恶魔！一名青裙少女在这一刻就像是得了失心疯般，脸庞布满了恐惧之色。她没有再犹豫，立即转身就朝着后面跑去，毫无战意。陈峰眼眸冷漠地看着她狼狈逃窜的身影，弹指之间，那天从云剑就在她指尖射了出去，剑尖洞穿了她的心脏，将她给狠狠地钉死在了一棵大树之上。少女瞪大了双瞳，兴许是到死的那一刻，她都没有想到他们杨家的顶尖年轻一辈会全死在了陈峰一人手中。与霍玄宇那些人比起来，这家伙简直就是个异类的怪物。最后剩下的杨鼎也是吓得一哆嗦，跌倒在地。那张对女生很有杀伤力的俊秀脸庞，此刻只剩下对死亡的恐惧。别杀我，别杀我！陈峰没有说话，把天丛云剑从树上拔了下来，剑锋已经染血，雕纹在剑身之上的所有古老的光纹全都亮了起来，嫣红而狰狞。接着，所有人都震惊地发现，这把妖剑所染的血竟是一点点的被这把妖剑给吞噬了进去，而那雕纹在剑身上的血纹勾勒缠绕间，仿佛化为了一头狰狞的恶灵，凶煞无比。陈峰提着天丛云剑，缓步走向了最后的杨鼎而去。别杀我，别杀我！杨鼎疯狂倒退，接着他似乎像是想到了些什么，猛地跪了下来。你不要杀我，我可以做你的奴隶。对了，石牌，我有石牌，石牌上的分数全都可以给你。愚蠢，杀了你分数也是我的。杨鼎的话还没说完，陈峰已经一剑抹过了他的喉咙。一瞬间，杨鼎僵硬着身躯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不远处看着这一具巨血尸，柳青、辛木申等人全都怔在了原地，脸上只有浓浓的震惊。这家伙的心是真的狠，哪怕是诱惑力十足的美人，在他眼底都没有任何区别的。陈峰忽然转过头，眼神看向他们而来，刹那间几人都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这家伙会不会杀疯了，也想把他们的脑袋给削了助助兴？不过他们的想象纯粹是多余的。喂，傻站着干嘛？过来帮忙！陈峰无语地对柳青星等人喊道。接着他便把杨鼎身上的石牌给扒了下来。在陈峰等人的忙碌之下，杨家7个年轻一辈的石牌全部都被扒下来了。只可惜这些人的境界都处于画像境阶段，分数都不是特别高，但还好胜在人数比较多，总分数加起来也有150分了。如今画像境的强者对于陈峰已经没有太大的威胁力了，只要不遇上通天境，他都能够快速斩杀。在扒完这些人的分数之后，陈峰还把他们的空间戒指也一起摘了下来。连陈峰也不得不感慨，这些家伙还真是富有啊，人手一只空间戒指。要知道这种空间戒指的价值已经不亚于一件玄阶上品宝器了，能够卖出上万两银子。陈峰感应力探入，发现空间戒指之内除了一些衣物之外，还有几万两银子以及一些修炼用的灵药。当然这些东西陈峰看不上眼，便继续放在了空间戒指之内。峰哥，看来我们的收获还是很丰富的，150分了。孙胖子咧嘴笑道。本来他还以为这会是一场硬战呢，却没想到被陈峰一个人轻轻松松的就搞定了，都是一些画像境的而已。陈峰摇头一笑，能够被选出来参加玲珑玄黄池争夺战的，基本上都是族内的天才人物了，而这些人最低的也都是画像境了。所以真正算起来，杨鼎这些人在圣灵山的所有参赛者之中，只能算是中等的。那些真正的顶尖天才还未露面，等玲珑大会结束之后，我要跟你一起修炼。谭松看向了陈峰而来，认真的道。这场战斗想来给他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之前在对付妖兽时，他还仅仅只是觉得陈峰的肉身已经快要能够与其比肩了，但是现在看来，陈峰的肉身怕是要超越他了，这让他的心里有些复杂。因为肉身的优势是他最引以为傲的，现在却有人在肉身方面即将超越他。陈峰淡然一笑，可以，但我的修炼方式你得承受得住才行。你呢？我也能。谭松认真的道。玩命他也敢。见到谭松与陈峰快要较劲起来，柳青心皱了皱黛眉，无奈的道，你们男人的自尊心能不能先放一边？现在剑雨阁的人应该都朝着七玄宗大长老一藏的位置赶过去了，我们也赶紧先走吧。啊对，我们也得赶紧走了。谭松这才反应过来，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是先撤吧。陈峰点了点头，也没有再在此地逗留，身形率先掠出，而柳青心等人也迅速地跟随在了身后。现场一片狼藉，大战所留下来的血腥味道还在森林之中弥漫着。一些蛰伏在森林深处的强大妖兽像是嗅到了这种血味，纷纷开始凑近了上来。只是就在这时，数道黑影忽然从远处急掠而来，在落至这片狼藉的血腥现场后，
为首一人陡然停了下来，眼神有些诧异地望着周围，其余的几人也都纷纷地跟随着停下。好残忍的杀人手法！其中一名同样身穿黑色服饰的青年道，眼中露出一抹震惊之色。现场总共有7具尸体，除了那被钉死在树上的那个少女之外，其余的6人全都是被人削掉了脑袋，这算是一种惨无人道的死无全尸了。看着这些人头，几人也并不陌生了，这些人是杨家的子弟，只不过据他们所知道的，杨家的年轻一辈都算是不弱了，尽数是画像境的强者，而现在却全部被人屠杀了，一个都不剩。忽然，为首的那名青年走向了一旁，捡起了地上的一截树干。那截树干正是陈峰刚刚削掉的那半截树干，而此刻这半截树干的表面极其光滑，就像是一面镜子般巧夺天工，仿佛艺术大师精心雕刻的艺术品般。师兄，这些人难道是剑雨阁杀的吗？一名青年凑近了过来，望着这半截树干，眼底有着一抹震惊之色，问道：这等登峰造极的剑术，还是他第一次见到。他自认作为七玄宗弟子的他，都施展不出这等完美的剑术。为首的男子摇了摇头，皱着眉头道：应该不是，剑雨阁的那些庸才还施展不出这等巅峰剑术，那还会是谁？青年凝重出声：就他们所知道的，宁国之内剑术最强的也就只有剑雨阁了吧。看来宁国有着我们七玄宗并不知情的绝世天才啊。为首男子沉重出声，这对他们而言可不算是什么好消息，毕竟七玄宗与宁国相邻，宁国若是太强的话，也是会牵制着七玄宗的。宁国所在的地方名为南州，南州极其广阔，分为3大宗7大国，这3宗7国之间并没有哪一方的势力极其出众，相互制衡着，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争，到了现在，这10大最顶尖的存在都还保持着一种奇妙的平衡之中。倘若现在宁国过于强大的话，作为他们相邻的七玄宗自然是会受到些许影响的。接着他就放下了手中的半截树干，道：走，别理会他们了，先去找到大长老的遗藏再说。那个老东西可是把上一任宗主所留下来的神灵印葬在身上了，这神灵印可千万不能被宁国的人所夺走，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听到神灵印，几人的脸色也瞬间变得凝重起来。旋即众人也没再在这里继续浪费时间，身躯一动，便是化为一道道流光快速射出，朝着北边的方向急冲而去。在最前方之处，陈峰一行人倒是不知道七玄宗的事。在灵力的笼罩之中，几人穿梭过一片片森林，速度施展到极致的状态之下，距离那地图所标注出来的遗藏地点也变得越来越近起来。然而在赶路之中，孙胖子的脸色却一直显得不太好看，忧心忡忡，仿佛藏有某种顾虑。良久之后，他终于是按耐不住，向陈峰问道：峰哥，你说这地图会有多少人知道？目前已知的就是剑雨阁与我们，不过我估计圣龙商会手中还有一份地图，应该在温诗婉手中，但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对这遗藏感兴趣了。陈峰道。闻言，孙胖子皱了皱眉，不知为何，他心中总有一股驱散不去的不好预感，仿佛还会有什么他们未知的敌人在潜伏着。陈峰似乎也察觉到了孙胖子不对劲的脸色，继续道：虽然说目前摆在台面上的就有3个势力知道这份地图，不过我想应该还不止，兴许还有什么未知的敌人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还是得先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路上要打几场硬战了。在上一世，每一次有那些古人的遗藏出世，就算那些知道遗藏点的人再怎么武警秘密，依然还是会有着各种令人预想不到的方式把情报泄露出去。因此若要说这个遗藏只有3个势力知道，陈峰是绝对不会相信的，这其中肯定还有其他人知道，只是现在那些人还藏在暗处，未曾露面而已。谨慎点，做好心理准备吧。陈峰提醒一句。孙胖子苦笑了一下，玲珑玄黄池的争夺战厮杀本就已经够残酷的了，这些参赛者全都是从宁国之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天才，谁都拥有2把刷子，如今还有可能掺杂着其他外来势力，他还真是不敢想象了。柳青星、木申等人脸色也尽数变得凝重起来。修炼资源永远都是缺乏的，谁也不嫌多，因此武者与武者之间的厮杀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谁都想要变得更强，至于谁能够夺得更好的修炼资源，就得看各自的本事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种动物界的法则到了哪里都是适用的。夜幕降临，森林之中的光线愈发漆黑昏暗了，一道道蕴含着凶戾与狰狞的兽吼咆哮声还源源不断地回荡在这片暗无天日的森林之中，震慑着所有人。陈峰等人不再忙着赶路，而是在一处空地上扎营开始休息。毕竟若是源源不断的赶路，将自己的灵力全部耗空，到时候一旦有人在这个时候杀来，反而会给自己招来杀生之祸。篝火升腾，噼里啪啦的燃烧，陈峰一行人围坐在了篝火之前，
柳青星负责烤肉，并且时刻提防着周围。至于木深潭松孙胖子以及那对双胞胎姐妹，则是开始打坐调息，恢复起灵海之内的灵力。周围除了偶尔响彻而起的几道兽吼声之外，一片寂静。陈峰拿出自己的天丛云剑，剑锋出鞘，仔细看着眼前的剑。这把天丛云剑剑身雕纹着许许多多的古老血纹，勾勒交织间就像是某种太古封印般。而如今经过陈峰的反复杀人与染血之后，剑身之上的封印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剑尖之处出现了一道血纹虎口，仿佛封印被撕开了一角般，导致源源不断的有着一些凶煞戾气受不住封印，疯狂溢出。陈峰摊开手，只见的一团肉眼可见的凶煞戾气犹如枯骨之躯般牢牢地粘附在了掌心之内，并且这种凶煞戾气还带有某种侵蚀作用，正顺着他的皮肤侵入到他的经脉之中。这便是当初老板所说的诅咒吗？看着这把剑上的血纹虎口，陈峰凝重的低喃。这把剑是他在盐城之内无意间在百宝楼内寻到的，当时老板就已经无数次的警告过了，这是一把妖剑，而且之前拿过这把剑的主人全部都忽然暴毙了，所以老板觉得这是一个诅咒。这把妖剑是一把被诅咒过的剑，谁拿了它都会发生不祥之事。对于诅咒什么的，陈峰自然是不信的，所谓的诅咒不过都是一些常人所不知道的秘法以及禁术罢了，一切都有源头可循的，只要能够找到源头，就能够解决这所谓的诅咒。只是这种源头短时间内怕是无法将其揪出来了，因为依照陈峰估计，这凶煞的源头应该是出自这剑的剑灵。剑灵不是每一把剑都能拥有的，能够诞生出剑灵的剑都是拥有一定的岁月历史了，必须得至少有1000年时间的沉淀才能诞生出剑灵。不过能够肯定的是，凡是能够诞生出剑灵的剑绝对是一把好剑。剑灵会有很强的杀伤力，但却不会攻击用剑的主人，而这把妖剑却完全背道而驰，不仅会杀伤力强，还会攻击用剑的主人。这一切的源头只怕是这剑灵出了什么变故了吧。只可惜现在实力还不够。陈峰叹了口气，若是以前世的实力，这剑灵出现什么突变状况，陈峰都能够查探了，但是现在由于实力的问题，他还无法做到这一步。陈峰，就在陈峰思绪飘荡间，一抹清香忽然间迎面扑来，正是柳青星。陈峰一抬头就见到柳青星递过来一只烤肉，不过这只烤肉有点黑不溜秋的，看起来不像是烤肉，反而更像是一种毒物了。你确定这玩意能吃？你确定你不是想毒死我，好继承我的遗产吧？陈峰有些纳闷的道。柳青星那张冷艳仿佛人间绝色的脸颊迅速涌上了一抹羞红。你乱说什么呢？怎么不能吃了？说完他就一口咬在了其中一只烤肉上，接着他的脸色就变绿了，但是他还是很淡定的道，香，真香。陈峰忍不住叹了一口气，眼中掠过一抹郁闷之色，但见到是柳青星辛苦烤的肉，也就没再挑剔，将就的吃起来。柳青星也在陈峰身边坐了下来，美眸看了一眼陈峰手中的剑，轻声问道，怎么，你的剑出问题了？出了点小麻烦吧。陈峰轻叹道，要不我把我的剑给你？柳青星问道，说着他就把他的剑递了过来。陈峰有些愕然，怪异的看着他，这个平日里冷冰冰的小妞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察觉到陈峰的眼神，柳青星脸颊再度涌上一抹羞红，美眸有些躲闪，支支吾吾的道，你别多想，我只是见你实力很强，怕你因为没有合适的剑战力下降，那样的话我们可就亏大了。陈峰莞尔一笑道，不用了，这把剑还能用。这把天丛云剑尽管剑灵被封印住，但陈峰用得很趁手，所以也不想扔了，只要暂时先将体内的煞气给镇压下来就好了，等以后再用其他手段化解掉，这对他而言并不算难办。不用就不用。见到陈峰拒绝，柳青星立马把剑给抽回来，他是第一次主动给男生送东西，居然还被拒绝了，真是不识好人心。陈峰笑了笑，也没去在意。两人就此沉默了下来，只是安静地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片刻宁静。许久之后，柳青星犹豫了一下，开口道，喂，怎么了？陈峰疑惑地看向他而来，之前我说过的一些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柳青星忽然道，哪些话？就是之前那些话。那些话是哪些话？就是那些吗？陈峰，好的，我明白了。陈峰点了点头。柳青星嗔怒地瞥了他一眼，就是你刚来丹楼的时候我对你说过的一些话，说你实力很弱，让你离开丹楼，不然就是我们的累赘，类似这样的话。我想收回这些话，是我目光短浅了。柳青星小声嘀咕道。陈峰诧异地看向他而来，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一直冷冰冰的好像一副生人勿近模样的柳青星会忽然开口说出这样的话。
似是感受到陈峰那直勾勾的目光，柳青心精致绝色的脸颊迅速涌上了一抹绯红，琉璃美眸有些躲闪，又有些羞涩，就像是个小女人般嗔怒的道：“喂，你看着我干嘛？”陈峰笑了笑，摇头道：“那些事都过去了，你不说我都忘记了。再说了，我们现在是伙伴了，也不必将这件事一直放在心上。”听到这里，柳青心暗暗的松了口气。这些日子，他是亲眼见证陈峰所拥有的实力的。这家伙虽然境界弱，但战力却高得离谱，简直就像是个另类的怪物一样。不过，对方的修炼一直都是玩命状态的，能有这般战力，也是在情理之中吧。陈峰伸了个懒腰，那紧绷着的身躯难得的稍稍放松一些，笑道：“今晚你守上半夜，下半夜我来替你吧。”“不用，你去休息吧，今晚我守夜就好。”柳青心道。他的境界是整支队伍里最高的，所以灵力也是最充沛的，自然不需要调息。乖，要听话，你现在也是有伙伴的人了。陈峰微微一笑，捏了捏他的鹅蛋脸，就站起身子朝后面走去。柳青心一开始有些错愕，在2秒后才反应过来，脸颊立即有些一些羞怒。死流氓，敢开我油！陈峰莞尔一笑，没跟他再斗嘴下去，转身之间就要钻入营帐之内。赶了一整天的路了，累死了，现在的他也只想休息一下了。然而就在下一刻，黑暗的森林之中忽然有着一道黑影陡然冲了过来，撞开了身旁的树丛，满脸慌张。谁？柳青心立马站起身子，玉手握在剑柄之上。陈峰眼神也立即变得凌厉起来，盯向来人而去。下一刻，陈峰与柳青心两人同时脸上露出一抹错愕。只见得来人是一名20岁左右的青年，神色慌乱无措，头上还在源源不断的往下流血，将一身干净的衣衫给彻底染红，像是受了很严重的伤势。在见到这里有人出没后，那张布满惊恐与慌张的脸庞，这才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般疯狂求救。救我！求求你们救我！有人要杀我！求求你们救救我！青年脚步一个踉跄，忽然跌倒在地，但眼神依旧有着祈求之意，焦急地看向柳青心而来。木申、谭松等人都迅速地被惊醒了过来，一个个猛地站起身子，朝着来人看去。唰！这时，一道寒光忽然从森林之中急掠而出，泛着冰冷的杀机，毫不留情地洞穿过青年的心脏而过，一击毙命。青年瞪大了眼瞳，死死地看着柳青心等人，咬牙切齿地道：“他们不是宁国人。”在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化为一具尸体倒了下去。而在身后，一群陌生人也尽数露面。这是一群身穿紫色服饰的年轻人，人数约莫7、8个，像是来自同一个势力的。眼睁睁地看着那名青年倒在了血泊之中，陈峰皱了皱眉，眼神不由得朝着前方看去。只见得在这森林之中，忽然冲出了7、8个青年。这7、8个人全都身穿紫色服饰，分为2女5男，全部都是年轻一辈，胸口上没有任何的势力标志。真是一个贱人，都死都临头了，还想着跑路。其中一名身穿略显壮硕的男子嘴角掀起一抹冷笑，忽然上前一步，将插在血泊之中的一杆黑色长枪给拔了出来，枪头还残留着嫣红血迹，带给一种森冷的震慑感。接着他便抬头看向了陈峰一行人而来，脸庞露出一抹戏谑的笑容，似乎有些不怀好意。感受到敌人的接近，木申与谭松等人立即挨在了一起，目光凝重地盯着这些不速之客。这些人虽然年轻，但能够让人感受到的是，这些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波动都特别的强，是能够与剑与阁比肩的存在了。看什么看？没看过杀人啊！壮硕青年怒骂了一句，脸色有些阴厉。庞拓，别惹事。身后一名长相英俊的男子走了过来，轻声道：“看得出来，这人像是这支神秘队伍的老大。”切！壮硕青年撇了撇嘴，也没再去理会，扛起那把重枪就背在了肩膀上，朝着后方走去。那名为首的英俊男子则是从尸体胸口处捡起一块石牌，对准柳晨风的方向就扔了过去，淡淡的笑道：“这石牌就当作是送你们的见面礼，告辞。”陈峰握着石牌，发现石牌上的数目是29分，这可比当初的阳鼎还要强大。陈峰宁海境9重天测出来的数据是19分，而这石牌是31分，说明被杀的这名青年实力至少是画像境9重天的存在了。这些家伙究竟是什么人？柳青心与木申等人都如面大敌般，眼神警惕地盯着这些人。不过这些人似乎也不想多生事，在杀完这名青年后，转身就朝着背后的森林掠去，也不再多逗留。见到他们离开，孙胖子这才长长的松了口气，轻声问道：“这些人究竟是谁啊？怎么感觉面对他们像是在面对族内的长辈一样？太可怕了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凌霄宗的人。刚刚那名为首的男子手中握着的剑鞘有一道灵纹，这种灵纹我只在凌霄宗的弟子身上见过，这种灵纹是他们凌霄宗。”柳青心解释着。
然而还没等他说完，陈峰却忽然冷喝道：“别解释了，怎么了吗？”柳青星一脸不解地看着陈峰，就连木申与孙胖子他们也都满脸疑惑地看着陈峰。然而下一刻，众人像是察觉到了些什么般，脸色立即大变。呵呵，小姑娘有点眼力劲啊，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再度从身侧的一处黑暗密林之中传了出来，接着黑暗的光线开始分裂，一道熟悉的身影跨过了那片密林，再度出现在了陈峰等人面前。身后那壮硕的青年以及其他的人也都一一的走了出来。这一刻，柳青、新木申等人全都汗如雨下，眼神泛着一抹惊恐。这些家伙居然没有离开，而是蛰伏在了周围。这个蠢女人经验还是太浅了。陈峰摇了摇头，轻叹道：“这些家伙打从一开始就是在试探他们，就是为了看看他们到底会不会认出他们的身份来。而现在柳青星不仅认出来了，而且还把来历什么的全都不小心说出来了。对方现在已经存了必杀之心了。厉害啊，小姑娘，看来对我们凌霄宗的事很了解啊。”那名肩膀扛着重枪的壮硕青年阴冷笑道。柳青星的年龄看起来并不算大，也就19岁左右，但是学识却出乎了他们的预料，仅仅只是依靠着一个剑鞘上的灵纹，就把他们的来历都摸清楚了。这番学识在普通人之中已经算是见多识广了，但可惜有时候这种学识反而会害了自己的命。为首的英俊青年也摇了摇头道：“真是可惜了，本来还想着放你们一马，但你们还是作死，要怪也只能怪你们的经验太足了吧，把我们凌霄宗也给认了出来。为了凌霄宗能够减少一些麻烦，只能让你们做个死人，再也开不了口了啊。”柳青星银牙紧咬，美眸之中有着一些惊怒与忌惮。凌霄宗与宁国本来就是对立的势力，一旦要是让宁国的皇室知道凌霄宗的弟子随意越界闯入到他们的领域，并且还擅自干涉宁国的天才选拔，可是会给自己招来祸事的。所以对方为了减少麻烦，必然会知道他们身份的人全部都给抹杀了。柳青星知道这一点，但他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些家伙明面上看似已经走了，但实则却躲在暗地里查探他们的底细。眼见事情已经到了无法和平解决的地步，陈峰索性也不再畏畏缩缩了，干脆走了出来。怎么称呼？陈峰问道。凌霄宗风余木，你呢？为首青年笑道。在他看来，眼前这些人都是属于死人了，他也不忌讳担心什么，报上了姓名。陈峰。陈峰道：“我听过你，你最近在皇城闹得挺沸沸扬扬的。”风余木笑道：“过奖，没想到现在我的名气这么大啊。”陈峰笑了笑，倘若是不知道两人的敌意，恐怕还会以为这两人是许久未见的好朋友呢。但可惜他们都只是把这当成在生死厮杀前最后的一次谈话而已。那么遗言说完了吗？风余木问道。说完了，开打吧。陈峰问道。他也没有多逼逼，直接拔出天丛云剑。这些家伙都不是普通之辈，所以陈峰可没想保留实力杀，就要痛快的杀。有魄力，你可比之前那些废物好多了，一个劲的在磕头认错，搞得我们好像是坏人似的。如果不是发现了我们身份，我们也不想这样的啊。哎，风余木叹了口气，同样拔出了剑，剑身之上留意着一层寒芒，而他的笑容也陡然在这一刻收起，眼神变得锐利如鹰，森然的杀机犹如洪水般不再压制的尽数释放而出。小鬼们，送你们去见阎王爷。身后那名扛着重枪的壮硕男子也猛地把枪身狠狠地震掷在地上，约莫800多斤的重量，直接将地面给砸裂出了一道2指之深的坑洞。这般重枪也是看得柳青星等人眼皮直跳。话别说太满，万一被反杀了呢？陈峰眼神也同样变得冰冷起来，杀机凛冽，森然出声。柳青星、木申等人也是同样眼神一凝，雄浑的灵力爆发起来，震得周围空气泛起了阵阵波澜。他们知道自己这一方的总体实力恐怕是比不过对方的，但是哪怕是战死，他们也绝不会跪下求饶。杀！陈峰忽然暴喝一声，一步猛地跨出，一股雄浑的战势爆发了出来。轰隆隆！然而下一刻，没等双方之间动手，这方大地忽然剧烈的开始震动起来，山摇地晃，一股可怕的力量从地底下席卷而开，竟是直接将地面给撕裂出一条裂缝。怎么回事？陈峰脸色大变，风余木他们也同样神色震动，他们确定这不是对方搞的鬼，而是这地底之下似乎藏着什么东西，即将要破土而出了。只见的在那裂缝之下，竟是有着10几头通体漆黑，背上布满着尖锐黑刺的狰狞怪物，露出了猩红的瞳孔。刷刷！而就在陈峰发现这地底之下突如其来的动静时，附近的山体全部都崩塌了，地面尽数裂开，源源不断的有着一些巨型黑刺从地面之下洞穿而出，接着以电光火石之间的速度刺向了众人而来。
这突如其来的巨变与凶猛的攻势，让得木生谭松等人露出慌乱失措的神情。但很快的，陈峰率先反应过来，爆发起金光灵力，在周身布下了一个护体金盾，将柳青星、木生等人都护在了其中。咚咚，黑刺怪物急冲而出，携带着尖锐的利刺，狠狠地撞击在了这护体金盾之上，沉闷之声连连响彻。然而，陈峰等人还是小看了这些黑刺怪物，只见得地面的裂缝愈发扩大，越多的黑刺怪物疯狂地冒了出来，从一开始的10几头，到后面的20几、30几、40几，源源不断的，仿佛没有止境般，有着黑刺怪物从地底之下涌了出来。这些都是什么怪物啊？孙胖子脸上满是惊惧之色。这些黑刺怪物相貌丑陋，尖嘴猴腮，像是老鼠般，又不像老鼠，因为它们的体型是老鼠的好几倍了。而且穿透力极强，风榆木等人的反应速度也是极快，同样很快就架起了一道灵力防御，阻挡住了这密密麻麻的黑刺怪物进攻。这是魔刺鼠，是一种难以见到的妖兽，一般生活在地底之下，多以群居为生。没想到我们居然遇上这些怪物了。陈峰诧异的道：现在该怎么办？柳青星脸颊也是露出煞白之色，忐忑不安的看着这些怪物。砰砰砰，大地在这一刻尽数崩塌，而在那崩塌的地底之下，肉眼可见的有着一双双猩红色的瞳孔，正冰冷地注视着他们。旋即，数以百计的魔刺鼠便犹如潮水般的涌了出来。不仅仅只是柳青星等人慌乱，就连不远处的风榆木等人也同样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遇上了魔刺鼠兽潮，而且看现在这模样，这些魔刺鼠兽潮还盯上他们了。咚咚，陈峰所张开的金光护盾正在遭受着疯狂的袭击与冲撞，一道道光纹涟漪迅速地扩散开来，隐约可见的还有着一道道细小的裂纹已经开始弥漫而出了。想来这道金光护盾已经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崩坏了。没有时间给陈峰等人考虑，陈峰立马轻喝道：准备动手！砰！终于金光护盾爆炸了起来，滚滚狂风掀起地面的层层硝烟，一起席卷了出去，场面彻底变得失控了。那些魔刺鼠就像是失去了束缚般，从四面八方同时冲了上去，张开血口，露出那森然獠牙，就撕咬向了陈峰等人而去。而在陈峰的金光护盾爆炸起来的同时，风榆木的灵力光壁也同样爆炸了起来，旋即同样有着数不清的魔刺鼠从各个角落里向他们扑食而去。动手，围在一起，不要分散了。风榆木脸色难看的低吼出声，接着他身躯展动，狂暴无匹的灵力攻势便朝着周围的魔刺鼠轰了过去，灵力肆虐，所携带着的破坏力也是相当惊人的，竟是直接当场将扑食而上的一群魔刺鼠给轰成了漫天血雾。但是很快的，后面还有着一大波的魔刺鼠涌了上来。陈峰双拳挥出，如猛虎而行，灵力覆盖着他的周身，凝成了一层龙鳞，携带着龙族的权威，轰向了那群魔刺鼠。同样是有着一大片的魔刺鼠被轰爆成漫天的血雾。柳青星与木生等人迅速地围在了一起，刀光剑影狠狠地劈落而下，锋利的剑芒直接削掉了好10几头魔刺鼠的脑袋。众人的猎杀速度极快，短短不过几个呼吸之间，就已经有着一大片的魔刺鼠惨死在他们脚下了。但是这些魔刺鼠眼睛猩红，仿佛是冷血的动物般，面对着周围同伴的丧命，他们就像是没有任何恐惧的心理般，依旧是源源不断悍不畏死的撕咬过去，场面变得极其混乱。陈峰与风榆木双方都在拼命厮杀着。接着陈峰在混乱之中与风榆木对视了一眼，两人没有说话，但都心照不宣。在厮杀的同时，双方之间的身形挨得越来越近，凑到了一起，背靠着背，疯狂地厮杀着这些魔刺鼠。在这等危机关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尽管双方在之前是属于敌人，但若是不先解决掉眼前这些魔刺鼠的话，谁也别想轻易地活下来。风榆木与陈峰两人心底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两人之间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商量，很默契地靠在了一起。柳青星、木生等人也迅速与凌霄宗的弟子也同样围靠在了一起。10几个人所拼凑起来的阵型，就像是一堵固若金汤的巨墙般，狂暴无匹的灵力犹如滔滔洪水般不断爆发而起，抵御着这些魔刺鼠的疯狂撕咬与进攻。陈峰一剑劈下，天从云剑迸射出一道凌厉的煞气，削铁如泥般，当场就将3、5头魔刺鼠给劈成了2半。但是很快的，后面又源源不断的有着大量的魔刺鼠围拢而上。谭松眉心之间的祖纹也燃烧了起来，黑象族的血统激发下，身躯膨胀了数倍，犹如一头怪物般，一拳就将一头魔刺鼠给轰成了血雾。但是眼前的局势，他们终究只能是被动的防守着，而越来越多的魔刺鼠就像是永无止境般，源源不断的从这地底之下的裂缝之中冲了出来。峰哥，我快扛不住了！孙胖子脸色涨红无比，一边用大刀将一头头魔刺鼠的脑袋劈下来，一边不断后退着。他的实力在队伍是最弱的，
所以战况也是最为艰难的。其他人虽然比孙胖子要好一些，但也同样好不到哪里去。那对双胞胎姐妹同样脸颊泛着凌厉的寒光，一道道剑气割裂而出间，震散了许许多多的魔刺鼠，但同时他们的脸颊也是微微有些通红，鼻息之间的吐纳已经变得急促起来，想来也是坚持不了太长的时间。场中唯一能够挺着的就只剩下柳青星、木申、谭松以及陈峰4人了。但若是按照现在源源不断的魔刺鼠涌出之下，他们也坚持不了太长的时间了。啊！忽然间，一道凄厉的惨叫声响起，只见得凌霄宗的一名弟子当场就被这些魔刺鼠给撕咬下了一只手臂，鲜血喷灌而出，瞬间吸引了大片的魔刺鼠。元师弟！风于木神色一惊，立马冲了过去，脸色狰狞，一剑横扫而出。轰！刹那间，洪流般的剑气席卷开来，仿佛连空间都要被割成2半。那等惊人的杀伤力，当场就将围上来的魔刺鼠给削成了2截。但是，这依旧是改变不了什么。只见的后方还是有着数以千计的魔刺鼠涌了上来，一时间，这片黑暗的森林之紫红顿时变得极其的混乱。这些魔刺鼠数量极其庞大，而且皮糙肉厚的，若不是用巨大的灵力，根本杀不了他们。若是我们与他们在这里耗下去，等我们把灵力都耗尽了，就都得死在这里了。陈峰得赶紧想个办法。柳青星焦急的道。陈峰皱了皱眉，脸色也同样变得凝重起来。他一剑劈下，斩死了几头魔刺鼠之后，忽然抬起头来，盯着这四周的魔刺鼠，他就渐渐地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这些魔刺鼠虽然常年群居在一起，但不应该是这么悍不畏死的才对。再加上这些魔刺鼠的眼睛也不太对劲，魔刺鼠的眼睛是黑色的，但眼前的魔刺鼠眼睛却是犹如入了魔般的猩红色的，仿佛有着一股凶性从血液之中疯狂的激发。谭松，我们一起上，你在前面，我殿后，杀光他们。陈峰忽然喝道。好，峰哥，听你的，宰了他们。谭松咬了咬牙，他心底也同样憋着一口气。他作为半妖，体内有一半的血统是黑象族的，这般血统可比魔刺鼠要高级的多了。若是真的在这里被这些魔刺鼠给杀了，那他真的没有任何颜面去见他们黑象族的长老们了。干！谭松低吼一声，祖文燃烧之下，身躯再度膨胀了起来，连上衣都被撕裂，那匀称而雄壮的肉身充满了一种无坚不摧的极致力量感。他率先冲了上去，鼠拳挥出，当场就将好几头魔刺鼠给砸成了血雾。力！但是很快的，只听得一道倒立喝声从前方之处传来，一大群的魔刺鼠同时涌了上来。这一幕吓得谭松脸色都绿了。峰哥，这么多，扛不住啊！谭松转过头去，悲惨地喊道。然而他身后哪里再有什么人，只有那一头头魔刺鼠猩红色的眼睛在盯着他。峰哥，你人呢？谭松大喊。忽然间他发现，本应该出现在他身后作为他后盾之人的陈峰早就已经跑得没影了。回过神来的谭松像是想到了些什么，脸色大变。不是吧，峰哥，你死哪去了？你居然卖我！你帮我扛着，我去就来。在森林的另一头，陈峰的声音传了过来。尼玛，不带这样玩我的，你还是人吗？谭松悲惨地喊道。但没过多久，他就喊不出来了，因为在前后夹击之下，已经有大量的魔刺鼠同时冲了上来，他整个人影都被淹没在其中了。而借助着魔刺鼠去吸引，陈峰也顺利地逃脱了。朦胧的夜色之下，陈峰双足之间缠绕着一团金光凌厉，整个身躯犹如雷霆般朝着森林深处贯穿而出。在急速爆裂间，陈峰耳边已经渐渐能够听到那回荡而来的细微鸣笛声了。果然，这是有人在作妖。陈峰脸色狰狞，他就觉得这些魔刺鼠不可能会无缘无故像冷血的杀人机器般对准他们疯狂撕咬进攻，这背后肯定有人在作妖。而那人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传说之中的驯兽师了。驯兽师这是一种很古老的职业，极其少见，因为驯兽师需要熟悉各种妖兽的兽性，并且根据其兽性还得练习能够与他们的血液产生共鸣的音波，所以驯兽师在武者世界里是一个既神秘又极其危险的存在。当陈峰连续跨过好几片密林时，终于是见到在一棵茁壮的百年大树背后正隐藏着一道全身在包裹在黑袍之中的人影。找到你了。陈峰眼神露出一抹冰冷的寒意。在陈峰发现到对方的同时，对方也陡然抬起琴手，黑色的面纱遮住了他半边脸颊，那对桃花眸子露出几分诧异，显然是没有料到陈峰居然能够发现并且追到这里来。没有丝毫废话，陈峰身躯立即暴冲而上，灵力运转之间，一拳狠狠地轰了过去。黑衣少女娇躯灵敏地躲了过去，跳下了那棵大树，而她先前所站的那棵大树树干当场被陈峰轰成了粉碎。瞧得这般变态的肉身与杀伤力，少女黛眉微蹙。只是还没等她回过神来，
陈峰就已经再度欺身而上，金光覆盖着手臂，龙鳞凝练而出间，仿佛就像是一条龙臂般，携带着凶悍的劲风，再度轰向了他的喉咙而去。陈峰出手招招狠辣，全以要害而攻，丝毫没有因为对方是女孩子而有丝毫的怜香惜玉。少女似是有些动怒，桃花眸子中迸射出冰冷的寒光，玉手抬起，灵力缠绕之间，同样是一掌对轰而出。砰！拳掌相碰，璀璨的光芒闪烁之间，一头五彩斑斓的小蛇陡然快速地从少女的袖子之中穿梭而出，顺着陈峰的手臂缠绕了上去。而陈峰的金光灵力则是如同一头凶悍无比的怒龙冲击般，瞬间撕裂了那灰色的灵力。轰！当即只听得闷哼一声，少女与陈峰两人同时被震开。少女抬起玉手，只见得一团金光像是驱散不去的烟圈般在她掌心之内萦绕着，那种锥心般的强烈剧痛让得少女脸颊微微冒出了些许冷汗。这股金光灵力已经完全狠狠地摧毁了她所有的灵力防御。好霸道的灵力，你这小子不是普通人。少女抬起琴手，银牙轻咬着红唇，桃花眸中有着一抹冷冽的杀机闪烁而过。她能够感受得出陈峰的境界只是宁海境9重天而已，但是他所释放出来的灵力却连画像境都远远不及。而对面少女所放出去的五彩斑斓小蛇也迅速地爬上了陈峰的手臂，没给后者反应的机会，张开血口就狠狠地咬了下去，一股毒素迅速地注入进去。驯兽师果然有些本事。陈峰冷漠地看着手臂上的尸斑小蛇，旋即一只手探出，将五彩斑斓的小蛇给抓了下来。接着陈峰一用力，毫不留情地将这五彩斑斓小蛇给掐死。然而他原来被小蛇咬中的那条手臂已经泛起了紫青色，像是毒素已经在手臂上蔓延开来了。已经晚了，毒已经注入你体内了。少女冷笑道。尽管陈峰的实际战力超乎他的预料，但这也没用了，只要被他所驯养的毒蛇咬走，都必死无疑。是吗？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陈峰冷笑道。少女黛眉一蹙，没等他反应过来，一道鬼魅般的身影就忽然在他的身后出现，正是风于木。风于木脸上露出狰狞的杀机，剑如雷动，顺着他的头顶直接劈落而下。轰！剑势如虹，在这一刻彻底释放，狂风大作，绚丽的剑光凝幻成了一头狂狮，携带着滔天的杀机冲向他而来。在陈峰动身追向森林深处之时，风于木也早已离开了那片魔刺鼠兽巢，因为他也发现这群魔刺鼠是背后有人在操控的，若是不将这操控之人给揪出来，他们都将必死无疑。相比于其他凌霄宗弟子，他的实力是最强的，所以他以最快的速度撕开了那片魔刺鼠的围攻，赶往这里而来。感受着身后席卷而来的恐怖杀机，少女俏脸大变，周身灵力爆发起来，瞬间凝成了一道光壁，护在了周身。砰！狂狮冲出，狠狠地撞击在了他的灵力光壁之上，只听得一道轰鸣巨声响彻，那道灵力光壁瞬间爆炸了起来，狂暴无匹的冲击波席卷而开，少女的娇躯也被狠狠地震飞了出去，踉跄地倒退了10几步，俏脸掠上一抹苍白，一抹血迹立即顺着她的红唇溢出。她面无表情地抬手擦去嘴角的血迹，那对桃花眸望向风于木而来，眼中露出一抹笑意。风师兄，2个月未见，你实力变强了啊。严冰，你的驯兽本领也见长了。风于木眼中露出冰寒之意，淡淡的道。看得出来两人都已经是旧相识了，只是虽处于同宗门，但关系却好像并不怎么和睦而已。没想到你们天殿的人也盯上这神灵印了。风于木道。那被称为严冰的少女笑意盈盈，桃花眸散发出一抹媚骨。所以风师兄，这神灵印可以让给我吗？可以吗？送你2个字，滚蛋。风于木阴厉的道，看起来像是对这名为严冰的少女怨念不浅。严冰也并不生气，只是美眸饶有兴趣地看着风于木，又看了看陈峰。但这一刻陈峰的手臂似乎已经变得正常了，之前所蔓延开来的紫青色已经完全消失。这不可能，我的五彩蛇毒怎么会没有作用？严冰美眸之中露出一抹震惊之色。他刚刚明明还看见陈峰的手臂已经中毒了，但是现在一转眼的功夫，陈峰居然就好了。要知道他的毒可是连通天境的强者都会被毒倒，更何况只是一个宁海境9重天的小鬼。陈峰却不慌不忙地抬起头，毒？哦，忘记跟你说了，我最不怕的就是毒了。在上一世他自己炼制过的毒丹都数不胜数，这区区一点蛇毒能难得住他？开玩笑吗？这是。那么现在开始算账了，给你2个选择，你是选择自裁呢，还是我帮你自裁呢？陈峰道。严冰不禁感到有些好笑，有区别吗？有，你自己选择体面，或者我帮你体面。陈峰道。气氛开始变得紧张起来。风于木站在后方，陈峰站在了前方
两人几乎将对方想要逃走的方向都给堵死了。陈峰不喜欢被人算计，更不喜欢被一个女人算计，尤其最不喜欢被一个长得又好看、城府又深的女人算计。严师妹，你也有今天。风于木冷笑道，接着他眼神陡然迸射出一道凛冽的杀机，不再跟他废话，身躯猛然暴冲而出，磅礴的灵力犹如洪水般尽数爆发开来。而陈峰也同样身形迅速冲出，金光灵力携带着极其霸道的波动席卷而来。两人合攻之下，别说是一个画像境了，就算是通天境的强者来了也得认栽。不过严冰也不是一个乖乖就范的女人，只见的后者脸颊覆盖着一层冰霜，美眸寒光涌现，忽然玉手一挥，连续好几头五彩斑斓的小蛇便从她的袖中穿梭而出。刷刷，凌厉的破风声响彻，那些小蛇迅速地冲向了陈峰与风于木两人而去。小心这些毒蛇！风于木低喊道。他知晓这五彩斑斓的毒蛇有多么厉害，当即脸色一变，剑光横扫而出间，立即将这头袭击向自己而来的小蛇给砍了下来。而陈峰也同样一拳轰出，金光爆炸，可怕的灵力凝聚成了一团拳印，当场将这几头五彩斑斓的小蛇给轰成了血雾。只是当他们杀完这几头小蛇时，再度抬起头，严冰已经从身侧的一处密林之中冲了出去，速度极快，一溜烟就跑得没边了。这个狡猾的女人！风于木脸色阴沉无比，不过他也不敢追出去，因为在这种密林之中，完全就是驯兽师的主宰场，稍有不注意就会被那些神出鬼没的毒物给弄死。而严冰又是一个等级极高的驯兽师，早已对这种密林猎杀有着丰富的经验，他若是敢追，指不定会中了对方的埋伏。而陈峰同样没想追，与杀严冰相比，孙胖子、谭松这些人的安全在他心目中更加重要。当即他也没再停留，转身就朝着谭松等人的方向跑去。风于木恨地咬了咬牙后，同样开始原路折返。当陈峰等人再度回到原来的地点时，魔刺鼠兽巢已经尽数退去了，只留下那满地的魔刺鼠尸体，鲜血喷满了一地，空气之中还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道。至于柳青星等人以及那群灵霄宗弟子，则是全部瘫软在了地上。经过一番生死厮杀之后，他们都已经明显精疲力尽了，但好在并没有出现什么伤亡情况。当陈峰等人赶到时，见到众人都安然无恙后，也都松了口气。这些混小子还是有些能耐的。峰哥，我差点就死了，你知道吗？我差点就死了啊！谭松一见到陈峰，本来还精疲力尽的，硬是咬牙切齿的冲了上来，对着陈峰一顿狂喷。行了行了，我这不是去帮你们解决操控魔刺鼠的源头了吗？陈峰无奈的道，况且你们这不还好好的吗？放心，有我在，你死不了。我信你个鬼！谭松骂骂咧咧，他算是见识到了陈峰的另一面，坑人的一面。不过兴许是骂累了，几人也没想跑了，干脆原地坐了下去。反正有陈峰在这，他们也不怕其他妖兽来偷袭。咱们还打吗？陈峰看向了风于木而来，问道。不打了。风于木也是豪迈之人，刚刚他们一行人共同经历了一场生死之战，这一刻也不好再为了一些身份敏感什么的再出手针对了。你们挺厉害的，没想到宁国之内还出了你们这些天才。风于木诧异的道。他说的是实话，能够与这群魔刺鼠拼杀到这种程度的，都是难能可见的天才了。你们也挺厉害的。陈峰轻声道。他同样说的是实话，这些人的实力估计都不弱于剑宇阁多少了。你们能不互相吹捧了吗？柳青星无语的道。哈哈，来，你们坐下调息，我们帮你们护法一下。风于木笑道。当即柳青星等人与凌霄宗的这些弟子全都开始盘坐起来，进入了调息的状态。这次杀这么多的魔刺鼠，对于双方之间的消耗都是特别的巨大。而在他们调息之间，风于木也看向了陈峰而来。陈峰，有兴趣来我们凌霄宗吗？我想宁国这地方还留不住你这条大龙，以后再说吧。陈峰笑了笑，你们这次也是为了那七玄宗大长老的遗藏而来的吧？风于木不再忌讳什么，大大方方的道。七玄宗大长老身上有一件我们必须要得到的东西，神灵印。陈峰诧异的问道。刚刚在与严冰那个驯兽师打的时候，就曾听他提及过。前世作为北玄剑帝，陈峰自然知道神灵印是什么东西。神灵印，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属于神明的力量。这神灵之力一共分为9种：天空、大地、海洋、黑暗、大日、明月、毁灭、死亡、复苏。这9种神灵印，凡是获得哪一种，都能够拥有着超越自然的神秘力量。神灵印，陈峰在上一世曾经接触，并且也仔细的研究过。所谓的神灵印，其实是法则之力演变而来的，算是法则之力最低级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天武大陆被众口相传，奉为神明的力量。
但实际上，在虚神界，这种神灵印只是最初级的一种法则之力。法则之力已经涉及到武道的后半段道的力量。道，虚无缥缈，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而法则之力则是将道的虚无力量真正化为有形力量，并且将其掌控。天空、大地、海洋、黑暗、大日、明月、毁灭、死亡、复苏，这9种神灵印都是由法则之力炼化而成的。当然，法则之力并不单单只有这9种力量，还有更高更神秘的力量，那些以后再讲了。总而言之，目前陈峰所认知的能够炼化成神灵印的，便是只有这9种。凡是能够找到任何一种神灵印，都能够给武者的实力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像神器在手，哪怕武者的实力再低，都能够发生实力上的巨大蜕变。风于木解释道，这道神灵印本来是属于七玄宗上任宗主之物，但不知为何却被七玄宗的大长老给带出来了。如今那位大长老已死，神灵印便是无主之物了。不过真正知道大长老身上携带着神灵印的并不多，只有我们凌霄宗与七玄宗而已。好在宁国的皇室并不知道这位大长老身上带有神灵印，否则的话这次也轮不到我们来争抢了。之所以要杀掉知晓我们身份的人，就是因为不能让皇室知道我们进入宁国的国界了，否则的话以你们宁国皇帝那多疑的性子，肯定会想到很多东西。如此一来，就算我们真的找到神灵印，恐怕也走不出这宁国的国界了。南州之内分为3大宗7大国，这10大势力之间的总体实力其实是很平衡的。像凌霄宗、七玄宗这些古老的宗门，虽然弟子众多，底蕴深厚，但是人数却极少，比起宁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总体实力并没有强上多少。毕竟宁国的100万铁骑也不是吃素的，随便吐一口唾沫都能把他们给淹死了。那你为什么忽然间改变想法了，不与我们动手了？陈峰诧异的道。风于木看着陈峰摇了摇头，说实话，从这次魔刺鼠兽潮之中，我们也看到了你们的本事。若是真的我们双方打起来，恐怕只有是2败俱伤的局面，这对我们接下来找寻神灵印并不利。我觉得我们可以化敌为友。我想你们会跑到这里来，想必也是为了那七玄宗大长老的遗藏吧。陈峰点了点头。那不如我们联手如何？这次偷偷来到宁国的并不止我们凌霄宗，还有七玄宗的人也来了，他们也知道地图。除此之外，还有剑雨阁与圣龙商会，指不定还有什么其他的强者借助着玲珑大会这场大规模的年轻人争斗，偷偷潜入进来了。至于真的进入遗藏之地，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就看各自的能耐与本事了。如何？风于木问道。可以。陈峰点了点头，没有意见。他并不知道风于木等人能不能信任，但是短暂的合作还是有好处的。短暂的休息时间很快就过去，在这夜深人静的森林之中，尽管有着许多强大的妖兽蛰伏在周围虎视眈眈，但在陈峰与风于木两人的镇守下，也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偶尔有几头不开眼的妖兽闻着血腥味道冲了进来，也被两人合力迅速的解决掉。约莫半个小时之后，柳青星与木申等人全都苏醒了过来，灵海之内的灵力已经恢复了近80%了。而凌霄宗的弟子也不再调息，同样睁开眼睛看向风于木，道：可以出发了。刚刚两人之间的谈话同样落入了柳青星与凌霄宗等人的耳朵之中，对于这场短暂的合作，他们也并没有异议。走吧，去见识见识其他势力吧。风于木淡淡一笑，挥了挥手，便带着凌霄宗的弟子尽数朝着北边的方向急冲而出。我们也动身。陈峰同样道。当即众人同一时间都开始出发。七玄宗大长老的遗藏按照地图上所给的指示，就坐落于圣灵山脉的北边，与圣灵山脉的外围还有些距离。即便是陈峰等人快速赶路之下，也同样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沿途之中，众人也遇上了不少妖兽，但这些都被陈峰与风于木两支队伍迅速解决掉。除此之外，他们也还遇上了同样参加玲珑大会的参赛者。对于这些参赛者，一般不主动来找事，陈峰也不会去搭理他们。但若是主动来找事的，陈峰也不会留情，尽数杀光，并且抢劫了他们的石牌。与那七玄宗大长老的遗藏一样，取得这场玲珑大会的胜利也是陈峰的目标之一。而在同一时间，对这遗藏感兴趣并且拥有地图的一些队伍也同样在往那个方向赶。终于在这10天的赶路之后，他们来到了圣灵山的北边之处。放眼望去，只见得在2座巍峨壮观的大山之间，正有着一处幽静的山谷，山谷面积极大，其中矗立着一座座古老的繁茂森林，飞禽走兽携带着各种音波与笑声在谷内回荡着。除此之外，这座山谷的天空还笼罩着一层灰黑色的雾气。这种灰黑色的雾气并非是普通的雾气，而是一种类似于迷障雾一样的东西，将这山谷内的详细地势遮掩得虚虚幻幻。若是仔细看去，还能看见其中茁壮生长的树皮都呈现出一种暗灰色。在这种长年累月的迷障雾侵蚀下，这种百年大树明显发生了一些变异，这里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了。
迷障谷。如果温会长给的地图不假的话，那这迷障谷就是七玄宗大长老的陨落之地了。陈峰轻声道：“我们所得到的地图也是这里。”风于木看了看手中的羊皮地图，双方之间的地图都是一样的，那么错的几率应该是不大。不过眼前这个山谷可没有他们想象之中的那么安全，那笼罩在上空的灰黑色雾气总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走，下去看看吧。陈峰道。众人点点头，也没再迟疑，都已经到这里来了，自然是不可能退却了。众人身形迅速从一处山坡上冲了下去。然而就当他们来到迷障谷的入口前时，陈峰却见到了几道熟悉的身影，正是剑雨阁那些人。陈峰，当秦如月见到陈峰时，美眸之中也闪烁过一抹诧异，但接着他的脸颊就变得阴沉起来。陈峰等人怎么可能也知道这七玄宗大长老的遗藏的地点？果然被圣龙商会给坑了，那些王八蛋奸商。霍玄宇同样咬牙切齿，心中充满了怒火与恨意。他们花费了一壶巫神生命泉，方才得到了那盘龙玉柱，而现在陈峰这些人轻轻松松的就到这里来了，不难猜测出他们所拥有的地图肯定也是圣龙商会给的。一份地图卖给2家人。好久不见。陈峰落下来后，轻笑着便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对于他们眼中的恨意与咬牙切齿的模样，视而不见。霍玄与秦如月等人瞪了一眼陈峰，接着就看向了陈峰身旁的风云木而来，眼底隐隐间有着一抹忌惮之色闪烁而过。这些家伙又是谁？秦如月冰冷地问道。他能够感受得出来，风云木等人并不弱，已经能与他们剑雨阁比肩了。风云木的目光扫过剑雨阁等人一眼，便不再理会，直接将注意力放过了这迷障谷之内。我们进去。风云木挥了挥手，便带着凌霄宗的弟子朝着那山谷的入口走去。陈峰等人也跟随在身后。眼见风云木他们这么无视自己，剑雨阁的许多弟子都一脸难看。这些家伙拽什么拽？秦如月美眸之中寒意凛冽，刚要跟上去，却被霍玄宇拉了下来。师妹，别冲动，这迷障谷不是那么简单的地方，就让他们先打头阵吧。反正最后即便是他们得到了遗藏，我们也有实力从他们手中抢回来。霍玄宇道。秦如月沉吟了一下，便点点头。等到陈峰、风云木等人走出一段距离时，霍玄宇他们才不急不缓地跟在了他们后方。这些胆小鬼！察觉到剑雨阁的人跟在了后方，孙胖子忍不住暗骂了一声。别管他们了。陈峰淡淡的道。剑雨阁的那些天才，陈峰虽然重视，但还不至于怕了他们。既然他们喜欢跟在后头，那就让他们跟好了。进入到山谷之内后，朦朦胧胧的灰黑雾气就将众人给笼罩而进。这种灰黑雾气不仅携带着侵蚀之力，甚至还带有某种能够压制住武者体内灵力流通的毒素。一入山谷之后，陈峰等人就明显的感受到身躯变得沉重起来，体内灵力的流通速度也被压制的有些缓慢。这个迷障谷果然有点古怪。风云木沉声道。大雾飘渺，虚虚实实，将眼前的视线遮盖得有些模糊，隐约间只能看清数米距离的景象，至于更深的地方则完全被大雾所覆盖了。陈峰走在最前方，与风云木并肩而立，脚踩着赤红色的大地，一步步地朝着深处而去。一旦发生突发情况，作为2支队伍之中最强之人，方才有能力应付，不至于太强。至于柳青星等人，则是跟随在了他们的后面，不敢离得太远。然而随着逐渐的深入，陈峰竟是发现这迷障谷之内的雾气竟是变得越来越浓郁，原本10米范围的视野渐渐缩小到了8米、5米、3米。眼见迷雾越来越浓，陈峰本打算回过叮嘱柳青星等人跟紧点，但当他转过身时，才发现原本应该站在他身侧的风云木竟然消失了。接着他回过头去，柳青星、木深、谭松、双胞胎、孙胖子这些人全都不见了。谭松、胖子，陈峰大声喊了一句。然而偌大的迷障谷之内，他的声音响亮的在回荡着，却不见任何回应。该死！陈峰脸色有些难看，立马倒退冲了回去。然而无论他怎么寻找，都已经不见柳青星与风云木等人的痕迹，仿佛他们就这么凭空的消失在这迷障谷之内了。这种迷障雾气果然有古怪。陈峰心底一沉，不过现在的他也别无他法，只能继续往前走。柳青星他们的实力都不弱，有着一定的自保能力，反倒是胖子那个人实力弱了点，不过他随身携带着各种疗伤丹，是个惜命的主，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就挂掉。现在也只能让他们自求多福了。既然来了，我倒要看看你这迷障谷能耍什么手段。陈峰冰冷出声。而随着陈峰走动起来，他也是渐渐能够看见这片灰黑色的大地有着大大小小无数道沟壑，仿佛在之前这里发生过无数次大战般。在一些碎石沙土之中，
还能够见到一些破碎的武器，一些骷髅头。陈峰皱了皱眉，在这迷障谷之内走了将近10几分钟后，他发觉随着雾气的变浓，雾气之中所携带着的某种压制武者灵力运转速度的毒素也开始变浓烈起来。终于等到陈峰走了将近半个小时后，他才见到了一片森林。这里本应该是一些茁壮的百年大树，但是现在全都干枯了。地底下那纵横交错的树根像是被抽干了所有肥沃的养分与水分，一直到树干表面上都结出一种灰黑色的老旧木屑。陈峰一只手搭了上去，用心感应着这棵树的情况。片刻之后，他方才放下了手，继续探查下一棵树。如此反复查探了将近10几棵树之后，他发觉所有的树木都一样，已经毫无生机了。树木的种植必须得有适合植物生长的养分和水分，而这些养分与水分绝大部分都是盘踞在地底之下的深根汲取着肥沃的土壤得来的。现在这种养分与水分全部消失，这不禁让陈峰料想到，这是地底下的土壤发生了变异。那位七玄宗的大长老所得到的神灵印，难道是大地神灵印吗？在陈峰的印象之中，9种神灵印分别对标着的9种截然不同的世界之力，比如天空就是对标天空之力，海洋就对标海洋之力。而如今这地底之下所有的养分与水分全都被吸干了，使这大地变得干枯毫无生机。在他的印象之中，这与大地之力的神灵印极其相似。大地之力同样是一种极强的世界法则之力，凡是掌控了这大地之力，就如同成为了大地之主，对于大地有着绝对的控制力。而如果大地之力真的被一些修炼者抽取掉的话，那这些土壤的变质导致这些百年大树尽数枯萎也可以理解了。当然这仅仅只是陈峰的猜测，因为能够导致这些大树枯萎的原因不单单是只有土壤的变质这一个原因，还有毁灭与死亡，这2种神灵印同样可以令得这方森林尽数枯死掉。在没见到神灵印，陈峰心底的还只是猜测，一切都还有待证实。陈峰没再在此地停留，眼神看了一眼这方朦胧的天地，沉吟了片刻，便继续顺着这些枯萎的大树森林走了下去。四周灰黑色的雾气已经越来越浓，颇有种迷雾遮掩世界的虚幻之感，视线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伸手探出之间甚至难以见清五指。也不知道木深谭松、孙胖子这几个混小子现在怎么样了。魏父很担心你们啊。陈峰心中谩骂了一句，就这般漫无目的地走着。约莫半晌之后，他心中忽然涌起了一道念头，沙沙。而就在他念头刚在脑海之中生出时，前方不远处突然有着一道细微的脚步声传来。他顿时抬起头来，只见的那片狂风席卷而起的沙尘之中，一道肥硕的身影忽然狼狈地跑了过来，嘴里还在不停地呛着烟沙。孙胖子。在见到这道熟悉的肥硕身影后，陈峰微微一愣，接着神色大喜。峰哥。在见到陈峰的那一刻，孙胖子原本灰头土脸的脸庞上也飞快地露出狂喜之色，然后迈起沉重的脚步声朝着陈峰飞奔而去。陈峰望着这道狂奔而来的肥硕身影，也终于是松了口气。这混小子终究还是没死成，太遗憾了，啊呸，太高兴了。陈峰赶忙上去迎接，脸上同时露出笑容。只是他这种笑容仅仅维持刹那时间，接着他脸色就陡然一变。只见的胖子在接近陈峰的一刹那，手中竟是藏着一柄匕首，一抹冷冽的寒芒闪烁开来。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孙胖子脸色露出一抹狰狞，泛着寒芒的匕首就朝着陈峰的心口之处扎了下去。就在即将刺中的瞬间，陈峰的脸色也是迅速阴沉下来，金光灵力爆发，蕴含着灵力劲风的一掌立即拍了出去，狠狠地打在了孙胖子的身躯上。砰！低沉的闷声响起，孙胖子的身躯立即倒飞而出。不过在摔下地之时，一团灰黑色的雾气却将他给包裹，接着就欲趁着这灰黑雾气的遮掩迅速逃走。想跑？陈峰可没对方这个机会，在他即将逃走时，金光灵力立即释放，汇聚成一根根金丝细绳，将其他牢牢地束缚住，不给他任何的逃脱机会。孙胖子脸色变得无比狰狞，双瞳赤红，无数灰黑色的光束从他身躯之内爆射而出，似乎想要撕裂这些金丝绳的捆绑。不过陈峰的灵力之中乃是掺杂着最强龙族的龙力，岂是他所能轻易就能够撕裂的？在奋力的挣扎了一番之后，依旧没有任何作用。陈峰眼神漠然地走了上去，他知道这个孙胖子是这灰黑雾气之中诞生出来的邪物，并非真实的孙胖子。不过他倒是很好奇，这个孙胖子是如何做到如此神似的。若非是他的反应速度够快，否则的话他现在估计得毙命了。当陈峰凑上去时，他发现这种凭空出现的邪物并没有太高的灵智，双瞳赤红，眼中的杀机却是如此冰冷与邪恶。这是大地之力衍生出来的东西，还是迷障谷本来就拥有的？陈峰心中掠过一抹沉思，接着他掌心一用力，
那无数根金丝细绳就将这团灰黑邪物彻底的捏爆而去，灰雾飘散，没有任何血液溅出。只见的孙胖子化为了一团雾气，随之融入到了这山谷之中。陈峰再度抬起头来，原本浓雾飘荡的山谷已经多了几分诡异的气氛，有点意思。陈峰嘴角掀起一抹森寒，他刚刚仅仅只是心中升起孙胖子安危的念头，这山谷居然就能够根据他内心的念头诞生出一模一样的幻象来。先前那一幕倒是激发他心底的好奇心了，他倒是想看看这迷障谷之内有多诡异。接下来的时间中，陈峰继续在山谷之内游荡，而接下来发生的情况也正如同他所料，不仅仅只是孙胖子，就连木申、谭松以及柳青心、风于木这些人物全都一一出现了。只不过每次他们出现，陈峰立即就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敌意，也没给对方机会，直接动手开打，将他们尽数震散。这一路陈峰也并没有发生什么伤势，但是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出现他熟悉的人物，这让他内心很不爽。这该死的迷障谷居然根据他的记忆将一个个熟悉的人物复制出来对他动手。砰！终于在那片灰黑雾气之中，陈峰再度一拳将一名伪装成柳青心的人物轰成雾气消散后，脸色也多了几分阴沉。这些雾气生成的邪物源源不断的也让他失去了几分耐心。打爆完这头邪物之后，只见得在那片朦胧的灰黑雾气之中又再度有着一道倩影出现，而这次出现的人不再是陈峰一行人，而是他仅仅见过几面的温诗璇。在见到陈峰时，温诗璇张了张嘴，刚打算说些什么时，却见陈峰直接冲了上来，一拳就对准他的喉咙轰了过去。温诗璇清冷的脸颊微微一怔，他们之间好像没什么仇怨吧。温诗璇连步轻踏，以一种玄妙的身姿将那拳锋避开。见到攻势被躲开，陈峰眼中掠过一抹诧异。这次迷雾所幻化出来的人物灵智倒是越来越高了，连他的拳头都能够躲过去了。不过这可难不倒他，一击不成，陈峰脚掌一踏，就再度欺近那道娇躯之影而来，一拳再度轰出。见到陈峰的攻势，温诗璇美眸之中就升起一抹微怒，玉手抬起间，蕴含雄浑凌厉的一掌就与陈峰的拳头碰撞在了一起。砰！沉闷之声响彻，滚滚狂风席卷开来，竟是将周围的灰黑雾气驱散了不少。两人的身形也同时倒退了数步。我得罪你了。温诗璇抬起琴手，黛眉微蹙，那张极为好看的脸颊露出了一些薄怒之意。陈峰微微一愣，接着有些怀疑性地看着温诗璇，诧异地问道：你是真人？温诗璇美眸看着陈峰，隐约间有些幽怨。你该不会是因为我之前拒绝了我父亲说的与你婚姻之事，所以公报私仇？陈峰眼神有些古怪，在确定完对方是真人之后，不由得挠了挠头，脸色有些尴尬。不至于不至于。陈峰哈哈一笑，我刚刚在这山谷之内遇上了不少迷雾诞生出来的假人，他们幻化成了我认识的人来攻击我，所以我刚才才会对你动手。陈峰解释道。只是温诗璇依旧是用那种很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不信。陈峰皱了皱眉。温诗璇没说话。这是真的？你没遇过？对于温诗璇这反应，更让陈峰心中升起疑惑。不应该啊，你心乱了。温诗璇美眸看着陈峰，忽然道。什么？陈峰愣了一下，有些没能反应过来。温诗璇见到陈峰这茫然的模样，黛眉微扬，笑道：想不到一向悟性极高的你也有不明白的时候。在这个悟性如妖的少年面前，温诗璇像是终于找到了一些骄傲的地方，接着道：我父亲曾跟我说过一句话，心静则宁，到了任何地方心都不能乱。这迷障谷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之所以没有像你一样遇上那些诡异的事情，是因为我保持心如明镜，邪祟自然接近不了我。陈峰眉头紧紧皱起，他不笨，很快就明白了温诗璇的话。他这才想起之前确实是因为心有些乱了，在想着柳青心与木申这些人，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意外与变故。而温诗璇始终保持着心静止水的状态，自然没有出现那么多的幻想。陈峰苦笑了一下，想不到他活了2世人的经验，居然还是大意了。刚刚第一道幻象出现的时候，正是他在担心木申、谭松这些混小子的时候。这个迷障谷的雾气应该是七玄宗大长老临死前布下的吧？想来他应该为了保护他身上的东西不被人取走，才这样做的。陈峰抬头看向了周围，这片飘渺的雾气极其浓郁，再加上这阵法的诡异程度，足以阻隔掉许多人前来探寻他遗藏的企图。连他的性子在进入这里后都中招了，更何况其他人了。毕竟不是谁都能像温诗璇一样，始终谨记着心静则宁这句话。现在该怎么办？就算是能够挡得住这迷障雾气的幻想，我们也出不去了。温诗璇咬了咬银牙，脸颊有些难看。
虽然他能做到不被这里的雾气影响了心境，但这里雾气太大，分不清东南西北，很容易就会让人在其中迷失了方向。别说是去寻宝了，就是能不在这里被困上一辈子，就已经很不错了。既然是阵法，那就一定有中枢之地，而中枢之地就是最后七玄宗大长老死的地点。陈峰道，接着他的目光就看向温诗璇而来，笑道：要不要跟着我？你知道解开阵法的办法？温诗璇诧异地问道：应该可以，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跟我走，毕竟能够在这里相遇，也算是一种缘分了。当然，若是不信的话，你也自便。陈峰笑了笑，接着他就不再多说，抬起脚就朝着远处走去。这座迷障谷虽然被设置了阵法，但两世为人的他，凭借着超强的灵魂力，他依旧是可以隐约的感觉出，在某个方向正有着一股玄奥的波动荡漾而来。想来那里便是阵法的中枢了。温诗璇看着陈峰走去的背影，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了上去。如今的他对于这座山谷也没有什么办法，而陈峰手段颇多，也许真的有解决的办法也说不定。迷雾之中，两道单薄的身影一步步朝着深处而去，而随着愈发接近那阵法的中枢之地，周围飘散出来的灰黑雾气也更加浓郁。到了这里，抬眼之间已经无法见到1米之外的景象了。最好拉着我的衣服，不然走丢了我可没办法寻你。陈峰看着这周围的雾气，又看了看身后始终保持着1米距离的温诗璇，淡淡的道。温诗璇犹豫了一下，看了一眼周围的雾气，最后还是走上前去，拉着陈峰的一角衣袖，那张透着高贵与优雅的琥珀色眸子时不时地看着陈峰。实际上，在那天温会长有意要撮合两人的婚事之后，在陈峰离去后，温会长还一直有在他身边提及陈峰。对于这个天才少年，他心中自然是有几分好奇，能让自己的父亲如此推崇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就当温诗璇思绪飘散间，前方之处的陈峰忽然停下了脚步，而后方紧随而来的温诗璇也直接撞在了他的后背之上。就当温诗璇脸颊露出一抹嗔怒时，却见前方之处忽然躺着一道干枯的尸体，从其身上穿的服饰不难认出，这正是七玄宗的大长老。找到了。温诗璇脸颊露出一抹惊喜之色，这具干枯的尸体像是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只剩下一具骷髅骨。不过温诗璇认得七玄宗的服饰，这具骷髅骨身上所穿的服饰正是七玄宗的。好在其森冷白骨的指尖正有着一只空间戒指，留意着银色的光泽。显然这具尸体上的东西还没人动过，否则的话也不会留下空间戒指给他们捡了。陈峰，你还真有点本事啊。温诗璇脸颊露出狂喜之色，他怎么也没想到，就这么跟在陈峰后面，还真的稀里糊涂的就找到七玄宗大长老的尸首了，这也太幸运了吧。然而还没等他高兴的太早，几名身穿黑色的服饰的青年也在同一时间从旁边的迷雾之中冲了出来，在见到这地上躺着的一具干尸之后微微一愣，接着脸色就露出激动狂喜之色。七玄宗大长老，这几人的呼吸都明显变得急促起来，他们也同样认得七玄宗的服饰，只是他们没想到他们的运气居然这么好，真的让他们在这迷障谷之内找到七玄宗大长老遗藏了，还真是阴魂不散。见到这些忽然出现的人，陈峰皱了皱眉，这些人他并不陌生了，正是霍玄宇、秦如月他们。在陈峰发现到霍玄宇、秦如月等人时，他们的目光也同样迅速地转移到陈峰两人身上，眼底泛起一抹森然寒意。能打，我对付霍玄宇，你对付秦如月，我们还是有几分胜算的。温诗璇站在陈峰身侧，同样警惕地盯着霍玄宇他们，小声低喃道。陈峰没有回答，而是静静地看着这具干尸，眉头皱起，不知在想着一些什么。秦如月望着陈峰，美眸之中隐隐透出一抹杀机，忽然一步跨出，冷声道：陈峰，我劝你一句，最好把这干尸。然而还没等他把狠话说完，陈峰就已经一脚踢出，将地上这具干尸踢向他的方位而去。秦如月抬手抓住那具干尸，绝美的脸颊微微一正，显然有些预料不及，不用打，反正也打不过你们，所以这具干尸就让给你们了。陈峰道。陈峰，你疯了不成？身旁的温诗璇顿时有些急了，这可是七玄宗大长老的遗藏啊，里面不知道藏着多少好东西呢，怎么可以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就交出去？这简直就相当于捡了一个大宝藏，然后拱手让给别人了。秦如月抓住干尸，还没能反应过来，这家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不过见到陈峰如此识相，秦如月嘴角还是掀起一抹满意的笑容，冷笑道：看来这些日子你学乖了不少，否则的话今天你就得惨死在这里了，就给你多活几天。说完，他似乎也怕陈峰反悔，拿着干尸立即就遁入到了周围的迷雾之中，消失不见。白痴女人。陈峰撇了撇嘴，不再管他，反倒是身旁的温诗璇几乎要气炸了。你是蠢还是没脑子？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咋这么怂呢？那可是七玄宗大长老的遗藏啊！温诗璇忍不住在陈峰身旁低吼，气得胸膛剧烈起伏着，差点就炸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七玄宗大长老的遗藏，陈峰就这么送出去了。以前他还觉得陈峰很有魄力，现在却变得这么胆小了。陈峰被温诗璇的声音震得耳朵有些发嗡，无奈的道：“你急什么？那具干尸是假的。”什么？温诗璇错愕在原地。那具干尸只是穿着七玄宗的服饰而已，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七玄宗的大长老了。万法境修的是灵台，达到万法境的强者，灵台犹如三花聚顶，返璞归真，即便是死了，头骨也会带有一点纯金色，无坚不摧。可是你看看刚刚那具干尸，他的头骨哪有一点纯金色？很明显，刚刚那具干尸压根就不是什么七玄宗大长老的。陈峰解释道：“假的。”温诗璇脸颊微正，接着脸颊再度涌上一抹欣喜，那就是说七玄宗大长老其实不是死在这。陈峰点头，刚刚那具干尸只是那位大长老用来糊弄人的，这些老东西一个比一个阴，估计是怕自己身上的那点东西被人拿了吧。那真的在哪里？温诗璇问道。陈峰没有回答，而是继续朝着前方走去。见状，温诗璇赶忙跟上去。而在接下来的路途之中，两人也还发现了其他2、3具穿着七玄宗服饰的干尸，而这些干尸无一例外的都被陈峰熟视无睹的绕了过去。温诗璇这才相信，刚刚那具干尸其实是假的。许久之后，陈峰终于走到了尽头，来到了一处大山的山壁岩之前。没路了，你确定是这里吗？温诗璇黛眉微蹙，问道。是这里。陈峰摸着山壁，他的感应不会出错，那道阵法的中枢正是从这山壁之内传来的。想到这里，陈峰五指收拢，澎湃的金光灵力覆盖着拳头，直接轰了上去。砰！刹那间，山石震动，无数的碎石从里面飞溅了出来，接着一处巨大的洞口立即随之出现。温诗璇香嘴微张，有些不敢相信，这里居然还别有洞天。陈峰率先走了进去，山洞内只有一条路，两人顺着这条路一直的走下去。很快，陈峰就发现到了一具尸体，盘坐在了一块大石头上。这名尸体已经风化，身穿七玄宗的服饰，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骨灵台处虽然泛着森白的光泽，但在这森白之中又有着一点点的纯金碎光残留，这正是灵台修行过所留下的痕迹，这才是真正的七玄宗大长老。陈峰低声道。温诗璇脸颊露出一抹震动，他没想到这七玄宗的大长老居然藏得这么隐秘，若是没有陈峰的话，换作是其他任何人来了，恐怕谁都不会想到这七玄宗大长老的尸首就藏在了大山的山壁之内。在这名七玄宗大长老遗骸周围还放着几束不知从哪里摘来的花，只是可惜的是，这些花在时间的流逝下早早就枯萎干瘪了。这老家伙给自己找到的目的还真是挺别致的啊，而且仪式感满满，还整了这么多花，浪漫。看着这些花，温诗璇暗笑道：“你喜欢这种浪漫吗？我可以帮你和他合葬在一块。”陈峰眼睛瞥向温诗璇而来。滚犊子！温诗璇涨红了脸。陈峰笑了笑，没再跟他斗嘴，而是走上前去。在这具干尸的身前还盘旋着一个黑色的祭坛，各种古老的纹路连通着大地，显然这里正是阵法的中枢之地了。陈峰拳头灵力运转之间，直接震碎了这个黑色祭坛，刹那间那些古老的纹路全部消散而去。接着陈峰就看向了这具干尸而来，在这具干尸的指尖还有着一道空间戒指，显然这个尸首还没人动过。然而就当陈峰刚弯腰要摘下空间戒指时，从这些枯萎的花底下却忽然间射出了好几道剑光，以雷霆之速洞穿向了陈峰与温诗璇而去。不过两人早有所防备，身躯一个扭转，敏捷地避开了这几道暗袭。死了都不安宁。陈峰皱了皱眉，接着他眼疾手快地从这骷髅手之处摘下了那枚空间戒指。好在这老家伙除了底下暗藏的机关外，也没再藏着什么东西了。拿到空间戒指后，立即把里面的东西全部都给导了出来。7品丹药红金龙髓丹4枚，6品丹药8枚，地阶低品宝器2把，还有多多少少的一些武学以及丹药，竟是看得陈峰与温诗璇目不应暇。温诗璇立即美眸之中露出垂涎之色，这老家伙身上藏的好东西还真不少。虽然她是圣龙商会的大小姐，可这七玄宗大长老的很多东西连他们圣龙商会都没有，她立马心动了。然而就当她伸手准备拿时，却被陈峰一甩手，全部都藏进了空间戒指内，准备带走。这老家伙的东西比起他之前捡漏别人的要好太多了，而且神灵印也藏在其中，这一趟算是没白来。你干什么？温诗璇怒声问道。什么干什么？分赃啊，我也跟你一起来的，我也有份的，你全部都收走是什么意思？
山洞是我找到的，空间戒指也是我摘的，一切都是我干的。你除了在旁边看着，你还做什么了？凭什么给你分赃？温诗璇立马不乐意了。可我们是一起来的，不应该分我一点吗？那我也是有良心的，这具骷髅我就送给你了，不用谢，告辞。陈峰淡淡的道。说完，陈峰转身就离开了。陈峰，温诗璇气炸了，追了出去，拦住了陈峰的去路。你怎么能这样呢？我们明明是一队的，况且如果不是我父亲给你的这张地图，你能找到这里来吗？真的是忘恩负义。陈峰脚步微微停顿，有些无奈地看着眼前这个清雅的少女。其实呢，分给你一些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陈峰道。什么要求？温诗璇一脸狐疑地看着他。你不会是要告诉我你喜欢我，然后一定要跟我结婚？他很怀疑陈峰的目的性。陈峰有些无语，这个大小姐也太自我感觉良好了吧？难道她真以为有钱有颜值别人就一定要喜欢她吗？陈峰张了张嘴，话锋忽然一转，很认真的点点头。对，没错，我就是喜欢你，没想到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没办法了，你瞒不下去了。你……温诗璇脸颊顿时掠上了一抹羞涩的绯红。她没想到陈峰居然真的喜欢她，可是哪有人这么直接的？她都毫无心理准备。我们认识的时间还太短，你让我考虑考虑。温诗璇羞涩的道。倘若是其他人跟她说这番话，她肯定会毫不犹豫的拒绝。可是不知为何，她居然有种想要了解陈峰的冲动心理，毕竟后者太神秘了。陈峰看着温诗璇，这小妞这么好骗。陈峰忽然心底升起愧疚感了，玩笑是不是开得太大了？我刚刚开玩笑的，别当真啊。陈峰赶忙解释道。没事，我又没说拒绝你。温诗璇笑了笑，她觉得陈峰一定是认为被拒绝了会太尴尬，没面子，男人嘛，都有些自尊心。陈峰无语了，完蛋，凉凉，解释不清了。算了算了，你父亲把地图送给我，我也不好意思把便宜全占了。陈峰重新把空间戒指内的东西给导了出来。说实话，如果没有温会长送他的这份地图，他恐怕也无法找到这里来，所以这次的遗藏，圣龙商会还是应该得到一半的份额。陈峰在倒出来的东西之中挑挑拣拣，无论是7品丹药红金龙髓丹，还是6品丹药，都分了一半给温诗璇。在这空间戒指之内，还有着一枚土褐色的种子，而这枚种子实际上就是神灵液。这些东西都归你，然后这些归我。陈峰拿走了一半的东西，包括那枚神灵印。当然，这枚神灵印温诗璇也不认识，他还以为只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所以也没计较。在看到这琳琅满目的这么多好东西之后，他早就乐开了花，哪里还会去惦记陈峰手上那颗不起眼的种子？还算你有良心。温诗璇赶紧将这些东西全部都收进了空间戒指之内，似乎是害怕陈峰反悔一般。见此，陈峰笑了笑，也没去在意。在分完赃之后，陈峰就没再在这山洞之内逗留，转身之间就欲走出这座山洞。我们回去吧。陈峰笑道。然而就当他准备离开之时，一道稚嫩的空灵之音却忽然在他心中响起。你打算就这么走了吗？听得这声音，陈峰立即停下了身形，转头看向了温诗璇而来，问道。刚刚是你在说话吗？温诗璇黛眉微蹙。没有啊。怎么了吗？陈峰没说话，只是脸上露出一抹诧异之色。刚刚他明明听到了一个声音的，是错觉吗？陈峰甩了甩脑袋，就要继续走出山洞。然而这时，那道稚嫩的声音再度响起，别走。陈峰微微一愣，这一次他猛地止住了身形，看向了手中的天丛云剑。刚刚的声音好像是从这天丛云剑内转出来的。陈峰看着手中的天丛云剑，心中有些难以掩饰的震惊。一直以来，陈峰虽然知道这天丛云剑内有着一道剑灵，但剑灵却一直处于封印的状态。从陈峰获得这把剑的那一刻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处于一种沉寂之中。而这一次还是剑灵第一次有动静。刚刚是你在说话吗？陈峰对着剑问道。然而天丛云剑依旧是寂静无比，没有再有任何声音发出。陈峰皱了皱眉，他确信刚刚自己是没有听错的。倘若一次，他还可能觉得是自己的错觉，但接连2次就不可能会是错觉了。陈峰回过头去，重新看向了远处盘坐在大石之上的一具遗骸，仔细打量了好一会，接着他像是发现到了些什么，目光陡然看向了他所身躯所坐的大石头，沉吟了一会，便往回走去。喂，你做什么？见到陈峰的举动，温诗璇脸颊掠上一抹疑惑。陈峰没有回答，数步之间就重新来到了大长老的遗骸之处，仔细打量了一下后，忽然他伸手就将这具遗骸抬了起来，扔到了一边去。接着他五指屈拢，灵力运转之间，一拳就朝着这块大石头砸了下去。砰！刹那间，只听得一道轰鸣巨声传开，眼前的大石直接爆炸起来，无数碎石向四周溅射而出。在大石的下面，
竟是出现了一道丈许大小的空间通道。这是地宫。温诗璇脸颊露出难以置信之色，这里怎么还藏有地宫？这老家伙看来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陈峰眼神微凝，低喃道，故意在这地宫入口上面放着一块大石，又让自己在上面作画，很明显他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个地宫。下去看看吧。陈峰道。说着他就率先朝着这地宫的入口走了下去，而温诗璇也连忙莲步轻移跟上前去。地宫之内光线暗淡，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唯有几颗镶嵌在墙壁之内的夜明珠在提供着微弱的光芒。两人顺着地宫的走廊一直往下走，眼神警惕地盯着周围，灵力覆盖着周身，以防出现任何的变故。地宫之内很安静，除了两人落地的脚步声之外，就没有任何的动静发出，而这走廊也出奇的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不久之后，两人走到了走廊的尽头，眼前便出现了一个宽阔的石室。石室之内有着一个数丈之大的池子立在中间，滚滚血液在其中翻腾着，刺鼻的味道弥漫开来，令人感到有些心悸。而在血池的两旁则是一些堆砌成小山的遗骸，这些遗骸像是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已经化为森森白骨，但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这些遗骸都非常小，就像是婴儿的雏形般。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温诗璇看着这个巨大的血池，又看了看周围的那些遗骸，脸颊布满了震动之色。这堆砌成小山的遗骸至少也有2万具了，而眼前的血池也像是容纳了2万人的血液般在其中滚动着。池子的周围岩石壁上还有着一道道像是太古年代的某种古老纹路铭刻着，纵横交错，晦涩复杂，就像是某种上古符文般。而这些符文交织之间则是连通到了池子的头部，在那里有着一头血色麒麟的图腾，麒麟的头首正张大着血口，仿佛是将这些血液之内所蕴含着的某种能量尽数吸纳而来，一种令人感到心神难宁的邪恶波动从其中荡漾而开。这是什么东西啊？温诗璇看着这麒麟血池，脚步不由得踉跄地倒退了一步，眼中满是一种惊惧。从这血池之中荡漾出来的阴冷波动，就连他都感觉汗毛尽数竖起，这简直就像是一个炼狱之池。陈峰看着周围的情况，脸色渐渐地变得阴沉下来。为了验证内心的猜测，他走了上去，在那头麒麟雕纹之下的血池内仔细地翻找了一遍。良久之后，他终于从里面掏出了一枚拳头大小的血球，血球表面同样有着一头麒麟图文成型，而这枚血球像是凝聚了所有的血液的核心能量般，阴煞之气渗透而出，竟是令得周身的灵气都变得阴气腾腾。在见到这枚血气灵球之后，陈峰终于是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怒火，脸色渐渐变得狰狞可不起来，眼中攀爬着一抹滔天的戾气。陈峰，你怎么了吗？见到陈峰这般模样，温诗璇黛眉紧蹙，脸颊也露出紧张担忧之色。他还是第一次见到陈峰这般动怒，一直以来陈峰身上都是有着一种游戏人间的迷之淡定，但是现在后者却动怒成这般模样，仿佛就像是一头凶兽被激怒起来般。陈峰没有说话，只是握着这一枚血麒麟球，又看了一眼这方血池，终于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情，一掌狠狠地怒盖而下。轰！狂暴无匹的金光灵力肆虐而开，直接是将眼前的这个数丈大小的血池砸得一个稀巴烂，犹如洪流般的血液从破碎的血池之中流了出来。那个大长老真是死得活该，他就算是被挫骨扬灰也丝毫不为过。陈峰狰狞的道。温诗璇脸颊上依旧是疑惑的神色。陈峰深吸了好几口气，渐渐的他方才压下了内心的怒火与暴力。9阴9阳麒麟功，这是一种禁术，修炼到极致时能够返老还童，重新回到气血最旺的年轻之时。这个血池名为养阴池，而里面的血也全都是纯阴的婴儿之血，按照眼前这些遗骸的数量，这个老东西至少放了2万个女婴的血。陈峰狰狞的道。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这个老家伙是准备修炼9阴9阳麒麟功。我本来还以为这种禁术早已被禁止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在练。陈峰狰狞的道。人的一生都逃脱不了自然法则，从出生的婴儿阶段，再到年轻之时的气血方刚，再到年老之时的枯槁苍老，以及最后的气血枯败，年迈而终。这一个过程是所有人都逃避不掉的人生现象。而武道的修行则是吸纳天地之间的灵气，淬炼自己的身躯，除了能够让自身拥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之外，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延长寿命。但即便是延长寿命，也是有一个极限的。只要没修炼到武道的极致，没领悟道道的真谛，谁都有寿命将尽的一天，哪怕是那些正道成帝的至强者，也逃脱不了气血枯败而亡的命运。因此就开始有人走上一些邪门歪道，例如这篇9阴9阳麒麟功就是为了延长寿命的创造出来的功法，用刚出生的婴儿的血阴阳融合，提炼其生命精华，供自己吸收，以达延长寿命的作用。这种禁术本就是伤天害理，
为天道所不容的术法，现在居然还有人在练。陈峰冰冷的道。闻言，温诗璇黛眉紧蹙，脸颊也变得沉重起来。他以前也曾经在他父亲那里听说过，上古时候的一些帝皇，在体会到无上权力的滋味之后，就彻底痴迷上了，不愿死去，所以用尽各种手段，哪怕是有悖天理的事，他们都敢铤而走险的做这种通过婴儿的血液提炼其生命精华的招式，就是其中一种。只是他没想到，居然真的有人在用。作为七玄宗的大长老，本应该是德高望重的存在，背地里居然会是这一副面孔。陈峰握着血麒麟球，脸庞上也露出滔天怒意。刷刷！就在这时，地宫之内忽然有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了出来。没过多久，一群青年忽然间就冲了进来。这些人明显是这场玲珑大会的参赛者。在看到地上流淌着的鲜血与陈峰手中所握着的那枚麒麟血种之后，脸庞立即露出贪婪之色。把那血球！其中一名青年刚要开口说话，一道破风之声就已经忽然冲了上来。没有任何的废话，一剑直接横扫而出。那名青年嘴中的话甚至还没说完，就已经被陈峰割下了脑袋。贱人，老子还没找地方泄愤呢，你自己就来找死！陈峰骂道。一起上！其他几名青年见状，脸色立即变得狰狞无比，杀机汹涌，同时冲了上来。见状，温诗璇也赶忙加入了战场。这些人都是处于画像境的阶段，自然是斗不过陈峰与温诗璇两人的联手。没过一会的时间，这些人就全被杀了。陈峰在取走他们的分数牌之后，立即就对温诗璇挥了挥手，道：走，别在这里逗留了，不然越来越多的人都会被吸引过来的。之前陈峰已经将外面的迷雾阵的中枢给打碎了，所以现在外面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再被困在迷雾之中了。而这地方又太显眼了，难保不会有其他人冲进来。好，温诗璇点了点琴手，也没再犹豫，立即跟着陈峰出了这间石室。一会儿的功夫，两人就跑出了这个山洞。而不出陈峰所料，现在外面的朦胧大雾已经消散了近乎一半了，许多的景象都能够清晰地看得见了。陈峰！这时，一道冰冷的低喝之声忽然从左侧的方向传了过来。陈峰一回过头去，就见到霍玄与秦如月这些人一起冲了过来。几人的目光牢牢地锁定在了陈峰的空间戒指上，那道空间戒指上落满了灰尘，像是有些岁月了。显然，这才是七玄宗大长老的空间戒指。怎么我走到哪你们就跟到哪？陈峰见到又是霍玄与秦如月这几人，不禁皱了皱眉。这些人太阴魂不散了，你之前竟然敢用一具假的干尸来耍我们！秦如月脸颊冰寒的道：那是你们自己要的，又不是我强迫你们的。陈峰道。秦如月咬着牙，美眸之中迸射出滔天的杀机，一次又一次的，他已经有无数次太想杀了这家伙了，但都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导致没有完成。现在他终于可以放开手来杀了。陈峰，这次没人能够护着你了吧？你插翅也难飞了。秦如月阴冷一笑，接着他便看向了陈峰身旁的温诗璇，冷声道：我们剑雨阁与丹楼之间的恩怨，不关你们圣龙商会，诗璇，还请你让开。温诗璇微微一笑，不好意思，这件事我管定了，要打我也陪你们打。见到温诗璇这般态度，秦如月脸颊上的冰霜更浓了几分，冷笑着点点头，好，既然你想跟他一起死，那我就成全你们两个。虽然温诗璇背后是圣龙商会，但这是在玲珑大会上生死自负，哪怕是战死在这里，圣龙商会也没办法怪罪到剑雨阁上来。师兄，一起上，宰了他们。秦如月道。可以。霍玄宇淡淡一笑，眼中露出一抹玩味的嗜血笑容。轰！刹那间，两人没再多废话，磅礴的灵力便是犹如洪水般猛地爆发了起来，气势层层暴涨，转眼之间就达到了通天境的层次。两个通天境，这已经是极强的阵容了。温诗璇黛眉紧蹙，这估计会是一场硬战啊！一起上！陈峰忽然冲着温诗璇眨了眨眼睛，低喝出声：好！温诗璇咬了咬银牙，没多说其他，两人既然是一同来的，他自然是不可能抛下陈峰不管。唰！温诗璇率先一步踏出，娇躯如同一道轻影般急掠而过，寒光一剑携带着一股滔滔火焰，就朝着霍玄宇的方向砍了过去。哼，不自量力！霍玄宇森冷一笑，同样一剑挥出，剑出如雷霆动，携带着磅礴的雷霆之力，与温诗璇的剑碰撞在了一块。当，金铁之声碰撞，火焰与雷霆闪烁着璀璨绚丽的光芒，狠狠地冲击着。与霍玄宇一样，温诗璇也同样处于通天境，只不过相比于霍玄宇这成名已久的天才，他的实力终究要弱上几分。很快的，他的剑势就被对方蛮横地压制了下来。而身旁，陈峰的身形也猛地冲出，龙鳞覆盖着拳头，金光凌厉，犹如无坚不摧的至强利器，朝着秦如月的喉咙就轰了过去。